娘，您出来了，我给您煮了粥和鸡蛋。大儿媳妇方和顶着即将临盆的大肚子，正吃力地收着一家子的衣裳。见到婆婆从屋里出来，消瘦憔悴的面庞赶紧挂起几分讨好的笑容，走过去。您现在要吃吗？方和的脚边跟着3岁的女儿魏玲儿，相较对方是魏玲儿更瘦，许是营养不良，小身子娇小得很，衬得眼睛特别大，能清晰地看到眼里对她祖母的害怕。满心没吃早饭，这回都过了午饭的时间，确实饿了，脚步有些虚，莫名其妙穿过来的心里还没调整过来，看了这对母女一眼没搭理，照着脑海里的记忆，虚步朝着后院自留地的茅坑走去。上了茅坑，熟练地解开裤绳方便，上完看到旁边放着的用来替代厕纸的竹片时，咬牙闭眼，拿过竹片开始刨双股间不可描述的位置，泪流满面。他何德何能，从一个风华正茂积极向上的小白领，在一次团建喝醉了酒后，一醒来就变成了35岁死了丈夫的寡妇，还有3个儿子，最大的那个都已经20了。天知道他满心连男人都没有尝过呀。刨好后直接将竹片丢在一旁的木桶里，那里已经有好几十根了，系好裤绳，看着这一桶用过的竹片，原主脑海的记忆中，这些竹片是直接清洗一下晒干再来用的，满心脖子机械似的转到另一堆干净的竹片上。苍天啊，这种东西还能回收利用。回了院子，方和母女俩人拘谨的在原地站着，见他过来，方氏诺诺的又提了一次道：娘，我给您煮了粥。满心还沉浸在竹片的打击中，抬头见到母女俩怯懦的模样，开始头疼。原主的记忆里对这个大儿媳妇和大孙女坏得很，脏活累活都让方氏做不说，还嫌弃她生了个女娃，饭都不让吃个温饱。她现在还心神未定，没搭理进了屋，在木床上躺下。如果不是人的3级，她连动都不想动。谁能想到她醉酒醒来，竟会穿成了农家寡妇。阿和，娘呢？屋外传来年轻男子的声音。娘从早上到现在一天没吃东西了，我也不知道娘。砰的一声，屋门推开，满心冷冷地瞥了眼进来的男人，这是原身的大儿子魏成宽。大儿子身量颇高，常年劳作让他的身形显壮，皮肤黝黑。此时他一脸担心地走了进来，蹲跪到床边，看着母亲，关心地问道：娘，您怎么了？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吗？真正的他也就比这个男人大了几岁而已。这一声娘喊得满心心里那个复杂，侧过身躺着，无法面对。娘，您这是怎么了？大约向来以孝道治天下，看到亲娘病恹恹又满脸冷淡模样，魏成宽心急起来，忍不住怨恼跟进来的妻子：娘一天没吃东西了，你这个儿媳妇怎么当的？我煮了粥。方和诺诺的道：娘不要吃，娘不要吃，你不会煮别的吗？魏成宽恼急，他娶妻就是为了让妻子来孝顺娘的。我不知道娘喜欢吃什么。方和自始至终都是诺诺的模样。第2章被吓死的人。你都嫁进魏家4年了，竟然连娘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你满心拿起枕头就朝这个大儿子身上丢。娘。魏成宽愣了愣，不明白娘怎么生起气来。都出去，让我静一静。满心饿着没力气，要不然这句话是吼出来的。冷看着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大儿媳妇与只会苛责媳妇的大儿子，又想到原身这回还在县城读书的2儿子今后将会做出的事，以及最小那个儿子的事，真想抹个脖子。当然他不会真这么死了，万一死了是真死了呢？他怕死。魏蒙氏也就是原主是个重生的人，上一世他们魏家满门被抄斩，刽子手手起刀落瞬间，原主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竟是回到了8年前，本可以重新打一手好牌的魏蒙氏竟然被这重生给吓死。来了的满心顶上。原身已逝的丈夫是个秀才，在镇上大户人家的私塾里做夫子，靠着这收入以及每年朝廷对秀才的补贴，日子过得也挺好。丈夫一死，2年前就中了秀才的2儿子每年也能得到朝廷的补贴，况且2儿子将会在不久之后考中状元，这本是大喜事。谁能想2儿子娶了相爷的女儿之后，露出了凤凰男的本性不说，还与旧情人不清不楚，纳了旧情人后宠妾灭妻，丢了官职，直接被相爷定了个罪，一家子抄斩。满心无语的闭上眼。这魏家在外人眼中是很不错的家庭，寒门中也属中上，一家2秀才不说，大儿子勤劳能干，2儿子聪明会读书，3儿子也送去了私塾，只有满心知道斯文平静的表面下藏着的是怎样品性上的劣根性。原主本身就是其中的极品，在大儿媳妇方和第2胎生下的又是女儿时，当晚就骂得她上吊自尽了。心塞。满心猛地坐起来捶胸口，这已经不是极品2字能形容了，简直可恶。他穿到了这样的妇人身上，倒霉透顶。屋外，魏成宽一直守在门外，觉得今天娘怪怪的，尽管娘平常对他也没有怎么好，竟偏心会读书的2弟3弟了，但也没像今天这样对他。想到这儿又狠狠瞪了妻子一眼。你是不是做什么事情惹娘不快了？我没有。方和赶紧摇头，在接触到丈夫暴怒的双眼时，吓得低下头。她一天都在做着事，也没有休息过，怎么可能惹婆婆不快呢？但她不敢说。
一直贴在娘亲脚边的魏灵儿害怕的朝后躲了躲，大眼中已经有了泪水在打转。她怕阿奶，也怕爹爹。一定是你，要不然娘怎么可能把自己关在屋里？魏承宽恼完，妻子又走到主屋门口，对着里面的满心说道：“娘，如果方和惹您生气了，您打他骂他就是了，别气着了自个。以往这样说，娘对他就会有好脸色。嫁入魏家4年，这种话方和听得已经麻木了。她等着婆婆出来骂她那些难听的话。屋门打开时，她的肩膀缩了缩。我说了我要静一静，你还吵？”满心冷看着这个大儿子，只会骂媳妇儿的人算什么男人？第3章竟然要卖孙女！娘，一定是方和惹您生气了，是不是？我让她跪着给您赔罪。方和猛地看向丈夫，她大着肚子，1个月后就要生了，还让她跪下？愣着做什么？赶紧跪下给娘认错！见妻子凄楚地望着自己，魏承宽不满地呵斥道。这些话一字不漏地传进满心的耳里，闭闭眸，他从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不管别人在做什么，只要不碍着他就行。特么的今天却有揍人的冲动，深呼口气，冷静冷静。下一刻，他下床走出去，对跪在地上的大儿媳妇道：“你不是说温着粥吗？去拿来，我饿了。”方和怔了下，以为又要被骂了，没想到婆婆会让他去拿粥，赶紧去灶房。粥是温的，伴着一些自制的腌制品。满心是真饿了，3下2口的就将粥喝完，再来1碗，连着喝了3碗的粥，才觉得饱了，有点力气。你在家是怎么伺候娘的呢？瞧把娘饿的！见娘一脸满足的模样，魏承宽骂完妻子也是松了口气，只要娘高兴，就不会总是骂她没用。娘，我给您包鸡蛋。满心余光见到躲在方和后面的孙女魏灵儿，盯着他爹手里那又白又嫩的鸡蛋，一看就是想吃了，只是不敢说。也是，原主对这娃的态度就像是捡来似的，几乎没给他吃过一顿好的。在心里骂了句造孽，满心对着大儿子说：“我饱了，把鸡蛋给灵儿吃吧。”说着走出灶房。没想方和一听这话，脸色唰的一下白了，拉着女儿急急出去。虽说有着原身的全部记忆，满心还是打量着这位家的住处。寒门中魏家也是大户，盖了3间砖瓦房，2间泥房，院子很大，4角都设着圈棚。就在满心被现实撞得认命时，方和拉着女儿冲出灶房，跪到了她面前：“娘，求求您别卖了灵儿，她虽是个女孩子，也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来的，身上流着的也是魏家的血啊！”方和拉着满心的裤管哭求着。看见自己的娘哭，魏灵儿也跟着哭，但她不敢发出声音，她哭得太大声会让奶奶心烦。我什么时候说要卖了灵儿？跪着的一大一小让满心吓了一跳。您不卖灵儿，为什么要给灵儿吃鸡蛋呢？方和惊惧地问出疑惑。满心，吃一个鸡蛋就要卖孙女了？这也让他想起一件事来，原身有次撞见方和偷偷把鸡蛋给了女儿吃，气得不行，说吃完了鸡蛋就直接把魏灵儿卖了，省得浪费粮食。这方和记得是牢啊。奶奶，灵儿不喜欢吃鸡蛋，您别卖灵儿，灵儿给您磕头了。小灵儿大眼睛，眼泪直流，跪下就磕头，小小年纪额头落地有声。谁说我要卖灵儿？我卖自己的孙女，我还是人吗？赶紧起来！满心没想一个鸡蛋还能惹出这么一出的苦情剧，抱起魏灵儿来，擦去她脸上的泪水。3岁的娃瘦得跟骨头似的，连点重量也没有。方和傻愣愣地看着婆婆抱了女儿，女儿咕咕落得后，婆婆别说抱，连正眼都没见过呀。灶房出来的魏承宽也傻眼，娘怎么突然间对灵儿这么好？第4章，眼不见为净。满心可不管这2人的想法，抱着魏灵儿进了灶房，让她坐在凳子上后，把桌上的鸡蛋放到孙女面前，虽装不出一脸慈爱的模样，但也不是冷冰冰的。放心，我奶奶不会卖你的，以后每一天你都要吃一个鸡蛋，这样小身子才能长得好。魏灵儿眼泪扑腾扑腾往下掉，奶奶今天抱她了，奶奶还说不会卖她，还让她一天吃一个鸡蛋，她还是不敢吃。小女娃流着泪看着她，就是不肯吃鸡蛋。满心暗叹了口气，回忆了下原身平常对方是母女那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虐待，就知道小女娃根本不信她。再看门口站着的方和那一脸惧怕的神情，简直闹心。奶让你吃你就吃，哭什么哭？魏承宽走了过来，狠狠瞪了女儿一眼。妻子肚子不争气，给他生了这么一个赔钱货，他也烦得紧，又一脸孝顺看着满心说：“娘，您要卖灵儿的话，可谈好价钱了。”满心脸色一沉，心里道了句忍一时风平浪静，呸，忍不住了，将鸡蛋放在碗里面，起身到灶坑里挑了根又粗又长的木棒，就往魏承宽身上挥，边挥边骂道：“灵儿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真要卖她，你作为父亲也应该阻止，还问我谈好价钱。”这话问出来时，你心里就没有半分为人父亲的愧疚和自责吗？直到身子被亲娘狠狠打了2棍子，魏承宽才回过神来，一边躲闪一边不敢置信的道：“娘，您打我干嘛？您要是不想卖灵儿，那就不卖，我都听您的。”满心一听这话更来气了，想到了魏灵儿的结局，
虽然现在不被卖了，6年后也会被魏承宽卖入了青楼。兄弟反目之后，他没了收入，竟拿亲生女儿去卖，这种男人让他直接打死得了。川城老妇人的窝火和憋屈，还有这3个表面好里子全坏的儿子，满心心里不痛快，因此下手丝毫不软，用尽力气发泄。他是认命了，但绝不会认命的活着。饿了一天的身体，就算喝了粥，体力还是没跟上，才打了6、7下，满心就累得气喘吁吁。魏承宽赶紧跪在了满心面前，急急地说：“娘，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提麦玲儿的事，您别生气，小心气坏了身子。”方和母女俩被吓傻，特别是方和，她这个婆婆向来蛮横且偏心的很，3个儿子中只疼爱中了秀才的2儿子以及嘴甜的小儿子，拿命似的疼。可就算讨厌她的丈夫魏承宽，也没像今天这样打她过，而且还是为了孙女魏灵儿。魏蒙氏的3个儿子虽然李仙儿都不好，但对魏蒙氏也是孝顺的，这还得归功于原身已死的秀才丈夫。照理说，蒙氏这蛮横自私的性子是人见人厌，没想这秀才对她却是欢喜的很，娶来后当个宝似的，哪怕一开始的时候生活拮据，也宁可舍了银子叫别人来做重活粗活，舍不得让蒙氏去做。随着儿子一个一个出生，秀才为了养家就去了大户人家的私塾教书，10天也就回来了1、2次。儿子的教育都在蒙氏身上，只要几个儿子淘气，惹得蒙氏生气了，秀才回来直接拿起棒子就打，也因此养成了3个儿子从小不敢忤逆蒙氏的性格。满心打了一顿，心里的烦闷倒也释放了不少，加上身体累了，转身进屋休息去，没再多看院子里的3人一眼，眼不见为净。第5章上辈子作死。躺床上，满心将原主的记忆好好的捋了遍。大儿子不用说了，原主的2儿子叫魏承启，中了秀才后一直在县城里最好的私塾上学，相貌在3个儿子中是最好的，也是最为用功。不过灭家之祸也由他而起，娶了相爷家的嫡儿女后，因着出自寒门的自卑，母子2人怎么看这个儿媳妇都是盛气凌人的，特别是原身，每天都在挑事处处打压相爷千金。刚好魏承启的老相好找上门来，原身就找到了方法治儿媳妇。作死啊！那可是堂堂相爷千金，岂容一个乡野妇人欺辱？3儿子叫魏承佑，才14岁，家中出了2个秀才，所以小小年纪就被县城的大户王家看中，进了王家做陪读书童，吃穿都在王家，还能每个月拿到月银，这是大好事啊！谁想王家儿子表面认真勤学，私下就是个纨绔，带坏了魏承佑不说，竟然暗中还时常带去青楼，玩得太过疯狂，魏承佑的命根子直接废了，这也是导致他日后性情大变，连着娶了几任妻子，且虐待致死。躺床上的满心猛地坐起来，赶紧看了看黄历。魏承又是盘庚30年，15岁刚当成人的时候成为了废人。满心翻着黄历，再见到黄历上方写着的盘庚29年，也就是原主这个小儿子今年才14岁，倒还有时间。不行，既然他从今往后代替了魏蒙氏活着，为了自己的将来，不能让魏承又学坏了，提早叫回来好好教育。阿奶，门外传来了魏灵儿稚嫩又胆小的声音：“灵儿已经将鸡蛋吃了，您别再生气了。”门打开，魏承宽一边劈着柴，一边看着他娘的门，见娘出来，放下斧头就过来陪笑：“娘，您怪我打我都好，可别气坏了身子。”望着魏灵儿那胆怯的大眼睛，这小瘦的身板子让满心面色缓了缓，摸摸他的头：“乖。”随即冷声问大儿子：“魏承佑什么时候回来？”魏灵儿和魏承宽都愣了愣，魏灵儿愣是因阿奶摸他头了，还一脸慈爱的看着他；魏承宽愣是因2弟和3弟都是娘的命根子，向来都是叫小名，今天指名道姓的叫，可见是真生气了。可他压根就不知道娘在生什么气，讨好的说：“后天是2弟私塾休息的日子，3弟平常都是在这个日子里和2弟一起回来的。”满心想了想，确实，只要是2儿子的休息日，都会带着3儿子一起回来，也就不急在这1天2天了。转眼见到在灶房顶着大肚子忙着做晚饭的大儿媳妇方氏，满心不满地望向大儿子，没说什么。魏蒙氏就是一个封建制度下的普通妇人，非常重男轻女，连3个儿子都分亲疏，更别说对方和这个大儿媳妇了。家里的家务活都在方氏身上，把她当个粗使丫头盘。满心今天做的事，相比起魏蒙氏以前做的已经很出格，不能搞得太过，慢慢来吧。正当满心想着原主平常这个时候会做什么时，一名4室开外，手拿绢帕，扭着团儿的妇人走了进来。一进院子，脸上就笑得灿烂：“魏家嫂子在家呢。”“认媒婆，你怎么来了？”魏承宽见到乡里的大媒婆时，放下手中的活过来。第6章一个没把持住。认媒婆，满心搜了下脑海，就知道他来做什么了。上一世里，这个认媒婆就是这个时候给原主的2儿子秀才魏承启说亲来了。那姑娘就是让魏承启宠妾灭妻中的妾。魏蒙氏把这个儿子当宝贝一样的，寻常的女子哪入得了他的眼，直接拒绝。那女子一听没戏，在魏承启回来要路过的小树林里来了一出尸身诱惑。魏承启那小子没把持住，认媒婆灿烂的笑容差点没绷住。这位家嫂子看他的眼神怎么突然间这么凶呢？哎呦，
难不成今个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看来不是说事的时候啊。没事没事，刚好路过，进来打个招呼，走了走了。任媒婆说着，又扭着臀匆匆离开，说没这种事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时候才能成啊。满心挑了挑眉，他记错了，不是今天。原主的脑海里明明就是二儿子回来的前2天，这么一想，不对啊，这次3儿子魏承佑并没有跟着2儿子魏承启回来，要不然也不至于被那女人算计了。不管怎么说，后天那小树林他必须去一趟才行。魏家的条件在东王村是很不错的，晚饭还有猪肉拌梅干菜。满心进去时，大儿媳妇方和正盛着饭，桌上3碗饭，2碗是满满的米饭，其中1小碗是粥，方和盛过来的也是1碗粥。娘，快坐吧，方和烧了您最喜欢吃的豆腐皮。魏承宽过来扶着满心落座。满心落座，魏承宽落座后，方和才将魏灵儿抱坐了上来，随后是自己。看着自己和大儿子眼前的白米饭，再看儿媳妇和孙女面前的粥，满心不是滋味，这差别对待简直能把人恶心死。这回他倒庆幸自己是穿在了魏蒙氏身上，要是穿在方和身上，还指不定怎么被虐待。娘，怎么了？见娘不说话，脸色还阴沉了下来。魏承宽还以为方和做的饭菜不如娘的意，不过娘还没吃啊，把你们的粥去倒了。满心看着这娘俩碗中没见多少颗米的粥，倒了也等于是倒了碗水。对对对，魏承宽忙附和，朝着妻女冷斥道：你一天到晚在家里只是做做家务，还吃这么多饭做什么？家里哪有那么多粮食养你们？晚饭你们就别吃了。满心差点把手中的筷子给飞扔到这个儿子的头上，忍着气对着大儿媳妇说：你怀着身子喝什么粥，去盛米饭吃，给灵儿盛的满些，她正在长身体。早已麻木的方和听到婆婆这么说，不敢置信地看着满心。她嫁过来魏家4年了，有几次吃的米饭还是来了亲戚，婆婆要做排场冲脸面才让她和女儿吃上。魏灵儿一听能吃米饭了，小脸高兴得很，又想到什么赶紧低下头，随即偷偷抬起小脸看着阿奶。阿奶今年好好，不仅给她吃鸡蛋，还让她和娘吃米饭，她是不是在做梦啊？娘，您说什么？魏承宽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娘不喜欢他，也就不喜欢方和，对方和的态度一向恶劣。满心这心里火大得很，哪管自己这举止会不会让魏承宽觉得他变得奇怪，高声道：去盛饭，魏家还没到要喝粥吃糠的地步，就算喝粥吃糠，也不应该是孕妇和小孩。第7章，接受现实吧。这一次确实没听错，方和下唇紧咬了下，眼眶红了，开始给自己和女儿盛饭。不管婆婆为什么突然对她好，她和女儿能吃一顿就算一顿，特别是女儿，再不给点好吃的，怕都养不大了。很快2碗米饭重新盛上，小孩子心里的高兴不会掩饰，魏灵儿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了，再想吃也还是忍着不动筷子。阿奶还没动筷子呢，小鼻子一动一动的，米饭就是闻着也好香啊。随即肉香传入了鼻中，魏灵儿瞪大眼看着饭上面多出来的那块沾着梅干菜肥嫩嫩的肉，再看向夹肉给她吃的阿奶，阿奶夹肉给她吃。满心给孙女夹了块，又给方和夹了块，梅菜干里还有一块肉，她没自己吃，夹给了大儿子魏承宽。他知道3人此刻是什么样神情，并没看他们一眼，只夹了梅干菜放碗里拌开，淡淡道：吃饭。魏承宽是家中唯一的劳力，只要2个弟弟不在家里，有肉吃很正常。不过娘亲自夹给他，这样的关怀是从未有过的，更别说对他的妻女变得如此之好。娘突然变得奇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啊！满心要顶着魏蒙氏的身份活下去，就要从根源上找到原主3个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斯文败类的原因。想不明白自个生的崽怎么能偏心的如此极端。搜寻原主的记忆，会发现他私心里只承认2儿子和小儿子，大儿子的存在完全是当长工在对待。要不是因为家里缺少了劳动力，这么一个不优秀的大儿子，他简直就不想认。骨子里这个母亲竟然是看不起自己的大儿子的，从小到大又哪还能有什么好脸色呢？这也是满心夹肉给大儿子的原因。做得不好就被打被骂，每天还要贬低大儿子几句，也因此养成了魏承宽这外表看似强壮，内心实则自卑讨好型的人格。魏承宽其实缺爱，他每每让原主去骂妻子，其实就是不想让原主的骂落在他的身上，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我出去走走。满心吃完放下碗筷，头也不抬地出了门。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满心一直觉得自个还不成熟，转眼间却有了3个这么大的儿子，想想也是心累。这不是秀才娘吗？鸭路呢？吃完晚饭的村人都出来唠唠嗑。你家程启是不是快要回来了？很快就要科考了，你家程启肯定能榜上有名。魏家在东王村向来受人尊敬，毕竟出了2个秀才。满心向魏蒙氏以往那般高冷的点点头，算是打招呼。蒙氏自视甚高，没把这些不会识字的村人放在眼里。明明他自个以前也不识字，嫁给秀才后生怕被嫌弃，装样子学了几年，后来见秀才压根不嫌弃他，也就懒得装了。不一会，满心就来到了村子后面的那个小丘陵上，
东王村全貌一览无遗。此时天还没有黑，能清楚地看到村前后是一大片的田地，延伸到远处的青山脚下。村道沿着青山而上，山丘后面是乡道，那是焦镇乡，村人赶集都在这里。焦镇出去是县道，1个时辰的路程就能进善城。面对这开阔的古时代，哪怕已经接受现实，满心还是想吼一声，以示他此刻的郁闷。第8章，喜欢现在的阿奶。6月的天气阳光灿烂，正是天气最适宜之时。今天是原主的二儿子魏成启回来的日子，满心来这里3天了，适应的也快。出屋时，魏成宽早已下地干活去，方和在洗衣服，魏灵儿也卷起袖子在帮着他娘洗。现在这天气早上的时候还是挺冷的，满心看着那双小手有些哆嗦，心里不忍。阿奶，您醒了。魏灵儿看到满心醒来，给了一个怯怯的笑容。她还是害怕阿奶，常偷偷的问娘她是不是在梦里，梦里奶奶会给她和娘吃白米饭和肉，娘告诉她那不是梦，是真的。她希望阿奶以后会一直对她和娘好。娘，给您温着馒头和粥，我去拿出来。方和挺着大肚子艰难的起身，偷偷打量着婆婆眼里是否有着嫌弃。见她神情舒适，这2天婆婆睡得都不错，没骂过她，赶紧进灶房拿东西。木盆里的衣裳已经洗了一半，篱笆上一大早就晒着菜，整个院子干净又整洁。这些都是大儿媳妇方和一早起来做的，2个馒头和一些腌制的菜，1个鸡蛋就是满心的早饭。灵儿吃鸡蛋了吗？满心问。方和忙说吃了。她以为婆婆是随口说说的，但连着2天都如此关心着灵儿，不像作假。灵儿要吃，你也要吃，没了鸡蛋就去买。她慢慢带入这个角色，先把原身给人刻薄的印象改掉，装不出长辈的模样来，温和的说话，满心还是能做到的，知道吗？知道了。方氏也不知道婆婆这样的好能维持几天。满心的一天其实比较空，以往就是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心情不愉快就骂方和母女，心情好了眯着眼睛躺在摇椅上。35岁的年纪，硬是养出了一身的膘。原身长相不差，多年没干活，虽谈不上细皮嫩肉，比起其他的乡下妇人还是要白皙几分的，好好保养，再把身形瘦下来也有些看头。不为惊艳别人，满心为了这具身体健康着想，这身的膘也要减下来，所以只吃了半个馒头和鸡蛋就不吃了。娘，下午2弟弟3弟弟要回来了，买什么菜好呢？方和问。方氏在他面前还是小心翼翼的模样，常年的刻薄对待已经让他一脸的苦相，相由心生，可见他心里这苦，这也不是几天就能转变的。满心道，就照以前那样子买。说着出灶房，进屋从放银子的木箱里拿了一些碎银出来给他。方和眼睛都不敢看银子一眼，婆婆最忌讳他看银子，这么大肚子了，路上小心些。满心寻思着下回要不要自己去。方氏挺着个大肚子，万一磕着碰着了怎么办？但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化太大，会惹人怀疑。方和受宠若惊，忙应了声，匆匆去集市了。阿奶，我洗好衣裳了。小梨儿走了过来，看着眼前的小人儿，这双亮晶晶又怯生生的大眼睛看得满心心里一软，蹲下看着他说，好孩子，辛苦你了，以后这些活不用你做，灵儿可以做，灵儿能做好。小梨儿一脸着急的看着满心，阿奶，灵儿不辛苦，娘要生小弟弟了，娘的事灵儿都可以做。这孩子以为他会把所有的事都交到方和身上吗？满心温温一笑，以后灵儿的事阿奶做。小林眨眨眼，下一刻眼泪扑腾扑腾往下掉，抱住了满心的脖子，哽咽道，阿奶，你不要再变回去了，好不好？灵儿喜欢现在的阿奶。第9章，灵儿会帮您。满心受不了这样的苦情剧，特别是孩子的，又是个这么懂事的孩子，他的心瞬间柔软了。好，阿奶不变回去，阿奶变成疼灵儿的好阿奶，好不好？小灵儿擦去眼泪，伸出小手指，那咱们拉钩。满心被逗笑，拉了钩。魏成宽回来吃午饭时，桌上有一大碗兔肉，这是娘最爱吃的肉，但中午娘只吃了1块就不再吃，连饭也吃得比平常少。关心地问，娘，您怎么只吃这么一点饭？是方和又惹您生气了？闷头吃饭的方和身子一僵，他没有，他除了必要的连说一句话也不敢。不过他也知道说说没用，忙偷瞧了眼婆婆的脸色。满心冷睨着这个长相看起来憨厚的大儿子，直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狼狈，才收回视线，道，方和把这兔肉烧得很好吃，你喜欢吃就多吃几块。对了，下午别去地里，和我一起去接你2弟3弟。3儿子不会回来，说还是要这么说的。魏成宽沉默了下，才点头。每次2弟3弟回来，都会把他们放脏衣的包袱丢在小树林里，说什么太重了，到家后告诉他去拿。娘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这次竟然还要亲自去接。从今天开始，我的衣物自己会洗，后院地里的那些活我来做。满心边吃着饭边说。方和和魏成宽2人的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骇人的话，半晌，方和不安地问，娘，媳妇儿哪里做的不好吗？你别多想，
再1个月你就要临盆，多多休息。满心想通了，不管他们会怀疑他什么，他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个家里的气氛太让他窒息，再克制的话，非得憋出病来。魏承宽和方和惊疑不定，倒是魏灵儿小声音软软的道：“阿奶，您从没有干活过，后院地里的活您做不了。”被一个3岁的孩子这么说，满心老脸一红。早上的聊天后，魏灵儿已经没像以前那么怕这个阿奶了，吱声稚气说：“阿奶放心，灵儿会帮你的。”谢谢灵儿。满心被逗笑，夹了块肉放孙女碗里。事实上，原主在没嫁人之前，家里也是做惯了的。小灵儿小脸一红，小口小口咬着肉吃。小树林就在东王村外1里地，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附近不是山脉山地，就是绿油油的田野。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田里人少，待会肯定就多了。在这种地方干柴烈火的，他们就不怕被人发现。满心也不着急进小树林，2个主角一个都没进场呢，他盯着这一面的就行。魏承宽觉得娘看着小树林的表情，不像是要去接最宠爱的儿子，倒像是去寻仇。这几天娘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不过他不在乎，反正娘最在意的儿子也不是他。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就看到一名16、17岁的少女从田埂上走来。少女长得好看，秋水眸，柳叶眉，肌肤白嫩，再加上玲珑有致的身形，在这样的乡下是个很不错的美人了。方杏儿来这里做什么？魏承宽奇道。满心冷淡的声音响起：“你管他来做什么？”见方杏儿走进了小树林里，从干草堆上起身：“时候差不多，接你2弟3弟去。”第10章，你细品一下。那方杏儿来到了一处蓄水池旁边，左右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轻轻咬着唇半天，一会小脸又变得绯红，嘴里喃喃着：“没办法，谁让魏家那老婆子狗眼看人低。”魏家老婆子？满心嘴角抽了抽，那天媒婆走后没再来，他以为这出戏不会出现了。显然这姑娘对原神了解得很啊。就在魏承宽想着这方杏儿要干嘛时，那方杏儿突然朝对面的小路看了看，面露兴奋，下一刻脱下了外衣，浸在蓄水池中，浸湿后又拿出穿在身上，朝着对面跑了出去。女子的娇呼声和男人的惊呼传来，像是碰撞上了。男人的声音很熟悉，魏承宽一听就知道是2弟魏承启，他不是笨人，一下子就猜出了方杏儿的用意，神情瞬间变得不可思议。理智告诉他应该去阻止，脚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要是2弟在这里失了名声，看了身边的娘一眼，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发生。满心其实是在等着魏承宽开口去阻止的，但他没有，心里无比的失望。不远处，方杏儿娇滴滴的声音传来：“承启哥，我这样没法出去见人，你能不能先回家，让魏大娘去我家帮我拿件干净的衣裳来啊？”说着连打了几个阿嚏。也好，我这里还有套干净的衣衫，要不你先换上。魏承启在变声期，声音带着少年人独特的沙哑，细声之下透着紧张。谢谢承启哥哥，我先找个隐秘的地方。承启哥哥能不能陪我一起去换衣裳？我害怕。好。听着2人的脚步声朝着林子的深处去，满心被气得不轻。害怕？光天化日，不过就是一个小小树林，还有野兽不成？直接把衣裳丢过去就行。他现在不去阻止，他要在他们即将干柴烈火的时候直接杀出去，让他们尴尬死。满心心里哼了声。其实他不过就是个旁观者，奈何原主身上对这事的戾气太重，他直接被影响。满心也不想克制这股子的戾气，没找着发泄的渠道，伤的是自个身啊。跟在后面的魏承宽不明白为什么娘还不去阻止，要知道2弟可是他的宝贝心肝啊。魏承启是个白面书生，身形修长，长得秀气，日后长开了长相也不会差，要不然岂会受到当朝相爷的重意。此刻他背对着大树，听着后面传来窸窣的唤一声，白皙的面庞绯红一片，想到私塾里同窗们私下讲的女子媒体，喉咙动了动。就在他满脑子遐想时，听到后面传来害怕的娇呼声：“啊，有蛇！”魏承启心中一急，道：“别怕，有我在。”刚要转身去救美人，看到了几步之外冷笑着的母亲，头顶瞬间像是被浇下了冷水。满心狠狠盯了眼这个已经被欲火焚身的2儿子，一步步走向那百年老树的身后。方杏儿上半身几乎光着，拿着衣裳挡在胸前，那白皙圆滑的肩头，紧致的腰身，16岁的少女，整个人都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就在她红着脸娇滴滴抬头时，羞涩的表情一僵，颤着声音道：“魏大娘。”满心将小姑娘从头打量到了尾，黑着脸什么也没说。NND， 小小年纪玩得这么刺激，这身体还挺凹凸有致。第11章，不是你该惦记的。方杏儿吓得脸色苍白，急急忙忙的开始穿衣裳，越急越穿不好，加上羞愤交加，都快哭出来了。满心不想站在教育制高点去说小姑娘什么，要教育也轮不到她。从树后走出来，狠狠瞪着魏承启，这货还是可以教育一下的。娘。魏承启脸皮有些厚，方才的窘境过后，知道这个娘向来最疼爱自己，装出松了口气般笑着说：“幸好您来了，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我要是不出来，这回怕是干柴烈火都控制不住了吧？满心丝毫不客气，原身的性子从来不是温和的，有时甚至挺泼妇，很好。娘，魏承启并没有把亲娘脸上的怒气当回事，依旧笑着说：“儿子不是这样的人。”魏承启认错，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有担当的男人会说的话。满心心里还会高看他一眼。现在嘛，在亲娘的冷眼之下，魏承启有些心慌。亲娘对他向来宠爱，从不会拿这样的目光看他，不禁求救似的看向大哥，哪想大哥直接移开了目光。难得看到娘对二弟弟生气，魏承宽当然不会帮，不是这样的人。魏承启，当你见到方希儿身体都湿了后，你不懂避嫌吗？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你是他的谁啊？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倒是告诉我，哪本书里有写让你这样去帮助一个姑娘家的？满心压着声音，这个时间外面田地里农忙的人多了起来，声音太大，容易引来人注意。魏承启脸色一白，这些娘都看到了，你当是在深山野林呢？出了这片林子就有人，不过半炷香时间就能进村子里。方希儿都说了，让你先回家里找我去他家拿衣裳，要不是你色迷心窍，就不会变成这样。满心可是一点也没给留脸的余地，这方希儿心思深得很啊，就算出事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毕竟他都说过让魏承启先回家找他老娘去他家拿衣裳了，你细品。魏承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在见到方希儿穿戴好衣裳从树后面走出来时，只觉得脸丢光了。从小到大，娘连句重话也没有，没想到今天完全不给他留脸面。喂大娘！方希儿低着头如如地喊了声。方姑娘满心的目光没看方希儿一眼，只落在脸色阴晴不定的二儿子身上，冷着脸说：姑娘家要学会爱惜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知道自重2个字怎么写。承启日后前途无限好，迟早走出这片小山林，不是你该惦记的。这一惦记，把魏家几条命都给搭进去了。方希儿羞愤交加之余，被满心几句话气得全身颤抖，委屈地唤了声承启哥哥。魏承启别过了脸，方希儿是让人心动，但娘说的对，他日后前途无限好，迟早走出这片山林，到时给他选的姑娘大把，方才真是糊涂了。承宽，你把我们看到的事都说来。满心对着大儿子道：我和娘早在半个时辰前就在林外等着了，看到方希儿走进这里的蓄水池旁，用水将衣裳打湿后穿在身上，然后故意与你撞上。接下来的不用他说了。魏承宽看着二弟不敢置信的神情，心情相当好，当然他不敢表现出来。第12章，他得立个威。方希儿哪会想到自己做这事被看了个从头到脚，明明他进来时无比小心的，脸色再次青白交加，无脸再待下去，转身呜咽着跑了。娘，我知道错了。魏承启膝盖一屈，跪在了满心面前，一脸后悔地说：您说的对，我这几年的圣贤书真是白读了，娘，您原谅我吧。不原谅。满心冷冷道：娘。魏承启跪走进满心身边，一脸委屈地看着亲娘：我真知道错了，您要是不原谅我，我就长跪不起。那就跪着吧。满心说完，越过二儿子离开。他还真想让魏承启直接娶了方希儿，一了百了。可以想魏承启的性子日后也肯定是个陈世美，而方希儿不会像秦香莲那般的温柔孝顺，为了日后的平静生活，两人绝不可以在一起，免得折腾。魏承启没想到娘真的丢下他走了，看着快步出林子的娘，他也不跪了。此时真要有人进来看到他这般模样，面子都没了，赶紧起来追了出去。秀才回来了。弯腰农作的村人见到魏蒙氏母子3人从林子里走出来，打起招呼来。满心照着原主那样点个头招呼，倒是魏承宽和大家热情地搭了几句话，魏承启更是一个个亲切地叫过去，让人看不出半点方才发生了什么事的模样。大哥，帮我拿包袱吧。魏承启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魏承宽心里不乐意，拒绝的话又说不出口，正要伸出手时，听得娘的声音传来：这么个东西而已，自己不会拿吗？你哥每天都要下田干活，养一大家子人，已经够累了。魏承启以为自己听错了，娘，您说什么？魏承宽也一脸不可思议，娘会心疼他？满心当然不是心疼，他也心烦得很，自己还是个宝宝，却要去教好这2个逆子，脑海里的教育资本不够用啊！亲兄弟明着兄友弟恭，却有尊卑之分，一个差使得理所当然，一个心里不满又不懂拒绝，这样下去就会像原主经历的一世那样，最后兄弟反目。他现在和他们捆绑在一起，绝不可以让上世的悲剧再发生。还要我再说第2遍吗？他是你哥，不是跑腿的，以后这种小事情都自个做。满心望着那个小包袱，想到原身上世几次都以二儿子太累为由，把包袱丢在小林子里，让大儿子特意去林子里拿，要不是确定老大是这个肚子里出来，真怀疑是捡来的。娘，您今天怎么了？魏承启不满了，我每天读书有多累，又走了这么长的路，读书累，下田劳作就不累吗？话被满心截断，你等会和你大哥一起去下田试试。魏承启不敢置信看着娘，
见娘的神情不像是随口一说，一脸委屈道：“娘，我知道您还在为方才的事情生气，我已经知错了。”满心转过身看着这个二儿子，阴沉着脸道：“我没跟你开玩笑。”他得立个威，让魏承启知道，今后不再是有求必应了。至于男女之事上，只要不惹出麻烦来，满心不会干涉，管他娶几个，时代如此。第13章是亲人不是下人。魏承宽狠狠掐了下大腿，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娘骂了二弟，对他却是和颜悦色。三人回到家时，方和正挑着一些准备种的菜籽，井旁还晒了一些花生。大嫂，这是你今天要洗的衣裳。魏承启将包袱丢给了方和，那语气仿佛在对待一个下人。方和早已习惯，接下包袱放到井旁就要开始打水，这一副理所当然颐指气使的模样，和得满心好不容易压下的怒火又蹭蹭蹭的上来了。原主这是将他二儿子惯成什么样了？魏承启，你大嫂即将临盆，你好意思让他给你洗衣裳？满心尽量一副和颜悦色，又不用怎么洗，也不脏，揉几下就行。魏承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既然揉几下就行，你来揉吧。方和，你去歇着，承启的衣裳让他自个洗。满心道。小灵儿看着阿奶的大眼睛亮了，她好喜欢现在的阿奶。方和尽管觉得婆婆对她好了许多，眼前的人可是婆婆最疼的儿子啊。愣着做什么？去洗。满心望着惊呆的老二，阴着脸说：“洗完之后跟你大哥下田。”说完进了灶房，走累了要喝口水。他前脚刚踏进来，魏承启就跟了进来，一脸气急败坏：“娘，我不是已经认错了吗？再说也没发生什么事，一事归一事，方杏儿的事我阻止了，所以没事发生。但从今往后，你自己该做的事你自己做完，别指望到别人身上。他们是你大哥大嫂，是你的亲人，不是下人。这不是娘自己说的吗？说大哥大嫂都是粗人，没什么用处，是下人的命。我是读书人，日后是要做官的，他们服侍我是应该的。”满心瞬间觉得喉咙里一口老血卡住，心里拼命念着我对生活一往情深，我对生活一往情深，这才缓和了心里的暴躁。原主的记忆好多他不愿读取，实在是太过极品。娘没读过书乱说话，难道你也是没读过书吗？这些话明显是不对的。满心声音里也有火气，以后就照我说的话去做。魏承启心里百般个不愿，又不得不点点头，心里疑惑重重。他娘一直向着他，今天却处处向着大哥大嫂，是不是大哥大嫂在娘面前说了他什么不满？做晚饭时，满心不会做饭烧菜，原主也烧起来挺难吃的，他就帮着摘些菜叶。余光瞄到大儿媳妇一直偷看他，惴惴不安的模样，不过比起前2日倒是好处很多。小灵儿这孩子很容易亲近，还是有些怕着他的。小凳子倒是挨得他近了，帮着他一起摘叶子。做好饭时，魏承宽和魏承启两兄弟回来，两人身上都不再干净，一双木底鞋都是泥。娘，我们回来了。魏承宽打了招呼后，打上井水来洗。方和赶紧拿了干净的汗巾出来让他们擦。满心看着臭着一张脸的魏承启，什么也没说。魏承启一直觉得今天娘太过失常，吃晚饭时看到大嫂和侄女碗里不是粥，而是满满的白米饭，才觉得家里有些事情好像不一样了。所以说他不在的这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14章，你到底是谁？满心给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加了块肉放到碗上，淡淡道：“今天都辛苦了。”魏承宽看着碗里的肉出神，魏承启一脸习以为常，在娘给自己加肉时，委屈感就上来了。娘，您不知道村里的人见到我下田都在笑话我。笑话你什么？说我堂堂秀才怎么能做下地这种活，还说我这书白读了。见方和小灵儿并没有加肉吃，满心给这娘俩也加了块放碗里。那你是怎么说的呢？谢谢阿奶。魏灵儿喜滋滋的吃起来。方和看着女儿吃的一脸幸福的模样，突然觉得以前婆母对自己的苛待不算什么了，只要她以后一直待灵儿如此，她别无所求。魏承启惊讶地看着娘给大嫂和灵儿加肉的动作，这真是他的娘吗？道：“我能说什么？我本就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干这种活？原身喜欢吃肉，满心不喜欢，现在他有心要练体型，晚上就不沾油了，加了几块菜道。寒门子弟中秀才的多了去了，你去打听打听，那些中了秀才的要不要下地干活？你当自己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呢？那些外人嘴里的碎碎念，不过是站在事不关己的角度而已。”魏承启愤懑地咬了口肉，吃了一大口饭，可能是下午做了体力活，这一口饭一口肉下去，发现竟然比往常的要香些。你能安安心心的去读书，一靠的是你父亲努力存下的银子，二靠你兄长辛苦劳作，分担了你该做的那一份。但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因为你兄长帮你做了，你就什么事也没有。教一个本就懂道理的聪明人变好是很困难的事。满心看这个二儿子的神情，就知道心里怎么想的，他的耐心也用尽了，当下也不再说什么。一家人吃饭安静得很。就在快要吃好时，魏承启突然放下了碗筷，怀疑地看着满心道：“你真是我娘吗？”
满心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问，不慌不忙。他这几天所表现出来的跟原主是极大不同，他也没打算做原主，要不然每天都在毁三观。这魏承启是状元都能考上的人，要是不怀疑，反会让满心觉得他智商有问题。魏承宽、方和、魏灵儿的视线都落在满心身上。魏承启，满心假装生气地瞪着他，我知道你二股间有颗豌豆大的黑痣，还知道你12岁那年连尿了3次床，你说我是不是你娘？魏承启脸色唰的一下红了。方和没想到婆母会说这个，红着脸低下头。满心又一脸悲怆的道，这些日子你们死去的爹一直托梦给我，说我没教好你们，害得你们日后走了歪路，让我一定要把你们教好了。没想到我向来最为疼爱的儿子竟然这样怀疑我。娘，我没有怀疑你。魏承宽赶紧过来安慰，其实他还挺喜欢娘现在的这种改变的。娘，我也没有。方和也赶紧表明，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害怕婆婆了。灵儿喜欢现在的阿奶。魏灵儿走过来，抱着满心的腰，娇滴滴地说：“娘，我没别的意思。”魏承启觉得今天憋屈得很，这满满的他不是这家人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娘变得他都不认识了。不过像他12岁那年尿床3次的事，除了娘，就连爹也不知道。那年他身体生了病才如此，父亲当真这般托梦给您了。第15章，别把自己丢了。要不然呢？满心冷笑一声，我原本还以为只是做个梦呢，没想到中午就撞到了你做出的蠢事。我要是不来，你能歇了？说到和方杏儿的事，魏承启脸上很是不自在，怎么又提？他一介秀才，鬼神怪力之说他是不信的。娘既然说得出他小时候的事，也是他多想了。魏承启的房间方和早已清扫好，对这个二弟一向是当成大爷一般来服侍着。前头刚有一出怀疑的戏，这回满心就跟原主往常一样的做法，跟着二儿子进屋。以往他都会吩咐大儿媳妇多点支蜡烛，现在是他自个拿来亲自点上，点上后又亲自去柜子里拿出铺子、枕头来铺床，手中活没停下，内心已经泪流满面。原主最喜欢这个儿子，除了打扫这些活是方和做的，其他的都是原主亲力亲为。满心不能一下子改变太多，再说亲情攻击也是教育子女的极好武器，只好咬牙干这些活。见母亲一如既往的关心，魏承启心里舒坦了些，拿出书来看书。方和将已经干了的衣裳送来，满心亲自折叠好，看到袖口有些破了，又认命的去自个屋里拿了针线，心里一边骂闷屁一边缝补着衣裳。不管是原主还是满心，这回都是不会去吵魏承启读书的，他也指望着这个儿子出人头地，把一家子，最重要的是他带出这个小村子。日后要是教不好，他也就不教了，爱怎样就怎样。他一个人有了银子后，就逍遥快活去。魏承启读了一段书后，看了正缝补的娘一眼，看着娘那时不时蹙眉的模样，心里生出一股子的愧疚来。娘确实是为他操碎了心啊，也怪他中午迷了心窍，那方杏儿竟敢这样算计他。满心出来时，灶房里传来方和洗碗的声音，灶房没点灯，桌子是在门口处的，能看到小灵儿踩上凳子，吃力地擦着桌子。一旁的柴房里，魏承宽在收拾着，这是每天他们重复又重复要做的事。娘，您怎么进柴房了？多脏啊！看到娘进来，收拾木柴的魏承宽忙将地上的木柴给踢到一边去，要不然容易绊倒。宽儿这2个字满心实在叫不出来，也是需要心境的呀。满心在心里组织了下语言，面上正经的道：“以后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别憋着。”魏承宽愣了愣，娘这话什么意思？总是看他人的脸色行事，会把自己给丢了，讨好得来的关系不会长久。娘并不讨厌你，相反还很喜欢你。不说魏承宽以后如何，至少目前看来，家里唯有他和方和在勤劳。满心知道，魏承宽从小就想得到这个娘的关爱，哪怕一点。作为一个孩子，这个男人一直在讨好着原主，后来几年的性格变形，原主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满心做不来慈母，不过成年人之间把话说清楚，也是能温暖彼此的。满心走出柴房后，魏承宽低着头沉默许久，抬头时用手擦去眼角的泪水，继续干活。方和小灵儿正打扫着灶房，看到满心拿了油灯进来后，放下又离开，原本有些暗的灶房一下子明亮起来。这点油钱不用省。满心抛下一句，回了主屋。第16章，笑得一脸慈祥。魏承启能休息2日，以往这2日，魏承启来拿换洗的衣物和一些钱银，再买些吃食去私塾，多余的时间就是看书。现在不同，满心逼着他跟老大魏承宽下田农作，等魏承启一肚子气回来的时候，他又是夹菜又是关心，还笑得一脸慈祥的坐在魏承启旁边看他念书。再多的气，魏承启也没了，况且发现劳作过后吃的特别的香，就是有一点全身酸疼。看着给自己捶肩的娘，魏承启道：“娘，我已经知道大哥农作的辛苦了，以后不想再下田。”满心一边揉着二儿子的肩膀，一边在心里吐槽着这辈子都没如此用过心思，但对魏承启这样高智商的人，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引导时，稳住是最关键的。娘就生了你们3兄弟，想着你们长大了能相互依靠，
相互信任，没有同甘共苦过，这份依靠和信任存在不了多久。娘，你想多了。那你老实告诉我，过去的10多年来，有把他视为长兄那般敬重吗？满心问。魏承启一下子说不出来。你吃的米是你大哥种的，你的衣裳，你的小屋是你大嫂清理的，你爹留下的银子不多，这几年来，除了朝廷对你秀才身份的赏赐，其余的都是你大哥挣来的。我让你下田，就是想让你体会一下你大哥的辛苦。满心苦口婆心。魏承启神情有些不耐，道理他懂得很。我知道了，娘。知道了个屁！满心不再多说，这3天的时间，让他知道他的一个态度就行。明天就是魏承启回私塾的日子，睡前，满心把一家人都叫到了屋里，说明早我和承启一起去县城。娘去县城做什么？魏承宽问道。去把老三带回来。三弟说这些日子学业紧得很，所以这次才没有跟我回来。娘要是想三弟了。魏承启的话还没说完，满心就道：我听说王家的孩子品行不端，没打算让老三继续做王家的陪读，想要给他换个私塾。王家的孩子我见过，是个知理懂理的少年。娘这里哪听来的？那王家多少人挤破了脑袋去做陪读，会选中三弟，也是爹和他的名声好。娘太胡来了。我有次去镇上听茶馆的人说的。不管如何，我都要去瞧一瞧才安心。满心是打定主意到了王家，就直接跟王家说了不做陪读。大家不再多说，瞧一瞧也行，毕竟魏承佑确实好些日子没回来了。隔天是个好天气，一大早方和就起来摊了几个麦盒子给婆母和二弟路上带着吃。阿奶，你路上要小心哦。小灵儿抬起头看着满心说，大眼睛里是满满的关心。这些日子小灵儿是越来越黏他了，小孩子单纯，只要大人对他好，很容易就能原谅大人以前的坏。满心打心里喜欢这个懂事的小姑娘。好，阿奶给灵儿买糖吃。小灵儿开心极了，她和娘现在每天有鸡蛋吃，有肉吃，阿奶还给她买糖。一家人送着两人到了村口，那里停着老罗家的牛车。老罗的牛车是周围几个村子去县城的交通工具，一个月大概5、6趟的样子。今天正好是牛车去县城的日子。今天去县城的人不多，算上他们也就4个，另外2个是隔壁村的妇人。哟，这不是东王村的秀才吗？长得可真俊俏。一妇人认得魏承启，满脸羡慕地看着满心，他怎么就生不出这么好的儿子呢？还没定亲吧？这么俊俏又会读书的，也不知道是哪家姑娘这般有福气呢。另一妇人道。第17章，想一巴掌拍死。魏承启笑笑应付着，目前读书才是最紧要的。是啊，是啊，读书要紧。对面的妇人突然起身，就硬挤在了满心和魏承启之间。依着原主脑海里的经验，满心便知道这妇人要说什么。果然听得妇人道：秀才他娘，我女儿今年已经15了，那可是村里的一枝花，还识字呢。要不哪天我带女儿过来串串门。另一妇人也忙说：我也有个侄女，今年16了，一脸福相，算命的说那是有旺夫运的。魏承启在旁边露得意之色，瞧瞧他竟然这般受欢迎。满心实在不想同这些大婶们说这些有的没的，就照着原主那样不客气的道：我这秀才儿子以后定是有大出息的，要配也要配达官显贵的女儿。一句话聊死之后也得罪了人。两妇人一脸愤懑之色，不说话了。满心心里松了口气。村子和镇子渐渐远去，映入眼帘内的是广袤的平原，微风拂面，很是惬意。丘陵山脉之后就是大片田野，心旷神怡。半早上的时候，县城到了，牛车停在县城的门口，傍晚再拉回东王村，中间停着好几个时辰。魏承启就读的私塾叫石鼓书院，是县城里最富有的几户人家专为有才识的学子所设，里面读书的少年几乎都有名望在身，只要在朝做官的善成人士几乎都出自这个私塾。当然了，目前也没什么大官。就算如此，规矩也多，魏承启必须及时报到，不能陪着亲娘去找弟弟。幸好娘是去过王家的。承启，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万不可为了旁的念想而分心。分开时，满心例行叮嘱，直到看不到二儿子的身影了，咧开了嘴，就算是短暂的自由，也是开心的。单城挺大，热闹的街道两旁都是歇山顶的屋瓦，巷子的深处也都是泥墙屋，自然城里的泥墙屋也是比乡下好太多。满心依着记忆朝王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周围，街道两旁都很热闹，锦衣华服有之，寒门简朴有之，也有乞丐在乞讨。转了个弯，进了一条小弄堂，满心想着抄近路去王家，没走几步，就见到一小子急急忙忙的从对面转弯处朝他这里跑来。抓小偷，抓小偷！满心下意识的就要去挡这个小偷，小偷一个转弯，朝着另一条弄堂跑去，顺便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把满心和小偷都吓了一跳。程佑，满心没想到会是原身的小儿子。魏程佑一看到是娘，暗暗叫糟，都怪那王家公子，非要打什么赌，来不及向娘解释，他瞬间跑了个没影。小偷呢？有没有看到小偷？
被抢了银袋的是一名富家公子，年纪也就15、16岁，跑到满星面前愤怒地问他。满星朝着相反的方向指了指，小偷没见着，不过一个少年往这边跑了。待那富家公子跑走，满星深呼了几口气，脑海里一巴掌拍死了这个逆子好几次后，朝着魏成佑消失的方向追去。跑到头转个弯，就见到逆子在等着他。呵呵，娘，您怎么来了？魏成佑看到娘那双阴沉的目光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忙给了一嘴的甜。娘，才半个月不见，您怎么变漂亮了？魏成启和魏成佑两兄弟的长相和身形都遗传了以死老秀才的白面书生模样，都是面白唇红的俊俏样子，这也是原主不喜欢大儿子魏成宽的原因，觉得他太过魁梧，也不知道像谁。满星阴笑着，偷东西。第18章，最怕败类长得好。娘，是王公子叫我偷的。魏成佑赶紧解释，王公子说了，只要我偷了金公子的银袋，就给我加月银。他让你吃自个的史家月银，你吃吗？魏成佑想到自己吃屎的模样，差点没吐出来。这边没人，他肯定在那边。喊声隐隐从不远处传来，满星狠狠瞪了魏成佑一眼，赶紧跑，等我到了王家，你要是还没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魏成佑也不敢耽误，快速的消失在弄堂里。喂，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少年朝这边跑过来？方才那富家公子又带着人跑了过来。满星指了指方才指过的方向，不是跟你说朝那边跑了吗？他不想帮也得帮着呀。公子，看来那小子脚力很好，让他给跑了。下人问其余的下人，你们可看清那偷东西的人长得什么样？跑得太快了，没看清。没想到这小子跑得这么快。你呢？富家公子又转过身看着满星。满星自然是摇摇头，一脸平常的说，跑得太快了，我也没看清。千防万防，还是被偷了，气死我，就这么败给了王浩，太不甘心了。富家公子狠狠打了几个下人的头，你们这群废物，林花阁的花魁今晚又包不了了。公子，下次再赢回来不就行了？下人道。看着那富家公子骂骂咧咧的离开，满星一脸的黑线。林花阁花魁，上世魏成佑就是在林花阁被玩废的，亏得魏成佑发育的晚，这么一折腾，到王家已经近中午了。满星敲开王家后院的门，开门的是一名婆子。你不是那陪读小子的娘吗？婆子看了满星半天，是崔妈妈吗？您记性可真好。满星堆上笑容，被夸了崔妈妈很高兴，让进门来。你也好啊，见过一面，把我这个老婆子记住了。今天是来看你儿子吗？是啊，他都大半个月没回家了，就来看看。很认真的在念书呢。崔妈妈领着满星进入，穿过廊亭，走进一个小院，指了指不远处的那间屋子。我家小公子和陪读小子就在里面念书，不过小公子不喜欢有人打扰，里面除了夫子就是几个小厮，你在这儿等着就行。好烈！哼，他就说怎么王家的人也不知道管管这个儿子，感情是打着学习安静的口号，私底下做尽了荒唐事。满星无比庆幸原主只有3个儿子，要是再来几个，他就学不会与世界温柔相处了。你是谁？少女百离般的声音传来。满星看到一名13、14岁的小姑娘蹦蹦跳跳的过来，腰上还系着一个漂亮的蝴蝶，配着圆圆的苹果脸蛋，很是可爱。外人怎么会在这里？傻愣着干嘛？我家姑娘在问你话呢。小姑娘身边的婢女道。满星会愣住，是因为他脑海里闪过一些很是凄惨的画面，那是他的3儿媳妇王熙月的下场，也就是眼前这个小女孩。魏成佑成为了废人之后，对王浩怀恨在心，在他二哥魏成启中了状元，又成为宰相女婿后，下聘娶王熙月过门，王浩自然不会同意，当晚他就失踪了。洞房那晚，魏成佑竟然找了个乞丐假装是他与王熙月成了夫妻，每次与王熙月同房，他都找不同的男人，而魏成佑就在隔壁的房间亲眼目睹这一切，简直就是变态界中的翘楚。2年后，王熙月得知了事实的真相，疯了，最后从京城的城楼一跃而下。你好生无礼！婢女喝了声，这一声喝也打断了满星飘远的思绪。正当他开口说时，魏成佑的声音传来：娘，您怎么来了？满星转身，见到儿子和一名15、16岁的少年郎从屋里出来，这人就是王公子了，长得斯斯文文，笑起来时模样格外阳光开朗，任谁看了都会道一句是好郎，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要不是知道前世，满星觉得自己也肯定是被骗的那一方。娘，魏成佑轻扯了扯娘的袖子，怎么一直盯着王浩看呢？魏大娘好。王浩微笑着很是礼貌地打了招呼。第19章，大家一起装。王公子，王姑娘。满星堆起笑脸，原来你是成佑哥哥的娘呀。王姑娘朝着满星甜甜一笑，小跑到兄长身边，娇声说：哥，你不是说陪我去买糖葫芦吗？快走吧。好。王浩对这个妹妹是极为疼爱的，从小到大几乎是有求必应，
和妹妹离开时，别有深意地看了魏成佑一眼。魏成佑迅速朝他眨眨眼回应。满心先前碰到原主这个小儿子时没好好打量，现在才发现魏成佑身上的这套衣衫不是家里带的，明显比起家里的衣衫要好多了，就连鞋子都是崭新的。晚上和林花阁的花魁有约吗？满心冷笑着凑近小儿子轻声问。是啊，娘，你到底找我什么？魏成佑在对上娘阴沉的目光时，神情一僵，差点就露馅了。不过娘是怎么知道的？看了看四周无人，一脸委屈的道：娘，不是我要去的，是王公子非得拉着我去，我是他的陪读，也没有办法呀。我这次是来带你回家的。满心不愿多费口舌，魏成佑已经在王家做了近1年的陪读，本身的性子也没养好，这1年下来只会更坏。首要的就是先把人带出王家，孟母3000，牵的就是个环境。家里出事了吗？魏成佑想到回去的话，等会就不能去林花阁了，脸上就有些不乐意。没有，我没打算让你再做王家公子的陪读。满心看着小儿子，脸色刷得变了。带我去见王家老爷吧。为什么不让我做王公子的陪读了？娘，今天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管不了你了，是吗？满心声音严肃了几分。一见娘发火了，魏成佑瞬间不敢说了。王家老爷40左右的年纪，身体发了横幅，和他儿子一样，一脸的笑眯眯，看着很客气。当听到满心说不再让魏成佑做陪读时，很是可惜。在这么多陪读的孩子中，浩儿是最喜欢你这个小儿子了。王家老爷惋惜的道：魏大娘，可是月银给的不够啊，可以商量吗？旁边的魏成佑听到月银2个字，又想到这1年来跟着王浩吃喝玩乐，快活的跟神仙似的，他不想回去。趁着王老爷这么说，他忙道：娘，在这儿儿子能学到很多的东西，王老爷和王公子对儿子也很好，儿子想读书。你装，我也装。满心一脸慈爱的看了眼小儿子，这才对王家老爷道：多谢王老爷对小儿的厚爱，可家中田地只有大儿子一人打理，大儿媳妇又将临盆，我那二儿子承起在石鼓书院读书，今年的科考至关重要，全家的未来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自然是不能打扰的，就想着让小儿子回来帮帮忙。借口他早已想好。原来如此。王家老爷点点头，家里有事，身为男子是要有担当，我会多给成佑半年的月银。要是魏家的二儿子榜上有名，日后王家有事相帮，魏家也会记得这个好。谢王老爷。满心行了个长礼，多拿半年。这王老爷极大方。一听是回家帮忙，魏成佑心里急得不行，他可不要像大哥那样务农做下等人的活。回到了王家他住着的屋里，魏成佑又道：娘，我不回去，在这里住得好，吃穿都是最好的，家里哪比得上这儿？你不回去，那就是不孝，王家老爷也不会收留你，赶紧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满心打量着这间屋子，用的被褥垫子都比家里的温暖软绵，还是透着木香的房子。魏成佑不过是个14岁的少年人，确实很容易被诱惑。娘，您就让我留下吧。魏成佑起身到满心身边求着，以往他求一求，娘就心软了。第20章断绝母子关系。满心想了想，就在魏成佑以为有希望时，满心自言自语的道：或许方才我应该跟王老爷说一下林花阁的事。魏成佑瞬间不说话了，气恼的收拾起东西来。满心是真的这般想，做人还是要有点侠义精神的，但他心里又觉得王老爷肯定是知道自个儿子私下的德行。王家是大户，王老爷又做着生意，小小一个善城，这种事怎么可能瞒得过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走出王家大门，魏成佑一脸不舍地看了眼身后的王家大宅，转了个弯后，他突然气恼地把手中的包袱砸在了满心的身上。虽然不疼，满心也是被吓了一跳，看到小儿子对他露出怨恨的神情，拧了拧眉。我不回去，我要在王家。魏成佑怒声道。已经被王浩抚成这样了。原主的印象里，1年前小儿子听话得很，满心不生气，淡淡道：去官府吧。魏成佑瞬间已经后悔自己把包袱砸向娘的事，这回又被吓了一跳。去官府做什么？给你2个选择，一是断绝母子关系，二是改姓。魏成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娘。哼，少管一个儿子，他也轻松不少。满心没好脸色，就算只是被这么甩了一下，他也不爽，毕竟现在他用着这身体，这小子还是他儿子。魏小公子，你怎么那么慢啊？一名王家的小厮气喘吁吁地从另一头跑了过来。公子一直在等你呢。魏小公子。呵呵，混得确实不错。满心看着小儿子在这一声称呼后挺直了身形，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就知道这小儿子虚荣心爆棚了。魏大娘还在啊？公子在茶楼喝茶，让魏小公子早点过去。小厮赶紧将林花阁改成了茶楼。麻烦告诉王公子，程佑已经不再是他的伴读了。满心淡淡的道。小厮愣了下。娘，您就让我去吧，就当是最后一次。只要去了林花阁，王浩出手爽气得很，回家前还能捞个一笔。除了方才的2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马上跟我回家。
满心倒是希望这小子能选前2个中的一个，这样以后就算他出了事，跟魏家不应该说跟他也没什么关系。最终魏成佑还是跟着满心出了城门，不管是断绝母子关系还是改姓，都是大逆不道之举，他还做不出来。县城外搭着个小凉棚，卖着一些茶水，生意还不错，行来人往，走得累了渴了都在这个凉棚里喝茶水，还说着一些小八卦。牛车就停在凉棚不远处，赶牛车的老罗这回不在，应该是给了凉棚店家几个铜板，让他看着牛车，自个去城里玩了。店家给2碗茶。满心道。很快店家就上了茶水。闻着这粗茶的糙味香，魏成佑哪喝得下，没好气的道：我不渴。余光偷偷看娘的反应，这一路来2人都没说过话，以往这种事肯定是他娘先服软的。满心晾着他，自顾自的喝着。不重蹈上辈子的覆辙，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小树林里不让魏成启和方杏儿有一腿，这样命是先保住了。至于大儿子和小儿子，他不是原身，没有母爱，同情心也不泛滥，不过他善良，能校正就校正，以后过日子也舒服些，校正不了吗？娘，您这么看着我做什么？魏成又觉得娘看着自己的眼光让他心里毛毛的，细想这一路来娘都是怪怪的，随口道：你是我娘吗？都不依他了。前几天你爹托梦给我了，说你学坏了，让我来看看。满心觉得这借口很好用，我一来就撞到你在偷东西。第21章，想要卖了他。娘，我说了，那是王公子让我想到娘那句吃屎。魏成又瞬间又不说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就不要叫我娘，丢脸。满心喝着粗茶，说话毫不客气。魏家好歹出了2位秀才，你身为妻子其弟，为了点小恩小惠，别人让你偷东西就偷东西，别说骨气了，连点主见也没有。魏成佑的脸瞬间涨红，忙看了看周围，幸好没人注意他们。王公子和那位打赌的公子关系如何？不好。王公子让你去偷东西，魏成佑，你可想过当场被抓的话，轻则打一顿，重则那公子要是将你抓进官府，王公子可会救你？当然会救我。这种事魏成佑声音一顿，后背惊出了一层冷汗来。依那公子与王公子的恩怨，完全有可能把他抓进官府。真如此的话，王公子会救他吗？就算救了他，他一生怕都会有污点。看魏成佑的样子，应该是想到了，满心叫了小二，小二续茶。就在母子俩静静的喝茶时，一顶轿子出现在了茶棚面前，喝茶的人目光都落在了这轿子上。下人掀起帘子，王公子从轿子里走了出来。满心自然看到了，放下茶从凉棚里走了出来。魏大娘，我听小厮说成佑不再做我的陪读了。王公子虽15、16岁，笑起来却是山风水月的疏朗模样，让不知底的人很有好感。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有困难您可以跟我说。满心没想到这王公子还会追出来，对原身的小儿子挺看重啊，笑着将对王老爷说的话重新说了遍。这样啊。阿全。王公子叫来小厮，解下腰上的银袋子，让小厮送到了满心面前。魏大娘，这儿有50两银子，家里的田地可以雇个帮工来，我很喜欢程佑，这不即将科考，至少让程佑陪我读到科考结束之后吧。周围的人都看过来，银袋这东西挺引人注目的，一出手就是50两。满心很惊讶，这一年小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事，让王公子这般看重？这怎可使得？不用还。满心嘴角一抽，对寒门来说50两那可是几年的血汗钱，一个小儿子换个50两，忍不住看了旁边的魏成佑一眼。魏成佑，怎么感觉娘的眼神像是要卖了他似的？满心看着这个外表赏心悦目，实则斯文败类的王公子，笑笑说：我虽是一介妇人，也知道无功不受禄这句话，家里的事都是成佑应该承担的，他还小，我也想先养一养他的心性。王公子品学兼优，今年的科举肯定能考上。这是拒绝了。王公子有些意外。魏大娘，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一旁的小厮见状说道，又走到魏成佑身边。魏小公子，你也不说说你娘。魏成佑的思想这会还在他娘方才说的那句话中转着，他偷东西真要被抓了个正着，王公子可会救他？这一年他帮着他做了不少的事，他要是不救他，就把那些坏事都抖出来。第22章，棒下出孝子。娘，您就让儿子陪着王公子到科举结束吧，这么重要的事，儿子不想让王公子分心。魏成佑这话说得很有感情。魏成佑不知的是，他越是这么说，满心越不可能答应。满心叹了口气说，顾帮佣哪比得上家里人做事牢靠呢？且这一年来，我也很想成佑，他大哥大嫂也想他，特别是他的侄女灵儿，更是每天小书的唤着。魏成佑愣了愣，他大哥大嫂和魏灵儿会想他，他怎么不知道？王公子脸色不是特别的好。魏大娘，你们这么早出来了？赶车的老罗正好从城门口出来，后面跟着今日一起进城的2妇人，手上大包小包的拎着，3人应该是一块进城买东西。王公子，我们要走了。满心笑笑，
拉着小儿子就朝牛车去。一路上，魏成又满脸写满了不高兴，和满心一句话也没说，满心乐得清闲。倒是那两妇人见魏成佑也这般清秀，又厚着脸皮说起婚事来，自然没什么回应。入夜的时候，两人回到了村子。魏成宽、方和看到娘带回了小弟，都很惊讶，娘还真的把小弟带回来了。阿奶，小灵儿从灶房出来，看到阿奶回来，高兴地跑过来，见到最小的那个叔叔时，小脸瞬间变得怯怯的，轻唤了声小叔。魏成又嫌弃地看了眼一身粗布衣衫还打着补丁的几人，转身进了自个屋里，一会又出来，愤怒地朝着方和喊道：屋子都没收拾，你让我晚上怎么睡啊？我不知道你要回来，我马上收拾。婆母最后只说去瞧瞧，并没有说会把三弟带回来。满心拦住了方和，看着柴房外那根竹竿子，拿起朝魏成佑走去。娘，你做什么？魏成佑还意识不到是他娘要打他，等一棍子下来时跳了起来。你打我做什么？娘！魏成宽看傻眼，娘连小弟都要打吗？我忍了你一路了。俗话说棒子下出孝子，来，让他来证实一下。满心今天这体力可不像几天前刚穿来时那么无力，打也是真的打，都往屁屁小腿上劈。她是你大嫂，要是没我这个娘在，长嫂如母，你听过吧？魏成又一声惨叫，已经挨了好几棍，只能边跑边求饶。娘，你疯了？娘何时这般打过他？你大嫂有欠你什么吗？让你这么横眉冷对的？以前我没好好管你，从今天开始，我要是管不好你，就直接弃了你。满心边打边道：娘，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啊！魏成佑叫苦连天。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跟你大嫂道歉。满心喘着气停下脚步，怒气腾腾的道。魏成佑忙走到方和面前：大嫂，我错了。没事的。方和结巴的道：这2天不管是在二弟还是三弟面前，婆母都是护着他的，总觉得不真实。你要用的东西都好好的在箱子里，以后都自个整理。满心气声道。见娘歇了下来，魏成佑摸摸被打的地方，一肚子委屈倒霉。看着小儿子进了屋，满心在心里道了句打得真爽。第23章人穷志不能穷。小叔子回来，方和赶紧去做几道他爱吃的菜，正做着，女儿跑了进来，吱声道：娘，你看阿奶给了我好多银子。看到女儿手中的银子足足有2两之多，方和大惊：阿奶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魏灵儿开心的道：阿奶说小叔不听话，她气得都忘了给我买糖，这是买糖的钱，让灵儿自己藏着。娘，给你买糖哪用得着2两啊？婆母一向把钱捂得紧。方和又问：灵儿，你说的可是真的？是真的。满心走进灶房，看着大儿媳妇和孙女身上补了又补的衣衫，笑笑说：明天去镇里给自己和陈宽、灵儿做2套新衣裳、新鞋子换着穿，再给自己买几朵珠花。要不是小儿子那明显嫌弃的眼神，他还没想到这个问题。方和瞬间眼眶就湿润了，忙擦去眼角的泪水：谢谢娘。哎，原生这个恶婆婆啊，这么好的媳妇儿都不知道好好珍惜。满心道：这些年你操持着一家子的事，辛苦你了。说完这话就离开，免得看到大儿媳妇又掉泪，感性的话他也说不出来。刚出灶房，就见魏成又在院子里等他，闷着脸问：娘，你真要让我跟大哥一起下田吗？满心想了想原身和小儿子的相处，换上一脸慈爱的表情看着他：你已经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怎么舍得让你下田？那只是叫你回来的一个借口，我会另找镇上的私塾。魏成又一脸欣喜：娘，镇上的私塾哪比得上王员外家的？是比不上，教育资源当然是越繁荣的地方越好。满心叹了口气：你今天让我很失望，如果不是梦到你爹说你要学坏了，我又想着今天去趟县里，哪里知道我疼在心窝子里的小儿子会这般不争气。娘，我什么都不要说了，人可以穷，但志不能穷。满心这话说得非常坚定，余光瞄到柴房里的一抹衣角，知道大儿子在那儿，便又道：还有，待你大哥一家子好些。娘心里一直愧对着你大哥，没让他好好读书，也没让他去学一门手艺。日后你和成吉有出息了，最不能忘的就是一直支撑着这个家的大哥。魏成佑从小也是常跟在大哥身边玩乐，后来见二哥对大哥是那种态度，加上大哥也不讨娘喜欢，他自然有样学样。现在娘这么说，便点点头。吃完晚饭，满心回到屋里，从箱底拿出装着全部家当的小盒子，家底一共200多两，除了常年的积蓄，就是朝廷对秀才1年的赏赐。至于小儿子的月银，原主从不去问他要。满心从怀里掏出1两银子，这是今天王老爷多给的半年月银，吃喝穿住都是他们的，还给零用钱。1两银子已经很大气了，满心丢了进去。得想想赚银子的方法呀。满心嘀咕着，每年只等着朝廷的恩赐下来，也太死了。等大儿媳妇生了孩子再说吧，毕竟到时坐月子还得他帮着忙，这段时间也想想赚钱之道。
第24章，长夜漫漫啊。魏成又比魏成奇好一点，满心让他今天去田里帮着大哥，脸上虽有不愿之态，也没多说什么，跟在魏成宽后面走了。满心今天要去族长家里，带着一篮子的鸡蛋。东王村不大，大部分都姓魏，魏氏几百年来都住在这个村子里，因此由族长管着村子。镇上只有一个学堂，隔壁镇倒是有个私塾，学堂教学的老夫子普普通通，也就教人识字道理而已。满心虽不是园主，但也不想耽误了人家的学习。对寒门子弟来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才想去问族长可有关系能将小儿子转到隔壁镇的私塾里。族长50开外的年纪，因着处事公正公平又果断，受着村里人的爱戴。听到满心说把魏成佑带回来了，一脸疑惑：王家不好吗？不瞒族长，我担心成佑在县城里学坏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些陋习，我不想成佑学回来。满心讲的隐晦，族长从他忧心的神情中倒是猜出了几分。行，我知道了，我去问来，给孩子找学堂这种事确实马虎不得，特别是你家成佑那般聪明。谢谢族长。满心道了谢。上世魏成佑到死都没考上秀才，不过努力还是要努力的。就像原身已死的丈夫，连考了好几年的进士都没中，死的那年还是奋发读书着，反倒是二儿子考运不错。陈宽他娘来了，吃早饭没？族长婆娘宁氏刚从外面买了大饼豆浆回来。吃过了，大嫂子。满心笑着说。陈宽他娘，你过来，大嫂子有话跟你说。宁氏一脸神秘的模样。满心走了过去。陈宽他娘，陈宽他爹去世也有3年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男人过日子？宁氏笑眯眯地看着他。满心嘴角一抽，他这个年纪又有3个儿子，就算要找，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色，直接拒绝，没有想过。那就想一想，我给你介绍的这个男人啊，才只有40出头，婆娘死得早，留下2个闺女，都出嫁了，家里还有许多的田地，人也勤快。宁氏一脸做媒婆的兴趣。这40出头的人模样，就相当于现代60、70岁的模样。古人早衰严重，原主要不是老秀才欢喜的人，哪能保养的这般好？满心装出一脸伤感的模样来。大嫂子，这辈子我都不会嫁人，这个世上我再也遇不到像陈宽他爹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陈宽他娘，你还年轻，我心里忘不了他，这辈子也忘不了。大嫂子，谢谢你的好意，以后就别再提了。说着，满心更是一脸难过。好，好，不提，都怪我，又让你想起伤心事了。宁氏满心愧疚，没想到陈宽他娘这般重感情。我只是觉得你没什么娘家人，家里只有陈宽一人是有力气的，程启和程佑间不能提手不能挑的，书读出去后也不会在村子里待着，有个男人帮着你总是好的。再者，你这么年轻，长夜漫漫啊。最后一句话让满心嘴角更抽了，让他对着一个老男人，他宁可长夜漫漫。离开族长家，满心吁了口气，这没事说来就来，防不胜防啊。不过说到原主的娘家人，其实是有的，原主还有一弟一妹，只是不来往而已。第25章，奇怪的娘家人。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虽说这时代的人都有些重男轻女，但原主的父母对原主却还好，生了一弟一妹后也没怎么的偏颇。原主有个姨娘，看原主是怎么看怎么的不喜欢。奇就奇怪在这儿，那姨娘对谁都好，就是对原主不好。原主成亲时，那姨娘也没有来，再后来原主父母生病而死，是那姨娘出钱又出力安葬，随后又把她的一弟一妹接去了越城。是的，原主的姨娘家在越国的都城，原本也是住在郊镇的，大概在原主7、8岁的时候去了越城，说是在大户人家里做婆子，接了他的一弟一妹后，没过几年就给他的妹妹找了好人家，给弟弟成了亲。本来弟弟和妹妹还会和他书信往来，3封而已就断了联系。10多年过去，再无音讯。满心是怎么想怎么奇怪，原主也没得罪这姨娘啊，甚至一度还讨好这位姨娘，怎么就这么惹他厌呢？回到家时，小灵儿正在洗衣裳，这个时候方和应该去镇上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魏灵儿才3岁，洗碗、烧饭、洗衣都会做，那双小手还没有他手掌的1/3，吃力地揉搓着衣裳，连声泪都不喊。水脏了，又从井里使出吃奶的劲，拎水换上，倒碗水，他大喘了口气，又开始搓衣。阿奶，魏灵儿看到了门口望着他的阿奶，笑得很是灿烂阳光。您回来了，怎么能这么惹人心疼呢？满心搬了条小凳子坐到孙女旁边，帮着洗衣裳。阿奶，我行的。灵儿力气可大了。小灵儿说着，还示范了几下搓衣功。灵儿真可爱。魏灵儿小脸一红，这是阿奶第一次夸灵儿可爱。阿奶以后常这么夸灵儿，好不好？好。魏灵儿点点头。方和买了东西回来时，看到的就是祖孙俩人边洗着衣裳边聊天的欢乐情景，看着发了好一会的呆。这些天他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婆母突然变好会是个假象，一方面又想着好一天是一天。这会看着女儿如此开心的样子，贪心的想要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回来了。
不是去买衣裳的吗？怎么买了衣料？看到大儿媳妇抱着几匹布料回来，满心奇道：娘，衣裳太贵了，所以我买了布料来做。说着赶紧将那布料放到一旁。娘，您快起来，衣裳我来洗。洗什么洗？以后都由我来洗。当然了，等你出了月子，我再交还给你。满心确实不喜欢做这些，他更想钻研怎么去赚银子的事，目光放在了衣料上。你才多大？这些布料太显老气，还粗糙得很。这些布料比较便宜，做衣裳也耐穿，我和程宽还有灵儿都要干活，穿太好是舍不得。有新衣裳穿，他心里已经很开心了。家里就只有程宽一个男人在下田，能省一些是一些。买鞋子了吗？不会也只买了材料吧？买了鞋底和鞋面，还有些线头。方和掏出买剩下的银子递到满心面前，娘，这是剩下的，足足有半两银子。第26章，闹着脾气呢。都只买材料，银子有的剩不说，还能剩这么多，还把剩下的交还给他。这个大儿媳妇真是个实诚人啊，这样的品性，满心心里很是满意，道：你留着吧，可以应应急。方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激动的道：娘，你别洗衣裳，我来洗吧。说着撸起袖子来。真不用，都这个点了，赶紧做饭去。满心催了催。哎，我马上去做饭。满心蹲下身洗衣时，见孙女望着自己，笑问：怎么了？阿奶，您能一直留下吗？小灵儿有些不安的轻声问。满心愣了愣，灵儿不想要以前的阿奶回来。小灵儿哽咽的看着他，就算他和阿奶上次拉钩了，他也好担心这个阿奶会突然不见。可能是童言无忌，但这句话也是道出了现状。满心轻摸了摸小灵儿的头，只要阿奶在一天，就会护着灵儿和灵儿娘一天，好不好？魏灵儿点点头。中午魏成佑回来的时候没跟他说话，闹着脾气呢。晚上回来时倒是问他私塾的情况了。满心将他和族长的话说来，魏成佑把他拉到了院子的角落里，道：娘，让我回王家吧，我一定不再做出丢脸的事来。还念着王家呢。满心望着这个小儿子良久，直到他面露不安，才道：你是不是和王公子合着一起私下里做了什么坏事？我没有。回答得太快，而且神情透着慌张，且离开那日王公子神情也有异。满心知道自己猜得8、9不离10了，细细想了想回忆，好似也没扒出过什么，只除了在梨花阁里魏成佑被废之事。还记得我给你的2个选择吗？成佑，娘说的那话不是开玩笑的。满心目光平淡，声音很坚定。娘不管你做过什么事，娘不会问，也不会追究，只要你叫我娘一天，王家就不会再让你去。你要去可以，除非不做我儿子。满心觉得魏家3兄弟对母亲还是孝顺的，实在教不好会走上歧路，就把关系撇清楚，以后出事了还有个说法。但这是大事，魏家族长和宗亲必然会插手，不过要真是教不好，他也是铁了心会这么做。这一晚母子2人不欢而散。隔天一大早，晨曦刚刚露出来，满心就起床了，打了几个哈欠，出门时看到大儿媳妇和小灵儿正忙着张罗早饭。满心伸了几个懒腰，寻思着要不要上前帮忙。他心疼这个即将临盆的孕妇，也心疼3岁的小孙女，可现实还是现实啊，有些事情做了没啥，但事事都做的话不合常理，而且他做的饭菜了不好吃。阿奶，你起来了？小灵儿打着招呼。娘，起了，今天做面疙瘩。方和在灶房里说。好。满心应着，看到灶房外墙上挂着的竹篓子不见了，应该是老大魏成宽拿去割草了。魏家养着一些鸡鸭兔鹅，这些家畜每天都得给喂，还有猪舍，因着比较臭，搭在自留地后面也要吃草。原身不喜弄这些都是方和在打理着，等方和生娃，这些就要落在他的身上。魏成佑起床时，看到向来不做粗活的娘正在给鸡鸭兔喂食，他从小到大没见过娘做这些事的，想了想道：娘，我来吧。第27章，媒婆的热情。早饭每个人都有鸡蛋，一碗疙瘩汤。魏成佑的目光落在小灵儿正吃着的白嫩鸡蛋上，娘突然对大哥一家子好起来了。他倒不在意这些，只不过一些吃的而已，现在他只在意娘的态度。程宽他娘。外面传来了族长的声音。满心放下筷子赶紧出去，热情地笑着说：族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吃早饭了吗？要不在我家下点面疙瘩吃吃？吃了，不用忙，我给你打听好了，隔壁镇上的私塾叫露台书院，教的夫子是10多年前的老秀才，很有经验的，按月收费，1个月包了吃住大概5两的样子。族长对于家族子弟的未来是极为关心的，因此打听的时候问的也比较细。听说去年那老秀才教的20名弟子中有2人考进了秀才，也是不错的。你要不要算个时间去看看？好，谢谢族长。满心感激的道：我下午就去看看。有什么好谢的？你家孩子有出息，咱们村子也有光啊。族长笑呵呵说着走了。满心转身时，魏成佑正站在后面拉长着脸。
脸色给谁看呢？满心闹心的很。昨晚他也想过一个问题，这小子这么不情不愿的被他逼着换地方读书，也不见得能读好，他又何必操这份心？可不管不顾也不行，换个地方也比在王家好啊，在王家那是要做太监的呀。魏承佑，娘为什么看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怜悯？娘，我下田去了。魏承宽吃完饭出来，到柴房里去拿锄头。满心点点头。此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手拿绢帕，扭着臀儿，正是乡里有名的任媒婆。魏家嫂子，咱们又见面了。任媒婆灿烂的笑容在对上满心不悦的面庞时，心里咯噔了下。哎呦，上回来不见得高兴，怎么这回来又没见高兴呢？总不能让他连空跑2次吧？又路过。满心不客气地问。任媒婆笑得尴尬，不是，是特意过来的。瞧您说的，您也知道我是干哪行的呀？是给我家老二说媒吗？哪家姑娘？满心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方杏儿。林子的事件之后缓过劲来了，怎么可能就这样了？这么直接啊！任媒婆笑得更为灿烂了，就是村委的方家姑娘，魏家嫂子肯定也是认识的，叫方杏儿，今年16了，她可是东王村的村花。还没等满心说，魏承又在一边道：方家，这家配不上我二哥，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啊，你不知道那模样可水灵着呢。任媒婆可劲的夸，皮肤吹弹可破，那眼神哟，以色示人，长久不了。满心道：任媒婆。魏承又觉得那方家姑娘的长相他二哥会喜欢，让他惊讶的是娘连以色示人长久不了这话也知道。爹以前说娘为了他读过书识过字，他还不信，现在他相信了。话不是这么说的，这男人哪个不喜欢漂亮姑娘？是吧？任媒婆继续热情地笑着，那姑娘不止漂亮，也是生活的一把好手，是个会过日子的人。第28章成了2人好事。任媒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家老二的目光不在镇上，也不在县城里，他有他的志向。满心觉得这话说得够明白了，也够委婉了。那是，这次科考您家的二公子要是能榜上有名，那就是进士大人了。任媒婆见满心语气坚定，知道是没门了，也不纠缠，目光就落在了一旁的魏承佑身上。这位是3公子吧？王家小厮叫他一声公子，魏承佑很是受用，怎么这任媒婆一叫，他竟浑身不自在呢？魏承佑语气不善的道：看我做什么？我才14岁。哎呦，不小了，我家隔壁那个娃14岁已经当爹了。任媒婆拿着绢帕的手捂着嘴，一个劲的笑。魏家嫂子，您家的几位公子相貌都是顶顶好的，要不我给您家的这位小公子说个媒？满心的目光落在小儿子身上，若有所思。魏承又一脸警惕，娘不会真的想着要给他说媒吧？书不好好读，又是偷东西，又是逛青楼的，满心觉得这样的人早点成亲也好。在任媒婆期待的目光下，满心开口：算了，就不去祸害那些良家小姑娘了。再说我这个小儿子目前还是个孩子。魏承又脸色一黑，他很讨厌别人说他是个孩子。什么叫祸害啊？这话说的，这么漂亮的小公子是多少闺女都想要的。任媒婆笑着说：小没关系，可以先定亲吗？任媒婆，等你的亲事做到了越城，到时再说吧。任媒婆笑容僵住，这个魏家妇怎么如此心高气傲的？真以为自个儿子都是宝吗？气得扭着老腰就走了。一旁方和已经从柴房里拿出了昨天的菜籽接着晒，小玲儿在旁帮着忙。满心先前说过自留地的活他来做，去角落里拿了小锄头打算除草，见魏承佑一脸无所事事的模样，叫了他一起。魏承佑本想说要去看书，但在娘一眼能看透的目光下没说出来。所以说他那个死去的爹干嘛非得给娘托那样的梦啊？一家子人吃过午饭，满心拿出了原主比较体面的衣裳来穿。原主的模样并不差，要不然死去的秀才也不可能这般宠爱他，就是常年不锻炼，有些发福，腰上的肉挺多。满心摸摸了这一腰的膘，寻思着少吃体重虽然能减，体型还是要靠平常的锻炼，得做做伸展运动了。娘，希儿娘来了。方和的声音门外喊。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满心只好先出去。方希儿的娘比原主还要小，不过常年的劳作让她看起来却比原主要老了10岁左右，眼角有着不少的细纹，见到满心出来略微有些拘谨，脸上的笑容也带着一丝讨好。原主那看不起人的性子对希儿娘没什么印象，不过希儿娘这模样让满心还是很意外的，他以为会养出方希儿这样女儿的妇人不该是这般老实的模样。魏家嫂子，我家希儿跟我说了小树林的事情。在满心的注目下，希儿娘看起来更为拘谨了，一双手都不知道该放何处。我知道她这样做不对，可她从小就喜欢你家的程启，那模样又被程启看到了，你看能不能成了2人的好事？第29章，我不反对。余光见到魏承佑已经从屋内出来，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满心想了想，对着希儿娘道：希儿娘，咱们进灶房说话吧。不，就在这里说。希儿娘这声音倒是坚定得很。
这种事关乎于你女儿的清誉，你就不怕被人听到吗？满心急了，那也是你家老二毁了我女儿的清誉，他该负责。谢二娘一边说，一边偷偷看了眼院子大门外。满心刚才还觉得这妇人是个老实人，而心里有些许的好感，瞬间好感荡然无存，还是缠上了。看谢二娘的表情，满心直接走出了门口，正和要朝里头探望的方杏儿撞了个正着。方杏儿的五官随了其母3分，应该是把父母长相上优点都生到自个身上了，才有这几分姿色。魏大娘被撞着了，方杏儿一脸窘相。那天在小树林里，我已经说得清楚明白了。满心没什么好脸色。方杏儿小脸一白，咬牙道：魏大娘自然不会在乎我的名声，难道也不在乎程启哥的名声吗？如果我跟村里人说那天……打住，我不乐意听。这样吧，我不反对你跟程启成亲。见方杏儿眼底露出一丝得逞的得意，满心冷声道：只要他同意。魏大娘说的可是真的？方杏儿激动了。当然，我说到做到。上一世魏程启和方杏儿有了一腿之后，借口要科考，让他先不要将两人的关系说出去，中了状元后就直接将人给甩了。对于自己到底要什么，魏程启心里清楚得很。小树林的事，满心的那些话对他而言是当头一棒。满心可以肯定地说，魏程启不会娶她。我这就去找程启哥。你这样去找他，会影响他读书，被人看到了也不好。等他回来，你当着他的面问他。满心自然不可能让方杏儿去书院里找魏程启。好，我等程启哥回来。这点时间他等得起。看到娘出来，方杏儿激动的道：娘，魏大娘同意我跟程启哥的婚事了。真的？杏儿娘也激动得很。是，只要程启哥同意就好。看着母女俩人抱着的激动模样，满心在心里一叹，人往高处走，并没有什么错，只这样得来的东西又能长久多时。目送着母女俩人离开，满心回头时，正见小儿子一脸好奇的模样。娘，二哥和这方杏儿发生了什么事吗？见他穿戴的整整齐齐，满心道：边走边说吧。魏程启的事，满心没有打算瞒着，况且知道了对魏程佑只有好处，也能防点人心。听完小树林的事，魏程佑一脸惊诧，这方杏儿也太不要脸了，竟然这样算计我二哥。哼，说的好像你二哥要脸似的。魏程佑被娘给噎了一下，哪有这样说自个儿子的，半晌才道：娘，二哥看不上方杏儿，您那样说，最后他们要还是不依不饶怎么办？做事都要有个过程，既然方杏儿认定你二哥会娶她，那就先让他试试，不是他死不了心，还以为是他在从中作梗，其余的事以后再说。第30章，像朋友一样。两镇之间紧隔着一些小山头，没有交通工具，靠的都是2条腿。虽说是小山头，上面是种满了各种谷子和蔬菜，微风拂面时充满了自然的清香，不少的人正在劳作。讲魏程启的事时，魏程佑还一脸兴趣盎然，这回又变得无精打采了，对于去隔壁镇私塾的事明显是不感兴趣的。满心觉得自己来了这里后真是个操劳的命，既然成为了原主活着，过日子自然是要越过越好的，3个儿子也要抓一抓。想不想听个故事？魏程佑没心情的嗯了声。这故事是你爹跟我讲的。满心做了铺垫，这才道：以前咱们这儿有个叫齐国的小国，有个很有名的学士叫淳于髡。齐国的国君让淳于髡举荐贤能之士，没想到1天之内，这位贤士就给国君举荐了7位贤才。国君问他，人才很难得的，怎么你能在1天之内就找到了7位呢？魏程佑有了点兴趣，不自觉地问：为什么？淳于髡笑笑说：同类的鸟，它们总是栖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它们也总是行走生活在一起。我淳于髡向来与贤士为伍，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德行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所以让我举荐贤士，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简单。魏程佑想了想，点点头，随即狐疑地看着满心：娘，您给我讲这个故事做什么？这是我不让你去王家的理由，娘不想你与那些品行不好的人做朋友。满心停下了脚步，平静地看着小儿子漂亮的黑眸，但娘也不知道隔壁镇上的私塾会如何，交朋友好坏全靠你自己去筛选，选得好了就会和淳于髡一样，身边都是好的人，选得不好，人生将会很糟糕。娘的眼神没有以往的慈爱之情，那神情倒像是一个朋友那般。魏程佑难得的听进了，娘，好坏我自个心里知道，我只是不喜欢读书，得被骂了。满心愣了下，原主的记忆里，这个儿子还是挺喜欢读书的。你不喜欢读书，那你喜欢什么？学手艺吗？倒也行。娘，您不生气？魏程又不敢置信地看着娘。不生气？惊讶还是有的。记忆里，这个小儿子从未说过不想读书这话，相反还立志去做官呢。满心道：学门手艺也不错，这么好说话。魏程又上下打量着满心，忍不住问：您真是我娘吧？没有被妖怪附身？这么一说，顿觉周围都凉飕飕的。你还是继续读书吧。满心冷笑一声。
娘！魏成佑突然跪倒在了满星面前，要趁热打铁。满星吓了一大跳，你干什么？娘，我不喜欢读书，我也不喜欢学手艺，我想做生意，想跟王老爷学做生意。魏成佑拽着满星的裤子道，商人在这个时代是最畏的，被其他阶层所鄙夷。原主就是非常看不起商人的，因此能嫁给秀才，心里不知道有多么的得意，所以常常做出高人一等的模样。原主也是个矛盾的，看不起商人，却又把儿子送到了商人家去做陪读，占着便宜。第31章，少接触为好。看娘呆呆的样子，魏成佑后悔说出这话了，瞧瞧一时冲动的后果。你不想读书想做生意，早前不说是担心我骂你吗？满心问。魏成佑点点头，那也行，我们可以找找有没有认识的人教你做生意。满心搜寻着记忆，娘看起来很平静，没生气吗？魏成佑欣喜的道，娘，我跟着王老爷学做生意就行。不行，王家公子这样的人还是少接触为好。满心直接拒绝，笑话，好不容易扭转了他命运的开头。娘，您方才的故事我听尽了，王家公子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他和我一样，也是个不喜欢读书，只想学做生意的，是王老爷想让王公子读书光耀门楣，才逼着他念书。魏成佑急急说。满心冷着脸，娘，真的，王公子让我去偷银袋，那个毒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就是想黑吃黑，根本不是你想的。魏成佑赶紧闭上了嘴。什么黑吃黑？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满心一胳膊提起了他，沉着脸道。魏成佑只好把俩人私下做着生意的事情道来。那富家公子姓金，家里做着茶叶生意，哪想到竟然私下里售卖私盐，被王公子发现了，他们就想着黑吃黑。那个偷东西的赌约是为了引开那金公子，争取时间让王公子和那盐贩子接头。满心不敢置信，这两孩子也太大胆了。魏成佑点点头，怎么听着娘很理解的样子。还有，我和王公子去青楼，那也是为了生意，男人都喜欢漂亮女人，把他们往青楼一带，找几个漂亮姑娘，没有办不成的事。我还是个孩子呢，什么也没做，王公子也不敢玩得太过分，怕被王老爷知道。满心好一会才消化完，那也不能选择王家。为什么？娘是不信我说的吗？满心站累了，坐在一旁的田棱上，细想着魏成佑被废命根子事，如果是做生意的话，难不成是小儿子和王公子做生意闹翻了？这手段未免太狠了点。我不反对你学做生意，但王家不成。满心只能道，娘，只要这件事成了，我的月银不仅多了，而且王公子说过让我合伙，最后这个才是魏成佑最想要的。成佑，你有没有想过，跟王公子一样有钱财的公子们多得去了，王公子为什么要和找你一个乡下小子合伙？我这不是在他的身边吗？他叫也比较方便，那他每个月给你个几两银子的月银，为他做事不是更好？魏成佑没想到娘简单的脑袋这个也想到了，沉默了会才道，生意的事有很大的风险，王公子其他的朋友不肯来。拍了拍他的肩，满心语重心长地说，真不喜欢读书，学做生意也好，但必须脚踏实地的来。想了想，又颇为感性的补了一句，你长大了，为自己喜欢做的事去拼搏没什么错，但要知道人一旦走错了路，很难再走回来，娘不想为你一直担惊受怕着，你想清楚吧。说完这句话，满心往回走，他已经把他认为对的说了，言尽于此。接下来就看魏成佑自己的选择，真要朝着太监的方向走，他也不会再阻止了。第32章，说出自己的想法。满心回到家门口时，看到方和正在教小灵儿怎么量人的尺寸做衣裳。纵观两世，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教3岁娃做衣裳的。难得的是，小灵儿听着娘说话的步骤，用木尺一点一点量着，虽然慢，但很认真。阿娘，我什么时候可以学裁布呀？小灵儿很有成就感地问。等灵儿再长大些，能握住剪刀的时候就可以学了。等会在娘旁边先看着，好不好？好。娘，我自己的衣裳，我想自己做刺绣。好啊，那你要绣什么呢？小灵儿想了想，脆脆的道，我要在领口绣上漂亮的花。此时方和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满心，轻松的神情消失。娘，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满心挺喜欢看着娘俩方才那温馨的画面，母女俩脸上都带着高兴喜悦之情，仿佛他们正在做一件天底下最高兴的事。程佑不想去读书，想去学做生意，去了也是白去，干脆不去了。小叔不是最喜欢读书吗？方和惊讶，那都是为了讨我欢心。满心拿起小凳子上放着的鞋底和旁边几个勾勾小工具，这么厚的鞋底做起鞋来的费多大的劲啊！用这劲的功夫多去赚银子，再用赚的银子来买鞋子，是最为省时省力的办法。而钱来的最快的就是做生意。魏成佑想做生意赚银子，他也想啊。阿奶，你在想什么？小灵儿见阿奶看着鞋底发着呆，阿奶在想着怎么样才能让小灵儿过上好日子。满心放下鞋垫，蹲下身看着瘦瘦小小的孙女，鸡蛋和肉都在吃，这个孩子还是这般的瘦小，营养这是急不来。
小灵儿小脸一红，阿奶，小灵儿现在已经很幸福了，真容易知足。满心摸摸她的小头，难得的露出慈爱之情。当满心拿着小锄头要去后院地里干活时，魏成又回来了，拿过放在柴房外的大锄头道：“娘，我去帮你。”满心轻嗯了声，这模样应该是想好了。魏家的后院菜地挺大，一垄一垄的种着各种蔬菜，很多满心并没看到过，这几天吃着味道也不错。以前这地是方和母女俩在打理，满心承包了后的这几天已经长了许多的杂草，可见他的劳动力实在低。坐在小凳子上，满心开始弯身拔。娘，我决定回王家了。这是魏成佑一路想回家的结果。他喜欢做生意，跟着一个普通生意人，哪里比得上跟着有成就的王老爷？满心嗯了声，继续拔草。娘，您骂我吧。魏成佑走到满心面前，娘这冷淡的样子让他心里不好受，他更想娘好好的骂他。赶紧拔草。满心叹了口气，拔完了这儿的草，你再回王家，免得他累。中午魏成宽回家吃饭时，知道小弟不想读书，而是要和王公子合伙一起去做生意时，也是一脸惊讶。让他更惊讶的是娘的态度，吃饭还吃得挺香。小弟，我觉得你已经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放弃太可惜了。魏成宽虽是大哥，但在这个家里他向来没有说话的份。那天娘跟他说，以后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别憋着，总是看他人的脸色行事，会把自己给丢了。魏成宽决定说出自己的想法。第33章，好自为之吧，少年。吃饭的人目光都落在了魏成宽身上。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换谁说都极为正常。魏成又惊讶的是，大哥对他的事说了看法。很小时候倒也是管他的，不过每次管他都会被娘骂，好几次看到大哥偷偷在哭。再后来不管他怎么使坏，大哥就不说不管他了，甚至连话都很少说，每次就是吃完饭下地干活。方和鼻子一酸，丈夫明眼看着孝顺婆母，其实是惧怕，不敢忤逆婆母一点。要是婆母骂他了，还会把他推出去挡着。饭桌上永远是不敢说话的，今天有点男人的样子了。承接着家里人的目光，魏成宽有些紧张，但在对上娘鼓励的视线时，不知怎么的有了勇气。小弟聪明，只要用心读书，肯定会像二弟一样考取功名的。说得很好，我支持老大的说法。满心赞许，同时确定立场以鼓励。娘竟然会支持他，魏成宽心里那个激动。大哥，我不喜欢读书，一看书我就困，我已经决定回王家了，吃完饭就走。以前的话，魏成佑肯定是一脸不耐烦的语气，现在心平气和的很，他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娘尊重他。满心扒了满满一口饭，拔完后院地里的草再走，这样下午他就可以轻松了。众人今天没有去县城的牛车，魏成佑要回王家，只能去镇上问问有没有去县城的，一些做生意的人家会去，可以搭顺风车。镇上离东王村有一炷香的时间，满心一丝一丝的送小儿子到了村口。魏成佑虽然心里高兴得很，但娘这就让他走了，这心里还是有些的不真实感。娘，我走了。去吧，这1两银子你得还给王家老爷。满心将王老爷给结的半年月银交给小儿子。魏成佑接过，娘，您没别的话跟我说？有啊，保护好自己的命根子啊。满心在心里补了这么一句，嘴上说道，没有。你到底是不是我娘啊？娘的变化也太大了吧。魏成佑不敢相信，你以为我想做你娘啊？满心叹气，他也很不愿意啊，吵架容易伤感情还累，别矫情了，再不走太阳都下山了。魏成佑想想也对，一脸认真的道，娘，您今天讲的话我都记心里了。说完转身离开。14岁的少年还没有发育，比同龄人矮小很多，这背影怎么看都是个孩子。满心叹了口气，他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好自为之吧，少年。看到村外一望无际的田野，满心朝着自家的田地里走去。魏家有好几亩地，都是魏成宽这个大儿子在打理，天刚亮就出门，不到入夜不回来。原先每年农忙时，魏家是雇了人的，原主这个极品觉得雇了人大儿子就会偷懒，硬是把雇的人给解了。满心对亩这个单位词还是有些概念的，1亩地相当于600多个平方，就够人类的，更别说魏家有好几亩。这不是秀才娘吗？几名在田里除着杂草的村民看到满心，打着招呼。第34章，塑料兄弟情。我来看看我大儿子。满心淡淡笑着说，在那边。一村民指了指。满心望去，找了好一会才看到魏成宽弯着身子在清理着半人高的杂草，他的身后一片干干净净种着谷物，前面还有着满大一片没清理出来的。平常看着壮实的身子，在这些杂草面前反倒显得单薄了许多。这做娘的可真狠心，这么多田地只让魏成宽一个人担着，偏心又狠心。另外2个儿子倒宝贝得很，就像魏成宽不是他亲生似的，可不就是对自个儿子也这般势利眼。这么多亩地，一年到头都在做，成宽这孩子太好被欺负了。嘘，轻点声，别被他听到了。都听到了，
原主确实偏心，这要换成他那个时代，被人比猪口猪不说，还得键盘猪啊！满心吐槽着。魏承宽一直弯腰拔着杂草，也不见他歇个一会，捋草的速度也很快，罗出一捆后就丢到田棱上来，又低头拔着。满心没去叫他，看了一会，转身回去了，心情很不好。这几天，老二魏承启和老三魏承佑都是下过地，竟没一人跟他提起他们的大哥辛苦的事。唉，塑料兄弟情啊，也难怪日后反目。6月中旬的时候，连下了几天的雨，这几天魏家的生活并没有变化，和往常一样，就算下着雨，魏承宽还是要下田干活，不过帮着做事的多了2个人，那就是方信儿的爹娘，而方信儿这会则在魏家里帮着做事。撇除方信儿小姑娘先前做的事，满心还是挺欣赏她的，做事利落，手脚也快。自上回俩人说了那几句话后，这几日方家时不时的会拿些野味过来，方家老爹会打猎，有空了就上山打点野兔、野鸡什么的，如今是把魏家当成亲家再走了。魏大娘，您别再让我走了，承启哥哥一定会同意娶我的。方信儿对自己有自信，以前在村子里见了面，魏承启的眼睛会一直粘在自己身上，偶尔相遇路过还会故意蹭到他，他主意他自然不会介意这样的接触。满心头疼，人家阴着来，他还能阴回去，像这样的他能怎么办？方姑娘，你现在还是个姑娘家，被外人看到了真不好。方和在旁轻声劝说着，说完用余光看了婆母一眼，见他没说什么，知道是随自个说，又道：再过个2天，孩子二叔就回来了，到时你再过来一趟也不迟啊。孩子二叔和方信儿的事，那天小树林回来，丈夫就跟他说了，且母亲也没有瞒着他们。方和第一次觉得婆母是把自己当成家人了。嫂子，方信儿望着不说话，看着小灵儿绣东西的满心一眼，咬一咬唇，忍着难堪之情道：我想让魏大娘喜欢。小灵儿绣的是一朵花，虽然绣的挺难看，形状还是有的。听到方信儿这么说，满心并没有看他一眼，只道：等事情有了结果后，你再讨好我也不迟，这几天都等不了吗？魏大娘就这么讨厌我吗？我到底哪里让您不喜欢？我改。方信儿哽咽道。第35章，心疼的哟，动不动就哭这点，他就不喜欢，搞得好像他欺负了他似的，明明是他一个劲的气过来。不过满心也知道，这时代的姑娘性子又飒又爽的不太有。我还是那句话，一切都等承启回来了再说。满心语气并不好，不想给他留什么念想，回家去吧。方信儿神情又羞又愤，他一个姑娘家都放下身段子来帮忙，魏家人还3番4次这么说，这家人到底有没有心的？真以为他那么好欺负吗？等他嫁进来后，他绝对会给婆母脸色看。方信儿的愤愤离开，满心松了口气。方和壮起胆子问婆母：娘，要是孩子二叔不同意这婚事，信儿爹娘又闹起来怎么办？到时再看吧。这时代对女子什么时候和颜悦色了？方信儿要是狠一点，小树林里当天就该闹得满村子都知道，就该跟泼妇一般拉着族长到魏家门前。这么多天过去了，再说起来能有什么力道？最为不利的还是方信儿自己。阿奶，灵儿绣的花好看吗？小灵儿将自己绣的花给阿奶看。好看，就跟真花一样。满心夸奖道。真的？小灵儿整个小神情都亮了。当然是真的，阿奶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了？灵儿喜欢做绣活吗？喜欢。方和看着女儿绣的东西实在没法看，婆母依然这般夸她，眼底脸上都是疼爱，心里是很动容的。灵儿总悄悄跟她说喜欢现在的阿奶，她又何尝不是呢？大儿媳妇，我记得镇上有间红绣坊吧？满心突然问道。是，那里招学徒是几岁来着？方和想了想，我上回去镇上买菜，看到最小的那孩子跟灵儿差不多大小。满心想了想，改天我去红绣坊瞅一瞅，要是灵儿真喜欢的话，就让她去学刺绣。方和激动地蹭地站了起来，没想一下子扯动了肚子，痛喊了声：怎么了？满心被吓得赶紧去扶她坐下。我没事，婆婆，您真的要让灵儿去学刺绣吗？方和拽着满心的手，激动地问道。只要灵儿喜欢，就去学。满心笑着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家里还有一些银子，入了秋，田产丰收后也能赚上一笔，朝廷对老二秀才的赏赐也会下来，还能免除差徭，家里的存银给灵儿报个班，是没压力的。灵儿，快跪下谢谢阿奶。方和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穷苦人家的刺绣都是最普通不过的生活技能，跟绣娘没法比，有了一技之长，灵儿的将来就不会像她这么苦了。小灵儿结结实实的给满心磕了3个头，满心阻止都不管用，心疼的哟。晚上魏承宽吃饭时，知道娘要将女儿送去学刺绣，惊讶的筷子都掉在了地上。方和在旁紧张不已，生怕丈夫为了讨好婆母而拒绝，没想到丈夫只是捡起筷子擦干净，默默的吃饭，她心里松了口气。对了，承宽，以后方家二老再过来帮忙的话，拒绝的狠一些。满心道：知道了，娘。还有，你去联系一下以前雇过的短工，
价格合适的话，叫3个来。魏承宽手中的筷子惊得再次掉落在了地上，不敢置信地看着母亲。一个大男人突然失了眼眶。第36章，前所未有的轻松。看着低下头扒饭以作掩饰的大儿子，满心叹了口小气。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上一世魏承宽与兄弟反目成仇，卖了女儿，花完仅剩的银子后开始偷摸拐抢，最后被几个强盗收做了小弟。官兵围剿强盗窝时报出了魏承启的名字，想逃过一劫。围剿这一劫是过了，官兵直接带他来到了断头台。魏家人正缺他一个呢。满心只希望这个大儿子这是心里能阳光一点，不再走上日后的老路。雨又连着下了几天后，总算放晴。这几天的功夫，方和已经将魏承宽和小玲儿的衣裳做了出来，妇女脸上的笑容就像是跟过年似的，穿在身上都舍不得脱下来。娘，灵儿什么时候可以穿新衣裳呀？小玲儿高兴地问。等天热就可以穿了。方和也是一脸笑容。满心出屋时就看到这一小家子一个个开心的模样。这个大儿媳妇手挺巧的，本是难看的深色粗布，她在袖子和领间拼接了相对较淡的颜色，看起来不显得闷气。阿奶，您瞧我的新衣裳，好看吗？小玲儿见到满心出来，哒哒哒地跑到她的面前转圈圈。好看，真好看。满心连连夸赞。时间不早，魏承宽很是不舍得将新衣裳换下来，重新换上了旧衣，打算下田去。灵儿娘，今天那3位短工就会过来，以后他们的账你来结。满心说着，递了个钱袋给方和。方和和魏承宽互望了眼，方和心里颇为忐忑的接过，见婆母笑得很是温和模样，打开银袋看了眼，倒抽了口气，凄凄哀哀的道：有5两，这可是一家子3个月的伙食费啊！魏承宽也一脸的惊呆，短工的钱和这段时间的伙食费都在这里了，你自己看着支配，想买什么就买。满心原本想着等方和月子结束后再交给他，想到上世他月子里就自尽的事，让他心里有阴影，早点给他，让他对生活怀着希望。谢谢娘，我一定不会乱花钱的。婆母向来算得精明，身上连一个铜板也不会让他放，一下子来了5两，方和心里是既慌又感动。我相信你。满心笑笑，等他有了赚钱的门道，这个家迟早是要交到方和身上的。待会我带灵儿去趟镇上的红绣坊，你身子不便，就在家里休息。好，别愣着了，赶紧干活去吧。满心催了催望着自己发呆的大儿子。魏承宽拿起锄头就走，神情还是有些发懵的。5两啊，娘就这么给了妻子管。他也终于相信娘这些日子对他的好是真的，娘最看重银子，连银子都能交出来，娘是真的变了。魏承宽的脚步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东王村所在的镇是个大镇，因着人口多，所以也很繁荣。现在是早上，所以3条街道人来人往，热闹得很。一路的泥深，祖孙俩进镇内时先把脚底下的泥给弄干净了。满心蹲下身，又重新给小玲儿理了理发，整了整衣裳，刮了刮小玲的鼻子，说：这叫门面，待会奶再带你去买件漂亮的衣裳。第37章，拜师学艺去。阿奶，那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银子啊？小玲儿脸上有些纠结，她不想阿奶为她多花银子，又想穿新衣裳。银子虽然很重要，但灵儿学绣活的事比银子更重要，所以花的值得。满心拉着孙女的手穿进了人群里。当小灵儿从一间成衣铺里出来时，不仅身上的换了，连脚上的鞋子也是新的，而且一共买了2套。满心满意的看着羞涩的朝自己笑的灵儿，弯下身笑眯眯的说：天啊，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是谁家的孙女啊？是您的孙女啊。小灵儿脆生生的道。说完，祖孙俩笑得合不拢嘴。红绣坊在第2大街的中央占了3间门面，一间是几位绣女们在绣着东西，工人挑选样式，甚至还可以指定绣娘；一间挂满了绣样与布料，另一间则是时下最为流行的成衣样式。店大招牌大，人流也大。满心来到了绣女在的第1间铺子里，女管事的迎了上来：这位大娘是来选绣样吗？我找你们掌柜。满心淡淡笑着说：不知找我们掌柜的有什么事？女管事一边笑着应，一边打量满心和小玲儿的穿着。小玲儿长得可爱，打扮起来更招人喜欢，加上这些日子满心的疼爱，完全不同于以前怯懦的模样。至于满心，原主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一箱子的衣裳都是6成新。听说红绣坊在招学徒，我便带了我孙女过来。满心道：请跟我来。一听是来学绣活的，女管事热情了许多，能学得起绣活的人家可不多呀。红绣坊的掌柜是和满心差不多年纪的妇人，眉目温婉，身上所穿并不是绫罗绸缎，而是和满心身上差不多的衣料，除了衣上所绣的精致花纹不同。满心道明了来意，妇人便打量起小玲儿来。小玲儿有些怕生，不过见阿奶一直鼓励地看着自己，也壮起胆子回视着掌柜。女掌柜笑了笑，是个乖巧的孩子，不过要入咱们红绣坊学绣活，每个月要交1两的银子。说完看着满心的反应。
满心的面上依然挂着淡淡的笑容，声音不紧不慢地说：“学识和手艺都是无价的，1个月是1两，1年是12两。我孙女要是能学到一些傍身的技能，也是值得的。”女掌柜有些惊讶，小小妇人还能有这般的见识，一般人只会心疼银子。说的可真好，不知家住哪里？东王村。东王村有户秀才人家，其父子都中了秀才，在咱们镇上很是有名啊。掌柜说的正是我家。女掌柜愣了下，高兴道：“原来如此，这就难怪夫人有如此见识了。灵儿这徒弟啊，我收下了。”一下子变成了夫人。要是原主再不知道尾巴翘到哪里了，满心倒是松了口气。一看这掌柜的举手投足就是个精致的人，这样的人要求也高，他还真担心不会收了灵儿，出奇的顺利啊。秀才之家作用还是挺大的。满心先交了2个月的学费，两人聊了一些事情后，决定2天后开始正式学绣活。到时灵儿是要住到绣坊里来的，5天回家一次。第38章，精神可嘉。魏夫人，女掌柜柳氏笑送满心到门口时说：“绣女的手是很金贵的。”一句话，满心就懂了。小灵儿虽还是个孩子，皮嫩得很，但常年劳作的手与真正孩子的细皮嫩肉，明眼人哪会看不出来？绣娘的手要时常接触光滑的布料，手操一钩丝。小灵儿难得来镇上一趟，满心还给她买了一些吃食和零嘴。买完后，祖孙俩才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到家已近午时，方和刚好烧好饭，烧了一桌子她婆婆喜欢吃的菜。1两。方和听到女儿学绣活1个月要1两银子时，心都凉了，这是肯定要黄。没想婆婆竟然同意了不说，还直接付了2个月的学银，当下抚着肚子就要跪在满心面前。你这是干什么？满心眼尖，赶紧扶她起来，这一感动就跪的习惯可真不好。娘，谢谢您让灵儿去学绣活。早上的5两银子已经让方和感动不已，这下控制不住的哽咽起来。儿媳妇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有这份心意就好了，别动不动就跪，你都快临盆了。满心笑笑，身为长辈都是这样说的。对了，这几天别让灵儿干活，绣娘的手不适合做这些粗活，灵儿的东西也可以慢慢收拾起来。哎，好。方和擦去脸上的眼泪。魏承宽回来时听到这学费，娘还付了2个月，正愣了好久。当初妻子生了女儿，出了月子还被娘每天骂着，因此他也不疼女儿。但娘突然对灵儿好起来，看着女儿小脸甜甜的笑容，心情复杂的很。2天后是送灵儿去红绣坊的日子，满心没有让魏承宽下田，而是让他穿上新衣裳。一家人先把灵儿送去绣坊，看着爹和娘都穿上新衣裳，爹爹看自己的眼神也不是厌烦的。灵儿第一次心里头对这个爹爹也有了股亲切感。正当一家子人高高兴兴的要出门时，魏承启回来了，身后跟着面色苍白，脸上带着泪痕的方信儿。得，去不成了，至少他是去不成了。满心对着大儿子和大儿媳妇说道：“你们送灵儿去吧。”魏承宽一家子刚走，院子里就安静了下来。魏承启沉着脸没说话。他在小树林里看到方信儿时吓了一大跳，以为他又想像上次那样阴他，直接就快步出了林子。没想方信儿竟然在后面说要和他成亲，还说这是他娘允了的。大清早的，已经有人在田里农作，魏承启只好重新把方信儿拉进小树林里问清楚。知道了情况后，他自然拒绝娶方信儿。怎么可能？承启哥哥，你喜欢我的，我知道你喜欢我。方信儿哽咽着说：“胡说什么？我何时说过喜欢你？你一个女孩子家说出这种话不害臊吗？”魏承启心里颇有火，这种事娘直接拒绝了就行，竟然还让这种女人来问他。满心坐了下来，今天是魏承启回来的日子，他都不知道他哪个时间点回来。方信儿应该是一大早就去守着了，精神可嘉啊。第39章，亲了一张脸。承启哥哥，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方信儿一脸受伤的看着魏承启，你若对我无意，那天小树林里为何这般体贴？那天不过看你可怜而已，你别搞错了，我可什么也没做。魏承启厌烦的道：“是不是魏大娘让你不要娶我的？”方信儿突然一手指向满心，秀气的小脸怒气腾腾。满心无语的看着方信儿，情感不顺就迁怒到旁人身上，格局能不能大点？你不要胡搅蛮缠，赶紧走人，免得丢人现眼。魏承启原本心里对方信儿确实有些喜欢，小树林里一见他失身，心猿意马起来，谁想竟是在算计他，简直可恶！你对我如此绝情。方信儿眼泪大颗大颗落下。魏承启，你若对我无情，我也不会客气，我现在就去族长那儿说你与我在小树林里的事。魏承启脸色一沉，见他还真的要去了，拦在了他面前，放软了声音：“信儿，你这又是何苦呢？怎么怕了？那都过去这么久的事了，有什么好说的？我只问你娶不娶我？”魏承启脸色瞬间难看，一旁的满心翻了个白眼，知道该自己来主持一下了，那就娶了吧。娘！魏承启不敢置信地盯着娘。魏大娘！方信儿眼睛亮了，娶了之后就说她不敬婆婆在羞。
满心接着道，借口都想好了。转折的太快，魏成奇险些以为自个听错了。方希儿的亮眼被愤怒取代。魏大娘，你不可以这般的无耻。论无耻，也是跟希儿姑娘学的。见方希儿紧咬下唇，那唇都快要被咬出血来了。满心叹了口气道，希儿姑娘，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在你失了身的情况下，肯定会保持着距离，要是没保持住，也会负起责任。成奇两样都不占，就不是个好男人。亲娘这样说自己，魏成奇脸色青了半边。而一个好姑娘也做不出这种自损名声的事来。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们还是挺般配的。满心呵呵笑了笑，看着既恼又羞的两人，淡然的道，就你这样的性子，娶进门后，我魏家肯定不宁。我方希儿想为自己辩解。满心不让他说下去。你想让程启有污名，可你想过没有，程启就是不娶你，毁的是你自己还是他？小树林里别忘了我和程启大哥也在，你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这世道会在意男人这点污名吗？魏成启松了口气，他都被这个女人气糊涂了，怎么忘了那天娘和大哥也在？方希儿细细一想，觉得手脚冰凉。我虽是程启的娘，但我不会偏袒他。满心看到二儿子那轻松自在的表情，很是碍眼，声音冷了几个度。就他这性子，现在娶了你，他日飞黄腾达了也会抛弃你。魏成启拧了拧眉，不悦的道，娘，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是。满心肯定的道。魏成启气得另一半脸也青了。希儿姑娘，你是个聪明人，你设计小树林一事，无非就是看中程启是棵好苗子，想靠他过上好日子。谁心里没有个小打算呢？方希儿也不是什么坏人，这也是满心会耐着性子讲这些话的原因。第40章，真是想尽办法呀。方希儿没想到自己心里的那点想法会被魏大娘知道，还当着程启哥的面说了出来，难堪的想一走了之，但这样走的话又不甘心。我喜欢程启哥是真心的。傅佑道，魏大娘的话听着处处是为我着想，可就算是一点污名，魏大娘也是不想程启哥沾上。对，满心承认这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是我儿子，我说的这些话确实是护着他，可讲的也是实话。方希儿冷笑，就算是一点污名，我也要让他沾着。程启哥哥出息了，想要娶那些贵家姑娘，就不知道那些贵家姑娘在不在意这点小污名。方希儿，你竟然如此恶毒！魏成启被气的都有了打人的冲动。是你们魏家对不起我在先。方希儿怨声道，这日子呢是要越过越好的，是不是？满心看着这男怨女恨的两人，温声道，两败俱伤又何必？我倒是有个法子，就不知道希儿姑娘愿意不愿意了。什么法子？方希儿没好气的道，我认你做女儿，如何？满心笑眯眯的看着他，为何这么做？日后自然明白。娘，你怎么想的？我不同意。娘认了她做女儿，那就成了她的妹妹。魏成启是连看都不想再看眼这个女人，更别说做妹妹。满心对魏启成的话充耳不闻，只微笑的问方希儿，他日成启真有出息了，魏家绝不会亏待了你，也定给你找个如意郎君，你意下如何？方希儿是心动的，就像魏大娘说的，她看中魏成启就是因为他是秀才，有前途。如果嫁不了他，做了魏家的女儿，也必然会比现在好上很多。好，但必须选个日子，请族长过来见证，摆了3、4桌酒。但这样一来，和魏成启也算是彻底没戏了。可他们也别想甩了他。你别得寸进尺，摆酒要花不少的钱。魏成启觉得这个女人太会算计人，一旦摆了酒席认亲，那就得把她当回事，以后想甩都甩不掉。这是自然，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满心微微一笑，只要好好的解决了眼前的事，摆酒席的这点破费不算什么。魏成宽和方和回来时，得知娘认了方希儿为女儿后，都很惊讶。他们以为以娘的性格，今天和方希儿肯定要大吵一架。魏成启心里不悦，面上也冰冷得很。他魏家竟然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他现在是无比痛恨自己当日的没克制。从后院菜地摘菜出来的满心见二儿子还黑着脸，将一篮子菜放到了他面前。行了，男子汉大丈夫连这点气度也没有，赶紧打水洗菜去。让他打水洗菜。魏成启看看面前的菜篮半晌，才拎起菜篮子来到井边，打上水后卷起袖子清洗。刚从灶房里盛了米出来淘的方和见状，心里也就小小的惊讶了下。毕竟这些天过去，他知道婆母的管教不是做做样子的。满心走到魏成启身边，蹲下身一起洗菜，在脑海里组织了下语言，边洗边温声说，成启，娘知道你不喜欢娘收方希儿为女儿，可娘不想你身上有任何的污点。我们和方家在同一个村子里，真闹开了两家的面上都无光，也留给了旁人话口。第41章儿女双全。娘，我错了。魏成启闷闷的道。满心在心里道了句，不容易啊，步步受制之下才知道错了。看着少年那一脸抑郁的表情，目光赶紧露出几分慈爱。这对你来说也是个教训，以后出去一定要长点心，知道吗？
魏承启点点头，这事之后，他要是还不长心，跟蠢人有什么区别？吃午饭时，满心讲起了魏承佑的事，将他去县城时看到小儿子在偷东西，以及和王家公子做生意的事，跟大家说了说。听到偷时，魏承宽和魏承启都一脸生气。听到魏承佑竟然不想读书，只想学做生意，魏承启怒极反笑道：“他不读书，对得起爹爹从小的教导吗？”说的好像魏承启对得起他老爹教导似的。满心在心里吐槽了句后，做出沉痛的表情道：“真要好好做生意，倒是算了。他告诉我们说是读书，其实是以读书作为掩饰，做着那些不入流的事。想到这一年他都是如此度过的，我是一肚子的气。”娘，您别生气了。魏承宽赶紧道，小心气坏了身子。娘，带我回了单城，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魏承启道。方和安静地吃着饭，魏家的事向来轮不到他说什么，就算婆母对他好了，他也不敢智慧。我已经同意了让承佑做生意，他无异于读书，再压着也不过是阳奉阴违，咱们也不可能一直都看着他。见兄弟俩在思考着自己说的话，满心又道：但我不同意他去王家，王公子这样的品性还是远离的好。母亲打算怎么办？魏承启问。还没想到，先这样吧，承佑的事不用你们插手，你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让魏承佑好自为之也是气话，满心目前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任方希儿为女儿的酒席定在了3天之后，满心跟族长去说这事时，族长一脸的惊讶，毕竟方家请了人媒婆上门说媒的事，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没想一转眼竟然从媳妇儿变成了女儿。满心自然说了漂亮话，说什么算命的说了，俩人的八字不合适做夫妻，更合适做兄妹，自己又很喜欢方希儿，干脆认了做女儿之类的话，还让族长一定要用铜锣去告诉村里人这件事。因此当天东王村的人都知道了。3天后的2桌酒席上，除了2户人家的主要长辈，还来了族长、族中的长辈，当然都只是当家的过来见个证而已。满心送了方希儿一套崭新的衣裳，几片珠花，一个红包，方希儿叩拜3个响头，叫了声娘，就算是成了。大家的道贺声此起彼伏。今天的魏家着实热闹，满心做了个把月的娘，已经代入感很强了。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应该幸福地感叹一句：儿子有了，女儿也有了，人生圆满了。酒席大家吃喝到半夜才散，方家父母最为高兴，围着满心说了很多的话，说要是他们的女儿不听话，管教就是，打骂都可以。看得出来梁老师打心底高兴。第42章要生娃了。至于方希儿，小嘴也是娘，大哥大嫂叫的甜，就像是真正的一家人一样。事实上因今天魏承启不回来，方希儿心里气恼得很。院子里安静下来时，一家人开始收拾。方和将灵盆不能太过操劳，这一桌子的菜是请了村里人来烧的，饭后洗刷的活这么晚了，不好意思再叫旁人，3人收拾起来也快。灵儿娘，你来。满心招呼着大儿媳妇。方和正收拾着，放下碗筷走过去，娘，有事儿。满心拿出一支珠花，插到了大儿媳妇只插着木簪子的乌发上，真好看。承宽，你快来看你媳妇儿漂亮吗？给方希儿都买了，怎么能少了大儿媳妇？收拾着桌子的魏承宽见妻子发上插了支珠花，正羞涩地朝自己笑着，看得一呆。虽是小小珠花，竟也让妻子有了几分的颜色，才发现从成亲到现在，妻子身上是什么首饰也没有。要不是现在银子要紧着花，满心还挺想给方和打个银镯子的。此时方和突然惊呼了声，双手抱住了肚子，紧张的道：娘，灵儿爹，我好像要生了。满心和魏承宽瞬间紧张起来。承宽，赶紧去村头请产婆来。满心回忆了一遍原身的操作。魏承宽飞快地跑着出去叫人，边跑边在心里祈求着一定要让妻子生个男孩，娘亲好不容易对他们如此之好，一定要生个男孩让娘开心。他不敢想象妻子要是再生个女孩，娘会不会变回以前的样子。屋内，满心扶着方和到床上躺着，自说要生了后，方和的脸色一直不好，满心以为他是太紧张了。别紧张，就照生灵那回那般，痛了就喊出声来。满心将该做的做了，赶紧出去烧热水来。家里就他们3人，一人得当2人用。打水、烧水、点火，满心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只看到火不会熄了，又塞了几根大木头进去，才急急忙忙的又去看大儿媳妇需不需要帮忙。正要推门，听到方和的声音从屋内断断续续的传出来：佛祖保佑，保佑信女一举得男，好让婆婆开心。信女不想再回到以前痛苦的生活了，求佛祖保护信女一举得男，信女愿意一辈子吃斋念佛。方和这一胎是个女娃，想到上世方和的结局，满心正要推门进去告诉她自己喜欢女娃，魏承宽带着产婆来了。满心知道方和这一胎会平安的生下来，但听着屋内这一声声的痛吟，心里还是着急得很。这时候的女子生娃就是走一遭鬼门关。直到了天亮，方和还没有生下来。娘，您一晚没睡了，我去烧碗面，您吃了后去睡一觉吧。魏承宽在旁边劝，看到娘这么关心妻子，
心里更是期盼着妻子一定要生个男孩子。方和会在晚上生下第二个女儿，在这样痛苦叫声之下，满心哪睡得着？想了想，还是点点头。毕竟真要一天一夜不睡，身体吃不消的。至于晚上，他要看着方和，不能再让上一世的悲剧再发生。第43章母女平安。说是睡，满心就是在屋里打了几个盹。屋子没有隔音设备，方和的痛喊声还是会断断续续的传进来。毕竟一夜没睡，这几个盹醒来已经是下午。出去时，方杏儿一家子都在帮忙。娘，您起来了。方杏儿走了过来，这一声娘叫的极其自然。我给您烧点东西吃吧。满心神情自然的应下。一来魏家三兄弟也是这么叫他娘的，再来个女儿没区别。程宽呢？没见着大儿子，满心问。大哥去香樟树下祭拜香樟娘娘，他想让大嫂给您生个大胖孙子。方杏儿面上愉快的笑着，心里是看着好戏。村里都在说着这位家大嫂生下女儿时被魏大娘如何嫌弃，这几年更是被苛待，外面看着好，完全就是个面子戏。孙子孙女都一样，要不然我收你这个女儿做什么呢？满心浅浅一笑。娘说的是。方杏儿嘴上这般说着，心中冷笑几声。产婆此时从方和屋里打着哈欠出来，看到满心时说，我看你大儿媳妇得晚上才能生得出来，你要是能给她吃只小人参，说不定能快点。一只人参得好几两，这位大娘舍得吗？一屋子的人都落在了满心身上。正好魏成宽从外面回来，满心进了趟屋后出来，将10两银子放在了魏成宽手里，赶紧去镇上买只人参来，就说是产妇要用的，赶紧。魏成宽以为自个耳朵听错了，直到娘再催了下，才带着不真实感跑出去买人参。产婆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位家老娘子，她还记得4年前给方和接生时也说了买只人参，哪知道魏蒙氏当场就黑了脸，说什么生的要是孙子就给他买。怎么这回这般爽快？是确定能生下孙子了？方杏儿心里也疑惑，村子里人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吗？方家爹娘看到满心直接拿出10两银子来，可见魏家家底，觉得女儿这个干娘是拜对人了。魏成宽买了人参回来就去炖了1个多时辰后给妻子喝下。此时天气已经渐渐暗下来，即将入夜。方和的喊声吃力而痛苦，吃下人参后明显中气足了一些。就在天完全入夜时，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从产房里传来。踱步中的满心脸上一喜，这孩子出来比上世提早了2个时辰。哭声的嗓子这么大，一听就是个男孩。方母开口说，男孩。方杏儿脸色一沉，那岂不是如了魏大娘的意？魏成宽神情激动，正要进产房时，产婆抱着孩子出来了，看到目光满是期待的满心和孩子父亲，心里叹了口气，那方和也是个苦命的女人，母女平安，怎么可能是女孩？魏成宽深受打击，哭声那般响亮，竟是个女娃。孙女好，孙女好。满心赶紧接过产婆手中的孩子，看到皮皱皱又红彤彤的小娃，高兴地说，真是太可爱了，走，咱们瞧你娘亲去。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眸光下，满心抱着孙女进了产房。知道自己又生了个女娃，方和只觉得万念俱灰，脑海里闪过的是生灵儿时婆母那厌恶的目光，现在婆母好不容易对他们母女好了，她要是生个男孩，婆母一定会加倍对她和灵儿好，谁知生的竟是女娃。第44章，她得守着才行。满心进去时，就看到大儿媳妇一直在落泪，那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看着让人头疼不已。灵儿娘辛苦了。满心抱着小孙女坐到床边，慈爱地看着她，觉得这慈爱装久了也挺像那么回事。娘，您怎么进来了？方和赶紧悄悄拭泪，又小心打量着婆婆的脸色。你魏成宽又生了个乖巧可爱的女儿，我是你婆婆，当然要进来看你，不仅要看你，还要伺候你出月子。满心将啼哭过后就熟睡的小孙女放到方和的身边。娘，我对不起你，我没给你生个大胖孙子。方和没想到婆婆会说出这样体贴的话来。你才多大呀？有的是机会生，等身子养好了，肯定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满心想了很多安慰的话，都不适合，还是讲这种话能接受，虽然在他听来有些自虐。果然，方和的神情好受了些。咱们的灵儿啊，可真是乖巧懂事，这才2天不见而已，就想他了。你又给我生了个孙女，我不知道有多开心。满心真心的道，你好好养身子，真要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没有好身子怎么生啊？方和破涕为笑。站在门口听到这话的魏成宽低头拭去眼角的失意，他本以为一切又要回到从前了，这些日子都只是做个梦而已。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给你媳妇儿烧面炸面去，再放2个活灵蛋，豆腐皮放得多些。满心对站在门口的大儿子道。魏成宽赶紧去烧。方家3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的，满心出来时他们已经不在。倒是产婆尽心尽力的又帮着方和催了会奶才走，满心付给他的银子比说定好的多了许多。当然他也有私心的，借着产婆的嘴，
把以前那些在村子里的流言流语做一次覆盖。年纪大了，想法也会改变。我家灵儿才3岁，贴心的跟小棉袄似的。生孙女啊，我也开心。怎么覆盖以前原主的那些流言？当然是要给几个例子。灵儿呢？怎么一天没见着她？产婆现在对魏蒙氏很有好感，脸上也是笑眯眯的。送去红秀芳学绣活了。满心道。产婆的嘴张圆，惊道：红秀芳学绣活，那可是1两1个月啊，虽贵了些，可孩子能受用一生啊。满心笑笑，那是。产婆连连点头，这位蒙氏像变了个人似的，1两银子交给一个女娃也舍得。方和吃完面后，孩子也醒了，第一次喂奶就稀得很，是个大胃口的。原主的记忆中没小孙女多少的事，魏成启中了状元后，他就跟着搬到了越城。那时方和已死，大小孙女他都没管，直接丢给了大儿子。后来魏成宽日子实在难熬，带着2个女儿上越城寻亲，原主这个极品性格竟然跟大儿子签订了雇佣合约。满心不愿去想这段回忆，原主的很多回忆他都不愿去想，要不然会有抹脖子的冲动。娘，您今晚睡这里吗？魏成宽见娘抱了被褥过来。是啊，灵儿娘刚生了孩子，身子弱得很，孩子要是哭闹也得有人抱。其实满心是不放心，生怕方和又像上世那样自尽。第45章，他是渣男的娘。娘，我自己能行的。方和赶紧道，婆婆说要事后她坐月子，已经让她感动万分了，晚上又怎能让婆婆醒夜？还有我呢。魏成宽赶紧说，怎么能麻烦娘呢？看着两夫妻这般战战兢兢，其实先前满心做了这么多，彼此的关系好了太多，这女娃一生，估计关系又折回了不少。原主这些年对这小夫妻实在太过恶劣，他今晚睡在这儿，方和得睡不着了。想了想，满心对着大儿子道，行，晚上你来照顾他们母女俩人，不要让你媳妇落下了月子病，要是明天让我知道夜里你让方和起身了，看我怎么骂你。夫妻俩目送娘出门，望着关上的门发呆。此时女娃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方和正要起身抱孩子，听得丈夫一句我来。方和一听瞬间哭了。你怎么哭了？魏成宽一时不知道是先哄妻子还是抱孩子，想到娘的叮嘱，赶紧笨拙地抱起孩子来。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直以来他们夫妻之间一天讲话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孩子哭闹他从来不理睬，他被骂他也从不维护。魏成宽沉默着，他也知道自己这些年对妻子不好。我其实很开心，真的。方和忙擦去眼泪。门外满心听了会也觉得心酸，特么的这种男人要是他的话，早就拼个你死我活，还受这份罪。不过他现在是这个渣男的娘，听到儿子儿媳妇这番话还是欣慰的，相信大儿子以后对妻子会越来越好。今晚可以放心好好睡个觉了。隔天村子里的人断断续续的来道贺，不过说的最多的不是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娃，而是把魏灵儿送去红秀芳的事。满心没想到产婆的效率这么高。其实原主和村子里的人都是面和心不和，大家不过是看着她已死的丈夫是个秀才，二儿子又中了秀才有前途，不撕破脸而已。今天的一来二去，村里人发现这位蒙氏比原来好相处了，态度温和，笑容可亲，说出来的话也让人心里喜欢。你们可误会我了，我以前其实不善于和大家说话才那样。满心并不想去洗白原主，一开始他也是照着原主清高的模式，后来一想，人在江湖总要融入江湖，要不然怎么得罪人了也不知道，年纪长了就喜欢热闹，婶们嫂子们以后多多来串串门啊。那可好啊，你别嫌我们烦就行。你现在喜欢热闹，我发现我挺怀念你以前那看不起人的模样了。几位妇人都笑起来，满心听的也是哭笑不得。单城的习俗，女人坐月子是吃炸面和老母鸡补充营养，因此隔天满心就让魏成宽杀了家里的一只老母鸡。看着摆放在面前香喷喷的老母鸡，方和高兴婆婆对自己的好，又心疼的不行。那老母鸡每天都生一只鸡蛋呢。娘，要不您和成宽一人一只鸡大腿吧，我奶水够，不用吃的这么多。方和觉得自己一个人吃一只鸡太奢侈了，他还想留给灵儿一些，女儿明天就要回来了。第46章，灵儿好想你。你现在是坐月子，这是给你补身体的，奶水够也得吃。这时代的女人逆来顺受，连给自己吃点好的也舍不得。满心在心里叹了口气，要照顾方和母女俩人，魏成宽没有下田，反正也雇了人，他不去不影响。满心有心帮着侍候月子，奈何这两口子不忍心让他受苦，他也只好受着这份孝心。晚上睡觉前，满心一边做瑜伽一边想着赚钱门道。原身才35岁，不能总是靠着这点银子过日子，得让银子流通起来。满心虽是个本科生毕业，要是找工作的话，文凭还能派上用场，但在这里完全用不上，还是零技能。别人穿越还能种菜做厨娘发家致富，他没下过田，厨艺也不行，还脑袋空空，嘴皮子倒是溜。7月的第一天，天气好得很。今天也是灵儿回来的日子，魏成宽照顾着妻女，
满心去镇上接。一大早的，镇上人很多，满心看着琳琅满目的街道，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他要做生意，从生活用品入手好卖些，看镇上已经是饱和状态了。阿奶，小灵儿早已在红绣坊门口等着，见到阿奶左右张望，一脸思考的样子，就是没有看他，大喊一声。满心转过头时，小灵儿已经扑进了他的怀里，抬起小脸，阿奶，灵儿好想你。我的小灵儿，阿奶也想你啊。卫里蹲下身抱了抱孙女，又在她脸上亲了亲，亲的小灵儿那个羞涩。起身时看到红绣坊的管事走了过来，魏大娘，您来的可真早。管事笑呵呵的，比第一次见到时热情多了。上回咱们见面，我还来不及跟您介绍一下自己，我姓钱。钱管事，不知道我家灵儿这几天表现得如何？满心问。灵儿很乖，学得又认真又好，就连咱们掌柜的都常夸她。钱管事眼里都是笑意，看得出来他很喜欢灵儿。从言行举止来说，这个钱管事是个实在人，满心也就没说客套话，细细问了灵儿在绣坊的情况。半盏茶的时间后，小灵儿吃上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串糖葫芦，那是满心对她的奖励。直到她听到亲娘生了个妹妹后，脸上的笑意悄悄消失，又见阿奶脸上依然是慈祥可亲的模样，不安地问道：阿奶，您不生气吗？哎，这一家子啊。满心刮了刮小灵儿的鼻子，你看阿奶有生气的样子吗？小灵儿这才放了心，又高高兴兴地吃起糖葫芦。祖孙俩人脚步轻松地回到了村子，离家十几步时，看到家门口围了一些村民，村民们朝家里的指指点点，隐隐的家里还有叫骂声传来。方和也够可怜的，被婆婆看不起，还被自己的亲娘这么骂，谁让她生了个女儿呢？不是说程宽娘对这个大儿媳妇挺不错吗？生孩子前还给吃了人参，谁知道是不是做做表面，搞不好转个身人参自个吃了。有人拍自个的肩，说话的人转身一看，就看见冷沉着脸的满心站在身后，吓了一大跳。程宽娘。第47章又来一个极品。砰的一声，院子的大门被满心关上，把爱看热闹的村人关在了门外。姥姥！看到在院子里指着方和屋里骂的妇人时，灵儿吓得躲在了满心的身后。那妇人叉着腰正骂着，又生了个女儿，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帮得到你哥？我要是你，一头撞死。妇人身后还带了个5岁的男娃，此时那男娃扯了扯自个阿奶的袖子，妇人低下头，怎么了？男娃指了指满心，随后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灵儿手中的糖葫芦，直接就跑到了灵儿面前，蛮横的道：给我，剩下的我是留给娘的。小灵儿如如的道：哟，亲家母回来了。那妇人看到满心时，脸上立刻堆起了笑脸，看到旁边的小灵儿，笑容瞬间冷下来。你哥问你要糖葫芦呢，赶紧给你哥。这是留给我娘的。小灵好似很怕这个姥姥和男孩，声音里透着哽咽。娘说她从没有吃过。这长着吊眉的老妇是方和的亲娘，极品程度和原身不相上下，也是个偏心和重男轻女的。满心回忆的这方事的一切时，心里飙过了无数句的脏话。方和这个大儿媳妇是原身已死的老秀才看中的，觉得这儿媳妇被他娘骂的都没什么脾气，和大儿子很像，嫁过来后肯定是个听话的。方家能结上这门亲事，自然高兴得很，竟然直接要了10两银子的聘金。老秀才也没跟原主说就付了，原主知道后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方和嫁过来后，原主直接将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这就算了。方家的人见老秀才这么好说话，女儿成亲不到1个月，又上门来借5两银子，还让老秀才给方家大儿子找份轻松月银又多的差事。原主当然不会同意，两家直接就撕破了脸。没想到方和怀上灵儿的时候，方家的人又上门来借银子，说要是方和生了男娃，那是魏家的大功臣。当时的老秀才已经病重了，想着要是能生下长孙也是喜事一件，便同意生了长孙就借这银子。哪知道方和生了个女儿，当天方氏就在产房外面骂了好久。这些记忆只是从满心的脑海里一闪而逝，也就这一闪的功夫，那男孩子方家的孙子一把夺过了灵儿手中的糖葫芦。人不能被别人倒出的垃圾给臭到。满心深呼吸了几次后，看着房门口一直沉默地站着的大儿子，听着屋内传来的抽泣声，闭闭眸，睁开眼时走到柴房门口，拿起一根手肘般粗的棍子，走到了大儿子面前，冷声道：打出去。什么？魏承宽早已习惯了这样被骂，娘这话一时反应不过来。满心这会被气得头顶都要冒烟，魏承宽竟然还一脸懵，骂道：什么情况你看不见吗？你是方和的男人，是他的主心骨，他被人欺负了，你就站着。亲家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让他打我？方老妇叉起腰来，吊眉一挑，眼角露出了刻薄相。我是来看我女儿的，你们竟然要把我打出去，你家还有没有理了？第48章，我们重新做母子。满心没理方氏，目光直视着大儿子躲闪的眼睛。这大儿子看着高高壮壮，心里却有些好些过不去的坎，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但至少
他希望他能抬起头，挺起胸膛，还是让他失望了？行，来个榜样的力量吧。下一刻，方老妇尖叫起来，满心拿着木棒就打了上去。我让你在我家狗叫，什么东西？敢到我面前来欺辱我儿媳妇？我让你乱叫！方老妇尖叫着跑，发生的太突然，除了尖叫还是尖叫，好不容易反应过来，开始大叫：杀人了！杀人了！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子。来，再喊！你喊一声，我就打一次，打到你服为止。满心卷起袖子，再一次提把上。魏承宽和小灵儿都看傻了，特别是魏承宽，娘极好面子，自是秀才夫人的身份向来端着，哪有像今天这种情况发生的？学着奶奶的气势，小灵儿一把夺过了男孩手中的糖葫芦，还狠狠推了他一下，护着糖葫芦道：这是我的，抢人东西，你真不要脸！男孩看到阿奶被打，自己又被推倒了，哇，大声哭起来。小灵儿愣愣地看着男孩哭，又望向威风凛凛的阿奶，瞬间清澈的大眼睛里满是崇拜的目光。原来阿奶会这么护着自己和娘亲，原来阿奶这么厉害，原来她也可以这么厉害。方氏老妇被结实打了3下，听到孙儿哭，心疼的赶紧抱起她来往外跑，着急间好一会才把门打开。满心心里的怒气消了一大半，冷看着方氏跑出去。门外还站着不少人在看好戏，每个人都惊呆地望着院子里手持棒子的魏蒙氏，要不是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他们都不敢相信这魏蒙氏还会打人。院子门再次被关上，满心丢了棒子，坐在一边平息气息。见灵儿将糖葫芦抢回来了，竖起大拇指，做得好。小灵儿羞涩的一笑，阿奶，我去看娘。满心点点头，目光落在了魏承宽身上。娘？魏承宽不敢看娘的目光，他知道自己让娘失望了。小时候，他只要说2弟3弟一句，娘就会狠狠骂他，甚至打他。生灵儿时，他也是帮过妻子的，那次娘骂他骂得很难听，他怕自己一开口又被娘骂，他也知道娘变了很多，但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他控制不住。以前都是我的错。魏承宽一愣，跑了几圈，打了几下，满心也挺累的，指了指旁边的位置，示意大儿子坐下。他知道他心里的病因，我知道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承宽，给娘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做母子，好不好？娘！魏承宽鼻子一酸，忙用手擦去突然掉下的眼泪。他一个大男人哭不像话。他来这里不过1个月，要一下子消除20年的阴影确实困难，还能怎么办呢？满心能想出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来过。承宽，能给娘这个机会吗？娘！魏承宽没忍住，跪在地上哭起来。满心想了想，哎，肉麻一下吧，将大儿子拥进了怀里，一手轻轻地在他宽厚的背上拍着，在线求如何治愈一个大男人缺爱的心灵。方和在他娘骂他时就已经起身躲在门口哭泣着，看到婆婆打娘时，他心里只有痛快。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心里的压抑没了，又听到婆婆说出以前都是我的错这种话，眼泪夺眶而出。第49章，来得不善啊！娘，别哭了，灵儿给你带回来了糖葫芦，你不是说一直想吃吗？小灵儿轻扯着娘的袖子。方和蹲下身看着女儿，眼泪一直没法停。娘，阿奶说喜欢灵儿，阿奶也会护着娘的。小灵儿嫩声说，她现在很喜欢阿奶，也相信阿奶。方和点点头，抱紧女儿软软的小身子。连着几日的大晴天，满心尽职的做着婆婆的角色，一家子的衣裳都由她在洗着，3餐和母女2人的照顾由大儿子负责。那天说了那些话后，一家人的气氛是前所未有的轻快。方和的一声婆婆，声音中的拘谨消失了，满心感觉得出来，大儿媳妇对她亲近了不少。魏承宽也在试着改变自己，最多的变化就是会问，而不是满心说什么听话的去做。满心很满意。小孙女的名字还没有取，等着魏承启月中旬时回来，交由他来取，毕竟全家就他最有学问。娘，我来扫地吧。方和从屋里出来时，看到婆婆在清理着院子。很快就好，你出来做什么？别被风吹着。月子期间那些糟粕，满心并不都赞同，这个时代有这样的要求，他也就遵守着。别人都觉得这样对产妇有帮助，你非得说没有帮助，定会被人说苛待产妇。娘，我恢复的挺好的。满心笑笑，那你就晒晒太阳，看着我做事。方和觉得婆婆脸上的轻快笑容能感染人，不禁也笑起来。此时，一名20多岁的男子气冲冲地走了进来，粗糙的脸庞，吊梢眉，一看到方和就大骂：方和，娘好心来看你，你竟然和你婆家一起打娘，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你卖了。大哥！看到男子，方和脸色一白，下意识地摸了摸曾经脱臼过的左手。你来做什么？方虎，方和的大哥，是个脾气暴躁的男子，满心看着男人身上那股子戾气，来者不善啊。原主不仅讨厌这个方虎，更是有些惧怕这个人。方虎的目光已经落在了满心的身上，走近他，以身高之势压着满心，用鼻孔哼了2声，正要说话，满心后退了2步，抬头淡淡的看着他道：
别靠得那么近，你这身高吓不住我。想说什么？方虎没想到方和的婆婆神情这般平淡，这聊天的语气怪怪的，明明那会见她时一脸害怕，粗声粗气道：“你们打了我娘，我要在你们魏家每个人身上都打回来。”方和神情紧张，他大哥是真的会打的。怎么办？让你打是不可能的，一次性把话说清楚，应该还有别的要求吧？真要打人，一开始就该直奔主题了。满心放下扫把，坐到了常坐的椅子上，指了指别一把主意，坐下说：“要喝茶吗？”方虎愣了下，他这么一副凶恶的模样，魏家的老婆娘竟然什么事情也没有，还问他要不要喝茶。想到娘的交代，恶声道：“不用了，不让我打也可以，赔个20两银子就行。”后面的方和倒抽了口冷气，气的声音都在颤抖。20两银子，林儿娘，你还在月子里，回屋去休息。满心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月子里生气对身子不好。第50章，一起清算了。婆婆这么说，方和只好先进去了。就算想要问别人拿钱，你一开口就要20两。满心看着院子门口处，一脸平静的道：“要是陈宽的爹还在，一家2个秀才倒是有这个实力。现在哪来那么多银子？”方虎将他娘的原话说来，一脸的蛮横：“怎么可能没银子？听说你给魏玲儿学绣活，都能每个月拿出1两来。你们不让他去学绣活，把银子直接给我。”满心再次看了眼门外，魏成宽也该回来做饭了，再不回来，他这暴脾气一上来，怕是要忍不住了。这方虎是脑子有坑吧？哪来的自信让他给他钱？他是1分钱也没可能给他，更别说是灵儿的学费。本已经走进屋里的方和冲了出来，他没想到自己亲生的大哥竟然把主意都得到灵儿身上来了。大哥，灵儿也是你的外甥女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不过就是个女娃，一个赔钱货。方虎一脸不耐，直接推开了方和：“你走开！”方和没防这一推，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这一推彻底让满心恼了，扶起方和，冷望着方虎道：“就算是个女娃，也是我魏家的女娃，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方虎，别说20两银子，就算是一个铜板，你也拿不走。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银子，我就把你家砸个稀巴烂。”方虎横起来，又欺进了满心，甚至还扬起了拳头。方虎，你在干什么？魏成宽的声音从门口处传来。方虎转身看魏成宽时，满心大喊道：“成宽，把他赶出去！他方才打了你媳妇儿，还要打娘！”魏成宽一听，气得手中拿起夏田用的锄头，直接就挥向了方虎。方虎吓了一跳，不敢相信一向沉默不发声的魏成宽还有勇气打他，这锄头打下来可不是开玩笑的，迅速的跑了出去。哪知道满心已一步将院子大门关住。“你们要干什么？”方虎一步步后退。魏成宽是第一次拿起锄头打人，之前是想都没有想过，谁能想到向来蛮横的方虎也会害怕，更没想到这感觉并不坏。“帮你去亭长那里讨个说法。”满心厉声道：“这次放了方虎回去，这种人必然是要报复的，那就一次性解决了。我又没做什么事。”一听去整个镇上最大的官那儿，方虎瞬间软了几分。满心直接把院子里的几条凳子踢翻，一脚踩上去，瞬间给踩坏了，笑得一脸恶劣的看着方虎：“这不是做了吗？你这是要诬陷我？”方虎急了：“诬陷？谁信？”满心冷笑几声：“是你们打我娘在先。”方虎气急，向来只有他欺负人，就算是去亭长那了，我也有我的理。我呸！那天我家院子里围满了人，每个人都看到你娘在我家里做了什么事情，我打她还是轻的。满心那天下手并不狠，方老妇身上估计连个印子都没有，就因为顾忌着大儿媳妇的心情，正好到亭长那里把那天的事也清算一下。第51章，这是传家凳子。妹妹，你可得帮着我。方虎见魏家老婆娘的表情不是闹着玩的，急了，叫着方和：“你是我们方家人，你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这恶婆婆这么对我吧？我是你亲哥。”方和被婆婆这一顿反转看得有些呆，听到方虎喊他，被气得差点眼泪出来。他是姓方，可娘和方虎又何时把他视为家人？见婆婆鼓励地望着自己，神情不再方才那般无助。“亲哥，亲哥会在我10岁那年故意扯断我的手吗？会不停地打我吗？会说出要卖了我这种话吗？你什么意思？你不想帮我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打死？你信不信我先把你打个半死？”满心阴沉下脸。方虎看了眼魏成宽手中的锄头，立马挤出笑容道：“灵儿阿奶，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两家可是亲家，我就是来开个玩笑的。”“是啊，我们是亲家，我也是开个玩笑的。”满心对着大儿子道：“看好他。”说着进了屋里，出来时多了张纸，丢到了方虎面前，把手印按了。“是什么？”方虎捡起纸来，上面写了一些字，他不识字。“你欠我20两的借条。”满心冷笑着：“你又没有给我银子，哪来的欠条？”方虎气的眼睛都瞪直了。
满心指了指损坏的几条凳子，这是我魏家的传家凳子，值个20两。方虎差点吐血。放心，只要你再不来闹事，这20两就不用你还。我数到3，你再不按手印，咱们就去庭长那儿。去就去，大不了被打个10几下，我皮厚肉糙。方虎扛道：10几下了事，我送你去庭长那儿干什么？等我那秀才儿子一回来，他定然会让庭长将你送至衙门，到时我还会带着乡亲们去衙门诉说你平日的霸行，不关上几年，绝不会让你出来。满心哪可能让他这么好过？看魏老婆娘的模样，像是动真格的了。方虎没想到自己会栽在这么一个老婆娘身上，怒极又毫无办法。我按，把手指咬破，直接按下了血印。满心拿过欠条，示意儿子放下锄头。魏承宽在娘把凳子踢坏时被吓了一跳，娘在拿出欠条时简直不敢相信还可以这样。方虎也乖乖的画押了。离开魏家时，方虎狠狠瞪了满心一眼，满心则扬了扬手中的欠条，回过身时拍了拍大儿子的肩膀：娘一直忍着气等着你回来救场呢，幸好你赶着回来了，要不然他也一时想不到什么法子。在娘心中他并不是那么没用。魏承宽心里头有些高兴，今天的他应该没有让娘失望吧。娘，我没脸见你。方和低着头，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和大哥感到羞愧。这不是你的错。看着儿媳妇脸上那丝苦笑，满心也在心里叹了口气。其实方和心里还是拎得清的，要是方才因为方虎那句我是你亲哥而向他求情，满心会无比的失望。人活在世上，能伤害到自己的除了亲人就是朋友，受伤太重还不知道反抗，任谁也帮不了你。第52章进步很大，不错。因着方虎的事，下午满心没让魏承宽下田，让他多陪陪方和。看得出来，魏承宽并没有多喜欢方和，要真喜欢的话，第一时间就该上前安慰了。而方和对这个丈夫也是失望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时代的婚姻都是这般将就着过。别的事，满心还能努力想下办法，情感上的他也无计可施。抱了几日孩子，魏承宽已经很上手，见妻子一直默默流泪，他不知道怎么安慰。想到那天娘对自己说的话，结结巴巴的开口：灵儿娘，我们重新做夫妻好不好？方和一怔，重新做夫妻。魏承宽一脸的不自在，还有些紧张。成亲至今4年，大女儿都3岁了，他和妻子说话的次数却不多。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丈夫竟然会说这种话。方和落泪，赶紧背过去拭干。我想重新开始，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说完，魏承宽松了口气。那天娘的一番话，他一个大男人默默地哭了很久，把从小到大的委屈怨恨都哭了出来。娘说了一句以前都是我的错，他就原谅了他。娘说给娘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做母子好不好？他心里的委屈翻腾不已，更像个孩子一般开心的不行。你是说真的？方和哽咽着问。当他知道要嫁给秀才的哥时，他以为可以逃离那个给他带来伤害的家了，满怀幻想。真的，就像娘和他一样，他也想和方和重新开始，他想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方和望着眼前这张真诚的面庞，眼泪模糊。他失望了4年，痛苦了4年，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魏承宽想到那天娘抱着自己的那种温暖，那份心里突然由来的幸福感，他放下孩子，走到妻子面前，紧紧地抱住了她。他想让妻子也感受到。方和身子一僵，颤抖的双手也缓缓地抱紧了丈夫，将脸埋进他的怀里，大哭起来。正从后院地里摘了菜出来的满心压了下，随即笑了笑，喃喃道：进步很大，不错。隔天，魏承启和魏承佑2兄弟回来，一回来就看到大嫂抱着小侄女在晒着太阳，大哥修着院子里的篱笆，娘在箩筐上挑着种子，很和谐的画面，但怎么看怎么的奇怪。以前的话，一定是大嫂背着侄女做这做那，一脸小心翼翼的模样，而娘舒服地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至于大哥，肯定是下田去了，太阳不下山，肯定不回来。是灵儿二叔和小叔回来了。方和看到了2个夫弟，忙起来把孩子放在一旁的摇床上，走过去接过他们手中的小包袱，包袱中放着半个月的脏衣。不用了，大嫂，我们自己来。魏承启看到娘眼睛扫了过来，赶紧道：他还记得上次把脏衣扔给大嫂时，娘大骂他的事。魏承佑见二哥这么说，也照着二哥这样说。娘还没有原谅他去学生意的事，他得表现得乖巧一点。2弟3弟回来了。魏承宽抬起头笑着打了招呼：大哥。大哥笑得这么开心。魏承启和魏承佑互望了眼，怪怪的。第53章眉眼还挺像。2兄弟终于觉得怪在哪里了。大嫂在休息，娘在挑种子干活，大哥没有下田。大嫂生了女孩，娘不生气。在大嫂生下小侄女时，娘就托了镇上的人到单城跟他们说，当时他们觉得娘肯定又要骂大嫂，没想到家里一团和气。二叔，小团团的大名还想让你来取呢。方和笑着说。小团团。魏承启看着摇篮中睡得正香的小侄女，
白白嫩嫩的模样与团团这名还挺相配的。这是我取的小名，好听吧？满心走了过来，从摇篮里抱起小孙女到魏成启的怀里。魏成启从没有抱过孩子，冷不丁的这一抱让他浑身不自在。眉眼还挺像。满心看着小孙女，又望了二儿子小儿子一眼，像吗？魏成启和魏成佑目光都落在小侄女身上，看这眉眼，看这下巴，你们大哥的模样可没这般秀气。满心笑道，还真是有些像。魏成佑忍不住伸出手戳了戳孩子的脸颊，又软又嫩，触感好极了。魏成启不喜欢孩子，小侄女再可爱也是个孩子，不过娘的话倒让他多看了小侄女一眼，眉眼与他和小弟确实有着4、5分相似。让我抱抱。小侄女这嫩嫩的手感让他很喜欢，魏成佑忍不住抱过来。成佑，你得横着抱，别抱太紧了。魏成宽走了过来，小女儿出生后都是由他在抱着，小弟是个没轻重的，见他抱小女儿，下意识的出口说了，说完他悄悄看了母亲一眼，不是让你别抱太紧吗？瞧把你侄女难受的。满心见小孙女被魏成佑抱的小脑袋瓜子都歪了，一脸难受的很。魏成佑看了大哥一眼，又看着他娘，娘和大哥竟然同时说他，虽然也没说什么话，但以往娘肯定不会让大哥说他。此时小团团哇的一声哭起来，方和见状忙抱过女儿安抚，娘、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方杏儿从外面走了进来，虽然一个个都喊了过去，姓目却只落在魏成启的身上。杏儿来了，这些天你爹娘一直帮着田里的活，我还想着哪天上门感谢他们呢。看到方杏儿，满心脸上笑意盈盈，都认了女儿，面上自然是要好着的，当然感谢的话也是实话。娘已经认了我做女儿，我们是一家人，哪用得着感谢。方杏儿走到满心身边，挽着他的胳膊热情地说，说完又刻意看向魏成启，娇声问，是不是二哥？魏成启脸色难看，他现在都不想见到方杏儿。娘认方杏儿做女儿的事，路上魏成佑已经知道了，这也太塞二哥的心了。方杏儿，娘就生了我们3兄弟，你应该叫干娘，再说你自个亲娘听着不膈应吗？方杏儿脸色一僵，娘都没说什么，娘为什么收你做干女儿，大家心知肚明。魏成佑冷哼了声，毫不客气的道，你赶紧走吧，别站在我家碍眼了。方杏儿没想到魏成佑这么不给他面子，心里气恼，面上却不露，装出一脸委屈的模样，看着满心，娘，您看小弟这话说的，自您认了我做女儿，女儿心里是真心把您当做娘一般的敬着。第54章行走的反面教材。满心拍了拍方杏儿，挽着她的手，淡淡笑道，别去听他瞎说，中午就在家里吃个午饭吧。好啊。方杏儿一听高兴的点头，还要留着吃午饭。魏成启和魏成佑的脸都青了，因着方和还在月子中，他做的饭菜并不好吃，下厨这事一直是魏成宽在做，今天方杏儿来了，自然不好意思干站着，接手了中午做饭的活。娘，这方杏儿在家里，您心里就没有疙瘩吗？魏成佑见娘一脸满意的看着灶房里的方杏儿干活，没疙瘩呀，有疙瘩的是你二哥。满心看了眼神情不快的二儿子一眼，没良心的笑了笑，娘，哪有做娘像您这样说自个儿子的？魏成启心里不是滋味，不知何时开始，娘不再像以前那般护着他，总把他的缺点给说出来，让他闹心的很。娘说你总好过让外人说你吧，要是没有方杏儿在边上崩打，这教训你也会忘得快。满心觉得这行走的反面教材挺好的，长记性。方和在边上抱着女儿点点头，婆母说的有道理，接触到二叔不悦的目光后，不像以往那样慌忙低下头，而是笑了笑。大嫂的胆好像变大了。魏成启纳闷的想，娘，您不会故意的吧？魏成佑道，故意把方杏儿收为女儿。成佑，你怎么说话呢？娘当时也是为了解决二弟这事。魏成宽修好了篱笆最后一处坏的地方走过来，满心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故意的地方，瞪了小儿子一眼，我为了你们的事操心操力，你倒好，还怀疑起娘来了。魏成佑看着大哥和娘这一说一搭的，莫名的有股了失落感，就像当初那媒婆说的，方杏儿确实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农家菜在他手中那么一炒，色香味俱全，要不是这性子，满心倒是挺满意他的。饭后，满心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块布料，让方杏儿带给他娘。方家父母这几日一直在田里帮忙，是谢礼。娘，您太客气了。方杏儿当然不肯收，你要是真把这里当一家子在走动，就拿回去。人情往来，哪怕是亲如一家，也是有来有去才显得温情。满心笑道，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你送我点东西，我自然也要回送一些，这才能暖住人心。方杏儿怔了下，低头看着手中的这匹棉布，轻道了句谢谢。另一边，魏成又轻扯了二哥的袖子，轻声道，二哥，自娘说爹给他托了梦后，性子大变，变得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方才大哥那样说我，娘都没骂他。大哥说你什么了？魏成启没注意，我没抱对小侄女，
还有我说娘故意把方杏儿收为女儿的事，这种小事你也爱计较？不是，这种事在以前好吧？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一件小事，他在计较。魏成又想了想，又觉得他没计较，以前也是这种小事，娘会护着他。魏成启当然能感觉出来娘的变化，不过如果不是爹的托梦，娘那天就不会来小树林里接他，也幸好娘来了，要不然他就被方杏儿算计了。至于收方杏儿为女儿的事，完全也是为了他的名声。因着心里头有这样的庆幸，魏成启觉得娘这样的变化也挺好，反正都在为他着想。第55章，那就分家吧。照往常一样，两个儿子回来，原身都是要问一下学习的情况的。满心问了二儿子魏成启在书院的事，至于旁边的小儿子魏成佑，他连看也没看一眼。魏成佑那股子失落感更强了，看到在旁哄着小侄女的大哥，问道：“大哥，你怎么还不去田里干活？”已经干完了，前阵子家里雇了3名短工，又有杏儿妹子爹娘在帮着忙，很快就做完了。魏成宽道：“接下来做的都是一些碎事，并不着急。”还请了短工？魏成佑看着正和二哥说着话的娘，心里不是滋味。二哥一直是娘的心头肉，大哥从小不受娘待见，现在被娘看中了，而他反倒是被排斥在外。灵儿呢？怎么没瞧见？魏成佑故意调高了声音，以吸引娘的注意。娘送灵儿去学绣活了。方和高兴地说，见小女儿嘴巴吧唧吧唧的，应该是饿了，从丈夫怀中接过，抱到屋里喂奶去。魏成佑惊得嘴巴圆了一圈，就连和满心在说话的魏成启都愣了下，问了句：“娘送灵儿去学绣活了？”“是啊，等灵儿学成归来，以后咱们一家子的衣裳都交给她了。”满心笑着说：“明天是去接灵儿回来的日子，学绣活的1、2个月呢，娘，您舍得？”魏成佑不敢置信的道：“娘一向不喜欢灵儿，还嫌弃灵儿是个女娃。灵儿是去学手艺，又不是去乱花钱，当然舍得。”满心看着这个小儿子有些头疼。魏成宽和魏成启未来的路子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只有魏成佑还在老路上。想到这孩子会成为魏家第1位公公，哎，娘跟自己说话竟然还拧着眉。魏成佑这心里觉得委屈极了，他不过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还被嫌弃吗？故意冷哼着声道：“一个女娃而已，花这么多银子做什么？就算学出来以后也要嫁人，还不是便宜了外人。”魏成启虽然惊讶娘的决定，对于灵儿去学绣活的事倒没什么想法，不过说到银子，他2个月后要上京科考，其中的盘缠，上京之后的开销都是一笔大的，不知道娘准备好了没有？要是没有，其他人的开销能省自然是省着些好。魏成宽听到小弟这么说，大女儿很想争辩几句，可脑海里实在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一时急得不得了。“你先把自个管好了再说，别的事不用你管。”满心冷下了脸，什么叫便宜了外人？灵儿要是有了一门手艺，一生都将改变，我怎么就不能管了？那是爹留下的银子，我们还没有分家，那银子里也有我一份，我当然能管。魏成佑理直气壮的道：“那就分家吧。”满心被气笑了：“我把属于你那份的银子给你，你马上滚出这个家。”魏成佑傻眼，他不过也就是这么一说，娘竟然让他分家，心里越发的委屈，不就因为他不爱读书，只想学做生意吗？所以娘就不喜欢他了。魏成宽和魏成启见娘生气了，识趣的不开口。“好，你说的，我走。”魏成佑被气得脑热，站起来就跑出了家里。小弟，魏成宽要去追，被满心叫住：“不许追，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横。”满心觉得莫名其妙，他没说他什么吧？第56章，我对生活情深意重。到晚饭前，魏成佑都没有回来。魏成启看了一下午的书出来时，看到娘在洗着菜，大哥在边上说着：“娘，要不我去找找小弟。”“找他做什么？这么大的人了，不知道自己回来吗？”气归气，满心想过中午的事，心里大约知道小儿子发脾气的原因，是觉得他这个娘对他失去了往日的宠爱。这少年郎玻璃心起来也够脆弱的。满心将洗好的菜交给大儿子，看到二儿子也从房里出来了，冷着脸道：“都不许去找他，让他自己回来。”原身的记忆里，这小子受了委屈就会跑出去，为此原身找过他好几次，都是原身先服了软。满心不会这般惯着他，他委屈，他不累，又不是真的亲娘，也没感情基础，做不来那一套。魏成宽接了菜进灶房做饭去了，魏成启继续回屋看书。满心看了魏成启房门一眼，心塞。先前魏成启和魏成佑跟着大儿子去下田，对于老大的辛苦，谁也没说一句。现在3儿子出走，这老二也并不关心，倒是老大说过要不要去找，还以为老二和老三之间的关系要好一些，看来也没有。这一顿晚饭吃得有些闷，没人说话，安静的吃完，各做各的事。古人起得早，睡得也早，一是为了省油灯的钱，二是一大早起来好做事。满心走出寝屋时，老大房里已经熄了灯，新出生的小孙女只有饿时会哭得很响亮，其余时间都是在睡，好养得很，老大夫妻也安心。老二房里灯还亮着，魏成启对于读书是真的上心，
从不见懈怠，所以上市能考进前几名，殿试被点状元。满心深呼了一口气，压着脾气，耐着性子走出院子，站在门口看着左右小路。对，他等小儿子回来。要是放任之，他担心事情会恶化，到时没完没了。夜色已经很深，7月的夜还有一丝凉意。满心裹紧外衣，在门口慢慢的踱着步，已经睡意朦胧，时不时打个哈欠，又不忘看看小路上是否有着来人。直到走得腿酸了，路上别说人影，连点声音也没有。极限了，在无数脏话要飙出时，满心闭目深吸了口气，默默念了几句我心胸宽大，我对生活情深意重后，蹲下身继续等。也在此时，魏承佑的声音传来：娘。满心瞬间有种想狠扁小儿子的冲动，然心里更多的是松了口气，任心里在咬牙切齿，说出的话不得不带着些的温情。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娘会担心，赶紧进屋睡觉吧。娘还会担心我？魏承佑一脸的委屈。哎，他想睡觉啊。满心耐着性子温声说：当然了，你可是我喜爱的小儿子，我没觉得娘担心我，也不觉得娘喜爱我，娘把对我的关心都给了大哥。满心14岁的少年还没发育，是不是应该叫孩子？14岁的小孩子争宠简直头疼。想了想说：你中午跑出去的时候，你大哥想来追你，被我喝止了。吃晚饭前，你大哥想来找你，也被我制止了。魏承佑微怔了下。第57章，吃醋的小子。满心累了，拉着儿子坐在门口的那块石头上，索性就好好聊聊吧。你大哥一直在关心着你，你和程启不在的时间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你大哥大嫂在操持。这些年，娘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了你和你二哥，对你大哥只有骂和冷眼。明明他也是我怀胎10月亲生的孩子，娘就算要关心大哥，也不该把我那份给分去。魏承佑不满地说：娘疼了你10多年，哪那么容易把关心分走？满心好笑地看着这吃醋的小子。因为我没听娘的话去跟王老爷学做生意，娘心里对我不满。哪有什么不满，重点他是担心魏承佑跟着王浩变坏不说，还被算计了。等等，你说什么？你跟着王老爷学做生意，不是和王浩表面上读着书，私底下则是黑吃黑吗？那是以前娘跟我讲了那个淳于髡的故事，我回了王家就拒绝了王公子要我做的那些事，把自己的想法坦白的跟王老爷说了，不想做陪读，想跟着王老爷学做生意。魏承佑道。满心讶异的看着小儿子。娘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朋友选好了就跟淳于髡一样，身边都是有识之人，选得不好，人生将会很糟糕。那天娘既然不反对他做生意，他自然也是把娘的话记在了心里。这大出满心意料之外。娘，王老爷是正经的生意人，他的生意虽不是咱们单城数1数2的大，但儿子在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肯定比一般铺子里的多，认识的人也不一样。魏承佑在王家陪读这1年，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生意人，有的还是京城来的。这点满心比谁都清楚，毕竟是县城，和小村小镇的肯定不同。他只是没想到小儿子会这样去跟王老爷说。王老爷同意了。同意了，我现在就在王家的粮食铺子里跟掌柜学算账呢。王老爷说了，只要我好好干，以后还会委我以重任。魏承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王公子愿意放过你。满心还记得他去带回承佑那次，王公子直接追了出来。他要是不肯放过我，我就把他的事都告诉王老爷。魏承佑冷哼一声，他虽然年龄小一点，又不傻，虽然还是王家，至少不是和王浩同流合污。满心稍微有点欣慰。你做得很好，娘不生我气了。娘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就算被气个半死，话还是要说的大度点的。满心赶紧换上慈爱的脸，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担心，怕儿子被人影响而学坏了，怕儿子被骗了还帮着人家数钱，怕儿子走上歧途，担心这担心那的。现在娘了解了你的想法，就知道我的小儿子心里有数着呢。娘这么关心着自己，魏承佑心里暖暖的，嘿嘿一笑，先前的委屈阴郁一扫而光。趁着这个机会，满心赶紧道：以后啊，不管你做什么事都跟娘说说，好让娘心里放心，那样不管你做什么事，娘都会支持你。真的？魏承佑眼睛一亮。满心点点头，突然想到一件事。对了，娘交给你一个任务。第58章，塑造一下形象。什么任务？既然你想做生意，那你去观察观察，现在做什么小本生意能赚回一些银子。娘问这个做什么？魏承佑好奇的道。娘也想做点生意赚点银子，那几亩田的盈利，你爹留下的余银，朝廷每年给你二哥的贴补也就这么一些，万一有个天灾人祸的，一下子就没有了。钱生钱，利生利，才能得到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啊。满心道。娘，您真的要做小生意？您以前最看不起做生意的人了。魏承佑不敢置信，娘和那个秀才爹一样，心里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的事还好说，就是做生意是绝对入不了他们的眼的，要不然他也不用瞒得这么辛苦。人活着都要改变。
满心觉得应该给自己塑造一个形象，一个改变的理由。你和你二哥都是有出息的，你二哥要是中个进士，运气好的话，直接就能当官，到时有很多地方要花银子。你要学做生意，以后自己出来做事，也要有银子投入啊。魏成又没想到娘想得这么远了。还有你大哥，你们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有他在支撑着这个家，才让你们无后顾之忧。你们可以不记他的好，我这个做娘的不能，我得帮着他成长，要不然你和你二哥出息了，他还在原地踏步，你们会瞧不起他。娘，我一定不忘记大哥的好。魏成佑赶紧说，这句话此时此刻我信，以后怎么变化又有谁能知道？保持初心可不容易啊。满心笑看着他，魏成佑脸一红，幸好是在夜里。还有灵儿、小团子，我也想让他们学个一技之长。更远的说，只有他们自己足够优秀了，才能找到更优秀的夫婿。一是为了他们自己，二呢，夫家优秀，对你们三兄弟也有助力。娘，灵儿才3岁，小团子刚出生，这也想得太远了。不是你说的吗？一个女娃而已，花这么多银子做什么？就算学出来以后也要嫁人，还不是便宜了外人？为了不便宜外人，我得想着法子把这外人变得对魏家有用啊。满心没好气的道。魏成佑脸再次红了，娘，那是我的气话，气话也好，真话也好，这种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的想法，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想法。大时代下如此，满心不会去硬磕，而是和蔼地说，娘知道，那毕竟是你的亲侄女，你也是想着灵儿好的。娘想说的是，到处都要用银子，而这银子得想着办法去赚，不是只想着从家里省，省又能省多少呢？赚的方法也就只有做生意这一途了。魏成佑点点头，娘说的对，我回了城就去完成娘给的任务。看着小儿子认真的面庞，满心知道他是听进去了，不枉他说的口干舌燥的。母子俩人进了院子，因着魏成佑没用晚饭，满心只得忍着困意给他做了碗面，随后打着哈欠才进屋睡觉，真是困死他了。关门时看到二儿子屋里的灯熄灭了，这魏成启读书是真的用功啊。第59章，孩子般手舞足蹈。隔天，满心的生理时钟让他准时的醒来，哪怕昨晚睡得晚。推门出去，清晨的淡淡凉意让人极度舒适。娘，您起来了。魏成宽正搭着挂衣裳的竹竿，脚边的木盆里放着已经洗好的衣裳。满心说过衣裳他会洗，大儿子偏要把活给干了，虽想帮着分担，但不用干活，满心心里还是高兴的。反正大儿子现在也不忙，就心安理得了。抬眼看到方和在灶房里忙进忙出的，道：梨儿娘怎么起来干活了？离满月还有10天呢。小团子不磨人，这些日子阿和休息得很好，他说再闲下去身子反倒不舒服了。魏成宽憨厚地笑着，阿和叫得这么亲热啊，两夫妻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满心很是满意。正好方和拿着篮子出来去自留地拿菜，娘，您起来了。满心轻嗯了声，对大儿媳妇道：就算身子恢复得好，也不要碰冷水，拿重物，知道吗？知道了，娘。如此被关心着，方和心里暖暖的。满心打了井水上来刷牙洗脸，等会要去接小玲儿。娘，大哥。魏成启起床出来，起来了，今天你大嫂做了你和三弟最喜欢吃的肉包子。魏成宽笑呵呵地说。魏成启看了娘一眼，道：辛苦大嫂了。余光见到娘一脸满意的模样，从上次娘让他衣裳自个洗开始，他就意识到娘并非真要他自个洗衣裳，而是让他说些感谢的话，他自然会如娘的意，尽管觉得多此一举。毕竟朝廷给他的补贴一家人都在用，自然是要先以他为主。等到大家的早饭快吃好了，魏成佑才起床，匆匆梳洗就来到了灶房里。哇，好香，是我最喜欢吃的肉包子。小叔子，给你热着呢。方和将包子拿了出来，又放了些配菜。魏成佑咬了一大口，好吃，大嫂做的包子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方和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特别是方才丈夫悄悄跟她说，灵儿二叔还说她辛苦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满心看着这3个儿子，论外在相貌都是过得去的，特别是老二老三，继承了他们秀才爹的俊模样，表面看着也是属于让人夸赞的，但他能肯定，要是原主死了，他也没有穿过来，这3兄弟之间肯定是3条心，那隔阂说不定比地壳裂缝都大。他就想自己过得顺畅点，偏偏管不好这几个儿子，顺畅不了。娘，您今天不是要去接灵儿吗？我跟你一起去。魏成佑边吃着包子边说。好。满心点点头。娘，大哥，大嫂，小团团的大名以童字如何？魏成启放下了碗筷问。魏童儿。挺好的，你们说呢？满心看着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好听。两夫妻高兴得很，孩子二叔取的名字哪有不好听的。用过饭，魏成启继续进屋读书，满心和小儿子去镇上接灵儿。自昨晚母子俩人聊天之后，一路上魏成佑对满心说着自己的想法，
讲到激动的地方，孩子般的手舞足蹈，满心失笑，看得出来这儿子确实很热衷于生意。第60章，这不就是中间商吗？很快到了镇里，娘，咱们镇上最好卖的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用品，不过这些生意太多人做，赚不了多少钱，还辛苦。看着热闹的街道，魏成又道。满心点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要去发现一些有用但还没多少人卖的东西。魏成又一脸神秘地说，娘说的这个可遇不可求，不过有一条路，儿子觉得可以试试。快说。满心来了兴趣。这几日大悦城来了几位老爷和王老爷谈着生意，那几位老爷开着各种铺子，我觉得咱们可以帮着他们卖东西，然后中间抽一些小利。魏成又嘿嘿一笑说，娘，只要有人买，咱们就去拿货，没人买就不拿货，这样既不用赔本也不怕亏损，这不就是中间商吗？搞个样品给人看就行，看中了下单，赚取中间的一些薄利，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法子呢？满心欣赏地看着小儿子，这个办法不错呀。那是当然，我可想了一个晚上。再说您儿子我跟他们下面的人关系都不错，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善城拿货也方便。满心点点头，粗粗想着这个办法可行，也是最适合当下的，回家再细细琢磨一下。是灵儿。魏成又眼尖地看到了已经在红秀坊门口等着的侄女，心情高兴，看到侄女也觉得格外亲切，跑过去接她。阿奶。灵儿看到了阿奶，小身子高兴地跳起来，飞快地跑过来，半路看到自个小叔张开双臂来抱她，一脸的为难，犹豫了下后越过她跑向满心。魏成又，灵儿，我的小灵儿，可把奶奶想的。满心抱起孙女，左右脸颊都亲了下。小灵儿笑得开心不已，阿奶，灵儿也想你了。那你想小叔没？魏成又不是滋味的走过来。小灵儿有些为难，支支吾吾的，最后勉为其难的轻轻说道，想。灵儿，不要勉强自己，你要是不想小叔，那就说不想，让他自个反省，咱们灵儿为什么不想他。满心摸摸孙女软软的头发，慈爱的说。有阿奶在身边，灵儿壮起胆子说，我不想小叔。娘，哪有你这样教小孩的？魏成又不满的道。满心看到绣房的钱管事出来了，没理小儿子，笑着迎了上去，问灵儿的学习。灵儿是个刻苦的孩子，钱管事对这个学徒很满意，才3岁的年纪，别的孩子还是个娃，灵儿一针一线学得极为认真，在这个孩子身上没有时间是浪费的。作为奖励，满心又给灵儿买了一串糖葫芦，不过这一次魏成又抢着付银子，在侄女面前刷一下存在感，还给自己也买了串。阿奶，您先吃一颗。灵儿将糖葫芦递到了满心的嘴边，这孩子和他是越发的亲近了。满心不喜欢吃甜的，还是咬了一口，真好吃。你是大姐？一道略带着怀疑的声音在边上响起。满心转身看到了一名30左右的妇人，妇人比他矮小半个头，脸颊微宽，衣上是体面的棉质，样式不像是善成的，这回正有些激动地看着他。第61章，20多年不见了。大姐，是我呀。妇人握着满心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满心在原深久远的记忆里翻出了与这张面庞相似的人儿，原主的小妹。20几年前，他的姨弟姨妹都被他的姨娘带去了善城，一开始来过2、3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你是翠叔？满心打量他，原主和小妹相差了5岁，蒙翠叔应该是30岁，保养得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了4、5岁。真的是大姐？蒙翠叔无比激动，他这几年其实很想念这位从小就对他极好的姐姐。大姐，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满心笑笑，忍着推开他的冲动，就算是亲妹妹，也有20多年没见了，不太习惯这般亲昵。咱们也有20多年没见了，你离开时还不到我腰高呢。眼力倒是好，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是啊，大姐，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挺好的。你呢？我也挺好的。蒙翠叔吸吸鼻子，看到旁边的魏成佑和灵儿时，问道：他们是？这是我小儿子，叫魏成佑，这是我孙女叫灵儿。成佑，这是你姨娘，灵儿啊，你应该叫她一声姨婆。满心介绍着。两人都叫了，一大一小好奇地看着这位姨娘婆。魏成佑知道娘还有亲人，就是从没有见过，而且娘的反应也太平淡了吧，不像久别重逢的样子。翠叔，后面有人叫。二哥，是大姐。蒙翠叔对喊他的男人激动的道：我见到大姐了。那男人正将手中的马车交给客栈的店小二，听到妹妹这话看了过来。男人和蒙翠叔长得挺像，脸颊宽实，浓眉，本本分分的模样，穿着也不错，有些胖。他看到满心的时候愣了愣。男人是原主的二弟，叫蒙子平，相差了2岁。小时候原主是很疼爱这一弟一妹的，他们被原主姨娘带走后，原主非常的想念，可再多的想念在岁月的蹉跎下也消散了。大姐。蒙子平走了过来，神情不若蒙翠叔那般激动，反倒透着几分不安。你们怎么回来了？满心觉得
没必要装出多么激动想念的样子，毕竟20年了，他们从没有回来过。记忆中的分别时还是少年和孩童，转眼间都是爷奶级别了。原主一直以为这辈子他们都不会再见。这些年我们都没有来祭拜过爹娘，再有几天就是爹的忌日，想回来祭拜下。蒙翠书道：是哦，还有这么一件事来着，如果不是碰到这一弟一妹，满心倒还想不起。大姐，姨娘就在茶楼里，我们带你去见见姨娘吧。蒙翠书高兴地说。一旁的蒙子平悄悄地拉了妹妹一下，姨娘不喜欢大姐，怎么会想见她呢？蒙子平的小动作满心看在眼里，淡淡一笑，不了，我家里还有事。说着牵起灵儿的小手要走。大姐，蒙翠书拉住了满心，一脸期待地问道：你有想我们吗？这话问得有些好笑。满心想了想，淡淡一笑，说：你们刚走那会，我每天都在想你们，让十字先生读你们的来信是我最快乐的时间。后来没有你们的信了，我盼了1年、2年、5年、8年，渐渐的不再想了。这是原主的心声，既然问了，他就替原主说吧。第62章，有缘咱们再聊。蒙翠书一阵哽咽，原来大姐是这么盼着他和二哥的来信。蒙子平一时有些难过的低下头。子平、翠书，你们在做什么呢？一名老妇从茶楼里走了出来，两鬓有不少发白，鼻旁2条法令纹让她抿紧的唇看起来带着几分严苛，一身的衣裳是绸料，身后还跟着一名规规矩矩的婢女。尽管20多年没见，满心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原主的姨娘，实乃原主对这姨娘怨念太深，从小不待见她就算了，爹娘死后将一弟一妹带去了大悦城过好日子，独将她留在了乡下自生自灭。自然原主愤愤，满心情绪不受多少影响，最多就是觉得这个姨娘有些过分。不过原主对自己3个亲生的孩子都有亲疏，更别说是姨娘了。老妇看到满心时神情平静，娇镇这么小会遇见也不稀奇，只是没想到第一天到就遇见了。20多年过去，他还以为就算见着了也会看见一个满是沧桑被生活折磨着的老妇人，没想到精神状态会这般好，青丝不见一根银发，脸上细纹几乎看不出来，肌肤还颇为白嫩。大姐，她是姨娘啊，你不认识了？翠叔见大姐神情平淡，嘴角礼貌的噙着浅笑，就是不唤一声姨娘，第一眼就认出来了。不过姨娘向来讨厌我，招呼打与不打也没差别。满心笑笑，没再看着姨娘与弟弟蒙子平，只对自己还有着几分亲情的妹妹说：我先回家了，有缘了咱们再聊。说完带着灵儿和小儿子离开。大姐蒙翠叔愣住，她虽忘了大姐姐是何性子，但也不该是这样的吧？20多年未见，倒是长进了。老妇人对着满心离去的背影冷冷一笑，目光威严地扫过蒙子平2兄妹，以后见着了不用搭理。2兄妹可以说是这位姨娘带大的，从小对他们都极为严格，因此2人怕她不敢违逆，点点头。进茶馆吃点点心吧。老妇人说完转身进茶馆。蒙翠叔有些不舍得望了眼大姐远去的身影，他不明白为什么姨娘不喜欢大姐，但二哥是知道的，可不管他怎么说，二哥就是不告诉他。另一边出了镇，走在乡间田道上的满心听着孙女说着绣房的事，听得乐呵得很。灵儿的变化太大了，才不到2个月呢，那个如不敢说话的孩子已不见了踪影，活泼的一面展现了出来，那小胳膊小腿，脆脆的声音，怎么看怎么的喜人。娘，您跟我说说姨婆的事呗。魏成又真是好奇死了，他娘的姨娘，血缘上那么亲的亲人，怎么就一副不待见他娘的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你娘并不好。满心道，停下脚步对着儿子说：灵儿走累了，你背她走。魏成又蹲到了小侄女面前，灵儿上来。灵儿看了看阿奶，见阿奶笑眯眯的对自己点点头，才扑到了小叔的背上。14岁还没有发育的孩子背一个3岁的孩子，还是挺轻松的。魏成又对娘给出的答案不满意，又问娘，为什么姨婆这么不喜欢你？第63章，没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很小的时候问过她。满心回忆原身10几岁时的情况。姨婆怎么说？她只是冷冷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有时候喜欢一个人没有理由，讨厌一个人自然也不需要什么理由。满心笑笑，这姨婆可真过分，娘那时肯定很难受。确实有些难受，毕竟是很亲的姨娘。不过原主的父母待她是不错的，原主最多也就是见到这位姨娘时难受一下。满心笑看着她，现在没什么感觉，娘有你们，还有灵儿和团团，就是娘有我们。魏成佑现在很喜欢看娘淡淡又满是温情的笑容，让他觉得生活很美好。以前的娘他也喜欢，不过娘就是娘，总觉得有些事是不能跟娘说的。现在娘变了很多，而且很讲得来，能商量事情的那种讲得来。3人到家的时候，方和正在打扫着院子。阿娘，我回来了。灵儿喊道。方和看去，见大女儿竟然是小叔背着回来的，忙道：你这孩子怎么能让小叔背呢？快下来。大嫂，
没事，我喜欢背着灵儿。说着，魏成又背着灵儿原地飞快地转了几圈。灵儿紧紧抱住小叔的脖子，笑得脆生生，乐得很。方和没想到小叔只是去接了趟女儿，两人就这般熟稔了，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高兴。要是以前的话，灵儿躲着还来不及。从小叔背上下来，灵儿就跑进屋去看妹妹。程宽呢？满心没见着大儿子，他去割草了。方和道：娘，我今天在村头的老董家买了条大鱼，中午咱们做醋溜鱼，怎么样？好啊，这个好吃。说到吃的，满心眼睛都放光了。魏成佑把院子里的2条椅子放在背对着阳光的地方。娘，咱们赶紧来聊聊生意的事儿。做中间商这事确实要好好捋捋，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卖的。满心坐了下来，和小儿子开始盘算起来。魏成宽割好草回来时，看到的就是娘和小弟有说有笑的样子。明明昨晚小弟还和娘置气呢。方和的醋溜鱼做得极好，酸得恰到好处，又带着点微甜，鱼肉又滑又嫩，满满一大盘上来，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很快就吃去了一半。趁着大家吃得尽兴，满心把做生意的事说来。除了魏成佑，其余人都惊讶地看着他。满心又把早上说给魏成佑的说辞说给大家听，说到魏成启日后要是考中了进士打交道的费用，灵儿的学费，一家人的吃喝用度，总之把所有人的切身得意都说出来。魏成宽夫妻没有意见，对他们来说，这事只要娘同意就好。娘，2个月后我就要上越城赶考，到时会有一大笔花销，您准备好了吗？这是魏成启所关心的。你的事是最打紧的，早就准备好了。满心道：这点分寸他怎么可能没有？做生意的银子是另外的。魏成启不再多说什么，只要不影响他就好。虽说只是中间赚点利润，铺子还是得有的。我想了想，咱们去镇上租个小一点的铺子，普通铺子的1/3就行，里面放几件样品。这是满心和小儿子商量的结果，自然一家人都没什么意见。第64章，在大户人家做事。对了娘，3日后是外祖的忌日，到时我回来和您一起去山上祭拜。魏成佑道：你既然在好好学做生意，那便好好学。以往每年原主为了不影响2个儿子的学习，都是自己和魏成宽夫妻去的，没让学习的2个儿子去，这点满心和原主的想法一样。我看那姨婆不太好对付，您得吃亏，我要去了，能给您壮胆。魏成佑嘿嘿笑说：哪位姨婆？魏成宽问。见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自己，满心道：就是你们外祖母的妹妹，我的姨娘。我知道这位姨婆，就是从没见过。魏成宽道：小时候听爹娘说起过。大哥，我们在路上碰到姨婆了。魏成佑将当时的情况说了遍。那位小姨对咱们娘还挺有感情的，舅舅和姨婆都挺冷淡。听说姨婆在越城的大户人家做事。魏成启突然问道：娘，您知道是越城哪位大户人家吗？记不得了。满心想了想，原主姨娘一身的打扮和举止，要是在大户人家做事，应该也是有分量的那种，就不知道这把年纪是不是出来了。魏成启没再问什么。不用你陪我去壮胆，我都这年纪了，他再说什么也影响不了我。满心对着小儿子道：你事情多着，这几天得列好清单，我也去看看铺子。好。饭后，魏成启和魏成佑就要回单城。方和早已将2位叔子的干净衣裳准备好，还给他们在包袱里放几个充饥用的包子。今天正好是老罗的牛车去单城的日子，满心送着2个儿子到村外时，熟悉的声音传来：娘、二哥、小弟，是方信儿。看到方信儿，魏成启脸色就不好，明显不想看到他。方信儿倒是很高兴，双眸在见到魏成启时晶亮得很，因跑过来有些喘，将2个小布包分别交到了魏成启和魏启佑的怀里。二哥、小弟，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做的鞋子。魏成佑不喜欢这个方信儿，没想到他也给自己做了鞋子，这脸就拉不下来了。你怎么知道我鞋长度？我1年不知道要做多少鞋子，一看就知道你脚多长。方信儿很是自豪的道，不过在对上魏成启那冷漠的面庞时，眼底还是划过一道受伤的情绪。满心在心里叹了口气，这村里没有比魏成启更优秀的男儿了，这干女儿要放下这段感情还有点路要走。送走了2个儿子，满心和方信儿慢慢的往回走。娘，我娘说谢谢您送的那块布，她很喜欢。喜欢就好，我娘让我去舅舅家住个几天。方信儿低着头说，舅舅想给我说亲。满心有些意外，方信儿跟他说这个，便道：这是好事啊，这样您就可以放心了，是吧？方信儿低低说完，快步先走了。看着小姑娘消失的背影，满心讶异于这个小姑娘心思的敏感。他知道他对她一直有些膈应，也防着她。这个能干的小姑娘和记忆中上世那个联合原主把整个魏家做死的小姑娘，如同2个人啊。要是没有上世那些记忆，满心觉得自己会喜欢她。第65章，和大姐眉眼相向。满心回到家时，正好看到小玲儿拿着一条小凳子从大儿媳妇房里出来，另一小手上还拎着一个针线篮子，将这些都放在院子里后，
又回屋去拿了几件衣裳过来，随后小身子坐在凳子上，翻找着衣裳破了的地方，开始穿针引线，动作一气呵成，连个停顿也没有。小胳膊小腿做着这种事，又萌又可爱，满心看的心都要化了。别人家的孩子还在撒娇，他们家的灵儿已经能帮大人的忙了。魏承宽从灶房出来时，看到娘站在门口，便问娘：“二弟三弟上牛车了吗？”上了，这回应该快到镇子。见大儿子手中拿着篮子，满心问道：“你去哪啊？”“我去万婆婆家买些去看望外祖的祭品。每年这些都是灵儿娘在买，这回她正喂着小女儿奶，魏承宽就自己去买。”满心点点头：“阿奶，您回来了。”灵儿抬头朝着阿奶甜甜一笑。灵儿可真厉害，去了绣房不到1个月，回家就能学以致用了。满心走到小孙女身边，看着她走线极稳，夸赞道：“等灵儿会绣漂亮的花了，就给阿奶在衣上绣一朵。”“好，真乖。”满心满是宠溺的捏捏她的脸儿。去山上祭祀的日子转眼便到，以往是魏承宽和方和也一起去，现在方和还在月子里，就没让他去。周围几个村子的人死后都是葬在金湾山和独秀山一带，山头都不高，200-300米的样子，山上虽没阶梯，有人踩出的路并不难走。一路而上，周围有着不少的坟堆，都是个土包子，再加块木牌匾就成了。原主父母的坟也如是，不过坟前很是宽阔，周围用石头堆砌着，挺整洁的。既然占了原主的身体，满心自然也会尽孝，和大儿子一起将坟上冒出的青草给拔了，让魏承宽再去刨些干净的泥来盖在坟堆上。从篮子里将买的一些水果拿出来供上。正当他要点香时，蒙翠叔的声音在后面响起：“大姐。”他们走过来的那条路上，蒙翠叔、蒙子平以及原主的姨娘正走来。翠叔，满心算是打了招呼，料到会碰上，毕竟上坟都是在早上。原主姨娘见满心别说招呼，连个眼神也没给他，面色不悦。与这大外甥女之间，向来都是他不喜他，一直讨他好的人，这会竟无视他。他心中有怒气。蒙子平和见面的那天一样，微低着头，什么也没说。魏承宽第一次见到娘的至亲，但见娘并不是特别的热络，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这位是……蒙翠叔看到了魏承宽，这是我大儿子魏承宽。难怪和大姐的眉眼有些像。想到那天大姐说的小儿子魏承佑，蒙翠叔问道：“大姐生了几个孩子？”“3个。”满心简单的道，没多说其他，将点燃的香给了大儿子3支，轻道：“拜一拜。”魏承宽一边拜一边讶于那句难怪和大姐的眉眼有些像，从没有人说过他和娘长得像的话。在他们家中，爹和2弟3弟都是清秀型的，娘长得也漂亮，而他偏高也偏壮。第66章，不用多管闲事，简直不孝。原主的姨娘老妇陆氏冷哼了声道：“自个爹的忌日生了3儿子，竟然只带了1个儿子，连丈夫都没来，像话吗？”“姨婆，我爹在3年前就因病逝世了。”就像小弟所说的那样，这个姨婆确实有些不太好对付，还有这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也让魏承宽心中不喜。只有蒙翠叔脸上露出了伤感的神情，蒙子平微低着头，什么也没说。“那也该让你的儿子们都过来上香，那是他们的外祖，不是外人。”陆氏极为看不惯满心这不受他影响的平淡表情，他就该像以前那样在他面前难受着。“我2弟、3弟他们。”魏承宽想做出解释，就听得娘道：“承宽，去看看周围有没有柏树苗，有的话弄2株来，这一块种上。”指了指坟前空的地方。魏承宽看了那个有些盛气凌人的姨婆一眼，担心自己这一走，娘会被欺负。“去吧，做好自己的事就行，我在这儿等你。”满心见大儿子脚步迈不开，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娘都这样说了，魏承宽只好去找柏树苗。陆氏脸色一变，做好自己的事就好，这不是在说他多管闲事吗？“大姐，姨娘在跟你说话呢。”蒙翠叔走过来低声说：“这些不需要姨娘来费心。”满心看着燃了一半的香火，按照习俗，这香火得都烧光了才可以下山。对满心而言，就算没有这样的习俗，他也会等香火烧光了再走。防火意识那可是从小就培养的，20多年没有联系和来往，彼此尽了自己对失去亲人的心意就可以，大家像以前那样，不是挺好吗？“你说什么？这是你身为晚辈该有的态度吗？”陆氏厉声道：“拿长辈的身份压人，也要看这个长辈值不值得尊敬。这陆氏除了年纪让人知道是长辈外，哪有值得原主尊敬的地方？不过满心还是要给原主几分面子的。往轻了说，姨娘心中要是还有我这个晚辈外甥女，怎么这20多年就不闻不问呢？2次见面，没一次是好脸色的，这一次还这般责问我，姨娘到底何原因对我如此不喜？”陆氏拧了拧眉，没想到这个大外甥女会问得这般直接，不想多说，只对着蒙翠叔2人道：“上香吧。”这样就安静了。满心心中有些奇怪。“娘！”魏承启的声音突然传来，满心望去，竟看到2儿子来了，满是疑惑地看着他。“不是说了让他学习就好，不用来吗？”
陆氏三人的目光都落在魏承启身上，陆氏面色复杂，没想到这个大外甥女生下的孩子都这般好看，尤其是这个孩子，容貌皎皎如月，俊秀得很。娘，昨晚夫子布置了一些课题，今天来晚了。魏承启一脸歉意的道，看向了陆氏，忙走过去，弯腰行了个礼。这位就是姨婆吧？又朝着蒙翠叔和蒙子平行了礼。这两位应该就是姨娘和舅舅了。我是魏承启，在家排二。满心头疼了，这二儿子这般礼待，脚趾头想想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也是，那天他问起听说姨婆在越城的大户人家做事，还问他是哪位大户人家时，他就应该有所察觉。第67章，不拆他的台。你在学堂念书？陆氏不喜欢这个大外甥女，自然也不喜魏承启。不过这少年翩翩而立，举手投足尽是斯文有礼，一看就是有学识的。是，晚辈去年中了秀才，被石谷书院所录，2个月之后要去越城科考。魏承启来时已经将几人都暗暗打量了，看着姨婆的穿着和谈吐，所在的大户人家不是名门也会是望族，心头暗喜，一直没怎么说话。微低着头的蒙子平此时抬头看了魏承启一眼，陆氏黑眸深了几分，竟然中了秀才。石谷书院是善城最好的书院，没想到这孩子会如此有出息。尽管心绪诸多，面上一片缓和，想不到翠罗还能养出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来。听到翠罗这个名字，满心嘴角一抽，原主叫蒙翠罗，他很庆幸不是叫蒙翠花，要不然他会每天想着吃酸菜的。这个二儿子一开口就把重点说了，是想让原主姨娘高看他一眼。看到姨娘脸色缓和，蒙翠叔是最高兴的。你叫承启是吧？你有一个兄弟也中了秀才，和你一样，2个月后会参加科考，是姨娘的儿子吗？魏承启高兴地问。是啊，你今年多大了？今年16，2月生。魏承启道。那就是你弟弟了，他也是16，8月生。蒙翠叔高兴地道。你还有位哥哥，今年17，是你舅舅唯一的儿子，在越城的城门局里任城门郎。没想到兄长才17，已经任职，相比之下，承启惭愧。魏承启一脸自愧不如的表情。蒙翠叔看了姨娘一眼，觉得这是个和大姐修复关系的大好机会，可姨娘和二哥什么也不说，他说话也是不顶用的。魏承启为自个打算着，满心也不拆他的台。不过这姨娘和蒙子平的反应有些耐人寻味，要是他们不喜原主，大可以置之不理。他们看着魏承启的眼神颇为复杂。陆氏见到蒙翠罗竟然在打量他，察觉到自己神情有些外露了，正了正脸色，看着魏承启道：2个月后要上越城，吃的住的可有地方？没有。面对着姨娘，魏承启一脸的敬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蒙子平突然开口说：那就住到舅舅家来吧，让你舅母来照顾你，你安心准备科考。这魏承启心中喜悦，面上不露，只看向满心。满心一手挠了挠另一手背，看他做什么，他并不想和这些人有牵扯，没有他们，魏承启也能高中状元。不过蒙子平这一开口很让他意外，好端端的突然邀请二儿子去住，觉得魏承启有出息，所以给点好方便日后相处。不用麻烦了，我看大姐本来就是一家人，哪有麻烦不麻烦的，不去二哥那，去我家也好，正好让承启和瑞南做个伴，学业上还能相互补足呢。蒙翠叔拉着满心的胳膊说，二哥一出口真是太好了。满心看到了魏承启对他使着眼色，既然要去越城科考，那就住到子平家里去吧。陆氏开口，这回竟带了一些长辈语气道，一家子的亲人都在越城，怎么也不好让孩子住到外面去。从冷淡到热情，陆氏这脸转得还挺快。满心见魏承启又对他使眼色了，也就没做声，且先看看陆氏老妇到底想做什么。第68章，我家以我为尊。魏承宽挖了2只小柏树苗回来时，看到的就是二弟和那姨婆、姨娘、舅舅3人说话的画面，虽说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但对这个在家里都不怎么说话的二弟来说，已经算很热情。来时2人，下山了是6人。满心想起原主的上一世的魏承启中了状元后被宰相看中，从此平步青云，只有前来巴结的人，乃用他费心去巴结别人呢。而原主一家子到死时，似乎没有见到原主的姨娘和弟妹2人。为什么说似乎？满心也不知道，在原主的记忆中有几件事还是存了疑惑的。不过那些人事物对满心来说，只是像电视那般回放，没有遇见也没有体会，说不出来个1、2。山下，娘，您不请姨婆、姨娘和舅舅去我们家坐坐吗？魏承启看着娘，一直使着眼色。二儿子这样为自己铺路，其实也可以归为努力，是吧？再者，要是这关系真能缓和一下，满心觉得也可以。蒙子平的儿子有个小官职，蒙翠叔的儿子也要科考，魏承启日后进了官场，万一碰上了也好做事。出于这层考虑，满心脸上挂起几分笑容来。姨娘、弟弟、小妹，中午就去我家吃饭吧，大家20多年没见，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好啊，好啊。蒙翠叔第一个点头的。蒙子平笑着说，
这些年我挺想念大姐的，心里确实是有好些话要说。陆氏淡声道：那就去吧，正好看看她现在生活如何。太好了。魏承启对着魏承宽道：大哥，你赶紧先回去告诉大嫂，去镇上买些好菜来。魏承宽张嘴想说妻子还在月子里，可这么多人在，说了显得自己不识大体似的，一时犹豫。你大嫂还在月子里，怎么能让她操劳呢？满心拧眉不悦地看着魏承启：你和大哥去趟镇上买些菜来。承宽，你做的菜和灵儿娘差不多，中午你来下厨。说着从怀里掏出银袋交到了大儿子手中。好的，娘。魏承宽觉得自己方才就不该犹豫，娘都这么说了。魏承启脸色不好，他一读书人去镇上买菜，像什么话？娘怎么能在姨婆几人面前这样说？还愣着做什么？再不去，镇上的菜都卖没了。满心装作不知道二儿子心里在想什么，看着兄弟俩离去的背影，蒙翠书道：大姐，你怎么能让秀才爷去买菜呢？多让人笑话。满心笑笑道：这有什么好笑的？再说承宽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这种事本该是你夫人家去做，你还不赶紧把他们叫回来，自己去买菜。陆氏沉着脸冷声道：姨娘可能不知道，在我们家以我为尊。满心淡淡说。周围瞬间寂寞了片刻。荒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叫以你为尊？陆氏没想到蒙翠罗竟然说出这种可笑的话来。满心依旧含着淡淡笑意的声音道：那是在别人家，在我们家向来都是我说了算。嫁入魏家的这20几年，夫君从不让我做粗活，就怕我累着，几个儿子也孝顺得很，从不会让我受丁点的苦。第69章冒着粉红泡泡。蒙翠书一脸羡慕地看着大姐，没想到姐夫对大姐这么好。我就说嘛，大姐明明比我大个5岁，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嫩？满心被这话逗笑了，虽然夸张了些，但原主看起来确实嫩。陆氏老妇沉着脸，当年他长姐和姐夫死后，他带走了翠书和子平，蒙翠罗就让他自生自灭，没想到还能嫁到这么好的男人。他35岁时，过半黑发变白，脸上已经有明显的纹路，反观蒙翠罗，状态好得很。蒙子平笑笑：大姐，你是怎么找到姐夫这般好的男人的？蒙翠书好奇得很：是他来找我，下聘时我也不敢相信咱们镇上唯一的秀才会看中我。原主那时孤苦伶仃过得极苦，某一天开门见到一个俊面少年站在自家门口，还带着媒婆，把他吓了一跳。满心这个旁观者看着这段回忆，心里那都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原主和原主丈夫年轻时候的颜值都很好。姐夫也是秀才吗？蒙翠书惊呼。是啊。魏家。蒙子平道：我记得姨娘带我们去越城的那年，镇上东王村有一户魏家的儿子中了秀才，大姐嫁的莫非就是这户人家？就是这户魏家。满心点点头。陆氏老妇抿紧着唇，这是他知道，真没想到那样的秀才竟然会看中蒙翠罗一个大字不识的。大姐，那你公婆待你好吗？蒙翠书又问。他们都是良善之人，待我很好。大月以孝道治天下，原主丈夫要是没有父母的允许，也不敢这般明着宠原主。大姐，你过得真幸福。看着蒙翠书眼中那饱含着亲情与善意的笑容，满心知道原主这个妹妹是真替原主高兴。反观那姨娘，冷着一张脸，谁都能看得出来她很不高兴，连个隐藏都不乐意。至于蒙子平，微低着头，一副安静本本分分的模样。小半天的接触，满心也是看得出来，这安静本分模样是装的。事实上，这3个人中，蒙子平才是主位。山上时，魏承启说出这个秀才的身份，蒙子平突然邀请他去住，陆氏老妇没说什么。魏承启说出到家吃饭，蒙子平同意了，陆氏老妇也没说什么。2件事，蒙子平不像蒙翠书那般看陆氏老妇的脸色，反倒是陆氏在顺着蒙子平。说话间，4人已经来到了东王村村口。劳作的村民们看到满心带着客人，都很惊讶，一口一个秀才娘、承宽娘的喊着，有的甚至打趣的叫着魏夫人，家里来客人了呀。这一路，陆氏老妇脸越发的沉了，明显村人都很抬举这位家，也是一家2个秀才，村民们自然是热贴着。满心这会与村民们的关系变好了许多，一一微笑的回应着。到家时，方和正在盘着大叶蔬菜，饺子踩摇着摇篮哄孩子睡觉。看到婆婆回来，后面还跟着几个陌生人忙站起来。娘，这是我大儿媳妇方和，阿和，来见过你姨婆、姨娘和舅舅。满心道。第70章，省得我儿子操劳。姨婆。方和心里讶异，赶紧上前一一换过去，余光瞄过这几人的穿着，和自己一家的粗布麻衣不一样，一看就是有着极大的距离。丈夫不是说他们不带见娘吗？怎么还来家里了呢？早知道要来大姐家，我就该买些见面礼来。蒙翠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走到了摇床边上看娃，好可爱的孩子。这是我小孙女团团。满心点点小团团那肥嘟嘟的小脸。
方和拿出了凳子和茶水来招呼大家坐下，又道：“娘，我去镇上买些菜吧。我已经让程宽和程启去买了，你不用忙。”满心道：“二叔也回来了。”方和心下奇怪，见婆婆和姨娘他们说着话，就没问出来。陆氏老妇打量这位家，柴房虽是拟房，几间主屋都是青砖，在乡下这样的屋子已经很好，院子里也整理得干干净净，篱笆周围还开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草，看着赏心悦目。大姐这个家让人感觉很温馨呢。蒙翠书道：“这都是我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的功劳，他们勤劳持家，每天都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魏家的这一点也是满心最为喜欢的。”方和听着婆婆如此夸赞自己和丈夫，有些不太好意思。程宽的媳妇应该要出月子了吧？陆氏见那孩子不像刚出生，方和脸色红润，体态丰盈，还有5天就出月子了。方和笑着回话：“这姨娘不苟言笑的模样，怎么这般严肃呢？你生了几个孩子了？”陆氏问。“2个，这是我小女儿，大女儿在绣坊里学绣活。乡下小姑娘年纪到了就嫁人，学什么绣活？”陆氏边喝着茶边淡淡的道。方和脸色一僵，没想到姨婆会突然这么说。“是我自己的孙女，我当然要给最好的了，别人家的孙女我也管不着。”满心声音冷了几个度，原主这姨娘实在是管得太宽。“你的意思是说我管不着你孙女，是吧？”陆氏将茶盏重重放了下来，看着满心怒声说：“姨娘觉得管得着吗？我父母死后，姨娘对我20多年的不管不问，突然出现，竟然还要来管我孙女的事，不觉得好笑？既然二儿子非得把人叫回来吃顿饭，满心也愿意以和为贵，但要是这老妇人找不痛快，她也不可能怂着。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姨娘。”陆氏老妇重声道：“只要我一日不死，就管得着你。齐了，姨娘方才也说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哪里说着还要从姨娘的？这双标弟啊，满心嫌弃。姨娘想要高高兴兴的吃顿饭，那就别总是干涉人家的家事。我看你二儿子倒是很喜欢我这个姨婆来干涉呢。”陆氏老妇递了满心一眼，冷笑几声：“那小子什么心思，他一眼就看穿。”蒙翠书赶紧拉了拉满心的袖子，轻声道：“大姐，你就让姨娘说几句吧。”好不容易大家的关系缓和了下来。满心没理蒙翠书，收了脸上的笑意，道：“这个家现在做主的人是我，不是程启。你们要是不想在这吃饭，那就趁早离开吧，也省得我大儿子还要操劳做饭。”第71章，内心不适，但很爽。这话一出，陆氏、蒙子平、蒙翠书3人都变了脸色。静静带着娃的方和倒没觉得有什么，婆婆这样已经是很客气了，骂她和灵儿爹时可比这难听很多，特别是公公死后，婆婆更是肆无忌惮。以前她不喜欢婆婆这性子，这回发现还是挺有用的。娘，魏承启和魏承宽拎着买了的菜出现在门口。姨婆，您别生气。魏承启刚到家门口，就听见娘这话，见姨婆气得往外走，将手中的菜交给了大哥后，赶紧拦住了她。姨婆，您消消气，你要进城赶考，你舅舅好心让你住到他家里去，姨婆想着也挺好，到时有事还能照应。可你这个娘却连吃顿饭都要赶我们走。承启啊，陆氏冷笑着说，你这般优秀，却有这么一个拎不清的娘在，是你的不幸。就他这样，迟早是要拖累到你。娘，姨婆他们20多年才来这么一回，您怎么能赶人家走呢？魏承启有些不满地看着娘，他有自己的打算，娘怎么就不帮着？满心黑了脸，自来到这个时代，他心里建设的稳，一步一步的来，金个怕是要破功了。魏承启，旁人讲的话是拉的臭屎还是发光的金子，你这么大的人都分不清楚吗？20多年不见的人，一出现就跟你说有个拎不清拖累你的娘，你是不是该把这个说你娘的人直接给轰出去？蒙翠罗，陆氏被气得脸色铁青。大姐，蒙子平也沉下了脸，你怎么能在小辈面前这样跟姨娘说话？想要得到小辈的敬重，就得有值得小辈尊敬的地方，他有吗？满心冷眼望着蒙子平和陆氏，20年的不闻不问，你们还有脸在这说教？好啊，好啊！陆氏怒极反笑，你们的族长在哪？我要去找你们的族长，让他来看看这位世家父是怎么的对长辈不敬的，这泼妇模样，是连几个儿子的名声都不顾及了。满心是懂了，这陆氏来吃饭是假，给他添堵是真。想了想原主最泼辣的时候样子，卷起了袖子，双手叉着腰，我呸！你以为我还是20年前的蒙翠罗任你冷眼欺负？我魏家的名声要是今天因为你这张破嘴而有损1、2，信不信我明天就上越城到你事后的家主那里大闹？你说什么？陆氏不敢置信地看着蒙翠罗这撒泼的模样。大姐，你这是干什么？蒙子平也颇恼，没想到大姐瞬间变脸了。蒙翠书看着前一秒还温和带笑的大姐，这一刻竟然如此凶悍。我干你姨娘要干的事，她都要去族长那回我和我儿子的名声了，我还客气？满心冷笑，第一次做泼妇，
内心不适，但很爽。你，陆氏是真被气到了。他在大户人家服侍几十年，面对泼妇手段多得很。蒙翠罗真要去月城了，他有的是办法治他，只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就不能跟姨娘服个软吗？她毕竟是我们的姨娘。蒙翠叔不知如何是好。她是你和子平的姨娘，不是我的姨娘。满心冷冷道。陆氏的面色一变。第72章，只有我是最优秀的。这顿饭是吃不了了。程宽，送客。满心黑眸严厉地扫过欲再开口说话的魏承启。魏承启见娘气得很，心里又急又恼，可也不敢开口再说什么。待魏承启送着三人离开后，满心亲了几口睡得正香的小孙女解心火。娘，这样好吗？魏承宽走过来忧心的道。二弟把姨婆他们叫来吃饭，也是想搞好关系，2个月后去了月城，行事能方便一些。我知道。满心戳了戳小孙女的脸，肥嘟嘟的，这孩子又能吃又能睡，日后肯定是有福气的。去做饭吧，我饿了。哦。魏承宽进了灶房，方和拿过刚收拾起来的大叶蔬菜继续盘。他旁观着那姨婆的这些话都是故意说的，一副见不得婆婆好的模样。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娘和兄弟，比婆婆的姨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心里一阵难受。在这方面，他和婆婆同样的可怜。魏承启回来时，看到娘正在逗弄着小团团，一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模样，拉长着脸叫了声娘。这么长时间才回来，花了不少的时间赔礼道歉吧。院子中满是饭香，大儿子的饭都快做好了，魏承启才回来，满心不用想也知道他在干什么。方和见孩子二叔的脸色难看，这模样像是要吵一架，抱起小女儿进了屋里，怕吓到孩子。娘，就算您不想要这几个亲人，您也要为我想一想，去了月城后肯定有很多的关系要打点，有姨婆他们在背后帮衬着，我能省多少的力？魏承启心里虽气恼娘的不识大体，还是不敢太大声地说。满心坐到椅子上，拿过方才大儿媳妇倒下的茶水喝。您说过做生意就是好多赚些银子，方便我以后打好关系。姨婆他们在月城几十年，定然有扎实的人情关系在，我们和姨婆好了，他们自然也愿意提点着我。您让他们说几句怎么了？满心刚压下的心火又有燃起的苗头，多喝了几口水压火苗，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淡淡道：先坐下。魏承启见娘的目光冰冷冷，嘴角扬着冷笑的弧度，知道娘是生气了。这些年来，只要娘生气，不管对错爹就只会打他们让娘出气。现在爹虽然没了，魏承启下意识的就不敢让娘生气，坐了下来，不再敢说一句话。一杯茶水下肚，满心气消了一半，这才道：承启，愿意帮你一把的人，他们不会借帮这个原因去辱没你的家人。你那个姨婆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喜欢你娘我生出的孩子，他们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的帮呢？因为我日后会有出息，现在他们帮着我，日后自然也会得到我的回报。魏承启对自己很有自信。我问你，他们因为你的优秀想缓和下关系，日后你有出息能得到你的回报，那为何对你家人这般不待？那是因为一家人只有我是最优秀的，像他们这样的人看不起没读过书的人很正常。满心手中的杯子差点直接丢到魏承启的脑门上，这句话简直比那陆氏老妇的盛气凌人还让他上火。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魏承启的性子自私自利，更没有任何的家庭观可言，甚至于连他都是看不起自己这一家子的人。第73章，忍气忍得好辛苦。他们看不起你家人，只看得起你，所以你要全家人任他们欺凌，都去讨好他们，以求得他们施舍人情关系给你。满心要十分克制，才不让怒气爆发出来。施舍2个字戳到了魏承启的自尊。娘，我堂堂秀才，又是石鼓书院的学生，需要旁人施舍吗？姨婆这样的关系可遇不可求，自然是要紧着。等日后我出息了，您也能扬眉吐气。魏承启，你靠着让家人受气受辱的方式去要紧着那些关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就是求着人家施舍，就是放弃了自尊，变相的在乞求。满心冷声道。魏承启涨红了脸，蹭地站了起来，黑眸圆瞪，满是愤怒地看着满心。娘，是您不识大体，姨婆他们什么也没做，不过就是说了几句让您不舒服的话而已。我不过就是想去月城赶考时做事顺利一些，又有什么错？您是我的娘亲，怎么能这样辱我？跪下！满心厉声道。魏承启愣了愣，不甘不愿地跪了下来。在屋内抱着孩子，耳朵一直听着外面动静的方和吓了一跳，赶紧到门口来看看情况。做好了饭菜的魏承宽一直在灶房门口着急，看得出来娘是真生气了，气得不轻啊，从没有让二弟跪过。满心忍着气，我不识大体，我辱你。魏承启，是你辱了全家，因为你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我告诉你，什么样的关系才应该是紧着。这些年来，没有你父亲的省吃俭用，就没有你现在的衣食无忧，没有你大哥大嫂支撑着家务田间，也不可能让你这般安心学习。他们才是你该紧着的人，没有家里人的支持，你将一事无成。那也是他们指望着我日后飞黄腾达，
能从我身上得到他们这些年的回报。魏承启3个字，满心是咬着牙喊出来的。魏承启含着一张俊脸，抿紧了唇，满心深吸了几口气，瞄了几眼柴房外的放着的木棒。不，像魏承启这样的人，棒子下出不了孝子，在心里念了句我不气，我不气。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心后，才平缓了语气，道：你错了，是因为你是这个家的一员。承启，如果你不是你父亲的儿子，不是你大哥的弟弟，换个旁人来看看，他们愿意为你这么做吗？魏承启依然冷着一张脸，满心在耐心快要耗尽完时，又深吸了口气，温和的道：承启，一个人的强大，那不是真正的强大，当别人因为你而高看你亲人时，那样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同样，那些对你看似有着善意，却在后面轻视你家人的人，他们心中依然是瞧不起你的。魏承启冰冷的俊脸有些松动，见他是有些听进了，满心扶起了魏承启，换上一脸慈爱表情。儿子，娘没读过多少书，但为了你，娘可以任劳任怨，换成被别的人说几句，娘根本不会放心里。可你姨婆那样对娘如此狠心的人，你真觉得他们会帮你吗？在对上娘望着自己疼爱的目光时，魏承启心里的气恼消失了，只剩下委屈。娘，姨婆虽然不好相处，可我看姨娘待娘是有感情的，我想着和姨婆的关系缓后，让姨娘做中间人，不是挺好吗？满心好想骂 MMP。第74章，娘说的对。这一顿午饭，一家人静静地吃着，都不敢发出声音来。满心吃得缓慢，每一口都咀嚼着好几下，一边咀着一边想事情。魏承启看了娘一眼，又赶紧低下头，说出让姨娘做中间人这话后，娘就没再说话。他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怎么吃得这么慢？赶紧吃，下午早点赶回学堂看书。满心见魏承启还剩大半碗饭，催促道：他这会早已不生气，不是怀胎10月从小养大，没有那么多的失望和怒气，他只想着怎么解决问题。魏承启吃饭快了些，饭后方和做了几个麦盒子给二叔带在身边充饥。今天老罗家的牛车没有去县城，魏承启要去镇上搭车才行。和往常一样，满心送着魏承启出村子，一路上母子俩谁也没说话，不时的遇到村人打招呼，满脸热情的回应。魏承启毕竟才16岁，又向来受亲娘宠爱，虽说早上有了争执，但自个娘这般闷着他，心里也不好受。村口，魏承启道：娘，您送我到这里吧，我有事去镇上，我们也说说话。满心道。走了一段沉默的路，魏承启憋不住了：娘，您是要带我去见姨婆吗？要不然娘去镇上做什么？我去看看做生意的铺子。满心声音平淡，后面这一句却透着强势：你不可与你姨婆那边任何人有牵扯。魏承启停住脚步，脸色瞬间寒结。满心也停下步伐，直视着这个儿子漂亮深邃又透着埋怨的黑眸，语气是不容反驳的强硬：你上越城赶考，娘给你准备了充足的银子，吃和住都不会愁，你必须靠你自己的能力去适应，去结交自己的交际圈。田野里微风吹过，风中含着正在成长的谷香味儿，在田间劳作的人会时不时的抬头看一眼这边的母子俩人在干什么。魏承启眼中的怨气多了委屈：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娘？不帮着我，反扯我后腿。我被石鼓书院录取，里面读书的人不是有才就是有势，他们喝的一盏茶就能抵我1个月的生活。娘可知道他们有多么瞧不起我？他们在背后又是怎么笑我的寒酸？石鼓书院一共有多少学生？魏承启一愣，想了想道：65人。几位秀才？5位。满心微笑地看着他。魏承启心中的委屈莫名的在娘含笑又温和的目光下没了，白皙的俊脸控制不住的微微红了红。这一刻不用娘说什么，他好像也有些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母子俩人又慢慢的朝着镇上走去。不用去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在他人的眼中，不管你是优秀还是不优秀，他们都会有一嘴的毛。魏承启细细想了想后，不禁点点头。从小你就是优秀的，你很努力的读着书，你知道读书是最好的出路这个道理。你是寒门中的贵子，你15岁就考上了秀才，他们怎么不来比比这个？这才是一个心里阳光的少年郎应该追求的。被娘这么夸赞着，魏承启脸上有了笑意。满心瞄了他一眼，哎，这一副受用的模样。那些老觉得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其实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个烂的。承启，这种同窗不可深交，只能做点头之交。魏承启点点头，娘说的对。第75章，大娘是他的极限。满心转了个弯，但人最难能可贵的是承认自己的不足。咱们本就是寒门子弟，这一点是事实，不丢人。咱们大岳的官员由寒门子弟上去的多了去，你现在最紧要的是好好读书，别被其他的事乱了心神。知道了，娘。魏承启这回身心都很愉悦。此时两人已经走到了镇上，前面是2条路，一条是繁华的闹街，陆氏3人的客栈就在这条路上，满心要找的铺子也在这儿，
另一条是搭车去县城的路，镇上所有拉货的马车、牛车都会歇在这儿。两人停在这个交叉路口，短暂沉默后，满心淡淡道：“程启，你长大了，娘不会压着你，必须听娘的话。”魏程启一怔，看向娘：“你姨婆他们来咱们家吃饭，说话带刺，又是一脸谁都低他一等的模样，真正想缓和关系，想帮着你的人，会这样吗？”满心温和看着儿子：“你那么认真的读书，这次肯定榜上有名。如果你真想要和他们有所交集，那就等金榜题名之后再去，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他们才会对你有所重视。”最后一句话让魏程启略有踌躇的心态坚定起来：“我知道了，娘。”金榜题名，他对自己是有自信的。娘说的对，他想要去靠别人的关系，那就先让自己站在一定的高度。看着这二儿子离开时的挺拔背影，满心叹了口气。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容易啊，真是把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知识，走入社会之后存下来的经验都灌在了魏程启身上。2个字：心累。原主的这3个儿子，大儿子缺爱，他适当的时候给予关心和爱护，就能让他慢慢暖回来。小儿子年纪小，打几下下几回，又给点甜头也能哄住，至少目前还是让他宽慰的。只有这个二儿子，人聪明书又读得多，相比起来见识也多，还不能打不能骂，得一步步的引导。午后的镇上不像早上那般热闹，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摊贩子。满心路过红绣坊时停了下，看着里面正在学着绣活的小孙女灵儿。在一众学徒中，灵儿是最小的，其他的看来都比她大出不少。不过灵儿学得格外认真，就算抬头了也是在听钱管事说，而不被铺子外面的声音吵到。满心笑笑着走了。接下来又是连着看了几间铺子，相比之下还是前几天的铺子让他满意，要是价格再便宜点就理想了。就在满心要返回去时，一道魁梧的身影突然拦下了他，恶狠狠的声音传来：“魏老婆子！”是方和的大哥方虎，粗糙的脸庞，吊梢眉，一身的戾气，这会挡在满心面前，不怀好意的看着他。满心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不过光天化日，周围还有人在走，他倒也不会怕他，拧着眉非常不悦。大娘这个称呼已经是他的极限，还老婆子，原主才35啊，好不好？魏老婆子，把那欠条还给我。方虎那天从魏家回去就被他娘骂了个狠，想起来他也觉得窝囊，竟然被魏老婆子唬住了，每天是越想越气。只要你不再来魏家生事，这欠条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满心冷冷对视着方虎那双凶狠眸子。第76章被戳心窝子了。魏老婆子，你别不识好歹。方虎仗着身高欺压，恶狠狠地看着满心，迟早有你受的。你要是敢打什么坏心思，咱们上衙门见。满心被这声魏老婆子叫得一脸阴郁，仰起头怒气腾腾地瞪着他，声音还说得特别大。见周围有人看过来了，方虎赶紧后退了一步。满心冷哼一声，越过他离开。这死老婆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强势？方虎气的脸色都变青了，恨得牙痒痒又没有办法，悻然离开时，一名小厮打扮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没好气的道：“你谁啊？我家老爷要见你。”“你家老爷是谁？”男子没说，拿出了一袋银子在他面前。方虎满是粗糙的脸庞瞬间堆满了谄媚的笑脸。满心决定租下离红绣坊不远处的那间小铺子，不算是在街上，转进弄堂的第一间，出来就是闹市，虽不像在街上那般醒目，只要挂个路牌也是能看到的，最主要是便宜，和灵儿也近。满心给了少许的定金，等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再一起来付上其余的。东家是个老太太，姓汪，比较好说话。回到了家，已经是傍晚。娘，您可回来了。魏承宽自娘和二弟离开家，心里就一直吊着，二弟回书院了。回了。满心走得累了，坐在椅子上捶腿，见方和抱着小孙女从屋里出来，道：“团团醒了，来，让阿奶抱抱。”娘，二弟他去找姨婆他们了。魏承宽关心地问道。早上娘生了很大的气，看二弟的模样并不死心。满心接过孩子，小团团粉嫩的小嘴正打着哈欠，快满月了，孩子长开得快，越发的可爱漂亮。道：“他没去找你姨婆他们，我让他真想要和他们有所交集，那就等金榜题名之后再去，省得让人里外都看不起。”魏承宽和方和互望了眼，像他们这样穷乡下的人家，要是有城里的亲戚，里子面子都是增色不少，更别说还是在越城的，也不怪二弟一直想紧抓着不放。满心又把铺子已经定下的事说来，两夫妻听后都很高兴。吃晚饭的时候，满心说起了小团子的满月酒。大悦城对于孩子的满月和周岁都是非常重视的。小灵儿出生时，原主嫌弃是个女娃，再加上对老大一家不待见，什么也没做。娘看着办就好。方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去办，我出银子。满心笑呵呵的道：“菜色不要搞得太差，一般总是要的。”娘，真的？魏承宽激动地问：“这还有假的不成？”满心好笑地看着大儿子：“日子好好选一下。”哎，
魏承宽重重的点了点头。这一晚，魏承宽夫妻激动的睡不着觉，一直在私语着怎么给小女儿办满月酒。以前娘总是动不动就骂他们，连着村子里的人也看不起他们，现在都知道娘待他们好了，可知道和真正的看到是不一样的，谁还敢再轻视他们？这一晚，满心也没有睡着，望着上头的床顶架子叹气，想着方虎的那声魏老婆子，流泪满面，太戳心窝子了。想他风华正茂的年纪来到这儿，醒来就是3个那么大的儿子，好不容易接受了大娘的身份，那一声老婆子又把他叫阴郁了。第77章，好想不枉年少。隔天起床时，魏承宽看到娘在院子里跑，一圈接着一圈，微凉的晨风中，娘的额头上都是汗珠。大儿子，早。满心跑累了，开始快步走，体力恢复之后又跑。早，娘。魏承宽回应着，进灶房时没憋住，问道：娘，您在干嘛？跑步，生命在于运动啊。满心气喘吁吁的道，这具身子他已经很克制的减少进食，管住了嘴，还得迈开腿，平常做的那些伸展运动还是不够的，他要变得再年轻点，至少不会让人叫老婆子。方和从屋里出来时被婆婆吓了一跳，他爹娘在干什么？娘应该是想让身体变得强健一些。魏承宽笑笑着进灶房做早饭去了。方和不禁多看了婆婆几眼，他听到过那些富贵人家和官老爷为了求长生每天练气功之类的，不过这样跑来跑去的还是第一次见，有用吗？满心昨晚就给自己定下了规定，那就是每天早起跑半个小时，下午做半小时的伸展运动，管住嘴。吃完早饭，魏承宽拿着铁锹去田里，方和开始做家务。虽然离满月还有几天，方和是怎么也休息不住了，将洗衣裳和整理院子的事都揽了过来，加上小团团爱睡觉，放在摇篮里，只要不饿能睡一天，不用他操心什么，更是闲不住。满心没活干，背了竹篓去外面田里割些嫩草回来。天高地阔，远处翠绿山脉绵延，生机勃勃，近处田野一片墨绿，预示着今年也将会大丰收。难得这般悠闲的日子，满心脚步轻快。这些日子为原主的几个儿子操碎了心，应该是避过了上一世那种结局吧，希望接下来都是好日子。秀才娘，你也来割草啊？真是难得。周围的小草很是鲜嫩，不少妇人正俯身割着。是啊，满心笑笑，确实难得。来这边割吧，这儿草多。一妇人指了指身边的肥草，热情地喊着。好啊。满心走了过去，把竹篓子放在一边，拿出镰刀开始割草。秀才娘，你有福气啊，等你家秀才中了科举，你就享福了。右边的妇人说，不知道哪家姑娘有这样的福气，能嫁给你家秀才儿子，那肯定是要高中之后再挑媳妇儿，到时候名门闺秀就多了。妇人们声音此起彼落，满心没搭话，只是笑笑不语。越搭话他们说的越多，他不善与这些大了年纪的唠嗑。渐渐的，妇人们的话题也不在满心身上了，而是说着近来村子里的八卦。听说张家那小儿子成亲头一天就没让他媳妇儿下床，可把他媳妇儿折腾得惨了。满心身边的妇人说着，你才知道啊，这是早就传遍村子了，张家还悄悄请了女大夫过来看，这娃劲头好，以后那媳妇儿还有的受。妇人们笑中带着不可描述的荡漾，其中一人感叹道，年轻真好啊，想当年我年轻时，我那男人也猛得跟头牛似的。你害臊不害臊啊？这把年纪了，还害什么臊啊？那叫不枉年少，懂吧？妇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满心闷头割着草，脸色绯红一片。这些妇人都是30-40岁的人，全都当奶了，讲话没个节制。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恋爱谈过2场，都没走到最后一步就分了。如今略过青年，直接步入中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满心又阴郁了，到这个地步，他也好想不枉青春年少啊！早知如此，当年他就不该那么矜持。哎，第78章，改性子了吗？秀才娘，你这么快就割好了？妇人见满心起身就走，道：我看你只割了半篮子的嫩草，家里还有事。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呸呸呸！满心被自己脑海里这荤话窘红了脸，拍拍满是红晕的脸，满心努力让自己的脸色恢复正常。一会思绪又飘了，不知道他这辈子有没有良缘，有点沮丧。走到村口时，迎面匆匆走来一人，正是族长妻子，大家都叫她老嫂子。陈宽娘，你赶紧回去吧，你亲家母来了，我看陈宽也不在。亲家母，方和的娘，她还敢来？满心脸色一沉，谢谢老嫂子，我马上回去。一路上，满心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比如方虎也来了，他要动粗的话怎么办？比如方母撒泼，又该怎么对付？家门口站了不少的村人，一个个在门口探着脑袋朝里望。看什么看？都走了，散了。满心不明白老百姓怎么那么喜欢看热闹。上回方虎来，他们也在。陈宽娘，你亲家母这是改了性子呢？被赶的村民道。满心一进家门，
就看到方和的娘跪在方和面前，双手拉着方和的手，说着掏心窝子的话：“和儿，以前是娘不好，娘现在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娘吧。”啊！只有方母一人，方虎并不在，满心心里松了口气，高声讽道：“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婆婆回来，方和赶紧从亲娘那里抽回了手，她是被吓到了。亲娘一进门就跪在了她面前，说了一大堆知错的话，她现在都没有回过神来，抱起孩子走到婆婆身边，惊到的心才有些稳下来。亲家母回来了。方母看到满心时，面色一僵，又迅速换上笑脸：“我来看看和儿和外孙女，瞧，我还带了不少的东西来。”指了指放在一旁的几个小包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想做什么？满心拧眉，这话说的，我想我女儿了，来看看她。方母说着，硬是挤出满满母爱的笑容，看着女儿：“和儿，娘真的知道错了，以前的事，你就不能原谅娘吗？娘以后对你肯定好。娘，我没有银子可以给你。每次只要娘和兄长来找她，不是要银子就是打她。以前婆婆和丈夫冷眼旁观，方和知道，现在不会了。”满心知道大儿媳妇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脸色越发阴沉。“我不是来问你要银子的。”方氏忙说：“我就想来看看你，看看小外孙女。”说着讨好的看着满心：“亲家母，别这副表情，以前都是我的不对，我这不是来赔罪了吗？你要是真想赔罪，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魏家人面前就行，带着你的东西赶紧离开。”满心指着门外冷声道。方氏脸上的笑容差点没绷住，心一横，走到方和面前再次跪下，挤出了几滴泪水：“女儿啊，娘是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娘一回吧。以前的错，娘肯定不再犯了。你要是不原谅我，娘就撞死在你面前。”第79章，事出反常必有妖，真够胡搅蛮缠的。满心直接拎起方氏买来的那几个小包头，就扔出了院门外。“你这是干什么？”方氏肉疼得很，这可是他花了好些钱买的礼啊，赶紧起身去捡回来。就在方氏出门捡东西之际，满心砰的一下关上了院子门。关在门外的方氏气得跳脚，正要破口大骂：“你个死魏老想起什么来又咽了回去，只拍着门道：“亲家母，我是真的知道错了，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开门啊！”原本爱看热闹散去的邻居，听见方氏这大嗓门，又出来看。门内的方和羞愧得恨不得钻个地洞进去，每次他娘家人来总会这么耍赖，被接邻四方看笑话，偷看了眼婆婆脸色，生怕被婆婆嫌弃。不用去理他，他要是敢把门拍破了，让他赔。满心不会把方氏这点小手段放在眼里，他可是看过《甄嬛传》的人。我去把娘劝走，要不然又会被邻里街坊笑话的。方和哽咽着道：“你这门一开，他还不得变本加厉。笑就笑吧，也不是一两回了，没什么大影响。”这个满心不担心，他担心的是大儿媳妇的心态，毕竟那是他的亲娘，从小的伤害的多深啊，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方和默默落着泪，这样的娘家一刀两断最好。满心很想这么说一句，但也知道这话一出很容易让方和乱想，以为她这个婆婆心里有意见了。况且亲情也不是这么容易说断就能断的，两个村子太近，周围又都是熟识的人，不好办。方氏这次竟然在门外喊了近半个时辰才离开，连句脏话也没有说，一直说着魏娘知道错了，让方和原谅她的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满心就等着看这妖何时出手。中午魏承宽回来时，邻居告诉了他早上发生的事，他急急回家，见妻子正在灶房内做饭，没什么笑脸，娘抱着小女儿逗着，倒是跟往常一样。娘啊，丈母娘她没做什么吧？魏承宽关心地问道。他求着灵儿娘原谅他，说他错了，以后要做一个好母亲。满心将小孙女放回摇篮里，手指点着她的嘴角，点左，小团团的嘴角就往左探去；点右，小团团的嘴角就往右探去，好玩得很。奇怪了，方虎也这么说。魏承宽喃喃着：“方虎，你见着他了？”满心拧眉。方和一脸担忧地看着丈夫。今天方虎过来帮我把田里的活都做了，还说什么以后两家要和和气气的。魏承宽还以为方虎过来找茬，没想到竟然来帮忙，还一脸笑呵呵的，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方家母子俩搞什么鬼？满心想了想近来发生的事，上次让方虎在欠条上按了手印，方氏母子心里肯定憋着气，以退为进。要这么有脑子，也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承宽，我兄长真的这么说吗？方和忐忑地问道。魏承宽点点头，还说我们两家以后要多多走动走动。方和不安起来，他不信娘家人会突然间变好，他们是不是想图他什么？他身上没什么好图的啊，是想图魏家什么吗？第80章，这条路应该是走对的。满月宴的前2天，魏成又回来了，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当大包袱摊开在满心床上时，一家子都看呆了。这匹麻料比咱们身上的好很多啊。
满心摸着这料子，没麻那般粗，还挺细腻的，不像他身上的这件粗麻。月城现在很流行的细织法，织的比咱们身上的这些要细腻，卖的也贵。魏成又把好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除了布，还有最新流行的碗、纸张、杯盏等等，不管是质地还是样式，都比镇上卖的东西不知道好上多少。这些只是我拿回来给大家看的小样，大见我托线上的朋友叫人拉到了镇上的牛车行里。满心看着小儿子介绍东西时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孩子气的脸上洋溢着的兴奋，都在说着这个孩子对生意的热情，觉得让他去学做生意这条路应该是走对的。你看你额头还这么多的汗，快去洗把脸吧。镇上走回村子的路虽然不远，但背着这么多的东西也是吃力的。娘，我想早点去看你租下的那间铺子。魏成佑这会只想尽快把铺子做起来。那也不能这么着急，都快中午了，吃过午饭再去。满心笑道，其实他也早点想把铺子做起来，银子早一天赚就能多赚一天。2天后就是满月宴，所以下午魏成宽也跟着一起去了镇上，有些蒸菜下午先给买了。三人先去的牛车行，镇上和县城的贸易来往都是拉到这儿来集中卸货的。上回魏成启去县城也在这儿搭的车，几乎每天都会有2-3辆往来。当满心看到小儿子运回来的货竟然有着满满一车，一脸惊讶的道，你哪来的银子买这些？我还没给银子呢，娘放心，我和他们关系好着，伙计们说了，给我的都是进价，让我先卖着。魏成佑嘿嘿一笑，要是生意好了，抽点利给他们就行。也好。满心点点头，虽然是一车子的东西，不过都是样件的话，也没多少银子。牛车行的伙计跟着满心3人将货拉到铺子卸下后走了。魏成宽和魏成佑对着娘租下的铺子很满意，虽不是街旁两道，也是在闹街上挂个牌子就能人看到，特别是魏成宽弄堂出去没几步就能看到女儿的绣房，很是高兴。娘，给。魏成佑把一张纸给了娘。满心打开一看，呆了呆，贸易凭证，下面还有单城官府的红印子。您可藏好了，这是我求了王老爷去官府里给我办的，一般人还拿不到。魏成佑一脸自豪的道。满心细细打量着这个凭证，在古代，农业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了农业，那么这个王朝的根基就会不稳定。大约也是重农抑商，开铺子是要有官府的凭证的，还控制的挺严。不过这些小乡小镇的小生意，上头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满心也没想过这铺子要多么的正规，毕竟魏成启中了进士之后，一家人绝不可能待在村子里，他必定是要去京都越城的。娘，小弟，这些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真漂亮。魏成宽收拾着牛车上拿下来的东西，先一一放在地上。第81章，满脸的小得意。等以后赚了银子，大哥喜欢什么就拿什么。魏成佑爽气的道，那你可得说话算话呀。满心收好了贸易凭证，笑着对小儿子说，到时你哥来拿，你可不得耍赖。娘，你也太小看我了吧，那可是我大哥，又不是别人。魏成佑不满的哼了一声。魏成宽听得嘴里的老大，他哪会真去要小弟的东西，就是这话听着他心里开心。这些年来，他和2个弟弟之间并不怎么亲厚，今天小弟一番话，可见心里是有他这个大哥的。正当3人笑呵呵地说着话时，一名拎着篮子的老妇人走了进来，目光落在地上摆放着的一套陶碗上，这碗看起来不错。满心和魏成佑互望了眼，眼里瞬间像是被点亮了似的。满心拿起了老妇人看中的碗道，这位大姐好眼光，这碗比咱们现在用的那些陶碗光滑多了，瞧瞧这碗沿还有纹饰呢，漂亮又实用。好看是好看，很贵吧？妇人问道。不贵，不贵。魏成佑接起话题，这一套8个碗只要半吊钱，划算着呢。半吊啊，还是贵了点。您看，我家铺子没有开张，咱们刚刚铺开货，要不给您再便宜吧。魏成佑走到这老妇人身边，稚嫩的小脸微抬头，一脸的热情笑容。那妇人被魏成佑的表情逗笑了，这孩子笑得怎么这般喜人呢？那就买了吧。好脸，我给您包起来。魏成佑熟练的开始打包，又送着那妇人出了弄堂，挥着手，大娘您慢走。这热情，这服务，那必须是5颗星啊。满心看着小儿子回来时的傲娇模样，一脸赞赏的道，不错嘛，有点手段。被娘夸赞了，魏成佑满脸的小得意。小弟，这套碗是赚了多少钱？魏成宽没想到还没开张就卖出了东西，那位大娘也没讨价还价多少，这也太好赚了。这套碗净盈利200文钱。魏成宽听傻了，这么多呀？魏成佑说着，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册子给了满心。娘，这些物件的进价我都写在这小册子上了，您看着卖。方才那位大娘身上穿的衣裳一看就不错，咱们可以要价高一点，几个文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满心的脑海里想到了奸商2字，啧，小儿子前途不可限量啊。不一会，魏成宽去菜场买菜，满心和魏成佑2人继续整理着铺子，把东西依着类放好。魏家还没有分家，所以小册子和所赚的银子都是由满心贴身放着，对于怎么分账一事，他还没有想过，
毕竟还没开始。没想到今天就做成了一单生意。娘说怎么分就怎么分，我的目标可不是这间小铺子。魏成佑大气地说，这点小银子我还不看在眼里，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啊。小儿子那一副要去征服星辰大海的志气模样，让满心嘴角都咧到耳后根了，欣慰啊。就算你不看在眼里，这点小银子该你的还是你的，当然了，要是亏的话，你也不能推脱，那是自然。等你小侄女的满月宴结束后，咱们再计。娘，满月宴二哥会来吗？魏成佑一边整着东西一边问。没让他回来，学习要紧。原本满月宴这日满心是要叫二儿子回来的，谁能想上回原生父亲的忌日，他直接请了客回来，这么点短的日子，连旷2日不太好，满心就没让他回。第82章，都准备起来。等魏成宽买了菜过来，3人一起去了红袖坊外看小玲儿，刚好是课间的休息时间，小玲儿一眼就看到了阿奶、爹和小叔，高兴地跑了出来。这一次，他甜甜地喊了一声小叔，可把魏成又高兴地抱起他转了2圈，还拿出了一直藏着的几颗糖来。灵儿，明天下午小叔来带你回家，好不好？魏成佑捏捏小侄女软嫩的小脸蛋，以前不亲，小侄女见他时胆怯的都不敢抬头，现在可会主动的叫他一声小叔，软软糯糯的声音让他喜欢极了。好，这小妮子这么快就被收买了，看叔侄俩相处的这般好，满心心里还是高兴的。3人拎着菜回到家里，天色已暗，方和早已做好了饭菜，抱着小女儿在门口张望，等着他们回来。吃饭间，方和知道今天就赚了银子，还是200文银，跟丈夫一样吃惊。魏成又觉得大哥大嫂太没见过世面了，连200文钱都这么的大惊小怪，将自己做生意的这段时间接触到的所见所闻一一说来，让他们开开眼。满心看着听得津津有味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看得出来这两夫妻眼中惊叹之余都带着一丝向往。是啊，虽说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母了，可他们不过20岁，20岁的年纪，对外面的世界必然是好奇的。回了房后，满心把小儿子给的进货册和贸易凭证放在床上，他盘坐着想着事情。新开的铺子生意肯定会好，卖的都是既好看又实用，且是镇上没有的东西，就算贵点，大家也会在其他地方省下来买回去。就像他现在的那些同事，省几个月的钱买个小奢侈品包包，然后用上几年。他管铺子去了，老大一家呢？刘老大一家子在家里务农？不行，年轻人不应该在家里做苦力，应该去闯，去增加社会阅历，要不然和老二老三，甚至和他之间都会渐行渐远，搞不好又跟前世一样了。他得带着老大一家子才行。满月酒后再说吧。第二天，一家子起来早早的开始准备明天办酒席的东西。魏成宽带着魏成佑一大早去买菜，满心和方和去村子里借桌子、碗、筷等要用的东西。借回来时，刚好碰上方杏儿的父母前来帮忙。方家父母都是老实人，来了之后话也不多，勤快的搭着烧菜用的台子。杏儿爹、杏儿娘，喝杯茶吧。满心给2人倒来了热茶，等搭好了再喝，很快就搭好了。杏儿爹憨厚的笑着。杏儿去他舅舅家住了好些日子，有什么好消息了吗？满心问，毕竟是干女儿，人家父母来帮忙，他一点都不关心，也说不过去。杏儿娘叹了口气，他舅舅给他介绍了好些小后生，可他都不满意，不是嫌这个就是嫌那个。擦着桌子的方和心想，那可不，别说镇上，就是县城，要找出二叔那般皮相好的也是少有。杏儿姑娘一开始就看中二叔，眼高于顶，现在想找到个合心意的，怕是难。满心笑笑说，那是缘分未到，等缘分一到就快了。其实多少有些尴尬，不过方家的父母一脸自然的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明天杏儿就回来了，刚好能喝到满月酒。杏儿爹说，好，好。满心还能说什么？第83章，清脆的童音落落大方。留了方家父母吃了午饭，吃完午饭他们才离去，说是傍晚再过来帮忙。下午陆续来了一些亲人，一边唠嗑一边帮着杀鸡杀鸭，还有的帮着洗干净碗筷。魏家3代内都是一脉单传，没有真正直系的亲人，来的都是3代以前的兄弟分支。老秀才在世的时候，大家还走动的勤快些，老秀才一去，原主又不是个热情的，关系就淡了。不过住在同一个村子，家里做大事时还是有来往的。这孩子真听话，平常都听不见他的哭声，好带啊。应该换之为阿嫂的妇人抱着小团团和满心说着话。是啊，这哭声都没听到，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大儿媳妇没生娃。另一妇人议道。满心笑着说，我家小团团确实好带，让大人省心不少。你家的这2个孙女模样都是出挑的，灵儿的轮廓和你可像着。这个满心倒是没注意到。亲家母。声音传来时，所有人都看向门口。正从房里拿着瓜子花生出来的方和看到门口站的2人时，面色都白了，是他的娘和兄长方虎，他们来做什么？劈着柴的魏成宽见到丈母娘和七舅也是一脸紧张。热闹的院子安静了下来，谁都知道
这魏家的亲家跟田里的吸血蒙似的，人还蛮横，但做人也得有点留点德，人家大好的日子闹上来就过分了。亲家母，明天就是小外孙女的满月酒，一定很忙吧？我和方虎来帮点忙。方母完全没看到魏家人那排斥的脸面，笑的那个热情，好像方家和魏家有多亲似的。不需要，魏家的亲眷们都在，不用你们帮忙。满心直接拒绝。怎么只能让魏家的亲戚忙呢？那可是我外孙的满月酒，我这个做老的肯定得出一份力不是？方母吊梢眼瞥了一旁的儿子一眼，自个则去帮忙洗碗去了。妹夫，我来帮你劈柴。方虎朝着魏承宽走去，硬是夺过了魏承宽手中的斧头来。这方家打着什么心思呢？听说前几天还来认错了。承宽娘，你可得注意点。抱着小团团的阿嫂好心的提醒。当年老秀才的眼光也够差的，怎么就看上这样的人家？另一妇人看着方氏母子满目鄙夷，不过方和是个好的，满心不会跟着旁人唠嗑自己家的事，淡淡笑笑，这也是实话。大儿媳妇就性子懦弱了些，看着卖力做着事的方氏母子，这个时候也不好赶人，他们死活要在这里也赶不走。娘，方和走了过来，神情既是不安也是难堪，这样的家人他逃不掉也摆不脱。没事，你做你的，要是累了就去休息一下，有娘在呢。满心安慰他。方和轻嗯一声。傍晚的时候，魏承佑带着灵儿回来了。小灵儿第一次见到家里这么热闹，高兴得很。阿奶看到满心，小灵儿就从魏承佑背上滑下来，飞跑过来。跑慢点。满心张开双臂抱了孙女个满怀，在灵儿两颊各亲了一口。灵儿被亲得直笑。灵儿跟长辈们打招呼。满心牵着孙女的手走到大家面前。三姑婆、小叔公、堂舅公、魏婶婶，灵儿一个一个叫过去，清脆的童音落落大方。众人都知道这承宽娘赚了个性子，对大儿子三口便好了，办满月酒证明了这点。又见对灵儿这般宠爱，更没想到一向性子怯懦、畏畏缩缩的小灵儿变得这般活泼了。第84章，这点小心思很正常。高兴地喊着人的小灵儿突然抱住了阿奶的大腿，怯怯地看着走向她的方氏。灵儿，我是阿老啊。方氏装出慈爱的表情来，然他这吊梢眼的目光与慈祥实在搭不上边。阿奶，小灵儿害怕的目光望着方氏，双手抱着满心，是越抱越紧。去屋里看你娘吧。满心拍拍小灵儿的头，柔声说。原生家庭的伤痛在小灵儿幼小的心里一时半会没这么容易消散。阿奶这么说，小灵儿赶紧跑进了爹娘的屋内。这孩子简直对上满心冷厉的目光时，反了两个字，被方氏硬生生地吞进了腹里。满心没在理方氏，他忙得很。今晚来帮忙的人凑了2桌，都是一些随菜便饭，简简单单的吃。大儿子和大儿媳妇脸上没有白日里的高兴，方母和方虎也在吃饭。就算两人没扯出什么篓子来，也让人膈应的慌。满心想不出来他们处处讨好是为了什么，那就顺其自然的防着。第二天，方和给小团团穿上了最漂亮的衣裳，抱出来让大家看。大家这个也抱抱，那个也抱抱，都说着小团团好养。小灵儿难得见到这么多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玩开了。魏承宽在招呼着来的书板男客们，魏承佑则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着他娘在镇上开了个铺子，卖些京都越城才有的好东西，让大家多多去看看。满心确实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他开了铺子的事，没想到小儿子和他是想到一块去了。干娘，方杏儿的声音传来，一时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方杏儿身上。方氏一家3口从门口走了进来。杏儿来了。满心注意到方杏儿对他的称呼从娘变为了干娘，这转变看似想通了一些事。小团团的满月酒，我当然要来。方杏儿甜甜一笑，人美笑起来也漂亮，这是我亲手给小团团做的小鞋子。满心倒是没有从这个女孩眼底看到以前的那丝不甘，不知道是真想通了还是隐瞒的极好。这鞋子做的真好看，刚好能穿下，快去坐着吧，很快就要吃午饭了。我们先去帮忙。方母拉着杏儿爹就去做事了。干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方杏儿问道。奶需要你们做什么呀？赶紧把你爹娘叫回来，去坐着喝喝茶，聊聊天就好了。满心道，昨天也来帮忙，今天也帮忙，他过意不去。我爹娘他们闲不住的，我去看看小团团。说着，方杏儿朝方和在的位置走去。满心正要将小鞋子放回屋里时，旁边传来几道说话声。方家以前穷得很，生了个漂亮又聪明的女儿后，日子过得倒是好了许多，全靠了这个女儿，家里种菜卖菜，一个月再扎几双鞋，能干得很。你们不知道吧？就因为是个女儿，方家父母想找个好点的姑爷做靠山，请了最好的媒婆来给魏家的二说亲。哟，人家秀才怎么可能看得上她？不管看不看得上，这还不是巴结上了，让魏家认了干女儿，还办了几桌酒呢。就在前阵子，现在这方家和魏家扯上了边，谁看到他们都得给个笑脸。这方杏儿说出去也算是秀才的妹妹了，
以后好处多着。听着这些碎语，满心看了一边抱着小团团逗笑的方杏儿，笑笑进了屋。这点小心思很正常，只要不是明摆着的算计，他并不反感。第85章，怎么不赶他们走？晚上的正餐，另一户方家也来了，不止方和母亲方虎，还有方虎的妻儿也过来。虽然两户人家都姓方，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相比起来，满心更喜欢方杏儿一家子。满心招呼完时，看到方虎的妻子钱氏正拉着一脸僵硬的方和说着话。这钱氏的长相还过得去，就是眉眼有些大，笑不打眼，一看这笑容就很假。他儿子上回抢灵儿糖葫芦的那熊孩子看中了灵儿手中的纸糖，伸手就要抢，灵儿迅速地含到了嘴里。那熊孩子气得伸手就要去扳灵儿的嘴，被钱氏抓过来打了几下。满心看到小灵儿偷笑了下，不禁也是会心的一笑。吃饱喝足，亲朋们唠嗑着走了。方和的娘和兄嫂、杏儿爹娘开始帮着清扫，原本帮忙的人见人手已经够了，也没留下。热闹的院子瞬间清静了下来，只剩下清理时碗筷的碰撞声。魏成又拉着娘到了角落里，指着院子中这诡异的一幕：“娘，您怎么不赶他们走？他们走了，院子你负责清扫。”满心挑眉，魏成又瞬间闭了嘴。杏儿姐姐爹娘还挺好的，可大嫂的娘家人肯定不安好心。满心看着魏成佑脚上穿着的方杏儿所做的鞋子，揶揄道：“一双鞋就让你叫姐姐了？上回送二儿子小儿子去城里时，方杏儿给他们各做了一双。”魏成佑嘿嘿一笑。这一晚，方和娘家人没像前一天那样说那么多话，做好了事打个招呼就离开了，这让方和和魏成宽都松了口气。满心关上院子大门后打了个哈欠，虽然他只是出了银子，但招呼人也是很累的。看到大儿子夫妻那表情时，很想到一句：没必要把不值得的人放在心里顾忌着，考虑到大儿媳妇的感受，换了句：你们把灵儿抱到我房里，以后让她和我一起睡。这个时代的床没像现代这么大，老大一家4个人未免太挤。好，魏成宽很高兴，进屋去把已经熟睡的小灵儿抱到了娘的屋里。第二天，一家子又早早的起来了。魏成又要回城里，灵儿也要回红秀坊，满心要去整理铺子。吃完早饭，3人就上路。一路上，魏成又说着让娘记下大家都需要的东西，让牛车行的人捎给他。过个10天半月，他的那些伙计们就会拉来，直到上了牛车，他还在说着知道了。满心应着，目送着小儿子离开后，把灵儿送回了红秀坊，他才来了铺子里。大早上的，街道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他的铺子一开，就走进来2、3个人。铺子设在弄堂的出口，也是很容易被看到的。就如他先前所料那般，大家对于这些实用又好看的东西爱不释手。1个时辰内进来了10人，有3人买了，虽然数量不多，银子赚得多呀。这10人满心都问了喜好，正寻思着得做个笔记，要不然得忘掉时，灵儿脆嫩嫩的声音响起：“阿奶。”抬头就见小灵儿在门外笑嘻嘻的偷看着他，抱住了小孙女，满心慈爱的问道：“这回课间休息呢？”小灵儿点点头，搂着阿奶的脖子认真的说：“阿奶，您在这儿开铺子真好，灵儿每天就能看到阿奶了。等阿奶赚了银子，把铺子开到红秀坊的对面去，怎么样？”“好啊，好啊。”小灵儿笑得开心极了。看到灵儿，满心不免想到大儿子：“灵儿，阿奶问你件事，你阿爹有喜欢做的事吗？”第86章，拥抱什么才能成为什么？阿爹喜欢下田。灵儿想也不想地说：“这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不下田啊，咱们就没粮食吃。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每个人都要进步，只有把脚迈出去，才有未来可期。满心也可以带着老大一家子做生意，目前生意刚开始，带着做一点点，熟悉起来也挺好。这是一条最容易走的路。有句话说得好，你喜欢什么，就去拥抱什么。你拥抱什么，才能成为什么。”魏成宽才20岁，他肯定有什么喜欢东西。满心觉得应该让大儿子先去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拼搏一下再说。小灵儿认真的想着，满心抱着小孙女，不扰他所想。有了，阿爹喜欢修东西，家里的床、椅子、柜子坏了，阿爹都会修。灵儿开心的说。再想想，魏家院子，包括后院地里那些家禽的篱笆栏，都是大儿子花心思弄的，挺漂亮，更别说家具这些破了修。不过这时代的人为了省点银子，小物件自个都会修，不算爱好。灵儿摇摇头，没有了。灵儿的休息时间已到，满心目送着他进了红秀坊，才回铺子。原主的记忆除了必须要知道的，他很少去想。这下为了找出大儿子有什么兴趣爱好，满心只好把有关于大儿子的记忆翻了翻。这一番不由得叹气，真是要什么压什么，凡是大儿子要的，原主全部打回，只让大儿子下田务农做体力活，就因为家里缺个劳动力。不过其中有件事，满心还是上了心。大儿子8岁那年，邻村西湖头有个姓顾的窑工师傅上门来问大儿子要不要跟着他学手艺。窑工做的都是碗、器之类的，在现代能被称之为师傅的，那都会冠个艺术家。那时那位窑工顾师傅是怎么说来着？
说大儿子总会跑到他家门口偷偷的看，他见大儿子有兴趣，就让他自个发挥了一下，还挺有天分的。到傍晚时分，满心一共卖出了6件物品，一件是床上的棉套，3把颇为精致的扇子，还有2朵珠花。虽说只有棉套是大件，但赚了一半不止，特别是扇子和珠花，东西虽小，利润可观啊。富人们对于这些没看到过的样式都喜欢得紧。回家前，满心来到了牛车行，让他们给小儿子捎话，把他想要的那些东西都说了。出镇时看到卖糖葫芦的，想起第一次给灵儿买糖葫芦，他没吃完，忍下了一半留给他娘。满心掏钱就买下了一串糖葫芦带给方和，想了想又买了一串。田野的春风吹散了8月中旬的微热，很是惬意。走到村口时，傍晚的彩霞大多被夜色笼罩。娘，魏成宽的声音传来。满心望去，见大儿子正从村里走出来，看到他就跑了过来。娘，您怎么回来的这么晚？我看街上还有人，就关铺子晚了些。拿着。满心把2串糖葫芦交给大儿子，给你和你媳妇带的。娘，我和阿和又不是小孩子，您怎么想到给我们买糖葫芦？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吃吗？原主从不给买，就算买了也只给二儿子小儿子。魏成宽一愣，想到小时候的事，心里不受控制的酸涩起来。以后想吃就告诉娘，娘给你买，你就当自己还是个3岁的娃儿。满心赶紧逗趣一下，想撒娇了就撒，娘由着你。魏成宽被逗笑了，心里的难受少了许多。母子俩人有说有笑的回了家。第87章，只要你想学。方和已经烧好了饭，听到丈夫和婆婆的声音迎出来，没想到丈夫直接塞给了她一串糖葫芦。娘知道你喜欢吃，给你买的。方和看着正在井中打水洗脸洗手的婆婆，再看着丈夫手中和自己手中的这串糖葫芦，有些不太好意思，肯定是灵儿乱说的，这孩子真是。话虽如此，脸上的高兴溢于言表。今天吃的是满月酒剩下来的剩菜，其余的方和只烧了个蔬菜。满心虽然不主张浪费，但那么多人吃过的剩菜并不想吃。古时代老百姓的卫生概念和现代的很大不同，他不好说什么，因此舀了些蔬菜汤拌着饭吃了。娘，怎么不吃肉？这肉煮了几次挺入味的。方和道：你们吃吧，我吃点菜。满心笑笑。娘，明天开始让陈宽给您送午饭吗？方和问道。今天中午还有满月宴剩下的菜，叫了一桌的人再吃，就让娘在外面吃了点。也好。满心想了想，总不能每天都在外面买东西吃。陈宽，娘记得你小时候有次说想学摇弓，娘怎么突然问这个？魏成宽奇道。你现在还想学吗？魏成宽一怔，看着娘，娘的目光告诉他，他问的是认真的。农忙也过去了，每天去田里看看不用花多少时间。满心接着说，家里的事有阿和在，娘也能帮上点忙。摇弓要是学成了赚钱不说，还是别人眼中的手艺人，这身份很被人看得起呢。方和有些激动。娘，我这年纪太大了。魏成宽握筷子的手微紧。你要是喜欢就去学，你才20，就算是30、40了，只要你想学，娘都支持你去学。满心极为认真地说。娘突然说起这个，娘，摇弓的活要从小就学起，他们只收小学徒。魏成宽说完低下头扒饭。丈夫这么一说，方和这才想起，一般做手艺活的学徒都是打小就带的。娘，灵儿爹要是去学摇弓，最短也要3、4年才会学到点东西，这时间还是王少了说的，哪个手艺人不是10几年的时间熬成的？我是这样子想的，陈宽还年轻，总是跟着土地打交道，一辈子也就这样。要么陈宽跟着我学做生意，要么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田里的事，咱们有银子了，可以请短工做。至于家里，阿和辛苦一些，他也会给方和补偿。这个满心没说出来，还没隐的事。不过陈宽有出息了，阿和也会跟着享福。魏成宽低下头扒饭后就没再抬起来，只闷闷地问，为什么娘以前不让我去学，现在又提起？这话里很委屈呢。想想也确实挺委屈，满心总不能说那时他还没穿过来，他其实不是他的亲娘吧。一时灶房安静了下来，说点什么好呢？很多家长在问出让自己难以回答的问题时，都会来一句这有什么好问的。满心不想避开，有些问题必须正面回应。成宽，娘以前对你不好，让你受了不少的苦，委屈你了。魏成宽低头看着碗里的饭，眼眶有些酸。只要你还想去学摇弓，就去。满心道。方和在旁说道，灵儿爹，要不你跟着娘去学做生意吧，这个比较容易。做摇弓要3、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万一学艺不精，时间都浪费掉了。第88章，他就是个种田的命。满心静静地吃着饭，没再说什么。这是他们夫妻间的事，他们商量着来，但不管大儿子要做什么，他都尊重。魏成宽表面看着平静，内心在翻腾着。他从小就喜欢做摇弓，因为太喜欢，所以壮起胆来跟娘提，甚至还求着摇弓师傅过来说服娘。当时娘说了一句，他就是个种田的命，学什么摇弓？
他去学窑工了，家里的田地谁管？我二儿子三儿子一看就不是庄稼汉的命，现在娘提起这事，还支持他去学。魏承宽脑海里闪过那天娘跟他说的话，承宽，给娘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做母子。是的，娘现在不一样了，不会再那样说他，娘现在很疼他，心里的委屈消散了不少。魏承宽抬起了头看着满心，娘觉得我选哪个好？12年过去了，他就算心里还喜欢着做窑工，也没有信心能学好。都好，主要看你喜欢。满心道：阿和，你觉得我应该去做生意吗？魏承宽又问妻子。方和心里是觉得做生意比较容易，毕竟有娘在旁边，但被丈夫这么看着一问，她也说不上来。丈夫几年内要是学有所成的话，窑工比生意人地位高很多。很难选吗？满心想了想说：你们晚上考虑一下，反正也不急。魏承宽点点头。吃完饭，满心逗了逗小孙女后才去睡觉。隔天是个阴天，满心一起早就开始跑步，伸展运动半个时辰，直到出了一身汗才休罢。早饭方和做了大饼，磨了豆浆。大儿子一大早就去田里放水，还没回来。早上是赶集人最多的时候，也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满心拿了大饼在路上吃，当是边吃边消化了。果然，到了镇上才打开铺门，就有不少人走了过来，对着架子上和地上的东西看着。很快就有人买了一套架子上的茶盏，还有2个模样精致的花瓶被买走了。满心甚至都没怎么介绍，只说了是从越城而来，加上花纹确实是精致，烧制的也很好。那2妇人直接就买下了。这些东西就是窑工做出来的。满心拿起仅剩的一套茶盏看着，跟后世的瓷品虽然比不了，但做的也是极为精致，比起他家里用的那些高大上很多，又是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大儿子要是去做窑工，肯定有前途。店里的东西还有10几样大件，20几样小件。满心觉得这些小件应该很快就能卖完，毕竟价格都是在老百姓能接受的范围内，也不知道小儿子的货能不能接得上。销售这个先不管，他得把铺子的门面给弄一下，挂牌这些还没弄呢。阿奶，小玲儿的声音传来时，人已经跑了进来。咱们玲儿来了。满心高兴地抱了抱她，点点她的小鼻子，总是这样跑出来，管事姑姑会不会说你呀？灵儿跟管事姑姑打过招呼的，姑姑说只要按时回去就好。阿奶，您看我绣的帕子。灵儿将手中的小帕子递给满心看，一块不值钱的小麻布，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太阳花，离栩栩如生还有点差距，但这模样一眼就能让人知道是什么花。灵儿绣的花都能引得蜜蜂过来采蜜了。真的吗？阿奶。灵儿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面都是光。真的。满心捏捏小孙女肉嫩嫩的脸颊。第89章，越难的事，成就往往越大。中午时，魏承宽过来送饭，连他自己份也是一起拿过来在铺子里用。满心边吃边和他讲着这2天卖出的东西赚了多少钱，他并没有遮掩，而是大大方方地说出来。魏承宽听着满脸都是兴奋，赚钱时当然是高兴的，但这些要是都亏了，那也是10几两啊，一般人承受不起。满心好坏都说一说。魏承宽听着点点头，做窑工或是生意还没想好吗？满心边问边吃菜，大儿媳妇的厨艺是没得说，普通的菜到他手里那也是一个香。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魏承宽问。满心想了想，我会选窑工，可我都20了，那会很难。魏承宽说到年纪这个问题时，心里的苦涩没有减少，他没有信心。20岁真的不大，这点满心不知道怎么和大儿子说。在他那个时代，有的人20岁还是个熊孩子。想了想道，越难的事，成就往往越大，因为那些困难对于自己而言是种成长。做窑工有师傅教着，开头几年不难，难的是学成之后的突破。成长对他来说也是种成长吗？魏承宽心想着。你总待在家里，跟在娘身边，能成长多少啊？满心真觉得大儿子应该自己去多接触新鲜事物，再加上你不也有兴趣吗？这个是最重要的，兴趣再加持以制衡，就算不成功也不会太差。他相信大儿子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到魏承宽走之前，他还是犹豫着的。满心挥手送走儿子，看得出来魏承宽最喜欢的还是窑工，就是这年纪成为了他的心梗，这个只能让他自己去克服。下午在卖出了2个陶锅后，满心开始关铺子门，他打算好好去看看镇上的几家杂货铺都在卖哪些东西，做个参考。翠罗妇人的高音在身后响起，满心转身就看到一名上半身下半身同样胖的妇人惊喜地看着他，那目光像是久别的亲人似的。你是？满心一时没认出来。那妇人走过来打量了他半晌，胖手一把拍在满心肩上，真的是你，翠罗。这一拍拍得满心差点趔趄了一下，赶紧后退了几步，免得再被拍。是我呀，我是小琴啊。小琴。满心搜索了下原主记忆，高小琴。
那是原主从小到大玩在一起的闺蜜。原主村里的同龄伴不多，因此关系都很好。原主嫁了人后没再回过村子，也就不知道这些小伙伴们现下如何。不过眼前的高小晴以前很瘦的，比她还瘦。是我呀，是不是我胖的都不认得了？高小晴豪爽的笑着，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了。满心笑着，虽说她不是原主，但也挺高兴的。前些日子你弟回来了，你咋不一起回来？高小晴问道。前些日子？什么时候？5、6天前吧。满心心下微起，他那姨娘和弟妹在10来天前就该回越城了，就我弟一个人吗？是啊，我还问起你来着，他说你过得很好，也是，嫁了个秀才，又怎么可能过得不好？这铺子是你的吗？高小晴往铺子里看着，前2天刚开的。都卖什么啊？哟，你这是要出门了吗？是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聊。那也好，下次我来镇上找你。高小晴高兴的道。好。满心关了铺子门离开，看着满心消失的身影，高小晴嘀咕几句，这性子变了好多，讲话还细声细气的，不过比他那个弟弟好多了，没有冷冰冰的看不起人。第90章领生的待遇。魏承宽的选择考虑了整整3天，最终他选择了做窑工。当天，满心就从屋里拿出准备了多天的床上3件套，交到了大儿子的手里，拿着这个去西湖头村的顾窑工那里拜师。夫妻俩看着这套柔软细绵的棉套，这是小弟拿回来给娘卖的，在镇上还没这么好的棉套，得好些银子啊。娘，这也太贵重了。魏承宽没想到娘早就准备好了，娘就这么笃定他会学窑工吗？既然是真心拜师，当然要选贵重一点的，人家有的，咱们拿去也没意思。你要是觉得重了，那就把本事都学回来。满心高兴地说。娘，我一定会把本事都学回来的。魏承宽眼眶微红，原来娘如此重视他的这次拜师。满心没有跟着去西湖头顾家，都不是小孩子，他去反倒是多余的。那位顾窑工在大儿子小时候就看中过他，如今又拎了重礼，这事肯定有着落。小团团方和抱着去，这孩子不哭不闹，倒也没事。时候不早，满心收拾一下，匆匆出门去开铺子，这才关上门。一名16、17岁的少年气喘吁吁出现在他面前。大娘，您可是程启的娘？少年穿的是石鼓书院统一的青布衫，文质彬彬，像是书院的学生。我是，你是？少年惊讶于程启的娘这般年轻。我是程启的同窗，程启出事了。魏程启能出什么事？满心搜索了下记忆，在这个时候，魏程启并没有出过事。发生了什么事？少年将事情道来，说到最后，满心的眉头越拧越紧。前2日，竟然有一名青楼女子拿着几本魏程启的书，说是来还书的，随后娇羞的走了。本是简单的还书举动，最后谣言越传越猛，变成魏程启与青楼女子有染，书院要取消程启去越城科考的资格。少年忧心地说：“夫子让我来找您，看看您有没有别的办法。”办法？事情都还没了解。满心道：“我先去单城，其他的见着了程启再说。”大越的科考分为秀才、举人、贡士、进士4级，秀才中的优等生叫领生，朝廷给特殊待遇，学堂膳食免费，每年还会有一定的贴补，还会选中几人越过举人考送入京考贡士。已死的老秀才和魏程启都是领生，也是越级科考生。少年没想到程启的娘遇事如此冷静，换成他娘早就不知所措了。满心让少年等他一会，他去了邻居家里给大儿子留话，告诉他自己有事去单城，可能2、3天不回来，这才和少年到了镇上的牛车行，搭牛车去单城。一路上，满心又详细的问了少年魏程启和那青楼女子的事。魏大娘，程启说他从未见过那青楼女子，但那书确实是他的。前几日书院去游学，他回来时才发现书不见了一本，当时并不以为意。少年又道：“魏大娘，程启绝不会和青楼女子有染，这点满心相信。原主的这个2儿子，就算日后3妻4妾，也绝不会去沾青楼半点。原主的记忆中，上世魏程启做了官后，每次出去应酬都会有美女作伴，他硬是不碰半点。除了在方杏儿身上精虫上脑，做下不少糊涂事，在美色这块简直定力惊人。你叫什么名字？”满心的目光落在少年身上。晚辈叫廖世杰，是程启的好友。谢谢你，今天辛苦你了。满心真心道谢，没想到程启还有这样的好友，这是应该的。晚辈只担心这次事情怕是无法善了。廖世杰愤愤道：“不知道是谁这般恶毒，如此来污毁程启的声誉，简直可恶。”世杰，程启和别的同窗之间相处的如何？满心怀疑是不是同窗的恶性手段。那些富家子弟虽有时出口恶语，但不至于毁人前程。再者，院长大怒，已经彻查此事，若是学院中学生所为，3族之内子弟10年之内无缘现世。石鼓书院立院100年，是极为公平公正的书院，满心会相信其公正，还得说到前世，朝中有数派，单县是属两浙郡，
在朝中简称浙派，势力较弱，因此这些年不断的往上输送着人才，就是想强大起来，有一席之地。不管是寒门子弟还是贵族子弟，只要有才就全力扶持。第91章，书院没有过怀疑吗？拉货的牛车没有舒适度可言，震得满心这也疼那也疼，看了旁边啥感觉也没有的少年，心里感叹了句年轻真好啊。身体虽不是，脑袋还是在运转的。魏承启这是惹到谁了吗？照上世来说，他是一路青云直上，中了贡士之后，天子主持殿试，被定为一甲状元郎。书院院规森严，出去次数屈指可数。那么巧，这才出去一次就惹了事，估计那人就等着这次的机会。大娘也别太担心，说不定会有转机。廖世杰见魏大娘一直沉默着，安慰地说。满心点点头，他并不是担心，取消了魏承启去越城科考的资格，大不了脚踏实地的一级级考，中进士是迟早的事，他气的是被人算计。算计的那人段位还有点高。中午时分，总算是到了单城。石鼓书院在城南，周围没有烦闹的街道和住宅，被一片绿荫包围着。绿荫内有不少的石椅石桌，供学子们休息阅读之用。悠久的百年时光，书院宁静而祥和。魏承启被夫子带来时，满心刚想喝一口茶，这下茶都没入口，就赶紧站了起来行了礼。我家承启给夫子添麻烦了。承启是我的得意门生，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倒是这件事很是棘手。夫子60开外，慈眉善目，为人师表。承启和那青楼女子确实是第一次见面，可不知怎么的，外面传成了这样。娘，我从不曾去过青楼。魏承启道。满心看着铁青着脸的二儿子，清俊的脸阴沉的跟那雷雨天似的，也是从小到大哪受过这样的挫折，更别说一来就是声誉受损这种有点寒凉的招数。娘信你，先给缓解一下心情。听到娘这么说，魏承启心下一松。书院能查的都查了，也没查出是谁在造的谣。夫子叹了口气，目前最主要的是怎么制止谣言，让对承启的声誉伤害到最小。夫子，书院可派人去查了那青楼女子？满心问。查青楼女子做什么？夫子愣了愣，查的应该是造谣的人啊。魏承启也看向母亲，他怎么会这般巧捡到了承启的书？书院没有过怀疑吗？看夫子这神情，估计是从没有怀疑过。满心觉得书院查的源头错了，这也没什么好怀疑的。那种女子捡到了书还回来了，被有心人看到利用，其实承启见了后知道是青楼女子，就不该见面。这点夫子对承启是不满的。魏承启垂于腿侧的双手紧握成拳，他也后悔不已。承启，你倒是想想，有没有得罪过人？先不说青楼女子的事，满心问二儿子。没有，我不在书院就是在家里，并没有得罪过人。魏承启很肯定。那女子是在何地还的书？满心又问。就在书院门口。夫子，满心道，我觉得要查的话，得从青楼女子查起。能请夫子跟院长提查一下那青楼女子吗？这个，夫子有些为难，他没想得那么深。承启不过小小年纪，谁会这般来算计？书院和青楼那种肮脏的地方，还是不要牵扯的为好。再者，承启声誉已经受损，这是没法子的事情。目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别让书院取消承启去越城科考的资格。这想法也未免本末倒置了，事情都没理清，背后指使的人还没找出来，满心可不喜欢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冤着。想是这样想，满心神情还是颇为敬重的模样。我姨父道，人家能有什么法子呢？院长是承启父亲的恩师，说不定会看在承启父亲的面上通融一下。夫子满是希望地说。第92章，我是这货的亲娘，还有这层关系。满心搜了下记忆，果然还真是的。随即满心抽了抽嘴角，这关系怕是用不上。老秀才是个很给力的优秀学生，可自从娶了原主后，优秀的光环就没了。越级连考了几年进士不上，最后连个举人都没考上。院长把这事怨到了原主的身上，觉得是原主毁了老秀才。好，我试试。满心先应着，这种事也没法跟人家说。再者，要真没路走了，也是条路。父子走了，留下母子俩。满心看着身边的二儿子，书院的青山让这个原本就俊美的少年看起来更加的俊逸无双，就是这脸色怒气腾腾，阴郁的很。毕竟年纪轻，还不会隐藏情绪。走吧，咱们先去吃饭。都到中午了，满心挺饿的，吃不下也得吃，无论发生什么，也要先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胃。满心道，没力气怎么查清事情？魏承启看着亲娘，娘的神情是让他意外的平和，看着他的目光也是温和的。总之全身上下找不出着急担忧之情，让他焦躁烦闷不安的心好像也缓了那么点。不过娘这神情是不是太过平静了？以往他身上发生一点小事都会忧心的不知如何是好。愣着干嘛？还不走？城里娘可不熟悉。走出门口的满心见二儿子一脸郁闷地看着他。娘，您不着急生气吗？魏承启问出心里的疑惑。着急和生气也没用啊。满心道，
毕竟不是从小养大的，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只不过关系被捆绑着，福祸与共。程启，你倒是再想想，最近是否得罪过人？没有。别说最近，我把来书院读书后，这几年都想过，并没有得罪人。魏承启道，除了书院里的同窗，有时会是个绊子。院长已经彻查，谣言并不是从学院里出去。两人走出了书院，走在一片绿荫的林子里。绿荫下的石椅上，有好些学子正坐在聊天，有的也在看书。少年青春，洋洋洒洒，所以得查那青楼女子。满心还是觉得这青楼女子有问题。听夫子的意思，书院是不可能去查青楼的，担心书院名声受损。书院与那种地方绝不会主动去牵扯。他虽然是书院尽心栽培的学子，但书院也不会为了他而让人有一丁点的诟病，这点魏承启心里清楚。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满心抿紧唇，娘去找院长吧。夫子不是说院长是父亲的恩师吗？说这话时，魏承启看着满心的眸光透着期待。你都没试着去查清真相，就想着去求人？既然是陷害，先把陷害你的人找出来，就算求人，也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冤枉的。我一介书生去查青楼女子，像样吗？魏承启道，就算要查，娘去查吧。满心被气笑了，停上脚步，抿紧唇冷看着这个儿子。自穿过来，只要碰上这魏承启的事，火气就旺得很，真想喷过去一句你自个的事情，关我屁事。在心里道了两句我现在是这货的亲娘，我现在是这货的亲娘后，满心正要以十分克制的温和声音开口时，魏承佑的喊声传来，娘，二哥。第93章，版本这么香艳。声音到，人也气喘吁吁的到了。魏承佑未平气息就着急开口，娘，二哥，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书院里一位秀才和青楼女子有染，书院里不过4、5位秀才，说的不可能是我二哥吧？好巧，就是你二哥。满心一手指着魏承启。魏承佑。魏承启铁青的脸色又深了一个度，特别是当娘的手指着他时，咬牙切齿的道，有人要造谣我，我根本与青楼女子不认识。二哥，你是得罪谁了吗？一大早，整个单城的人都在说这事，魏承佑在铺子里做事，铺子的伙计也在说，说的可香艳了，他听着都耳红。二哥也是秀才，还是最优秀的那个，他担心，所以跑过来问，看到娘在这里，就觉得有点不妙了。没有，我也不知道。魏承启恨声道，连小弟都能听到这谣言，必然是传得广了，心里急起来。那怎么办？娘，您赶紧去找院长吧。魏承启拽着满心的胳膊，语气很是急切。院长看在父亲的面上，肯定会帮着我的。要是他不帮呢？满心没好气。娘就求他，直到院长答应为止。院长惜才，一定会心软的。这种求法，你自己去求。满心冷着脸道，求人并不丢脸，但这种胡搅蛮缠的求人法，只会让人看不起。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怎能轻易下跪？娘不一样，您那是为了我，旁人只会觉得母子情深。母子情深个屁！满心心里飙过几句脏话，去查清事情真相的本事没有，算计自个亲娘倒是挺聪明的。二哥。魏承佑轻扯了扯二哥的袖子，娘的脸色好可怕。我饿了，吃饭吧。满心深吸了口气，默念了一句，就算看清了这个儿子，但我对这个儿子还是充满了母爱，这才一脸平静地走出林子，上了大街。单城吃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肉包、豆腐包、韭菜包子、煎包，还有炒炸面、炒年糕，应有尽有。满心想点炒年糕，又怕消化不好，就点了2笼豆腐包和1碗豆浆，问两儿子吃什么。我要肉包。魏承佑闻到肉香就饿了。豆腐包。魏承启哪吃得下东西，不过娘看他的眼神挺冷的，就点了笼。就在3人落座时，旁边坐着的中年男子转过身看着魏承启道，你这穿着是石鼓书院的学生吧？那位夜夜和青楼女子巫山云雨的学生是谁啊？正喝豆腐的满心差点喷出来，夜夜巫山云雨，版本这么香艳。魏承启拿着筷子的手紧握成拳，冷声道，你胡说什么？没有的事，他是被人造谣诬陷的。这种事有什么好造谣的？是男人都懂。中年男子说着嘿嘿直笑，像这样的少年人，看到梨花阁里的美人，怎么可能忍得住？就是啊，另一桌的男人都凑了过来，碰了女人，说不定夜夜都想要呢。魏承启气得胸口起伏，手中的筷子捏得都快断了，正要将手中的筷子砸向这些人时，砰的一声响，满心手中的筷子拍在了桌子上，对着这两男人喝道，没看到我们要吃饭吗？哟，老娘们挺厉害啊！其中一男的上下打量着满心，满眼的有色。你们在我年少的2个儿子面前污言秽语的，还不让我护犊子了？满心高声道，要不要旁人来评评理啊？见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们，两男儿这才悻悻然地坐回自个位上。第94章，得罪了什么厉害的人？魏承启突然鼻子一酸，他乃石鼓书院最优秀的学生，不到2天被书院取消了越级科考的资格，还被人说成这样，
名声尽毁。二哥，魏成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向清傲的二哥，二哥现在得多难受。看着二儿子低着头握着筷子的手青筋直爆，满心一边吃着小笼包一边淡淡道：只要活着都会有被人泼脏水被人诋毁的时候，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比起以后你要经历的事情，这种事算老几。魏成启依然低着头，隐隐有吸鼻子的声音：娘，我去梨花阁找那个青楼女子，问她是不是有人指使的。魏成佑气愤的道：她说没有呢。魏成佑愣了愣，那怎么办？满心静静的吃着小笼包没有说话，看着二儿子这难过的模样，在书院见他还能忍着，这回听到两男人这么说，心态估计是崩溃了。毕竟相处了这么久，满心不能说把他当儿子，也是当着家里人的，就算气人的时候真的气得心肺都疼，这回也不好受。我去请王公子出面问那女子，王公子一直在梨花阁花了不少的银子。魏成又想着办法，说不定他就说了，你从王公子的生意里退了出来，他还会理你。满心对这个王公子有些抵触。娘，王公子他也学我那般跟王老爷说了自己不喜欢读书，只想学做生意，求了几天王老爷就同意了。这个倒是在满心的意料之外。那王公子还做那些私下的生意吗？不做了，王老爷交给了王公子2个铺子，王公子哪还有精力去做那些黑吃黑的。满心稍微松了口气，上士魏成佑被人下药成为了废人，他报复在了王家兄妹身上，所以大家都认为那是王浩干的事。满心这心里对王浩总有几分忌惮，因此他不喜欢小儿子在王家学做生意。现在看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着。三人见到王浩时，他正在铺子里算着账，算盘打得啪啪响，熟练得很。王浩和魏成启的年纪相仿，白白净净，笑起来模样格外阳光开朗。满心知道这都是表面，能黑吃黑，这少年不简单的。当魏成佑说明了来意，王浩倒是愣了下，他没想到传言中的石鼓书院和青楼女子有染的学生竟然是程佑的二哥。程佑二哥，梨花阁的那姑娘叫什么？牡丹2字是从魏成启的牙缝里蹦出来的。是他。王浩拧了拧眉，王公子可是有难处？满心问，看王浩的表情似乎有什么为难之处。难处倒是没有，不过这个女人跟单城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有关系，想让她出来澄清这事挺难的。王浩想了想说，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亲自给程启送书？也是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满心的猜测。王浩点点头，那人找的要是一般普通的女子，给点银子，用点手段，说不定就说了。找了牡丹这样的人，本身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打量着一直沉默着的魏成启，这种谣言对他一个生意人那不算什么，但对一个秀才而言，那是毁了人家的一生啊！这是得罪了什么厉害的人？第95章，首先你要正视他。王公子，只要那牡丹肯承认是有人指使他做的，我就有办法让他告诉我是谁指使的他。满心道，什么办法？王浩看着眼前这位比别的妇人看起来年轻很多的大娘，这位大娘把魏成佑管得挺严的，魏成佑跟着他赚了一些银子，可以说死心塌地的很，他又整整洗脑了1年。回头这位大娘把程佑拎回去后，再回来那小子竟然直接跪在他爹面前说要学做生意，怎么拉都拉不回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满心冷笑，真当他无可奈何吗？怎么个还治其人之道法？王浩好奇得很，一个乡下村妇跟一个青楼颇有手段的女子怎么斗？满心没打算细说，只道王公子，程启这是麻烦你了，还请想办法从那女子嘴里问出是否有人指使，要多少银子，你开个口。他不会随意去冤枉一个人，哪怕是个青楼女子。银子不重要，其实我还欠程佑一个人情，要不是他突然不做我的书童，我也没法拿他说是求着父亲让我去做生意，免了那读书枯燥的日子。王浩笑得一脸温和，余光瞥了魏成启一眼，父亲跟他说过，让他和魏成佑的关系好些，他那个二哥不是池中之鱼，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他欠他一个人情。王公子说笑了，程佑这个算什么人情啊？你帮着程启这么大的忙，这才是大人情。那我先和程启回书院，等着王公子的消息。满心知道王浩这个人情是欠下了。魏成佑送着娘和二哥回了书院，离开时满心叫住了他，附耳说了几句话。魏成佑有些忐忑地看着娘，娘，这会不会闹得太大了？大？你二哥的流言整个单城的人都知道了，那自然要所有人参与才对得起大家这颗八卦的心啊。满心挑了挑眉，闹得再大些更好。魏成佑也挺对的。娘，您跟小弟说了什么？见小弟一脸不安的样子，魏成启问，你明天就知道了。还有，明天咱们要上趟衙门。满心寻思着，上衙门做什么？魏成启心中一惊，您要去告状？不是告状，想要制止谣言，就要告诉老百姓你是受害者，是被诋毁的，是有人恶意重伤你，衙门就是证明清白的地方。不行，要是去了衙门，别人就都会认得我，就算你藏着掖着，
别人也总有一天会知道是你。书院才几个秀才啊，你当别人都是傻的吗？你信不信明天之后，你魏承启的名字大街小巷都会有人知道？魏承启脸色一白，别人使用这般阴暗鄙视的手段对来负你，那你就用堂堂正正的手段回敬过去，利用衙门的公正廉明，让老百姓都知道你魏承启是站在阳光之下的人。魏承启对上娘冷厉的双眸，这一刻他感到娘生气，而且是非常愤怒，眼里没有往日的慈爱和心疼，心下一慌，娘，魏承启，你自己的事再苦再难都要自己扛起来。扛起来的方法有很多种，但首先你要正视他。满心对这个二儿子是失望的，读书再好，做人的道理却一点也不懂。说得好！一名60、70岁，满头银发，捋着白须的老者走了进来。老者眉善慈目，身形挺拔，一身清风正气。第96章，真爱总是肉麻的。这人满心一讶，是老秀才的恩师，也是书院的院长。满心没想到恩师会在这儿出现，赶紧施礼，唤声恩师。院长。魏承启和魏承佑行礼，又朝着跟在院长身后的2名夫子行了礼。老者捋着白须，慈目落在满心身上，笑着说：蒙翠罗，10年以前，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你相公这辈子也不会一直待在小乡村了，又何来今日的麻烦？原主和老秀才那会的事，满心搜记忆时是一扫而过的，那可是真爱啊！真爱总是肉麻的，能起鸡皮疙瘩的那种。老秀才有了爱情，荒废了学业，确实有着原主不小的功劳。所以说，在学习的时候，还是和异性保持着安全距离为好，两人能一起进步，那是极好。万一像老秀才这样的呢？满心这会也只好担了原主这些事，又朝着老院长施了一礼，说：恩师，以前的事，翠罗心中有愧，但承启是清白的，我明天要去衙门为承启证明清白，到时还请书院能派1人和我前往。找到背后使坏的人了吗？老院长问道。还没有。那你要怎么做？现在这个情况，最重要的并不是去找背后使坏的人。满心有预感，背后使坏的人与他们有着极大的阶级差距，就像王浩说的那样，找了牡丹这样的人，本身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这样的人就算找到了，也不可能正面刚，而是先把谣言止住。承启的夫子说，恩师已经彻查过，承启和那女子并无半点牵扯，更别说逾越之举。以石鼓书院100年的威望，书院的例证足以让老百姓辨是非。老院长点点头，有了书院对承启的支持，再请衙门去查这事，所查无误后贴出告示，让全善城的老百姓都来看看事情的真相。不出2天，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这是满心的打算。好，明天我随你们去一趟衙门。满心微讶之后是大喜，他并不奢望老院长会出面，只要书院派出1人，就已经喜出望外了。承启还不跪下叩谢院长的大恩？明显老院长不是经过这儿，而是特意来找他们的。魏承启跪在了老院长面前，叩了3个响头。一旁的魏承佑见状，也跟着跪下叩头。我是看在你们父亲的面子上帮一回。说到这位他曾最为骄傲的学生，老院长还是不免感慨。现在看蒙翠罗倒是个拎得清的，希望这个儿子他好好教导。老院长离开后，魏承佑也离开，他要去做娘交代的事。魏承启明显是松了口气，脸上的阴沉散开。下一刻，他跪在了满心面前：娘，我知错了。满心静静地看着这个儿子半晌，问：错在哪里？我太过在意自己的名声，迷失了自己。奔波了一天有些累，满心坐到了一旁的石凳上，仔细说说。对上娘亲略深的视线，魏承启有些为难。这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说，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满心淡淡道，在原主心目中，二儿子最像老秀才，是最优秀的，所以从小那就是宠着纵着。他们这回是在书院的一个园子里，夜虽有些深，偶尔还会有学生路过，不免都会看一眼。魏承启有些跪不住了，生怕被人瞧见丢脸，但现在这情况娘不说他也不好起来。第97章，你真是白长了年纪而已。满心看出了这个二儿子的窘状，也不为难，起来吧。魏承启松了口气，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坐着吧。满心指了指对面的凳子。魏承启依言坐下。你是我儿子，你站着我训你，天经地义，但你已经16了，是个大人，所以娘训你的时候会给你留些颜面，而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呵斥。夜深人静，月光满园，老院长来了之后，大家心情都可以，也是说事的时候，满心觉得是该好好说道了。魏承启微怔了下，娘还是第一次说他是个大人，以前总会满脸宠爱的说他还小。知道为什么你让娘去求院长的时候，娘会拒绝吗？娘觉得丢脸。娘当时是在想，我这个16岁的儿子还不如他的3岁的小侄女来得懂事。满心淡淡道。魏承启俊脸一僵，娘怎么能拿我和灵儿相比？怎么就不能比了？灵儿可比你懂事多了。满心顿了顿又道，如果你一说让娘去院长那里求情，娘直接就去了，
等于是在告诉你出了问题，有人会帮你扛着。竟然还说什么院长不同意，就让他一直求着，想得挺美。魏承启一愣，跌倒了，只等着爹娘过来扶起来的孩子，永远长不大。承启，你真是白长了年纪而已，别说应对的能力，就连应对的勇敢也没有。满心语气透着失望，以往他还得装出失望，今天压根就不用装。我一直在好好读书。魏承启想为自己辩解几句，娘，我是为了好好读书，以后光耀门楣，让娘过上好日子。满心冷冷看着他，魏承启被看得头皮一阵发麻，腿侧的双手又捏紧了几分。这借口用着还挺顺手，你是想骗自己呢，还是想来骗我？魏承启的面色因为羞愤而通红，哪怕在月光之下也无法遮掩。你看看你的小弟，这半天下来一直在为你跑前跑后，他比你小了2岁而已，就懂得了利用自己的关系帮着你。说到这点，满心觉得小儿子这段时间还真成熟了许多。魏承启垂于两侧的手缓缓握紧。此时书院打杂的伙计跑进来，是魏大娘吗？您的小儿子和一位王公子来找您了。谢谢这位小哥，我马上就去。满心起身时看着魏承启说，好好想一想娘说的话，你要是总看不清自己身上的问题，以后有的苦吃。走了几步，想了想，又回过身来看着他，语重心长的道，承启，娘老了，很多事扛不动了，苦情排试试，35岁的老人，哎，说不出的心酸。看着母亲那瞬间佝偻起来的身影，魏承启身躯猛地一震。书院外的林子里，王浩和魏承佑正在说着什么，满心忙挺直了背过去。魏大娘，青楼的牡丹说了，她确实是受人指使的，我亲耳听见。王浩道，不知王公子是怎么做的？将二儿子的事甩于脑后，满心好奇地问，不是亲口说，而是亲耳听见。我买通了牡丹的贴身侍女，让她去套了几句话，我就在隔壁屋里听到那牡丹说，也是那小子倒霉，得罪了不该得罪的贵人，还要劳我亲自出手。王浩对这位不该得罪的贵人很感兴趣，单城还有这样的贵人。第98章，请全城人吃瓜。满心也在想这句话，不该得罪的贵人。魏大娘，我听程佑说，明天你要去衙门里为程佑二哥证清白，虽然这事我无法亲自去衙门里作证，但那侍女倒是可以买通一下试试。那牡丹认识的人挺多，王浩是生意人，得罪对他没好处。满心没想到这少年会这般尽心的帮着自己，忙说，王公子已经帮了我们大忙，又怎么好意思再麻烦王公子，明天的事和青楼的牡丹无关。王浩眉心一动，上衙门不是申冤吗？怎么就无关了？娘，到底是谁这般造二哥的谣？咱们家是不是有仇人？魏承佑问。这个问题愁死他了。满心早就把原主的回忆从头到脚搜了个遍，东王村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其余的也没认得什么富贵之家，更别说仇人了。没有仇人，先不去想这个，把明天的事过了再说。魏承佑点点头，目送着两人离开，满心在王公子的背影上多溜了几圈。虽然这少年帮了他挺大一个忙，但他心里依然顾忌小儿子还没发育，身高只到他的肩膀。想到这两人上世的命运，满心觉得自己还是得看着点。回到书院的园子时，魏承启已经不在。我这操劳命啊！满心感叹了一句，进了书院给他安排的房间睡觉去了。隔天的天气依然晴朗，整个单城的人一大早就把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2天的时间，石鼓书院书生的香艳史已经人尽皆知，因此也不知道谁说的今天要在衙门断案。一传十，十传百的都来了。见到当事人魏承启时，沸腾起来，毕竟这可是故事中的主角，没想到生得这般俊美。魏承启任人打量，就算有了心理准备，面色还是一阵白一阵青的。不过他挺直背脊，目光端正地直视着所有人，一副清冷自持、严格自律的模样。这是他来时娘让他装的，当然他本就是这样的人。直到老院长出现，当着县官和老百姓的面，将书院所查的事一一说来，并且再三告诉大家，魏承启乃是石鼓书院举荐进京都科考之人，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么优秀的学生，怎么可能自毁前程，与青楼女子有染，又闹出这么大动静？满心并不在县衙里，以老院长的威望，不会出什么问题。这会正在小儿子的铺子里商量着事。娘放心，昨晚我让10多个伙计帮忙，都照娘的意思去说，还写了好几份送到了各个茶馆的说书人家里。魏承佑第一次做这种事，心里挺激动的。没让人看出是你吧？满心第一次做这种事也很激动。没有，我戴着帷幔帽，全身裹到脚，还照娘说的穿了女装，讲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嘿嘿。好样的，娘，这样真的有用吗？你下午就知道了。当然有用，老百姓都喜欢吃瓜，他就给了一个大瓜。有了老院长做担保，官府直接贴出告示，以正魏承启清白，同时找寻知情人告知是谁在造书院学子的谣，一经查实，重金奖赏。而就在官府的告示刚一贴出，老百姓之间纷纷流出一则故事，那就是青楼的牡丹姑娘早在1年前初次见到学院书生时一见钟情，数次暗中纠缠，
甚至以死相逼想见书生一面，奈何书生一心读书求取功名，对牡丹姑娘丝毫不动心。牡丹姑娘在数次失身诱惑之下，见书生依然无动于衷，因爱生恨，故意造谣抹黑书生。第99章，看看谁先喊疼而已。他得不到的男人，别的女人也休想得到。一时流言铺天盖地，这大反转，老百姓们吃惊不小。仔细一想，可不就是吗？你堂堂百年名校的学子，老院长还说了，那是要举荐到京都越城去科考的学子，怎么可能去喜欢一青楼女子？这么俊美的少年郎，日后前途无可限量，心得多忙，才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来。也难怪老院长都气得出面了。牡丹姑娘因爱生恨，那就懂了。这个女人实在是狠啊，她得不到的男人，别的女人也休想得到。有的老百姓抓住了失身两字大做文章。因此当满心在书院悠哉喝着茶时，他听到的版本又是一个香艳版的。大家对香艳版是有多执着呀？魏承启、魏承佑、王浩这回都在同一个偏厅里坐着。魏承启的好友廖世杰说着外面听来的消息，一脸愤愤之色，这就说得通了。难怪这个女人要这样造谣承启兄，就因为承启兄不理她，她竟然要毁了承启兄，最毒妇人心。满心叹了口气，是啊，真是没想到。魏承佑看了娘一眼，娘装的还挺像。王浩虽然才16，但不傻，黑吃黑的时候手段也是常用的。怎么衙门刚出了承佑二个是被人诬陷的告示，牡丹的谣言就四起了。他的目光在满心和魏承佑身上转着，魏大娘好手段，这也难怪昨晚他会说衙门的事和青楼的牡丹无关这样的话。可不是无关吗？有关的要另起一行了。魏承启的脑海有些乱，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只知道自己没事了。老百姓的话题转向了那青楼贱妇，这让他松了口气。他依然还是书院举荐进京都科考的学生。接下来魏大娘打算怎么做？王浩问道。等着牡丹姑娘找上门来。满心淡淡道，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一定觉得这事是书院的人做的，他要息事宁人，就会来找承启谈谈，压根就不会怀疑是他一介乡下妇人做的。牡丹姑娘从小就在青楼长大，本就是风月场所的人，魏大娘怎么肯定这种谣言对她有作用？我针对的不是她，而是她身后的那些男人们。王公子，你若是在青楼里看上了个姑娘，这姑娘中意的却是别的男人，就算是玩玩也不能忍受吧？更别说这女子还要讨好着那些男人过日子，人设不能崩啊！满心有着十足的把握他会找上来。王浩神情有些尴尬，忙说，我虽然时常上青楼，但什么也没做，我只是打个比方。满心好笑的看着他，魏大娘说的是，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廖世杰听着这话有些不对劲，怎么这谣言还跟书院有关了？魏承启是听出来了，惊讶的看着娘，这事是娘和弟弟做的，难怪昨晚弟弟一脸的忐忑，还问娘这会不会闹得太大了。娘为了他，这是豁出去了，只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看谁先喊疼而已。满心笑着对廖世杰说，脸上含笑，眼中却着一丝锋利，他并不好惹。果然，就在下午时分，书院的伙计给魏承启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写了那位牡丹姑娘在善城茶楼等他。魏承启和书院的人自然不会去，去的是满心。第100章，高看自己也要有个度。茶楼离书院不远，也就在街的对面而已。魏承佑担心娘出事，因此陪着一起。满心没让他上楼，在茶楼楼下等他。这个时候的茶楼没多少人，楼下也就5、6人，楼上更少了。跟伙计说明了来见牡丹姑娘，伙计带着满心来到了楼上的一间厢房。牡丹姑娘长得还是挺漂亮的，特别是那微微翘着的朱唇，微抿时带着点妩媚，有些特色。不过在满心看来，也就是个18线小明星的姿色。你是谁？牡丹姑娘没想到进来的会是个大娘，没好脸色。我是牡丹姑娘因爱生恨那位书生的娘。满心不请自坐，目光淡淡的看着他。牡丹脸色阴沉几分，我怎么可能看上一介书生？那是造谣，说的好像书生喜欢牡丹姑娘是真爱似的。满心讥讽一笑。牡丹眯起眼，眼中闪过一丝不耐。魏承启为什么不来？他为什么要来？我心中说得明白。满心目光平静的看着他，一个18、19岁的姑娘，浓妆艳抹，一身风尘，眼中都是老练之色。看着这妇人气定神闲的模样，倒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他敢来茶馆里见她，牡丹似想到了什么，沉着脸道，今天这些谣言都是你派人弄的？一介村妇会有这种本事？我儿子魏承启的谣言是你派人弄的吗？你别给我打嘴炮，这位大娘，你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这儿可不是你们的乡野。你若不把这些谣言澄清，我会让魏承启吃不了兜着走。牡丹放下狠话，牡丹姑娘就算高看自己也要有个度。我身后的支撑是书院和衙门，这是我的底气。而姑娘你的底气不过就是几个玩弄你的男人。姑娘阅尽千帆，却如此在意这些谣言，想来那些男人对姑娘有些不满了吧？满心的神情依然淡淡的。牡丹姑娘的脸色忽阴忽晴，
这突如其来的谣言确实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不怕别的手段，可这种一见钟情、以死相逼喜欢别的男人，会让他成为笑料不说，也会失去许多客人。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牡丹一手拍在桌子上，对这种妇人，他有的是手段。单城的那些有头有脸的老爷们都是姑娘的入幕之宾，要是突然多出一些谣言，毁了这些老爷们的名誉，不知道这笔账老爷们会算在谁的头上。你什么意思啊？姑娘断了程启的前程，我自然也有办法断了姑娘的生意。满心不喜欢受人威胁，他也不是逆来顺受的性子，忍那3个逆子那是没办法。对一个要害他们的外人，他要还忍着，美得给谁看啊？牡丹意识到自己是遇到对手了，这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妇人竟然还有这样的胆量。他脸上的怒气隐下，端起茶壶给彼此都倒上了茶，笑道：大娘说的严重了，我怎么可能会断了您儿子的前程？那只不过是一个误会，现在误会解除了，全城的人都知道您儿子和我没什么关系，大娘也没必要这般针对我吧？牡丹姑娘也可以去衙门以证清白啊。满心皮笑肉不笑，我怎么可能去衙门？青楼女子去衙门证清白，那才是天大的笑话。第101章，这姑娘是便宜占多了吗？一句误会就想把自个摘干净，你可以把自个当傻子，但不能把别人当傻子。这姑娘是便宜占多了吗？你就不怕我找人做了你？这位大娘，江湖险恶。牡丹姑娘眼中多了丝戾气，那就试试，我也想知道自己脾气一上来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比如说我方才说的要断了姑娘的生意，并不是开玩笑，她穿过来不是受这种鸟气的，要她忍着受制于人，她宁可暴走一回。牡丹姑娘笑了，笑得越是妩媚，眼中的冷意越多。我倒是小瞧了大娘，大娘也是个狠角色。不，我是一个正直、善良、阳光、和气的人。牡丹被噎了一下，你到底想怎么样？指使姑娘造谣的人是谁？满心问出主题。没有指使的人。满心没在说话，而是平静又冷淡地看着他。都是成年人，说话动点脑子。没有指使的人，也不是因爱生恨，那得心肠有多歹毒，才会闲得无聊去毁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少年人的人生啊！牡丹也意识到自己说了句蠢话，知道这事就到此为止。谣言的事我自己来解决，大娘也不要再来添麻烦。你儿子的事，我可以赔些银子。那个人是单城人？满心问。牡丹抿紧着唇，我知道每一行都有做事的规矩，能插得动姑娘的人，想来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牡丹姑娘不用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只要告诉我她是哪里人就好。毕竟没人喜欢平白被这么算计。牡丹思量着，这个大娘有些难缠，只是说出地方，应该不算背信。就像姑娘所说，到此为止，也不用姑娘赔银子。我只想知道那人来自哪里，我们心里也好有个数。满心神情温和了一些，他不会强人所难，非得把人家的客户资料问个清楚。既然他已经挽回了这个局面，那做事留一线也是给人生路。不是单城的，京都越城的。牡丹脸色一变，知道魏承启读书再好，现在也不过小小学子，招了惹不起的人，倒霉的是你们自己。说着走出了厢房，看着厢房的门口好半天，满心猛拍了拍胸口，今天他真是好勇敢。随即拧眉，他也就随意一猜，指使的人是京都越城的，还真是的。这2天细想了想，焦镇和单城魏家都没有得罪的人，而对他们态度极为不好的人倒是有，那就是原身的姨娘陆氏老妇人，还有那个弟弟蒙子平，是他们要害程启。原因是什么？这个陆姨娘讨厌原主，所以也见不得原主的儿子好，这说不过去。还有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原主，原主也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时常觉得委屈。应该不是重男轻女，那蒙翠叔也是女的，一看就知道陆氏把她嫁得很好。难道原主是捡来的吗？因为捡来的就要害人，说不通。娘，魏成又跑了进来，他见那牡丹都下楼了，娘还没出来，不放心进来看看。您没事吧？您问出来了吗？程佑，你说娘和你舅舅姨娘长得像吗？满心指了指自己的脸，3姐妹中她是长得比较好看的，那一弟一妹模样普通。第102章，他们还不能独当一面。魏成佑，娘问的奇怪，不过还是想了想，姨娘的眼睛和娘的很像，那个舅舅的额头和娘也挺像的，不过都没有娘好看。满心点点头，小儿子眼光正常。想了想原主和父母的长相，虽不是特别像，但走出去肯定会被认为一家人。娘，您可从那女人的嘴里问出她是受谁的指使来害二哥的？魏成又问。没有，不过这事到此结束了。满心没打算将自己的怀疑跟几个儿子说，他们还不能独当一面，说了反倒让他们多想，没好处。就这样，我们还不知道害二哥的人是谁呢。魏成又一脸的失望。是啊，满心喃喃，真的会是原主的姨娘吗？2人回到书院时，魏承启在书院外的林子里等着。看到娘和小弟回来，魏承启健步上前，关心的道：娘，
您没在他那受到委屈吧？还会关心他，满心还是老怀宽慰的。放心，没事。魏承启松了口气。娘，问出指使的人了吗？牡丹姑娘说，她只是拿钱办事，她也不知道付钱的背后人是谁。这事她回去好好捋捋。这怎么可能？王公子说，这女子在青楼颇有威望，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受不相干的人指使？魏承启捏紧拳头，气愤的道：娘是被骗了，还有点脑子，不笨啊。满心淡淡道：这事到此为止，那位牡丹姑娘不会再生事，很快就要科考，你要好好准备，切勿为旁的事所扰。他这个亏是白吃了。魏承启心里不甘，但也知道娘说的有理，点点头。程佑，为了你二哥的事，这2天你都没怎么去铺子，现在没事了，娘也回到了书院，赶紧回去上工吧。满心转身慈爱地望着小儿子，小儿子的变化是让他最开心的。娘明早就回家吗？是啊，咱家的铺子都2天没开了。那正好，我手中还有些东西，明天咱们雇辆牛车回去吧。说到生意，魏承佑眼中有光芒，这么点时间就从越城运来了。满心奇道：不瞒娘，这些是我一开始就托人带下来的，我怕娘说我一下子进货的太多，就只拉了一车给娘。魏承佑搔搔头，很不好意思。你呀，以后这种事如实跟娘说就好。快走吧，做生意有盈有亏，满心不会在这种事上去怪小儿子。小弟，魏承启叫住了魏承佑，真诚的道：谢谢你一直帮着二哥，我们是兄弟，有什么好谢的？话虽如此说，魏承佑还是很高兴。外人看着以为他和二哥很亲近，其实是他一直贴着二哥，因为和二哥在一起的话，娘会更疼爱他一些。目送着小儿子离开，满心听着书院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拍了拍二儿子的肩膀：别记着这事了，赶紧回学堂去，明早我离开时就不跟你说了。魏承启沉默了一会，点点头。林子的风很清凉。两儿子离开后，满心坐在石凳上继续落着心中疑惑。非亲生？不可能。陆姨娘对原主也就是冷暴力，没仇恨，因为讨厌原主而要伤害原主的儿子。要是成立的话，这心里得变态到什么程度啊？第103章，其中必有猫腻。这其中必有猫腻。满心几乎能肯定，这次害魏承启的事十有八九是原主的姨娘和弟弟干的。有个点很有意思，他们毁了承启的名声，让承启失去了作为越级生去越城科考的资格，但他依然还是能考举人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在阻止承启进京都。有意思，到底藏了什么秘密？满心在原主的记忆里翻来翻去，上世原主一家人没有见到过他的姨娘和弟妹，原主每天忙着给二儿媳妇下绊子，下着下着就上了断头台。想了想，他得去找老院长，一次失败肯定还有下次，他不能坐以待毙，而且他要印证一下自己的猜测。老院长的公事房在书院最里面一间小楼的2楼，这幢小楼给夫子们用的就像现代的教师楼。跟伙计道明了来意，伙计进去通报，一会出来让他进去。老院长正在改着学子们的卷子，看到满心进来，放下笔，捋了捋白须，笑笑说：以前你嘴上胡搅蛮缠，做事也是糊涂得很，没几年这2毛病都改了。今天的事做得虽不光明，但对这样的人也无需客气。满心难得的脸红了下，看来他的小动作老院长是都看在眼里啊。找我什么事？老院长问。60、70岁的人，身形还是挺拔如松，目光带着岁月沉淀的睿智。是。满心正要开口，老院长笑呵呵的道：要是我帮不上忙的事，别开口。满心被逗笑，老院长是能相信的人。满心把牡丹姑娘说的话道来，无根无据也不能说原主姨娘什么，他只说成得罪了京都的贵人。老院长拂须思考，承启父亲一直都在单城待着，怎么可能得罪京都的人？所以你是想让我故意说出去，取消了承启越级科考的资格，看看这2个月内是否还会有事发生。没有发生的话，证明确实有人在阻止承启进京都。是，还请恩师帮忙。好。老院长颔首，这事你跟承启说了吗？我想对承启也保密，这样才能逼真。这个二儿子情绪太过明显，很容易被人看穿。老院长笑道：承启这孩子不知道有多在意这份荣誉，这样不告诉他，还不知道怎么伤心呢。那就让他伤心吧，也好过被算计。满心觉得这种体验对魏承启来说是种成长，书读得再好，做人做事有问题，他日站得越高，定跌得越狠。这一夜，满心睡得挺香。书院给学生家属安排的厢房比自个家里还舒服，加上没什么挂心的事，睡了个好觉。隔天起来时是个阴天，天气灰蒙蒙的。昨天跟二儿子说过离开时不打招呼了，满心铺好床褥，将书院厢房收拾了干净后，直接离开了书院。随便买了2个包子，来到城外时，魏承佑和牛车已经在等着，牛车上满满一堆东西，跟个小山丘似的。车夫是牛车行里的老车夫，上回也是他拖来货。娘，您来了，等了很久了。我们也刚到，这是进账单，娘看看。魏承又把账本递给娘。
吃早饭了没？满心将没吃的包子递给他。我吃过了。魏成又转身又叮嘱着车夫驾得慢点，马车上有好些易碎的东西。回过身时，见娘目光含笑地望着自己，也给了个灿烂的笑容。满心再次觉得让小儿子去做生意的决定是对的，瞧瞧多有朝气。好了，娘回家了，你也赶紧回铺子里去吧。说着坐上了牛车尾。第104章，他也回去看看。在下雨之前，牛车终于赶到了镇上，匆匆卸了货，车夫就赶着回了牛车行。满心照着进账单清货，这次的货有碗筷、被褥、干草裹着的陶罐、围裙、扇子、珠花，还有几支看起来不错的毛笔等等，甚至连刺绣用的一些细绣线都有，颜色应该是新出的。账单下面一共是用了10两，这10两小儿子还没付呢。满心寻思着这样欠着不好，下次小儿子回来时，他把银子给他，让他去付了。下雨了，下雨了。街上行人的声音传来，果然外面下起了小雨，不一会功夫，街上就没什么人。下雨天没什么生意，满心将铺子关了，打算回去，只是没雨伞啊。红绣坊内，灵儿正认真的在刺绣，不经意抬头见到阿奶走了进来，眼睛一亮，满心朝着小孙女笑笑，又做了个不用理她的手势。灵儿奶怎么来了？管事钱姑姑从学生堆里走过来，是有事找灵儿吗？没有事，外面下雨，想跟绣坊借把伞回家。铺子里没伞，这雨应该会下大，满心估计着还没到家门就被淋湿，到时生病了可不好。周围也没认识的人，只好到红绣坊里来借，顺便看看小孙女。钱姑姑笑着给拿了伞，客气的道：“不用着急还。”满心道了谢，顺便问了这几天小孙女的学习情况，这才离开。出了镇，满心看着另一条小路，想了想，朝着原主娘家的村子走去。前几天见着原主的闺蜜，那叫高小琴的说过，蒙子平回去过村子。她回村子做什么呢？怀念以前。虽是人之常情，满心还是多了个心眼，她也回去看看。原主娘家的村子叫上坑村，村子不大，也就100来户人家，不像东王村那样是姓族群居，100家姓都有。一路上有不少人穿着蓑衣在田里忙活着，时不时抬头看向打伞的满心，不知道是哪家亲戚来了。让路给一名挑着扁担的老农时，老农喊了句：“你是不是蒙家的大女儿翠罗呀？”满心看着这戴着斗笠的老农，隐隐有些印象，一时又想不起来。不记得我了？也是，这么20多年了，也没见你回来。没想到这次这么快就回来看看，也好也好。老农笑呵呵的说了这句话走了。满心听得一头雾水，想问的时候，老农已走了。下雨天，村子里没什么人，沿着记忆，满心来到了原主的娘家。2、3间已经破旧不堪，大半墙已倒，周围长满了草的屋子面前。原主对这里应该很有感情，看到这儿的时候，满心能感觉到记忆中的那些快乐，目光所及的场景，脑海里浮现原主和弟妹之间嬉戏的画面，母亲在旁边慈爱地看着他们，父亲扛着锄头回来，3姐妹跑上去抢父亲摘回的野果。原主的童年过得还是不错的，一家人的长相，弟妹更像父亲，原主则像母亲。翠罗，高小琴的大嗓门传来：“你今天怎么回来了？”满心回头，见到原主的同龄伴一手打着伞，一手拎着刚拔的菜过来，正高兴地看着他。小琴，他也正要去找他，打听一下蒙子平的事。走，到我家去坐坐。高小琴热情地邀请。第105章，月城里一定有个大秘密。高小琴是个话很多的人，一盏茶的时间，满心就将她的大概了解清楚了。她嫁的是同村的阿牛，也是他们的同龄伴，2人生了1儿2女，儿子和大女儿都已经成家，小女儿刚15，已经开始找婆家了。你和阿牛从小感情就好，没想到最后你们成亲了。满心笑着说。要不是那个夜晚高小琴凑到满心耳边偷偷说，说完掩嘴笑个不停。听完，满心额头一抽，竟然偷尝禁果，还不止一次。我勒个去，还能这么开放的吗？要不是他说那种滋味太好，我也不会被他骗了，不然他才娶不到我。高小琴一脸傲娇的嫌弃的道。一次是被骗，你不是说不止一次吗？满心好笑的看着他。高小琴脸一红，不说我了，翠罗，你说说你的事。你弟弟说你相公3年前就没了，这几年肯定很辛苦吧？满心正想问蒙子平的事，还好，我弟弟回来，想来很多人认不出他了吧？可不就是嘛，听说他在越城都是个老爷，儿子还做官呢。高小琴羡慕的道：“你说你那个姨娘怎么只带走了你的弟妹？要是把你也带走，以你的长相，说不定能嫁个大官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姨娘不待见我，那是以前，我看她现在对你倒是挺不错。”满的眉心一动，我和姨娘20多年不见，彼此都没有书信往来，哪谈得上不错呢？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她回来，知道你死了丈夫，一门心思想再给你找个好男人改嫁，我想她也是心疼你的。你说什么？满心脸色一沉，给你再找个靠得住的男人啊？
你弟弟那天还问了我村里几个官夫的情况，我看着他是想介绍村里人给你呢。高小琴高兴地说，挺好的，大家都知根知底。要是你真又嫁回了村子，那我可开心了。满心被气笑了，竟然想着让他改嫁。他们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他的事还轮得到他们做主吗？早八竿子打不着了。翠罗，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不适吗？高小琴关心地问。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事，小琴，我先走了，下次你来镇上时到我铺子来，到时再聊。满心说着转身离开。翠罗看着快步离开的人，高小琴一脸纳闷，好不容易来一趟，家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她已经是未嫁人，生了3个儿子，原主的姨娘和弟弟竟然还想着让她改嫁。满心差点飙出满天的脏话，外人看来这姨娘倒是为她操碎了心，事实上还不知道藏着什么恶毒的心思，真恶心到她了。深呼了几口气后，满心才冷静下来。原主的姨娘弟弟不想让程启进越城，顺着这思路想，他要是改嫁了，自然也是去不成越城，一辈子将陷在这个小镇上。这越城里一定有个大秘密在。就在满心如此想着时，一道力量突然将他拉进了右边阴暗的胡同里。满心惊呼出的声音被一只粗糙散发着臭味的手捂住。是我，是我！男人激动的声音传进满心的耳里。第106章武力镇压。下一刻，满心被压在了墙上，男人的一只手抵在墙上，用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满心还没有回神，耳边就传来男人兴奋中带着猥琐的声音：翠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漂亮白嫩啊！当看清眼前的男人长相时，满心黑了脸。抵着他的男人是村里的无赖，叫马才，从小就是个不学无术，整天小摸小偷的人。满心会第一时间就叫认出他是因从原主10多岁时，这无赖就对他动手动脚的。皮肤黝黑，也不知道是真黑还是常年不洗的脏，牙齿泛黄，眼睛从小到大就是猥琐不堪的。马才空着的另一只手在满心腰上捏了捏，这把岁数了还这么有弹性。忍无可忍，满心一脚狠狠地踩在了马才的脚背上，非礼他就算了，竟然还敢壁咚他，这是多么浪漫的姿势啊！他只有在梦中和男神约会时才有这样的画面，这下好了，留下心理阴影了。马才痛得抱起脚跳了好几圈。满心捡起伞就走出胡同，一脸戒备地看着他，厉声道：光天化日，你想做什么？你可真狠，咱们20几年不见，叙叙就不成啊！马才痛归痛，一双下流的眼睛还是在满心身上转着。见他走过来，满心怒道：你再走过来，信不信我叫人？你这是干嘛？我不过摸了你一下，抱了一下，又不是黄花大闺女了，还这么在意做什么？马才翻了个白眼，想那他这双捂住自己嘴的臭手，满心恨不得立去就去洗个澡。我的事，我就是这么在意。你要是敢再碰我一下，信不信我踢废了你？哎呦，你这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坏？你弟可是说你跟小时候一样，一点也没变啊！满心这心里的怒气本就是被压着的，碰到这个马才这种人不爆发，难道被欺辱啊？他是这种人吗？恨不得上去踢个几脚。这回听到他说蒙子平，我弟弟为什么来找你？当然是把你许给我。说着，马才一双猥琐的眼睛又上下瞄着满心。满心白了脸，被气的。你想多了，我就算要改嫁，也轮不到蒙子平来做主。啧，难怪你弟弟说普通的男人镇不住你，只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让你伏低。说着，摸着下颚，笑得一脸坏意的走进满心。我要叫人了。你叫啊？整个村子谁不知道我的为人？他们敢出来救你吗？怎么那么气呢？满心翻了个白眼，一步之外，他一脚狠狠踢向了马才的双腿间，怒声道：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猪叫！嗷！猪叫声传遍了整个村子。满心可不是踢了就会跑的人，大白天的他真不怕。看到对面门口立着一把锄头，拿起来实践那户人家正在窗子里看着他们，哼，果然都在惧怕着这马才啊！你要干什么？马才毫无防备之下被踢了个猝不及防，一手捂着要害处，痛得直不起腰来。要不然以他高大的身躯，怎么可能会怕满心一个妇道人家？满心卷起袖子来，两声冷笑，武力镇压。第107章，今天秀了下拳脚功夫。说完，满心直接挥出了锄头。这马才来的是时候，他不会真伤马才，伤人的胆量他没有。蒙子平要把他许给村里的官夫，哼，且不说他有什么资格这个问题，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蒙翠罗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没脾气的小姑娘。他要蒙子平不管对谁去说亲，都没人敢应。满心拿着锄头从村头追着马才到了村尾，全村人都出来看热闹。马才下身的疼痛已好了许多，完全可以反压住满心，可村人都出来了，他也不敢真拿蒙翠罗如何，只得暗道了句倒霉，悻悻地走了。翠罗，高小琴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一脸懊恼地说：我不知道你会遇到他，早知道我就送你到村口了。阿牛，喊来丈夫。
阿牛和蒙翠罗也是同龄人，憨憨厚厚的模样，正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满星。毕竟在他印象里，翠罗的性子从不是这样的，现在看着好泼辣，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满星心里的怒气也被消耗了，没有拒绝高小晴的好意。一路上，满星将马才的事说来，高小晴听得愤愤不已。翠罗，你弟弟可以说是你这个大姐从小带大的，他怎么能把你改嫁给无赖呢？阿牛也在旁点点头。你现在是未嫁人，又没有回娘家，他做不了你的主。满星冷笑，理是这么个理。两人担心那马才回来报复，直接把满星送到了镇上，才放心的回来。目送着高小晴两夫妻离去，满星觉得原主的这两个朋友挺不错，看了看天边那黑压压的乌云，赶紧朝着东王村走去。到家里时，满星还真是又累又饿的。方和坐在走廊下挑着一些豆子，看到娘回来了，高兴的立马放下团筛。娘，您回来了？怎么那么急的去了城里？是灵儿二叔出了什么事吗？灵儿娘，我饿了，给我煮碗炸面吧。满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捶腿，今天秀了下拳脚功夫，真累坏了。见娘一脸疲惫的样子，方和赶紧去灶房烧面，还特意放了一把早上往来的河虾，又切了些肉进去，配上青菜。到满星手里时，是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面。满星深吸了口面的清香，吃起来。娘，慢点吃，您怎么不在镇上先买个包子填填肚子呢？方和嫁过来魏家，还从没见过婆婆这般饿的，家里缺了任何人吃都不会缺了她这个婆婆的。我方才去了趟上坑村，没来得及吃饭，一碗面下肚，满星才觉得身体恢复了不少的力气。程宽呢？说到丈夫，方和脸上难掩喜悦。娘，那天我和程宽去西湖头的顾瑶公家拜师，才知道顾瑶公已经在离镇不远处开了个陶窑。他说他已经不收徒了，不过他让程宽在陶窑做工，边做工边跟着他学也是一样的，还有月银能拿，这也挺好。满星点点头，拜师的目的是学艺，只要学到东西，方式并不重要。娘，你为什么突然去善城？满星将未成起的事说来，这青楼女子也太不要脸了。方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二叔是一家子人的希望，他日二叔高中，一家人都等着过上好日子呢，可气。还有件事，等陈宽回来的时候再说。满星觉得原主姨娘的事他都瞒着也不是办法，大儿子性子相对稳一些，可以让他知道。第108章老母亲的心。下午的雨势越来越大，满星去亲了亲小团团，就去睡了一觉。这一觉直睡到了傍晚，敲门声响起时，满星才醒过来，伸了个懒腰，睡得舒服。娘，起来了，阿和已经做好晚饭了。魏成宽担忧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满星起来穿上外衣，进来吧。娘。魏成宽进来，阿和跟我说了二弟的事，这么大的事您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也好陪着您一起去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先去看看再说。那天是你拜师的日子，也不好把你叫回来，幸好事情顺利解决了。满星穿上鞋起身，看到大儿子肩膀和发上都气气的，外面还在下雨吗？赶紧把湿衣裳换下，免得生病。我这就去。虽说娘时不时的会关心他，但每次娘的关心总能让他很开心。看着大儿子出去时那微扬的嘴角，满心慈爱的笑笑。魏成宽其实是个好孩子，这原主要是待他有个6分好，肯定会成为贴心小棉袄。随即满心双手摸了摸脸，有些忧心的想，这慈爱装久了，不会真的变成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吧？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他真的一个都不想错过呀。晚上吃饭的时候，满心把原主姨娘的事情说来，他说的慢，尽量说的简单又抓重点。看着大儿子和大儿媳妇那一脸的不敢置信，满心又把他们要他改嫁的事说来。如果说算计未成起的事，两夫妻还都能控制住怒气，让亲娘改嫁的事，魏成宽那气得拿筷的手都在颤抖。公公虽然去了，娘膝下有3个儿子，轮得到他们来管娘吗？方和觉得这是他活了这么多年听过最为气人的事。他娘家村子里确实有个成亲不到1年就死了丈夫的寡妇，娘家人接回去后做主再嫁了，可娘能一样吗？姨婆是娘的亲姨，舅舅和姨娘是娘的亲弟妹，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过分？魏成宽气得饭都吃不下。满心现在心平气和得很，淡淡道，我跟你们说这事是让你们长点心，这些人咱们得防着，不要因为是亲戚而无防人之心。正因为是亲戚，情感作祟，总是容易心软。魏成宽和方和都点了点头。第二天雨还在下着，入夏的热和着这雨天带着一股子黏人不舒服。满心做了1炷香的伸展运动，将全身都拉了拉筋，直到出了一层汗后才罢休。运动使我快乐。今天魏成宽送娘去铺子里，昨天那个马才是个无赖，他不放心娘，到了镇上再从另一条路去陶窑并不远。满心想想也好。一路上满心问着大儿子陶窑的情况，魏成宽把这几天窑内发生的所有事说来，见娘一直含笑的看着自己，说得更开心了。没想到陶窑里这么有趣，成宽，以后每天回来都和娘说说你身边发生的事，
娘爱听你的这些事。大儿子才搬回来，仅仅是这么点爱还是不够他成长的，他得继续关心着。老母亲真是有操不完的心。好，第109章，不能干坐着让人家来算计他。满心先去将伞还掉。小玲儿这个时候不在绣房的铺子里，早上是挑线的课，是在铺子那间上的。满心没进去打扰他。虽然下着雨，早上赶集的人还是挺多。铺门刚开，就来了几位客人，也就半盏茶的功夫，卖掉了3样东西。大家对于新鲜的东西都会多看一眼，价格在接受的范围内就直接买了。卖完东西无所事事，满心坐着想另一个问题：原主的姨娘或者是弟弟肯定还在善城中，还不知道想着什么样恶毒的计划对付他。他应付得了1次、2次、3次呢？总有防不着的时候。魏承启在书院里有老院长护着，不会再有事。程宽和程佑对他们也没什么威胁，他不能这么厚着让人家来算计他。做点什么好呢？阿奶，小玲儿脆生生的声音传来。满心回过神时，小人儿一把扑进了他的怀里。这大雨天，你跑过来做什么？满心捏捏小孙女的鼻子，将她抱到膝盖上，挥去裤子上沾到的雨滴，裤子都有点淋湿了。我想阿奶了。小玲儿搂住阿奶的脖子，亲昵地说。满心亲了亲她，没白疼。下午阿奶会早点回去，你别走空了。好的，阿奶，后天我不回去了。钱姑姑说那天城里会来女夫子教我们刺绣。好，咱们的玲儿要好好学呀。小玲儿点点头，认真的道：阿奶花了这么多银子让玲儿学刺绣，玲儿不会让阿奶失望的。这孩子怎么这般懂事呢？满心疼爱的不行，低头又亲了亲她，笑着说：玲儿以后肯定有出息。雨在中午的时候小了些，此时也没什么客人了。一个早上卖出了7样东西，4样小件，3样大件。满心对着账本算了算，眼睛一亮，从做生意到现在已经赚到了3两，利润很是可观啊。原来铺子租在这儿。熟悉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满心看到村子里的几名妇人走进来，大家手中都拎着篮子，沉甸甸的，应该是买了不少的东西。翠罗，这么多好东西啊！一妇人看得眼睛都直了。这些都要不少钱吧？满心笑着说：你们要的话，进价给你们。妇人们都笑起来，说着说话要算话之类的话。这都过中午了，你们还来买菜？满心奇道：村里人赶集赶的都是早上，特别是这些妇道人家。猪肉王家养的那头3年母猪中午的时候才杀，我们就吆喝着一起过来买了。翠罗，你要不要也去买点来，晚上给你秀才儿子做红烧肉？其中的妇人道：我家承启今天不回来。说到红烧肉，满心突然间还挺想吃，要不等会就买点来。他回来了，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回来。是啊，不过今天心情好像不好，都没和我们打招呼。魏承启回来了，今天不是长假的日子，心情会不好，估计是老院长把取消进越城科考的事跟他说了。满心笑应着，那还真要去买点肉来。我们先走了。满心送着村人出去，看看这雨，再看看街上稀少的人，估计不会有生意了。想了想，关上铺子门买肉去。第110章，进去继续摔。2斤的肉很沉，满心看着用稻草串起的夹心肉，肥油适中，以方和的手艺烧起来必然肉质滑嫩，入口即化。想想晚上也能吃2大碗饭。不行，他要克制，不说身材要恢复的如何曼妙，至少不能走形啊。进了村，不少乡亲跟他打招呼。满心现在和大家都相处得不错，且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姓魏，祖上推起来都有点关系，有的还是亲兄弟来着，只不过这后代传着传着就远了。到家门口推开大门时，见方和一脸受惊地望着2儿子魏承启的屋子，屋内时不时地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因不是什么重物，声音不大。就在满心关上大门时，听得哐一记脆响，接着又是一些零落的声音响起，那是笔筒被摔，笔掉地上的声音。娘，您这么早回来了？方和见到婆婆回来，松了口气。灵儿二叔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摔了不少的东西。这个二叔平常虽然冷冷淡淡，不太好相处的样子，但脾气一直是好的，没见过他说重话，更别说像今天这样摔东西发脾气的。满心的好心情瞬间没了，沉着脸将肉交给了大儿媳妇，晚上吃红烧肉。方和忙接过，放到灶房去处理。满心拉了条椅子过来，冷着脸坐下，他很反感生气摔东西的人。屋内摔的声音继续着，各种闷摔声中有伴随着几道清脆的声音，偶尔是重物，应该是椅子之类的，直到听到杯碎的声音传来。满心的脸已经黑得不能再黑了。此时屋门打开，魏承启阴沉着脸出来，当看到门口坐着的娘时愣了下，正欲开口叫进去继续摔。满心冷冷看着他。魏承启抿紧唇，黑眸中带着委屈：娘，书院还是取消了我去越城科考的资格。我知道，还是他跟老院长提议的。娘，您去求求院长吧，上次他看在爹的份上能帮我，这次一定也可以的。魏承启走到满心面前，急切地说。
满心原本心里还在给这个儿子找着借口，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谁都会有个心情不好想砸东西的时候，年纪轻轻情绪管理不好正常，可这回他真的想找个榴莲砸过去。且别说取消魏承启越级科考的事是假的，就算是真的，老院长已经查清楚了魏承启是清白的，都依然取消资格，他去求有用？能不能用点脑子啊？娘，您别这样看着我。娘的目光让魏承启觉得难堪，但他顾不得，如果我不去越城考科举，所有人都会瞧不起我，村子里的人也会笑话我，我会成为整个县城的笑柄。满心沉着脸坐在椅子上，只用冰冷的目光看着这个儿子，自始至终他想的都是他自己。娘，我知道您拉不下面子，可您不过是一介妇人，大字不识几个，外人不会说您什么的。魏承启跪在了娘面前，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娘去老院长面前求情的。满心深呼了口气，他大学70岁返聘回来的导师怎么说来着？他人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呵呵，娘，魏承启，满心好不容易才将怒气压下，你摔东西的样子真是没有修养，你让娘去求人的嘴脸，毫无羞耻之心。第111章，你没有养心。魏承启的脸色瞬间惨白，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娘从来不会这样骂他的。刚从灶房里出来去柴房拿柴的方和听到了婆婆这话，倒抽了口冷。婆婆竟然这样说二叔，这是从未有过的。婆婆对二叔向来宝贝得很，今天说出这样的话，那等于完全是不给孩子二叔脸啊。要是平常，婆婆是宁可自己丢大脸，也要把二叔捧得高高的。婴儿的哭声隐隐传来，方和忙进屋去哄小女儿。魏承启，娘就算大字不识一个，也是要脸的，不容许别人说我半点不好。满心冷冷看着这个儿子，娘很注重名声，也很在意别人对我的印象，娘不想受委屈，哪怕这委屈是儿子给的。魏承启怔怔地看着这个眼中满是冷漠的娘亲，娘，您以前不会这样待我，别跟我说以前，说以后，你不是我娘。魏承启恨声道，我也不想做你的娘，是你自己投胎到我肚子里的，不能怪我。什么？要不你去再投胎一次，找个事事依着你的娘。满心深吸了口气，压着脾气，自私谁不会？万事以自己为主，不用去在意别人，更不用忍气去教导他人。谁让他不好过，他也不让人好过。什么？魏承启没想到娘竟然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满心冷笑几声。母子俩人互望着，一个跪着，一个坐着，一个神情茫然，一个脸色冰冷。院子里变得极为安静。不知道过了多久，满心冷静不少，看着这淅淅沥沥的雨水想事情，他那10代初中生和父母是怎么相处来着？16岁基本都是被宠坏的少年郎，骂不得打不得，都被家长哄着宠着，发点脾气还被视为有个性。他做不来。魏承启的神情越来越委屈，许是心里颇为伤心，眼眶都红红的，受到伤害的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娘亲。满心面无表情，不搭理。他是真的被气着了，不过是一介妇人，大字不识几个，外人不会说您什么的，这种话去说自己的亲生母亲像话吗？看不起他，就是看不起他魏承启啊。方和哄好小女儿出来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娘坐在屋檐下，孩子二叔跪在屋檐下，外面渐进不少的雨水都落在二叔的衣居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不知道过了多久，满心起身去灶房倒了杯水，又坐回椅子慢慢喝。魏承启看着娘起身又落座，那目光就是不落在自己身上，他的双腿已经跪得麻了，雨水将袍子内的长裤打湿粘在身上，极不舒服。娘当真是一点也不心疼他吗？一杯水下肚，满心已经心平气和，而这个时候魏承启也跪了半个时辰，但他并不打算让他起来。承启，这些年你没有用心读书。满心看着天边的乌云淡淡道。魏承启正要说他书院考试年年第一时，满心又开口道，因为你没有养心。养心？你读书是为了科考而读，为了第一名而读，为了那些名声和面子而读。娘，魏承启想为自己辩解，除了这些你都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大哥在田里干活是否辛苦，不在乎你娘我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不在乎你弟是去读书还是学做生意，你只在乎这家里的人有没有把你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满心收回放远的目光，落在魏承启身上。第112章，生活虽然对他下了狠手。魏承启不解地看着他的亲娘，不是娘让我只要在乎自己的学业，在乎自己的人生就好了吗？也是娘说的，大哥什么也不会，就是做粗活的。是娘自己说的，为了我吃多少苦多少累都愿意，我是家里最重要的那个人。满心沉默，魏承启把原主以前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得很清楚。原主这个母亲把全部的母爱都丢在了魏承启身上，大儿子无事，小儿子顺便宠着。大儿子魏承宽没有得到过爱，满心对他只要好一点，他珍惜得很，眼里行动上都能看出来。小儿子魏承佑从小心里清楚着他这个母亲的性子，因此一直讨好着他二哥，也分了点母爱。
满心来了之后，尊重他的想法，并且支持他，小儿子的心和他也就亲近了。只有这个二儿子，满心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娘，见娘不说话，只是一脸疲惫地看着自己，魏承启心里也挺难受。娘以前觉得应该这样，读书虽然不是唯一的出路，却是咱们寒门子弟光耀门楣最容易走的路。你努力读书，娘很欣慰。那娘为什么这样说我？娘发现自己错了，满心头疼，又要为原主的种种买单，做错了很多的事，说错了很多的话，把我这么优秀的儿子教成了一个只为自己，不为家人着想，自私自利人。娘，我没有。你不是没有，你是没有意识到。娘，满心没让他说下去，依旧心平气和的道：这2日你待在家里，我去镇上时会让牛车行的伙计带口信给老院长，顺便也叫小儿子魏承佑回来。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带着孩子一同经历，才能磨练心性。原主姨娘做的那些事，他不再打算自己解决，3个儿子一起想办法来解决和承担。这个魏承启没说什么，现在他也没脸去书院了。你屋内的东西自己收拾好，你不在的时候，是你嫂子用了她的时间和体力收拾起来的，不要把你嫂子做的这些事看得一文不值。满心压下心里溅起的浮躁，对着方和屋里喊道：不许任何人帮忙。大儿媳妇听得到，她哪会收拾，从小到大从没有收拾过，可看娘脸色那么不好，魏承启不敢说。满心起身进了自个屋里，关上门后走到床前，拿起枕头按在墙上，另一手狠狠地揍了过去，发现枕头瞬间凹进去。一下，他是来给他蒙翠罗擦屁股的，是吧？2下，他凭什么要受老二这股子气？一介妇人，大字不识几个，被人瞧不起也正常。我呸！3下，他不只受儿子的气，还在受那些极品亲戚的气，都等着。4下，敢叫他为老婆子的人，他定揍得他们满地找牙。5下、6下，她这么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美少女，就这么浪费在了这片土地上。10几下后，满心觉得气消得差不多了，将枕头重新放回了床上，还重新把它入原石，顺顺掸掸灰尘。生活虽然对他下了狠手，但他对生活还是一往情深的，如果不是泪流满面的说就好了。第113章，没有人想活得一无是处。满心坐在床上平息着枕头的气喘，浮躁和生气对他毫无作用，他得想一个让二儿子改变的方案。半个时辰之后，满心正要开门出去，听到外面传来方和压低了的声音：灵儿二叔，快丢到簸箕里来，小心别割了手。满心悄然拉开了房门，看到方和拿着簸箕叫魏承启捧着的桃穗丢到簸箕里，里面还有桃穗呢，我去捡。方和说着进屋去捡了出来。大嫂，我自己来就行，娘不让你帮我。魏承启一脸的难过。娘看不到，你这手那是要拿笔的，割到了会好几天写不了字。方和原本一边看着小叔收拾屋子，一边把婆婆买回来多余的夹心肉给酱起来，好几次都想上去帮忙，可婆婆说不许帮，也就没敢过去。直到见二叔捧着一手的桃穗出来，满心见二儿子望着自己那双白皙修长的手，又看着他大嫂那满是粗糙，甚至还能看到不少老茧的手，思考着什么。谢谢大嫂。不用谢。方和心里高兴得很，这是孩子二叔第一次主动跟他说谢谢。待院子平静了，满心才拉开门出去。娘，魏承启还在收拾着，他没做过这些事，因此收拾得慢，我收拾得差不多了。满心轻嗯了一声，坐到屋檐下的椅子上，揉着肩膀道：娘这儿酸，过来给娘揉揉，主动缓和气氛吧，不能把人给推远了。魏承启忙过来给娘揉肩。接下来1个月你都在家里吧？满心道。1个月。魏承启揉肩的动作一顿，可想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越级科考的资格，再去书院读书又有什么用？举人是他一定会榜上有名，轻嗯了声。你大哥去镇外的陶窑里上工了。满心淡淡道，不仅能学到本事，还能赚到不少的月银。大哥不在家，那田里的活谁做？满心看了他一眼。你爹在时是怎么做的？魏承启想了想，请了短工。就是短工。承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别人为自己牺牲什么，特别是这个人还是至亲，当他为我们所付出，不管是时间、金钱，还是你所谓为廉价的劳动力，哪怕他心甘情愿，也应该回报。而且这份情谊还要记在心中。满心看着雨幕淡淡的说。魏承启有些发怔，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语重心长的跟他说过这些话，他要好好想一想。没有人想活得一无是处，人活着都想过得更好。娘是，你是，你大哥是，你小弟也是，更没有人生来是应该做粗活的。承启，如果娘当年偏爱的是你大哥，那么每天天还没亮就下田入夜之后才回来的人就是你。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场景。魏承启脸色一僵，想象？不，他不要去想象，根本就无法想象那样的画面。他绝不去种田，那会一辈子无法出头，太可怕了。看着二儿子那心有余悸的面庞，满心翻了个白眼。瞧瞧，不过是脑补一下就吓成这样了。
第114章，过去了就给人留点面子。入夜的时候，魏承宽回来了。方和将二叔的事情告诉了他听，魏承宽急得很，一家子辛辛苦苦供着二弟读书，结果被书院取消了越级上京都越城科考的资格，对那姨婆几人就更恨了。魏承启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到现在都没有出来。满心在灶房里帮着方和摘菜，看着大儿子魏承宽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淡淡道：“你们姨婆的事先不要跟承启说，等明天下午你小弟回来了之后，我会一起说的。到时假装取消越级科考的事也会跟他们说。”方和和魏承宽俩人点点头。这一顿晚饭吃得很安静。满心一下午说了太多的话，现在是一句话也不想说。魏承宽和方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魏承启闷着头吃饭，吃到一半时放下筷子，道了句：“我吃不下。”说完起身出了灶房。明天给他当早饭吃吧。满心指着二儿子没吃完的饭，这家里从没有浪费的东西。知道了，娘。方和应着。此时走出灶房的魏承启不耐的声音传来：“你来做什么？”满心挑了挑眉，放下碗筷走了出去，看见方杏儿拎着个包袱，撑着伞站在院子里，被魏承启这么一声喝，委屈得很。你不觉得难堪吗？魏承启现在看到女人就又烦又恨，一个是方杏儿，一个是青楼的那叫牡丹的贱妇，两人都要毁了他。不知道我家不欢迎你吗？方杏儿看到了走出来的满心，急急的道：“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干娘的。”有些哽咽的道：“我根本不知道你回来了。”魏承启冷笑：“你的话能信？真的，我真的来找干娘的，我有正事。”方杏儿气得不行，因他喜欢的男人眼中那份轻视。你能有什么正事？不过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魏承启一脸厌恶看着他。满心拧拧眉，方杏儿以前是不对，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回二儿子倒是把自个说得清高了，不知道事情既然过去了，就给人留点面子吗？正要出声，听得方杏儿哽咽道：“现在全村人都知道我是魏家的干女儿，那时办了酒宴，族长和魏家亲眷都看在眼里的，我怎么可能还对你有别的想法？你是不是傻呀？”他与他之间再无可能，更是伦理不容的。一个傻字让魏承启变了脸色。杏儿，快进来！满心赶紧招手让方杏儿进灶房里，外面下雨呢。见方杏儿进去，魏承启也走进了灶房。他可不信这个方杏儿有正事找娘。满心没理又进来的二儿子，而是笑着问方杏儿：“吃饭了没？没吃的话吃点，你嫂子做的红烧肉可香了。”面对干娘的和颜悦色，方杏儿心情好了点，挤出一丝笑容来：“我吃过了，嫂子做的菜在咱们村子里也是出了名的好吃。”哪有那么好啊？方和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随便烧的。这大雨天的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满心看到这姑娘还背着个包袱。方杏儿瞟了眼冷望着自己的魏承启，眼下心中的难过，从包袱里拿出一双鞋来，笑对着满心说：“干娘，您看看这鞋子和您脚步，杏儿特意为您做的。”第115章，这鞋子穿着确实舒服。这是一双漂亮的鞋子，鞋面上绣着一朵花心，那的底一看就很柔软，是双好鞋。只是这突如其来的好意让满心一头雾水。此时方杏儿已经蹲下身想给满心换鞋了。我自己来。满心接过干女儿手中的鞋子换上，这鞋子怎么好意思让别人换啊？不错，挺舒服，正合干娘的脚呢。方杏儿高兴的道：“这要是送给她的，肯定是照着她的尺寸做的。”满心还记得上回这干女儿送给二儿子小儿子鞋时，一脸自豪说的那句话：“我一年不知道要做多少双鞋子，一看就知道你脚多长。”就不知道送鞋到底是为了何事？你这丫头有事快说。满心笑道：“这姑娘手巧，做的鞋穿着舒服。”干娘，是这样的，您开了铺子，我想把我以后做的鞋子都放在您铺子里卖。方杏儿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自从知道干娘开了铺子后，就一直在有这个念头。以往她做的鞋子会亲自来镇上卖，但一吨就要半天，挺浪费时间的。给别的铺子，他们总欺负她是个小姑娘，把价格压得很低。就这事啊？”满心失笑。他还以为什么事呢？方杏儿忙又说：“干娘，我不会白白让您帮着我卖，卖出一双给您20文，别的铺子里我只给他们15文。”满心笑呵呵的看着他，这话说的，你是我干女儿，我还会问你要这点钱？以后你想卖什么就直接放到我铺子里，不用钱，毕竟顶着母女身份呢。而且他也没这么小的心胸。那不行，再商言商。哟，还挺有原则，这点满心倒是喜欢，干脆的道：“行，再商言商。”方杏儿松了口气，谢谢干娘。你们吃好饭了吗？我来洗碗。不用不用，哪用得着你来洗啊？方和赶紧推开他。没事，大嫂，洗个碗不费力气。看着相互争着洗碗的姑嫂，满心感叹。从某方面来讲，方杏儿也是个好女孩。小团团满月宴上就听到别人所说，方家全靠这个女儿家里种菜卖菜，一个月再扎几双鞋养家。生活上，这姑娘倒是努力的。
魏承启没想到方杏儿还真是有事找娘，而不是找他。不过一样让他厌烦，以前要高攀他而算计他，现在还想利用娘的铺子赚银子，冷着脸出了灶房。这鞋子穿着确实舒服。满心随着二儿子走了出来。娘，您答应他做什么？魏承启不满地问。您忘了他曾算计我的事了吗？如果书院里有同窗欺辱了你，你会一直针对他吗？满心反问。魏承启想了想，只要他不再欺辱我，我不追究。为什么？我要在书院读好些年的书，要是总去计较，哪还能好好读书，也会在同窗中落下一个心胸狭隘的名声。魏承启说完怔了下，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我们还要住在这个村子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闹僵了彼此不愉快不说，也让别人看笑话。且娘收了她做干女儿，以前发生的事都过去了。满心笑望着这个儿子，你看发生在学院的事，你能想到不计较，顾及名声，怎么发生在家里的事，你却偏要叫娘计较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住在村子里，不管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些闲言闲语都吵不到他。魏承启这一刻有些难堪，第一次发现他确实没为家人考虑过。第116章有钱赚，哪有什么不痛快的？隔天还是个阴雨天，这雨比昨日还要大，带着风。满心没让大儿子送到镇上，让他抄近路去陶窑了。风大雨大的，赶集的人比昨天还要少。满心先去了镇上的写信先生那里，他要向书院的老院长给魏承启请1个月的长假，如果书院有科考的相关卷子，也麻烦请牛车行的人送下来之类的话。长假原因没写，相信老院长也能猜到。拿了信后送去了牛车行，又让他们带口信给小儿子，让他下午回来，付了20文钱。随后他找人打听了任媒婆的住处，任媒婆在镇上很有名气，10多年来促成了好些姻缘，镇上的人几乎都知道他住在哪里。任媒婆今天在家看到满心时倒是愣了下，阴阳怪气的道：这不是秀才娘呢？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他可还记得上回去做媒被拒了的事，拒了就拒他，就是秀才娘那清高的模样，叫他不痛快。来你这里自然是托媒来了。满心笑呵呵的，一听是生意上门了，任媒婆的笑容多出了7分真心，扭着臀儿请进家门，快进来，快进来，有钱赚，哪有什么不痛快的？当满心从任媒婆家里出来时，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送走满心时，任媒婆是笑得合不拢嘴了。满心也很满意。一个早上过去了大半，这样的雨天没什么生意，满心走路也就悠哉悠哉起来。路过红秀坊时，小灵儿正在认真的听钱姑姑授课，笑眯眯一脸慈爱的看了一会，随后又去了几家杂货铺买了些东西，像小炉子、锅具之类的。大儿子魏承宽去陶窑做工，午饭是在陶窑吃的。大儿媳妇要照顾小团团，他也不能让他操劳的送饭，所以以后午饭都要早上带来，中午用小炉子热一下再吃，这样也比较方便。当一切买好回到铺子时，已经是中午了。刚开了铺子门，原主从小到大的闺蜜高小琴的声音响起：翠罗。满心很高兴看到高小琴，这么大的雨还来镇上买东西呢。高小琴收了伞，洒去伞上雨滴进了铺子。我特意在雨天来给小闺女买几件新衣裳，这种天气生意少，砍价砍得低些，老板也卖。还能这样？满心站在生意人立场一想，还真是，他要是来了客人没生意的话，价格低一点也无妨。你来得好，我刚买了炉子，去弄堂的人家要点水来给你泡茶。泡什么茶呀？我就跟你聊会天，马上走了。高小琴声音转低道：翠罗，你那天在村子里这么一闹，可出名了，大家都说你性子变化大，太厉害。满心佯装着叹了口气：老秀才死得早，我要是再像以前那性子，这日子没法过呀。高小琴听着有些难受朋友的处境，我也是这样跟别人说的，就该这样，要不然被那马才欺负了。我那弟弟有再去找马才吗？满心肯定蒙子平没回越城，这倒是没有看到。那马才可有跟什么人接触？这马才是个无赖，每天都会有别的无赖也找他。你别担心，我让阿牛还有别的人都去他那里说了，让人不要为难你，同个村子的多少会顾忌着。高小琴以为满心是担心马才找他麻烦。第117章以后少女心什么的戒了。小琴，谢谢你。满心没想到原主这个朋友还为他说情了，虽然马才对他没有威胁力，他心里还是很感激的。走到架子面前，拿了其中一只最好看的珠花到高小琴手里，这是送给你小闺女的。这怎么使得？你是来做生意的？高小琴看到这珠花就知道小女儿会喜欢，镇上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样式，但她怎么好意思拿？有什么使得不使得？从小到大，村里也就咱们2个人关系好，我送我那没见过面的小外甥女这珠花怎么了？拿着。满心笑道：这一看就得不少钱呢，值再多的钱你也拿着，算是见面礼了。满心笑着说：那我不客气了。翠罗都这么说了，高小琴只好不好意思的收下。2人又说了一会话后，高小琴才离开。正午时，
满心去买了个饼子当午饭，边吃边看着这鱼想事儿。原主姨娘和弟弟给他使绊子好处理，兵来将挡，迎难而上就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外人，你敬我1尺，我尊你1丈。你若得寸进尺，我必寸步不让，没有顾忌。但原主的这个二儿子，委实要想个法子。大娘，这笔怎么卖？一名24、25的男子走了进来，男子身形修长，五官清俊，正望着架子上的几支毛笔。满心眼睛一亮，这男子长相虽比魏承启要差些，但在他见过的人中已经是不错的颜值，而且跟他没穿来时差不多的年纪。大娘，男子见着大娘，眼睛亮亮的看着自己，说不出的怪异感。没成亲之前，他娘子也是这般眼神看过他。大娘，满心的心瞬间冷了。他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就是个大娘吗？郁郁的报了个价。我买2只。男子说着付了钱。此时，一名小妇人抱着个2、3岁的孩子走进来，看到男子付钱，问道：“相公，买了什么？”“买了2支笔，走吧。”男子说着，将笔交给妻子，一手抱过孩子，撑伞匆匆离开。离开时，还很是膈应的瞥了满心一眼。满心，我擦，他不过觉得她长得好看，临时少女心了下，就被嫌弃了。满心抚着胸口，怎么那么心塞？想想也是，他在别人眼中就是个奶奶辈的，拿着星星眼看帅哥，这么一想，顿觉有些丢人。哎，以后少女心什么的戒了。魏承佑匆匆搭人家的牛车到铺子时，看到的就是他娘一副精神不振，被人打击了的模样。娘，您怎么了？魏承佑好奇地问，顺便把包袱上带回来的几件东西放在架子上，又把写着进货价的纸张放到娘面前。没什么。满心没精打采，这种事他也说不出口。雨停了，外面已经没下雨，时候也差不多，母子俩人关了铺子走回家。雨过的天气满是泥土味，俩人踩着旁边干燥的地方走着。娘，二哥的事我知道了，这院长也真是的，明明已经知道二哥是被诬陷的，为什么还取消二哥越级科考的资格？魏承佑非常不满，还以为这事已经过了。第118章，娘，我一定会护着您。关于这事，满心先前是打算跟3兄弟说出来的，现在又觉得说着不妥当。现在小儿子脸上的不满很真实，大儿子也是愤愤不平，魏承启更是受了不小的打击，一旦知道是假的，哪还能演得如此逼真？容易被人怀疑，这事先压压，把陆氏老妇的事说了再说。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是谁指使青楼的牡丹姑娘陷害你二哥吗？娘知道了。满心轻嗯一声，晚上等你大哥回来。母子俩人到家时，方和正从柴房里收衣服出来，下雨天，衣裳都是晒在柴房里。满心看到躺在屋檐下摇床上的小孙女醒了，双手双脚在挥动着自己玩，上前抱起她来，慈爱地问道：“小团团，想阿奶了没？”大嫂，二哥呢？魏承佑和灵儿亲近后，对这个小侄女也很喜欢，从娘手里接过来抱。孩子二叔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了。方和走过去，指了指孩子二叔紧闭的房门，轻声说：“不用理他。”这对魏承启来说是件受打击的大事，要是有时间，满心倒是想看看他会被打击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振作起来。娘，我去看看二哥。魏承佑把小侄女放回摇床，去二哥门前敲门。夜幕降临时，魏承宽回来，魏承启也已经走出来。应该说，小弟跟他说了娘已经知道要陷害他的人是谁后，他就从屋里走了出来。简单的饭菜经过方和的手，总能色香味俱全，满心忍得很辛苦，才只吃下小碗的饭。在魏承启、魏承佑无比期待之下，满心将这事一点点说来，当然也包括要他改嫁的事。魏承佑听完后的反应和魏承宽一样，魏承启脸色难看，额头的青筋直跳，捏着筷子的手骨节处捏得失去血色。要是现在给魏承启一把刀，满心相信他会直接挥了出去，这等于是改了他的人生。且先前他还一直想和他们套近乎来着，还说是亲戚，怎么这般恶毒？娘，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了他们？魏承佑怒腾腾地问。这问题魏承宽先前也问过娘，要是你们阿老他们活着，或许还能知道，不过这事迟早会查出来。满心看着3个儿子道：“蒙子平肯定还在善城，这些日子遇人遇事都长得心眼，二哥都被他们算计的这样了，他们还想怎样？”魏承佑恨声道。满心指了指自己，还有你们老娘，忘了他想让你们老娘改嫁的事。这下3兄弟的脸都黑了。我从没有这么生气过。魏承佑因愤怒整张脸都铁青，他们的爹死了，娘还有儿子能依靠呢，凭什么？娘，我一定会护着您。魏承宽咬牙切齿地说。娘，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得逞。魏承启意道。老二这么说，满心还是宽慰的。方和是一脸的愁，那咱们该怎么办？咱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说到这个，灶房内顿时安静了下来。我去查。魏承佑道，他在城里的有朋友。不用。满心扒了口饭，淡淡道，他们很快就会出现的，慢慢等着就行。对了，承佑，
你回城里后，让牛车行的人给娘带点东西下来。第119章，到时大家一起出点力啊。是什么？满心在小儿子耳边说了几个字。魏承佑虽不知道娘要这个干什么，还是点点头。见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自己，满心难得皮皮的一笑。别问我，你们几个要是知道了，脸上都藏不住。娘都这么说，大家也只好不问。还有，如果见到了他们，你们要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明白吗？特别是程启。满心看着脸色一直杀气腾腾的二儿子，面色平静。你知道普通人和那些上位者的区别吗？有钱有势的区别。满心忍住翻白眼的冲动，道：这只是表面。普通人生气时火冒三丈，而那些经过人生苦难的上位者，他们生气时不动声色。娘希望你能变成后者。想要当官，这点是最基本的。魏承启愣了下。娘，您可是有办法对付他们了？魏承又问道。满心没具体说，语气甚至带着点欢快。到时大家一起出点力啊。众人，这么大的事，娘这反应挺奇怪。2天后，天晴了。满心每天去镇上时都会督促魏承启读书，就像以前一样好好的读书，美名其曰是不能让别人看出情况来。魏承启原本看不进书，不过看娘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也有了一些安心。晚上回来时，满心会问方和二儿子有没有专心。方和时不时的会给二叔拿点果子或是水进去，或者悄悄看一眼，虽然偶有几次发呆，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看书的。日子又平平静静的过了几日。这晚，就在一家人在吃晚饭的时候，族长的大儿子走了进来。翠罗婶在家吗？在吃晚饭呢。秋刀来了。一家都打着招呼。我不做了，翠罗婶，我爹让你去一趟，有好事。魏秋刀笑得贼贼的。什么好事？满心奇道。您去了就知道了。我先回去了，您快点儿。说着，魏秋刀笑嘻嘻的走了。满心静静的吃着饭半晌，对着大儿子、二儿子、方和三人道：要是我没猜错，等会有客人来，到时我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说完，满心又附耳对方和说了几句，就在我的床头柜里，打开就能看到。方和点点头，寻思着会是什么呢？慢悠悠的吃好饭，满心并不急着去族长家。等他到族长家时，已经过去了1炷香的时间。程宽娘，你怎么来的这么慢啊？你快进去看看谁来了。族长夫人正要去叫满心，看到他进来，一手拉网了，往屋里拽。满心看到了蒙子平，他的好弟弟。与前几次见面的沉默和木讷不同，这次他神情激动，满脸见到亲人的喜悦。大姐，一副有多么想念这个大姐的模样。子平，我的子平。满心2步并作1步冲到了蒙子平面前，嘴唇微颤，神情中的激动不比他脸上的少。大姐好想你啊。蒙子平的身子瞬间僵了一下，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大姐看到他没惊讶不说，甚至比他还要热情。大姐，我也想你。演，我们一起演。满心吸吸鼻子，用手擦了擦没什么诗意的眼角。你怎么来了族长家？族长和族长夫人一脸古怪地看着姐弟俩人。蒙子平不是说俩人已经见过面了吗？村子里也来过来，怎么这模样好似刚相认识的？不过一想俩人20多年不见，也能理解。还不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啊。族长老嫂子觉得感人，有些哽咽。第120章，这是找丈夫，根本就是找下人。什么惊喜？满心的目光一直感动的恰到好处的粘在笑容快绷不住的蒙子平身上。来，搞事，就是我上回跟你提过的事。族长夫人拉着满心坐下。你弟弟啊，也想让你再嫁个能照顾你一辈子的男人。翠罗呀，你毕竟才35啊。是啊，大姐，这20多年来，我和翠叔不在你身边，回来才知道大姐夫生病走了。蒙子平眼里表情都是为大姐着想的动容。我和翠叔都想你能够幸福。你为我找男人，还不如把我接去悦城。看着蒙子平面色一僵，满心心里冷笑一声，面上感叹着道：我这个年纪啊，男人已经不重要了，就想这辈子活得自在些。你带我去悦城享享福。悦城什么时候都能去，大姐成了亲之后，也可以和大姐夫一起来。有弟弟在，悦城要住多久都没问题。蒙子平放于桌下的手握紧，这个大姐什么时候这般难搞了？上坑村那么一闹，他说好的那几个没有一个愿意再要他。要是嫁回上坑村，他做了什么事，他就都知道。竟然还想着去悦城，他这辈子也不可能。翠罗，你弟弟帮你找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5年前丧妻，只有2女儿没有儿子，人也是个老实人，你去了之后就能管家。族长夫人说道。是啊，大姐。蒙子平提出更诱惑的条件，那男人家里还有好几亩地，那男人能让我不下厨、不洗衣裳、不下地吗？满心笑眯眯地问道。那男人会帮我端洗脚水，给我捶背吗？蒙子平脸色一黑，这是找丈夫，根本就是找下人。怕族长夫妇起疑，又赶紧堆起笑脸来。满心这条件，族长和族长夫人是一点也不意外。族长夫人叹了口气道：你呀，就是被程宽的爹给宠坏了。
你这样，这辈子就别再嫁人了。要是不能嫁比程宽爹更好的，我嫁过去干嘛？受罪啊！满心一脸无辜的道。蒙子平没想到老秀才竟然待大姐这般好，大姐已经知道她要把她嫁给无赖马才的事，因此她寻思着找个好点的，只要大姐嫁人就行。看样子又要变了，这性子只有那些无赖才能管得住。族长夫妻不再多说，程宽娘这心里还惦记着程宽爹呢，也是像程宽爹这么好的男人，提着灯笼也找不到了。程宽爹活着的时候，两家人走得近，关系非常好。其实他们也舍不得程宽娘改嫁，先前一次是旁人来说起，这一次又是程宽娘的娘家人来说，这才说一说。四人说了会话，都是蒙子平在说去了越城之后的事，随后才跟着族长夫妻告辞。出了族长家，两人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失，这模样才是真正的大姐吧？蒙子平的声音透着一丝讥讽。满心沉默着半晌，才抬起头看着蒙子平，苦笑着问：子平，你当真忘了我们姐弟小时候有多亲吗？还没演完，先来点亲情煽煽情。蒙子平一愣，夜幕下，大姐的目光一如小时候那般宠溺地望着他，那段回忆是很好。去我家坐坐吧，咱们姐弟俩好好叙叙旧。满心叹了口气往家里走，他知道蒙子平会跟上来，能不跟他撕破脸？他不会。可以让大姐顺利嫁人，蒙子平自然不想用手段。看大姐的意思，他是顾念着姐弟情的，很好。第121章见官，那才是便宜他了。魏承宽、魏承启和方和一直在想着这么晚了谁会来，当看到蒙子平时，心里头瞬间窝起心火来，直到娘一句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叫舅舅。对上娘亲的视线，想到娘说过她让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便都换了声舅舅。蒙子平目光扫过魏承启阴沉的脸时，眼底闪过一丝不屑，他自然知道这个外甥为何这般不开心。想去越城做官，这辈子都不可能，他只是让他失去了越级考的资格，而没悔他已经是仁慈。大姐的3个儿子都如此优秀，要是真有一天进了越城，不行，绝不可以。去泡杯糖茶来，那是你舅舅小时候最喜欢喝的。满心对着方和道。好。方和去泡糖茶了，顺便也把婆婆交代的事干好。不一会，一杯热气腾腾的糖茶上来。我还记得姨娘把你带走的时候，你一直抓着我的袖子说要喝糖茶。满心继续演一副现在回忆里的模样。而我因为伤心没有给你泡，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我心里最大的遗憾。这确实是原主心里的遗憾。想到当年，蒙子平不禁也有些争冲，喝了口茶，记忆中的味道也是贫穷的味道。去了越城之后，他已经不再喝这种粗茶。看着大姐见他喝了口后，目光变得温柔了，蒙子平又喝了口，先顺着他的意。大姐，族长那说的是，你考虑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想到姨娘的交代，想到子女的未来，蒙子平思忖着，大姐要是执意不嫁人，就别怪她无情了。好。满心点点头。蒙子平脸上一喜，大姐同意了，随即面色一变。你怎么了？满心见蒙子平突然一脸难受，手还捂着肚子，笑意盈盈，满脸温柔地问道：大姐，你家茅厕在哪？我肚子有些不舒服。就在主屋后面。满心随手指了指。蒙子平起身捂着肚子，迅速就冲出了灶房。满心笑眯眯地跟着出了灶房，在院子里候着。娘，你让我从抽屉里拿出来的那包东西是什么啊？方和问道。娘让他泡在那舅舅喝的茶水里。魏承宽和魏承启纳闷地看着母亲，不明白母亲带这个舅舅回来做什么，还这么客气。泻药是让程佑在单城买好拖牛车型的人带回来的，听说药效比咱们镇上的好处太多了。满心想笑得开心点，不过3个孩子都看着呢，还是得有母亲的样子啊，淡淡的说。这样真是太便宜他了，要不是无法拿到证据，我一定送他见官。魏承启恨声说。见官？那才是便宜他了。从在族长家再到这一路走到他家里，不管他怎么怀旧，蒙子平的眼里都没有露出一丝的亲情。满心知道原主的这个弟弟经过这20年的越城洗礼，是磨得一点姐弟之情也没了。也好也好，这样他就没有顾忌。再者，蒙子平越城真有势力的话，见官也没什么用。娘，还有比见官更解恨的？魏承宽问道，以为娘用泻药让蒙子平痛苦就算了，这药啊，能让他拉的2天都下不了床，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满心走到柴房门口，挑了根又长又粗的棒子到魏承启面前，算了，你使不上力道。又放到了大儿子手中。承宽，等会他出来了，从后面打晕他。所有人别打得太重。满心笑着说。第122章，这也是姐姐的一片好心啊。娘这云淡清风的表情，好像做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魏承宽和魏承启互望了眼，娘到底要干什么？放心，娘不做犯法的事，搞事嘛，不能让他一个人搞啊，大家一起才热闹，是不？满心嘴角一勾。蒙子平这一拉肚，
直到1个时辰之后，才双腿颤颤抖抖的出来，拔高的身子拉得硬是矮了一大堆，这才出来呢，后脑勺一疼，不省人事。我应该没打得太重吧？魏承宽第一次做这样的坏事，未免有些忐忑，又高兴地说：“不过为二弟出口恶气，心里很高兴。”魏承启没想到大哥会这么说，以前他只觉得这个大哥有跟没有并无区别，今天发现不是这样的，兄弟2个字第一次在他的心里有了点烙印。啊呵，去拿根针来。满心道。方和赶紧去拿了针，就见婆婆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放在地上，用针把那舅舅的手指戳了个破，估计戳得很深，血流了很多，然后就按在了那张纸上。这只是婚书？方和认出了这张纸来，难怪觉得眼熟，这不是他和承宽成亲时的婚书吗？弟弟关心着姐姐，姐姐自然也要给弟弟找个乐子，他都没带家眷来，长夜漫漫，得多寂寞呀。这婚书是早上刚从任媒婆那儿拿来的，任媒婆做了10多年的红娘，手中有许多婚书，大约的规矩，3媒6聘完，新人们先在媒婆那儿填好婚书，媒婆再交到庭长那里，庭长再统一上交到官府进行登记入户籍。舅舅不是娶妻了吗？魏承宽疑惑地问道。魏承启眼睛一亮，娘要给舅舅娶个平妻？正室和平妻都是要入户籍的。是啊，他给我们添了这么多堵，我们也得给他添点堵啊，还要让他回了越城之后也堵啊。那未曾见面的弟媳妇，相信你肯定能处理好这种事的。第二天天还未亮，全村的人都在睡觉之时，魏承宽扛着一个麻袋，和娘二弟去了镇上。一辆牛车从镇上缓慢地拉出来，朝着某个村子走。蒙子平是被肚子疼醒的，又想拉了，睁眼看到天微微发亮，自己躺在牛车上颠颠簸簸，惊醒发现全身虚得没有力气。弟弟，你醒了。满心愉悦的声音传来。你。蒙子平一转头就看到蒙翠罗和魏承启坐在两边，赶牛车的是魏承宽，瞬间明白，脸色变得那叫一个精彩。你在昨晚的茶里给我下了药。泻药？你要干什么？蒙子平的声音因拉得过多弱得很，之目光能吃人。回来祭拜爹娘，你都不把媳妇带回来，想来是夫妻关系不睦，姐姐做主为你寻了位平妻，那婚书都拿来了，只要你平妻盖个手印就成了。看到婚书，蒙子平大骇，你凭什么为我那平妻？声音稍一重，两股处火辣辣的就想喷涌。瞧你高兴成这样了，就像弟弟为姐姐找姐夫那样的心意，这也是姐姐的一片好心啊。满心温柔地说。你敢？我在越城有人，要是你胆敢这样对我，带我回了越城，绝不会放过你。蒙子平气的双眸瞪突。蒙子平。满心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眯眼一笑，你瞧瞧你的穿着，并非极好的丝绸，不过就是普通的棉织布，身边连个小厮也没有，想来在越城混的不过就是比寒门子弟稍好一些，单城的那些人也不过是被你唬住了而已。蒙子平瞪的眼珠子都要出来了，想挣扎着起来，一用力，两股间就喷出了一点。第123章，他当然也要回报一下。满心接着道，再看你姨娘穿着虽然相对好些，镇上相见时身边还有个婢子跟着，可祭拜爹娘时那婢子没来，我猜想这婢子极有可能是你们的主子体恤姨娘年纪大跟着过来而已，估计爬山这种体力活他不乐意做吧。蒙子平死死地瞪着满心，下一刻头一歪，娘，他气得晕过去了。魏承启踢了蒙子平一脚，见他没有动，这就被气昏了，也就这点本事。满心冷笑一声，娘，您给舅舅选的女子是怎样的人？魏承启想不到娘会想出这样的法子来为他解这口气，大快人心，就是不知道娘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女子，到时你就知道了。不是想给他找个无赖吗？那天他问任媒婆方圆100里内有没有女无赖，极品的那种，没想到还真有。隔天任媒婆就跟他来说成了，那女无赖兴奋的想要马上就成亲。娘，您方才说舅舅在越城混的不过是比寒门子弟要稍好一些，是真的吗？魏承启不希望姨婆舅舅一家子过得好，要不然他们就会遭殃。我也只是猜，回头我让程佑在越城做生意的朋友打听一下。先前他没想那么多，可这蒙子平是越来越过分，不过从原主弟弟被他气得昏过去的反应来看，说的8、9不离10了。魏承宽赶着牛，满脸的笑意，从没想到娘会这么厉害。蒙子平迷迷糊糊间醒来时，听到一道声音聒噪地问着，他真的是越城人？你不信我，还不信任媒婆？那倒是，我那前3个男人就是受不住我晚上的闺房乐，他行吗？行，我这弟弟就喜欢你这样用绑用鞭的，不过每次之后你让他休息个几天，好再折腾，呸，好再添闺房乐。这是蒙翠罗的声音，这身体看起来倒是健壮，怎么脸色这么苍白？在青楼玩过火了？这么会玩？快把婚书给我。等一下，你可得想好了，他在越城是有妻室的。满心还是善意的提醒一下。这有什么关系？我还有过好几个男人呢，最重要的是日后我也是越城人了。女子嘻嘻笑着，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有了这婚书，他的户籍就能迁到越城，然后吃香的喝辣的。蒙子平清醒时，看到一个嘴角生了颗拇指般大黑痣的女人，笑得一脸春光荡漾看着他，还有一双浓黑的八字眉，这长相简直一言难尽。弟弟啊，没想你到这年纪还有如此良缘。满心走到蒙子平身边，拍拍他的肩膀，挥了挥那已经按了手印的婚书，柔声说：“好好珍惜哦。”蒙子平看着眼前的婚书上那2个手印，只觉喉中一腥，脖子一歪，再次被气昏了过去。回来时，魏承启和魏承宽一路都在笑，特别是想到那位舅舅被气昏的样子，只觉得一口恶气是出了。娘，我知道那女的，那可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女无赖啊。魏承宽突然有些同情舅舅了，不，没什么值得同情的，挺般配的。满心心中痛快得很，蒙子平想把她嫁给无赖，他当然也要回报一下，想让魏承启名声尽毁，这婚书将会是他一辈子无法洗去的污点。第124章，因为他心里有鬼。魏承启看着娘正在望着碧蓝干净的天空，下了几天的雨，骤一放晴，天空如洗。娘的嘴角微扬，目光柔和，平静而安详。娘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很少在娘身上看到怒气，有时明明被他气得不轻，也只是抿着唇沉默着，不一会又会和他说说话。娘非常的关心他，他能感觉到娘在他身上的用心，但这种用心和以前的关心又有些不一样。娘，咱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问舅舅，为什么要陷害二弟，为什么要把你改嫁的？魏承宽突然一脸懊恼的道。他整夜都在紧张当中，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大哥，他不会说的，能说出来的事，他就不会这样算计我。魏承启出了口恶气，声音带着几分轻松。大儿子这反应弧有点长，满心笑着说：“你弟弟说的对，这原因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查。能让蒙子平自己留下来对付他们，一定是怕他们坏了他的什么事。”魏承宽想想也是，本想说那就绑起来，他几天再问，可这样是犯法的，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肯定只会说他们的不是。今天这事他不敢张扬，因为他心里有鬼。事情都捅出去了，别人难道都没有好奇心吗？总认为自个很聪明，当别人是傻子，事实上他自己又有多少聪明？满心淡淡一笑，到底为什么舅舅要这样做？魏承启想不出来，希望程佑的朋友能帮我们打听出来。程佑的那些朋友只能打听到别人都能看到的，这种事怕有难度，但有一个人可以。满心想着下午进趟善城。娘，您应该一开始就跟我们说您的计划，要是娘一开始说了，我那天就不会这样发脾气。虽说现在很解气，但想到自己无缘去越城科考，魏承启心里还是失落的。说了就不会发脾气吗？满心可不觉得，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咱们都要先克制住自己的脾气，再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是克制不住，还没伤到你想回敬的人，自己就先气坏了自己。魏承宽和魏承启都点点头。承宽、承启，你们以后会碰到更多的令你们生气的事，特别是承启，日后上了京城，周围的环境比现在还要复杂得多。满心声音顿了顿，方杏儿和那青楼牡丹的事，你都处理得不好。魏承启脸一红，知道娘为什么要收方杏儿为女儿吗？人生的种种，满心自个其实也是个半吊子，但面对魏家三子，他又不得不一副长者过来人的模样来说教，怕方杏儿出去损坏了我的名声。魏承启想也不想地说，这个原因可以忽略不计。小林子只有我们几人，她一个小姑娘又能折腾到哪里去？满心声音温和，因为方杏儿并没有想毁了你，她更多的是想得到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她心高，旁的男人看不上，但知道魏家也是看不上她的，才做了这种糊涂事。方杏儿的事，在那晚她来找娘做铺子生意，娘的那番话已经让魏承启想明白了。如今娘这么一说，魏承启连半点的疑惑也不再有，所以娘收她做女儿，一来是让她死了对我的心思，二来等于是从另一方面让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第125章，尽管去做，不必留情面。不错，而蒙子平不一样，他是要毁了你毁了娘，这种人绝不可以姑息。但凡你能想到制住他的手段，且不触及到大越律法的，尽管去做，不必留情面。满心希望这2件事能让魏承启有所成长，又看向大儿子道：承宽，你弟弟的事你也要当是教训。我知道了，娘。魏承宽点头，他一向是听娘的话的。他们天还未亮就出来，这回回到镇上天也才亮了不久而已。母子3人去牛车行还了牛车，分开时满心告诉他们下午会去趟善城找程佑，没说去找老院长，免得魏承启又动了让他去求院长的心思。短时间内他不打算告诉二儿子取消越级科考是假的这事，这性子得趁着这件事好好磨磨。晚饭不必等我回来吃，不过你必须要好好看书，不管发生什么事，学业都不可以荒废。满心对着魏承启叮嘱。知道了，娘。魏承启很想说考举人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点自信他是有的，见娘说起读书的事神情严肃，还是应了。目送着2个儿子离开后，满心又去了任媒婆的家里，
交了婚书与剩下的银子，才来到了铺子。今天镇上的人挺多，连着几天的下雨，大家都没买东西，所以这回都出来，热闹得很。满心刚开了铺子，就有7、8人进铺子看。两夫人买了1套茶具和2套碗具。今天的生意比以往要好很多，不到半天的功夫，满心就卖出了10几样。小儿子才拿来的几10朵珠花，竟然都卖光了。这种价格不高又漂亮的妇人发饰，很是吃香。满心笑眯眯地数着碎银，做中间商确实是一条发财的康庄大道，心里不时地感叹：啊，让他钻进钱眼里吧。中午已经没什么人买，满心买了张大饼填腹。正当要关门时，大腿被人抱住，小灵儿甜甜脆脆的声音响起：阿奶，小灵儿，吃过午饭了吗？满心高兴的一把抱起小孙女，吃了。阿奶就吃大饼吗？灵儿看着阿奶手中那个干干的大饼，阿奶喜欢吃大饼。满心竟然从小孙女眼中看到了对她的一丝心疼，有些忍俊不禁，是个会疼人的孩子。女夫子来了吗？说到女夫子，灵儿小脸激动地说：阿奶，灵儿从女夫子里学到了一种特别好玩的针法。怎么个好玩法？满心抱着孙女到铺子里坐下，灵儿兴致勃勃地讲着，还用手比划着，大眼睛亮得跟天上的星星似的。满心含着笑意，一脸慈爱地听着。绣房中午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小灵儿在铺子里玩了好一会走回去。阿奶下午不开铺子，你别走空了。满心道：知道了，阿奶。小灵儿边跑回绣房边应着。看着小灵儿进了绣房，满心这一脸慈爱的笑容才收了收，揉揉脸颊。在3个儿子面前，他还需要自我催眠身份，在小孙女面前的慈爱笑容是完全发自内心啊。关了铺门去了牛车行，他去找书院的老院长。老院长虽然是善城人，但桃李满天下，越城肯定有不少人认识，由他出面打听原主姨娘的事，说不定能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第126章，他的老幺幺。一路的颠簸，满心到善城时，摸着老幺下了牛车。程幼娘，傍晚太阳落山时，您可一定要到这儿了。车夫和魏承佑有生意往来，和满心也熟了，太晚的话，咱们可等不了您。我在太阳落山前一定赶回来。还有他的老幺幺，满心寻思着回去让大儿媳妇给他做一个坐垫啥的，要不然每次坐车他实在是折腾不起。善城一如既往的热闹，满心路过一间茶楼时放慢了脚步，听着里面的人说着小歌般的消息，谁唱戏唱得好听，或者是哪位老爷又纳了妾室，倒也没听到魏承启和那牡丹姑娘的香艳史，也不知道那牡丹姑娘用了什么法子平息的。就在满心朝着书院的路走去时，小姑娘的俏音从身后传来：魏大娘。满心转身看到了王家姑娘在小丫头的陪同下跑过来，望着这张略显稚气又朝气蓬勃的苹果脸蛋儿，有些儿恍神，正是原主上市的三儿媳妇王熙月。她每次瞧见别人都没什么感觉，就是这王熙月上市的下场有些惨，让她带了些画面感，甩去脑海里浮出的那些，满心堆起笑容。这不是王姑娘吗？王姑娘在买东西呢。我去找哥哥。魏大娘是去程佑哥哥那里吗？我哥哥也在程佑哥哥那儿。王熙月腰上系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配着圆圆的苹果脸蛋，很是可爱。满心记得上回见到这小姑娘也是腰上打了个蝴蝶结。我要先去趟书院，再去程佑那儿。王熙月乖巧的道：那我先走了，魏大娘待会见。说着蹦蹦跳跳的离开。满心略微复杂的看着小姑娘的背影，多么单纯的一个小姑娘。小儿子的人生虽然细节部分不一样，可与王家人仍旧有着牵连，暂时先这样，走一步算一步吧。进了书院，满心说了来意后，书院的伙计带着他来到了书院后山的小林子里。满心看到了正在钓鱼的老院长。恩师。满心走了过去行礼。老院长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垂钓，神情闲定，看到满心来也不惊讶，指了指旁边那块空着的石头，让他坐下。为了程启的事来？老院长问，声音轻小，生怕吵着了池中之鱼不来上钩。为了程启，也是为了我自己的事。老院长用手势示意他说。满心简单粗暴地将来龙去脉道来，原主弟弟做的事，他做的事，包括疑惑的地方都说出来。既然他要请老院长帮忙，就不会隐瞒。听完，认识阅历丰富的老院长都有些讶异，对于满心做的没有说什么，只捋着白须半晌才道：既然这么复杂，我晚上就修书一封给越城里的学生，让他们查一查。麻烦恩师了，除了恩师，我身边也没有能帮得上忙的人，只好来麻烦您老。要是不弄清楚，程启去了越城科考，我心里也不放心。上世魏承启去科考时，并没有见到原主的姨娘和蒙子平兄妹，因此很顺利。你有去问你外祖那边的人？翠罗外祖那边已经没有人了。原主的外祖一家人住在小山脚下，以打猎为生，没什么亲戚往来，周围也没住户。二老对原主母亲都挺好。老院长捋着白须，这是我上心了，你且安心回去。翠罗谢过恩师。第127章，你不优秀，讨好谁也没有用。出了书院，走在林子里，满心心里有些高兴，不出半月就能有消息。娘，魏承佑前头跑过来，王家姑娘跟你说我来了。
看到小儿子来，满心知道是王希月跟他说了。是啊，您今天怎么上来了？魏成佑跑得快，有些气喘吁吁。满心拉着他在林子里的凳子上坐下，来找老院长去查你姨婆他们的事。这次你买的药派上了大用场，将他算计蒙子平的事说来。听完，魏成佑嘴巴成了圆形，不敢置信的道：娘，您真的这样做了？这种事还有真的假的？他们都这样针对你二哥和娘了，哪还有什么情面可讲？满心将小儿子鬓角的散发给弄整齐了。娘说的对，他只是没想到娘这般有魄力，说干就干了。他们肯定是藏了什么好东西，怕我们去抢。可娘是一个外嫁的女儿，怕娘抢什么呢？满心赞赏的看着小儿子，这小子脑袋挺好使啊，所以想请老院长帮忙查。娘，经过二哥的事，我发现这人脉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魏成佑一脸所思，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王公子的帮忙，如果不是老院长出面，二哥的事就没这般顺利能解决。你说的很对，14岁还没发育的孩子已经意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不容易。娘，我一定会去多多认识那些厉害的人。魏成佑信誓旦旦的道。成佑长大了，娘怎么觉得这般可靠呢？看着小儿子漂亮闪亮的眸子，满心眼中满是笑意。魏成佑有些不好意思，拍拍胸膛说：我是男子汉，当然要可靠。看着小儿子还带着点孩子胖的双颊，满心温和的道：你说的很对，人往高处走，你要去拓宽视野，要去认识那些厉害的人物，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魏成佑很开心能得到娘的认同，但你要记住娘的一句话，你要去认识那些厉害的人物，想要去高攀结交他们，首先你要自己变得让他们瞧得起，你不优秀讨好谁也没有用。这是满心在大学的时候走错了教室，听了一堂经济学的课，当时一位博士生导师说的，让他印象深刻。魏成佑一怔，猛地站了起来，我懂了，又坐了下来，看着满心，一脸认真的道：娘，我一直觉得王老爷是很厉害的人，可前几天越城来做生意的几位老爷，不管王老爷怎么讨好，他们都不理王老爷。我觉得他们是看不起人，要是从娘说的这个角度去看，是因为王老爷对他们来说还不够资格。这一下换满心惊呆了，这小子现学现用，这么有天赋。他当时也就觉得教授说的很对，没往深处想，小儿子直接就运用到实际中来了。说穿了就是看不起人，但两种思绪方式的不同，结果也是大不同。承认自己不优秀的人往往会加倍努力，而认为被看不起被轻视的人很少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母子俩边说边走出小树林，因此没有注意到老院长和一名夫子从林中走了出来。老院长捋着他标志性的白须，笑呵呵地说：程启这娘变化大的老夫都认不出来了，原先还担心程启在家不合适，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是。夫子笑着点头。第128章，心里还是有点微妙的。满心上了牛车后，才发现自己忘了问老院长要写给程启学习用的卷子啥的，不过也有意外收获。魏成佑这小子对做生意确实有着天赋。到了镇上的牛车行已经入夜，这才下牛车，魏成宽的声音响起：娘，你怎么来了？哦哟，他的老腰。满心揉着他的腰下来。我回来的早，想着先过来牛车行看看娘有没有回来。魏成宽过去扶娘下来，牛车颠簸的厉害，娘是不是不舒服了？还好，老腰难受，又被大儿子扶着下马车，想她一现代美少女，满心心里还是有点微妙的。不过大儿子估计是担心她走夜路不安全才来，这般贴心让他心里也挺温暖的。这个时候镇上已没什么人，除了几声犬吠就是晚饭的香味儿。回到家时，方和抱着小团团一直在门口张望着，看到婆婆和丈夫回来，高兴的道：娘，成宽，你们总算回来了，我去整饭。满心抱过小团团，小孙女眼睛睁得大大的，正好奇的看着他，点了点他的小鼻子：不是让你们别等吗？这都多晚了。听见声音，魏成启从屋里出来：娘，您回来了，院长怎么说？院长让我们安心，他会叫人去查的。你今天在家有好好看书吗？满心问。魏成启点点头：娘放心，我很用心在看的。离科考的时间已经不到2个月，想到魏成启中了进士之后，一家人都会上越城，满心心里高兴得很。这一晚，满心开始盘算着，上世中原主一家人并没有陪着魏成启赶考，进士榜出来后，紧接着是年底的殿试，魏氏一家是在魏成启中了状元，有了官职官邸后才去了越城。当然，他也只是带了小儿子去，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总之这一回，满心是要陪着二儿子上京赶考的，一来是不放心原主姨娘和蒙子平，二来他觉得现在最头疼的儿子就是这个魏成启。接下来的几天，日子都很平静，铺子里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买的人多了后，大家也知道了有这样的一家铺子，都会过来看一看。满心每天都笑呵呵的数银子，他觉得这样笑下去会不会长法令纹？翠罗，高小晴胖乎乎的身子一脚迈进了铺子里。
又来买肉呢？满心看到那菜篮子里放着好几斤的夹心肉，高小晴每隔5、6天就会来镇上买肉，这肉看起来挺好的，哪家卖的？我等会也去买。原主和满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喜欢吃隔夜的，因此方和几乎每天都会来镇上买点新鲜的菜。现在满心开着铺子，菜由他来负责卖。听到满心这么说，正在铺子里看东西的几名妇人也看了眼那肉。成衣店对面那家，他家的猪肉可香了。高小晴坐了下来，一脸八卦的道：翠罗，你知道上高村的那女无赖招了个入赘的男人吧？上高村的女无赖，那不是他弟媳妇吗？怎么蒙子平成了入赘的？满心点点头，知道。那入赘的男人跑了。正看着杯盏的妇人插话：我知道这事，我也听说了，好像是这个男人是个越城人，连夜跑回越城去了。女无赖气得拿了根棒子就去追。另一妇人边挑着货边说：第129章，该拼的时候让他来这儿养老。你们说这个女无赖怎么有那么好的命，还能嫁个越城的男人？高小晴啧啧几声，听说还是这个男人自己来的。满心见又有客人来了，过去招呼，耳朵竖得高听着，蒙子平逃回越城了。女无赖跟着去，呵呵，挺好的，这段时间大家都休息一下，以后再搞事。铺子下午的时候没什么生意，因此满心都是在半下午的时候关了铺子门回家，这样的日子还是很安逸的。走在田野间，满心看着一望无际蓝天白云，风吹麦浪，勤劳的庄稼人，脑海里想过一句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随即满心叹了口气，养老的话，这样的生活不错，可他还年轻啊，该拼的时候让他来这儿养老。生活对他这个小可爱要不要这么狠？到家正要推门时，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阿和，你看，娘和你大哥是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娘和大哥一回，好不好？是啊，我们是同母兄妹，以前是大哥不对，大哥跪下给你认错了。这是方虎的声音。满心面色一紧，推开了院门，就见到方氏母子俩人都跪在方和面前。看到他回来，脸色一变。娘！方和正抱着小团团，看到婆婆回来，倒没有像上回那样躲到她身后，不过也是松了口气。你们又来做什么？没发生什么事，满心心里的怒气压着。亲家母，亲家母。方母起身走到满心面前陪着笑，我就方和这么一个女儿，我和儿子以前混蛋，可我们毕竟是他亲娘和他亲哥，是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是啊，是啊。方虎走过来，脸上挤出笑容。这些日子，我和娘每天都给你们去田里放水除草，就想妹妹和妹夫能原谅我们。满心听得拧眉，看着大儿媳妇道：田里的事不是请了短工吗？我是请了，可被他们赶走了。方和解释，所以这几天都是他们在我魏家的田里做事。满心的脸黑了，全村甚至周围几个村的田都是在一起的，方母和方虎帮着他魏家做事，等于大家都看到了，想也知道方家母子跟方和他说的这些话，必然跟村子里的人也说过。见婆婆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方和心里一急，娘，我几天了？满心沉着声问。也没多久，10来天。方母贴着热脸上前，亲家母啊，我们是真的知道错了。10来天，也就是从大儿子去了桃夭后开始的。而这么多天，方和并没有告诉他这件，魏承宽也没有说。且不说魏承宽知道不知道，方和不告诉他，这说明什么？娘，他是不是让婆婆失望了？方和急得眼眶都湿了，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娘和大哥求他不是1天2天了，家里就只有他在，孩子二叔在屋里看书从不出来，他们又时不时的来求他。看着方和焦急的样子，满心脸色缓了些，不想吓到大儿媳妇，好不容易让他的胆子变大，还能说说笑笑了。不过对方和母兄他是极为厌恶的，巴不得断了关系。第130章，求原谅嘛，每天都可以来，偏偏这两人非得要贴上来。满心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膈应。亲家母，方母今时又凑上来，一脸热情地说：我知道你现在开了铺子忙得很，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有我呢。不用了，魏家的事自然有魏家的人打理，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可以走了。满心冷淡地指了指门口。金氏脸上的笑容僵住，见儿子脾气也上来了，赶紧使眼色让他忍住，这才又笑着说：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方和是我的女儿，我想对方和好，你总不能拦着我吧？这里是魏家，不是你们方家，方和回了娘家，你想怎么对这个女儿好都可以，别到魏家来装模作样。满心见方和的脸色一直有些苍白，最后这话就没说出口。妹妹，方虎这几天一直被娘拉着在魏家田里做劳力，已经忍了一肚子气，带着怒气对着方和的说：你看看你这个婆婆，她就是这么对你娘家人。婆婆对我很好。方和轻声道：好？怎么好？前2年娘因为我跟她借个5两银子，她都不肯，这算好？提起以前，方虎脸上装出来的和善一扫而光。满心被气笑了，对方和好就要把钱给他方虎，自己什么德行不清楚吗？
索性不说话，坐到屋檐下的专属座位竹椅上，冷看着这对母子。继续，方和母亲金氏朝着儿子一直使眼色，说以前的事干嘛？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吗？你们不是一直想求着我大儿媳妇原谅吗？继续求，我不打扰，我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着。满心平息了怒气，淡淡一笑，他会生气，一来是对这对母子人品上的厌恶，二来是担心方和受欺负，后者是最主要的。既然大儿媳妇没说什么，他就看着他们演。金氏脸色一僵，魏老婆子这冷静的模样让他怎么见？他倒宁可这位老婆子像上回那样用棒子来打他。他在魏家的田里做了这么多天的苦情戏，也好让村里人来看一看魏老婆子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满心看了眼一直紧闭着的二儿子房门，方家母子俩人这戏码应该也演了一会，魏承启竟然完全的置之不理。阿和，小团团呢？满心问道。在屋里睡觉呢。方和忙说，我去看看我小孙女，你娘和你兄长要是求好了，让他们早点回去，求原谅嘛，也不急在这时，明天可以再来。说着，满心很是温和的笑望着方和娘，是吧，亲家母？说着进了屋。金氏被气得脸色铁青，她得忍住又不甘心，又走到方和面前，假意笑着说，和儿，你瞧瞧你婆婆的这个德性，她竟然当着你的面这样说你娘和大哥。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就算以前待你不好，那也不会真害你，可娘和你大哥都这样低三下四的了，她还这样，这也是不给你面子啊。婆婆不是这样的人。方和挣开了娘的手，苍白着脸后退几步，看着他们道，你们赶紧离开吧。说完进了灶房。气死我了。金氏跺了跺脚，算了，日后机会多的是，对着满心走进去的屋子呸了声，这才和儿子离开。第131章，蒙翠罗是换了新的。此时满心看过小孙女，见她睡得正香，在脸上亲了一下后，从屋里走出来，走到院子大门口，望着远去的方家母子若有所思，随后关上门，敲开了魏承启的屋门。娘。魏承启正在认真地看着书，他的窗外是那片自留地的院子，种着几只一年四季常青的翠竹，种得并不密，也不遮阳，因此光线极好。满心坐在一旁看着这个二儿子，魏承启的模样那是没得说，虽然才16，但脖梗修长，宽肩窄腰，哪怕身着平民的粗布，那也是自带着光环，就是性子过于凉薄。对，凉薄。你要说他自私，但成为秀才之后，朝廷每年给的赏赐他给家里人用，只要先保证了他的利益，也不会说什么。但对家里人总是多了几分的疏离。凉薄2字倒也合适。你大嫂家的人这几天每天都来吗？满心问道。是啊。你为什么不出去帮一下你嫂子？嫂子并没有叫我帮她。魏承启道。没有叫就不能主动出来帮一下吗？不过这话也没什么不对的，每个人想法不同。满心问道，对你大嫂家人的事你怎么看呢？他们一直在求着大嫂的原谅，应该有什么目的，不得而知。魏承启道，可这是大嫂娘家的事，管不着。满心点点头，起身好好看书吧。就在魏承启翻书时，听得娘淡淡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承启，虽然这是大嫂娘家的事，但你大嫂嫁入了魏家，她娘家人是在魏家家里说事，而你姓魏。满心说完这句话出去。方家金氏母子俩人是在这段时间内突然来求方和原谅的，而蒙子平也在这期间搞事，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方和从屋里看完女儿出来，见到婆婆坐在椅子上看着满天白云想着事，有些不安地走了过去，轻轻开口，娘，我给你倒杯茶吧。满心笑笑，好。倒上一杯热茶，方和有些忐忑地问道，娘是不是生我气了？没有。我生你气做什么？因为我没把我娘和大哥的事跟您说。其实这些天瞒着这事，方和心里一直不安着。陈宽知道这事吗？满心喝了口茶，问道。方和摇摇头，他们3番4次的来求你原谅，所以你心软了，是吗？满心笑容温和地看着他。方和本能想要否认以博得婆婆的好感，可看着婆婆那善意又亲和的笑容，沉默了半晌，点点头，他们已经求了我很多天，让我原谅他们，或许他们真的想对我好了。最后一句话，方和眼里带着希望和期待。满心在心里叹了口气，面上不露。方和从小不受待见，甚至被虐待，也因如此，他渴望着亲情，这能理解。方和又道，就像婆婆一样，现在和以前也是很不同的。说完，低下头不安地望着鞋尖。满心，这个真不一样，蒙翠罗是换了新的，好吗？但没法解释，笑笑说，也好。方和愣了下，抬头看着婆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娘。满心笑着喝了口茶，温和的道，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前几天方氏这对母子一直在讨好着他，而今天他们的态度明显强硬了不少，这说明他的大儿媳妇心软不是1天2天的事。是什么？我不想你再受到他们的伤害，在2个月内，你只能当他们是远房亲戚一般对待，不要太亲近。
2个月足以知道他们的目的了。随后他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第132章，不能只看表面啊。魏承宽回来时，天边染上了夜色。吃饭时，满心什么也没说，对于方家母子的事一字不提，还是和以往那样有说有笑的。吃完饭就出去走走散步。傍晚夜幕下的村庄透着山水画中的古朴之美，小孩的嬉闹声，大人的聊天声隐隐地从周围传来。满心走在田埂上，正打算伸展一下四肢消消食时，魏承启的声音响起：“娘，承启，你怎么出来了？”满心很意外，二儿子一直跟着他吗？娘有没有生我的气？因为这些日子我都对大嫂的事冷眼旁观着。娘下午离开屋时说的那句话，魏承启心里也是想了想的。没有。满心笑笑。魏承启疑惑地看着娘，没有为什么最后说那样话？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有你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满心道，娘只是觉得作为家人，你这做法冷淡了点。那怎么样才不是冷淡？魏承启问。以前这样娘也没说什么，今天表现这么好，还特意来问他这事，怎么说呢？满心想了想，把他的理解说来。就像娘说的，虽然这是你大嫂娘家的事，但你大嫂嫁入了魏家，她是魏家的人，她所有的事都是魏家的事，就算你不出来管，也应该站在你嫂子的旁边替她壮胆。壮胆？确实，大嫂的胆子很小。你也猜到，方家母子突然这样，怕是有着什么目的，自然更应该站在你大嫂身边护着。满心觉得，如果一开始魏承启这么做的话，方氏母子或许不会在方和耳根子鞭炮这么久，也没今天这事了。魏承启低头想着，总不能家里出了事时，长嫂如母，嫂子有了点事就置之不理吧。满心语声温和地说，这些年来，你的衣裳，你的屋子，你路上吃的，都是你嫂子在收拾和准备。魏承启一怔，满心对魏承启倒是没这样要求，下午那句也只是适当的提点一下，让他有所思考。真正应该关心方和的人是魏承宽，等会他会去找大儿子说一说这事。刚想到大儿子，满心看见魏承宽朝这儿跑来。娘，二弟，今天是怎么了？都一个一个跑来这里。满心看着大儿子，你出来散步？不是的，娘，阿和把他娘和他大哥的事跟我说了。魏承宽跑得有些快，声音又有些急。您别怪他，其实这事我一开始就知道，虽然有短工在，但他还是习惯性的会去田里看看。你知道为什么不跟娘说？满心急了，倒也没生气。我知道娘不喜欢他们，就不想让娘烦心，而且我也想看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魏承宽道，感情大儿子和大儿媳妇想的都一样，觉得方氏母子这是要回头了，这么轻易就能原谅了。满心有些愁，不能只看表面啊。娘，阿和一直希望能有亲人的关心和陪伴，他想每年过年过节有娘家能够回，每次生病的时候有亲人能来看他关心他。魏承宽为自己的媳妇解释。大儿子说这话时，眼中流露出来的是伤感。满心知道方和的成长跟大儿子是很像的，甚至还要惨几分。第133章，这两个缺爱的年轻人。大哥，你和大嫂有没有想过，方家的母子突然对咱们这般的好，会不会心怀不轨？魏承启道，咱们家虽然比别人要好一些，也没什么好让他们看重的，要是问咱们借钱，不借就行。魏承宽不想让妻子那么失望，万一方家的人确实变好了呢？我没有怪阿和，他应该把我的话也说给你听了吧。大儿子出来跟他说这些话，想来大儿媳妇心里还是觉得他这个婆婆在生气。满心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两个缺爱的年轻人，他能说什么呢？魏承宽点点头，娘说就像远房亲戚一般对待，不要阿和太亲近。在这件事上，我和你二弟的想法是一样的。满心揉了揉吃饱的肚子，伸展了下四肢，这才说，你们觉不觉得方家母子的突然转变和蒙子平几人出现的时间差不多？或者说和在程启身上发生的事时间上很相近？两兄弟细想了下，确实是差不多的时间。娘，这能说明什么吗？魏承宽不觉得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是啊，能说明什么呢？满心心里有着一个大胆的猜测，不过还是得让两个儿子去思考一下。见魏承启若有所思着，问道，承启有什么想法吗？赵舅舅对咱们家这般忌惮来说，他既想毁了我，又想让娘改嫁，还是不会放心的。如果能在我们家里安插眼线，那不管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岳城的他们都能知道。魏承启将自己所想的说出来。这怎么可能？魏承宽下意识的就觉得不可能，他们都要毁了我们，这种事怎么就不可能呢？不愧是以后要做官的，这个问题他从方家转变开始想，直到今天才想出这么一个结果来。魏承启马上就想到了，刮目相看啊，满心道，娘和你想的一样，娘也是同我一样想的。魏承启没想到娘会和自己想到一块，满心点点头，对着大儿子说，承宽，方氏母子要是真能善待阿和，娘当然是高兴的，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更别说像方家母子这样品性的人。魏承宽握紧双拳，如果方氏母子真打着这样的主意，那他和方和等于是引狼入室，绝不可以让他们得逞。你把这事好好跟阿和说说，让他有些防心，不要一下子付出太多。满心道：娘，能不能先不跟阿和说，这事对阿和来说有些残忍。接近既然只是目的，不说那才叫残忍。他不是孩子，这种事只有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心里有了准备，到最后知道真相时才能不那么受到伤害。如果我们猜错了，也会让他心里更高兴。在他心里，方和3个儿子并没什么区别，都是绑在一条绳上的。3个儿子能轻易地接受他所说的，因为他是他们的母亲。但在方和心里不同，他的立场始终是儿媳妇。魏承宽点点头，母子3人边说边往回走。走了一半时，满心停住脚，看着大儿子道：承宽啊，娘。承宽，你已经成亲了，成亲了之后，你首先要护住的是你的家，我指的是你和方和、灵儿、团团的4口之家。满心担心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很容易和大儿媳妇之间闹矛盾，因此叮嘱道：第134章，会不会让他们觉得老不正经啊？没想魏承宽一听急了：娘，我并没有想分家的心，您放心，您说的话我听着的，我肯定站在您这一边的。这跟分家有什么关系呢？看着大儿子着急的模样，满心随即明了，也是自己方才这话说的，听着确实是像分了家似的。娘指的不是这个意思。满心指正。魏承宽、魏承启2人目光都落在娘身上。怎么，二儿子也觉得他这话听着像分家吗？满心有点愁，他的思想太先进了。家长制、一家之言的古代，儿媳妇的地位很低，再加上以前整个家一直是以原主为主，现在突然让他们以小家为主，是他没说清楚。承宽，阿和心里的苦你是知道的，娘的意思是说，在这件事上，你要和他站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事，你都要帮着他，维护他，哪怕他说了句娘不好的话。满心想了想，又补充道：哪怕方氏母子是错的，阿和想帮，所有人与他对立，你也不可以与他是对立的，明白吗？魏承宽点点头，又摇摇头，他怎么能说娘的坏话呢？满心，这不是重点，他心里还挺高兴，点点头，那肯定是在气头上才会说的。总之，这段时间要对你媳妇好一点，不要让她觉得孤单和难受。她在魏家是唯一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和她有血缘关系的灵儿和团团惯着的是魏姓，还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照顾。在她有困难的时候，你这个做丈夫的不护着、不帮着，那等于是我们魏家在把她往外推。至于阿和做的是对是错，日后再说。血缘关系4个字让魏承宽有些理解了。我知道了，娘。那就好。大儿媳妇这辈子最大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这娘家，虽然被苛待甚至虐待，方氏母子毕竟是她这世上唯一亲人。满心看了魏承启一眼，和至亲之间拎得清的也只有二儿子这种性子了。回到了家，方和抱着小团团坐在院子里，看到3人回来，忙起身喊了声一娘。满心微笑着应了声，抱过她怀中的小孙女小团团，阿奶抱抱。方和看了丈夫一眼，见丈夫一脸笑着，心里松了口气，婆婆没生气就好了。大嫂。魏承启喊了声唉，方和应着，以为有什么事呢，结果孩子二叔只是喊了他一声就回他屋了。隔天一大早，满心起来跑步，他每天都在坚持着运动，在院子里跑个几圈，或是伸展运动，拉拉筋，雷打不动。加上晚饭吃得少，这身子目前为止的身段是好了很多的。运动完，满心打了水上来洗脸，对着水面这么一照呢，嘿嘿笑了笑，35岁还是显嫩的呀，对着水面嘟了嘴卖萌一下，顺便做了个揶，就像上市用手机自拍那样。正当满心做得开心时，二儿子疑惑的声音响起：娘，您在做什么呢？满心脸色一僵，抬头看见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奇怪的看着他，也不知道是全看到了还是只看到了点。满心赶紧边揉脸边说：听说这样能让脸看起来红润一些。娘，承宽，孩子二叔吃早饭了。方和的声音从灶房传来。来了来了。好尴尬，会不会让他们觉得老不正经啊？以后必须克制住本性。满心赶紧进灶房。第135章，娘也心疼，比你还心疼。接下来又是平平静静的日子，不带曲折。只除了方家母子每天过来露一下脸，特别是在魏家对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之后，他们露脸露得很殷勤。有几次满心回来撞到方母金氏和方和在说些什么，他一回来，金氏瞬间就不说什么，讨好着上来和他说话。方和会在旁带着苦涩的眼神看着他的母亲。满心在心里叹了口气，魏承宽已经将他和二儿子的猜测告诉了方和，他也叮嘱过儿子这段时间对这个大儿媳妇要格外的关心和维护。满心能做的已经做了，也不再对这亲家母冷眼相待，给足了方和面子，其余的要看方和自己了。魏承佑回来的那天也是小玲儿长假的日子，牛车行将货拉过来时，小玲儿也来到了铺子里。见到大侄女，
魏成佑就从怀里掏出了个花环来戴在了小灵儿的头上。哇，真好看，咱们灵儿就像小仙女一样漂亮。灵儿真的像小仙女吗？小灵儿摸着头上戴的花环，爱不释手。魏成佑一把抱起灵儿，说道：小叔说错了，咱们灵儿这么漂亮，本来就是小仙女。这叔侄俩人满心在旁边做着生意边失笑，感情好的他都在嫉妒了。这小子现在每次回来都不忘给灵儿买礼物，满心觉得这样下去，他在小孙女心中的位置要被这小子给抢了。送灵儿去了绣房后，母子俩人开始算起账来。这是账本，扣除你的本30两，咱们一共还赚了20两。对生意人来说，这不过就是请吃饭的钱，但对乡下人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数字了。满心很满意，还可以，跟预想的低了点。对了，进货的银子你可不能总是欠着，这次回去娘把银子给你，你去还掉。娘就放心吧，等我与他们定了契，到时再清算。定契？满心明白了，抽成的定契吗？是，这个我跟他们进货的时候就说好的。应该的。这抽成怎么分呢？我们一共3个人，铺子、出力、卖东西都是我，因此我6成，他们再各分2成。满心点点头，这也合理。我这2个朋友在岳城的老爷家里做伙计，他们每次来善城做生意，也就顺带的帮我拿些货，2成也是差不多了。魏成又道：话不是这么说的，这契约呢，就照你说的那样子写，但分的时候你多给他们一些。满心边收拾着台面边说：我们本就赚这么点银子。魏成又有点肉疼，再者，就算我拿7成，他们也不会说什么。这银子还没出去呢，你就心疼了？满心好笑的看着小儿子，当然心疼，我1个月就赚那么点月银，好不容易做点小生意的。我懂娘的意思。魏成佑做了这么几个月的生意，懂得不少，咱们的货源都在他们手中，对吧？不错，我记在心里了。娘的话也只是个参考，要是能用上就用，用不上你自己拿主意。要拿出银子，娘也心疼，比你还心疼。母子俩互望了半天，都笑出声来。第136章，从他治下，那是祖孙3代啊。这次满心回去的晚，为了等灵儿放学，一路上都是魏成佑背着小灵儿走，小灵儿头上戴着花环，说着这些日子来在绣房发生的事，叽叽喳喳，这话是越来越多啊。灵儿，那小叔以后的衣裳裤子破了，你也能缝了？还不能，灵儿只能缝一些小小的，等灵儿再大些就会了。那小叔把这几年破的衣裳都留着，等灵儿长大了缝。好。满心听得哭笑不得，看着走在眼前的小儿子和小孙女，脑袋里突然卡了一下。小儿子、小孙女，从他治下，那是祖孙3代啊。哎，不服老不行啊。3人回到家时，魏成宽已经回来，正在灶房里帮着妻子做饭。娘，小弟也回来了。魏成宽听见声音出来，就看到娘和小弟还有女儿一起进来。阿爹！小灵儿冲上前抱了抱魏成宽，又跑灶房扑进娘怀里了。阿娘，大哥，大嫂。魏成又打了招呼。娘，小叔。方和的神情没有像以往那般高兴，简单打了个招呼，又进灶房忙去了。路上，满心已将方家的事跟小儿子说了。魏成又挺同情这个大嫂的，以前虽知道一些大嫂的情况，并没有放心里，现在不同了。娘，我去看二哥。魏成又说着，敲开了魏成启的门。大儿媳妇脸上的难受，满心看到了。虽然方和没说什么，想也知道方氏母子是让他失望的，要不然现在他应该很开心才是。灵儿回来，晚饭的时候，方和多少有了一些笑脸，一大家子有说有笑的挺热闹。饭后，满心将小儿子叫到了屋里，将已经准备好的30两白金银子塞到了他手中，又拿出了应该分给小儿子合伙人的8两银子。你们签订契的时候我也不在，这些银子你先拿着，什么时候签什么时候给。好。魏成又收下了。还有啊，大件买的人不多，这些日子也就卖出个4、5件，以后多拿些大家用得着的小货。满心合计过，一些小物件，包括那些珠花、帕子之类的，卖得挺好，几天就能卖光。知道了，娘。魏成佑也知道镇上不比县城，大件买的人不多，这是收据，你在上面签个名就行了。满心将给儿子的银子写成了一张收据，放到魏成佑面前。娘，这些字都是您写的？虽然字丑，还有几个错字，但还是能让人看懂的。魏成佑一脸新奇，他知道爹教过娘写字，可最后娘没坚持住，没想认识的字还挺多。是啊，做个凭证，免得到时账算不好。满心知道这字写的难看，有几个还是简体字，谁让古代的字非得多出几笔，不过在儿子面前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魏成佑签上名字后道：娘，我这次回来听到一件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什么事儿？满心将收据加进账本里。是石鼓书院的事，听书院的学生说，原本给二哥的越级科考的资格给了一名姓廖的秀才。魏成佑一脸遗憾的道：这不可能，估计是谣言。满心没说什么，只将账本放好，
娘，咱们就没再有别的办法帮二哥争取一下吗？二哥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努力，这样太可惜了。魏成佑替二哥不值。第137章，颜值是不分时代的。满心正想着要不要告诉小儿子实情时，屋门突然被推开，魏成启苍白着脸走了进来。小弟，你说的话可是真的？二哥。魏成佑一愣，越级科考的资格给了廖世杰。魏成启的俊脸阴沉着，油灯的暖光也无法将这份阴沉消散。二哥，我也是这么听说的，不见得是真的。魏成佑慌忙解释，他并没有去确认过。廖世杰，满心见过那少年，成启出事的时候，就是这位少年过来报的信，原来也这般优秀啊。二哥，见二哥转身出去，魏成佑追出去想安慰他，谁知道魏成启将自己关进了屋里后，还拴门了木梢。魏成佑无奈，怎么，成佑？魏成宽抱着醒了的小女儿从屋里出来，看到二弟阴沉着脸将门关上，吃饭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魏成佑叹了口气，把听到的事说了一遍，直到各归各屋后，满心才从屋里走出来，看着头顶的明月半响，走到二儿子屋门口敲了敲，成启，是娘。魏成启来开了门，还以为你又要摔东西了。满心扫了眼屋里，原主养的这几个儿子生活规律挺好，用过的东西都会放回原处。这魏成启是个爱干净的，被褥叠得整齐，书本和杯盏都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那天摔了东西后，娘说我摔东西的样子没有修养，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发脾气，也是第一次摔东西。其实我挺后悔的，也因娘的那句话，他在心里立下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摔东西。满心轻嗯了一声，温和地说，生气啊，他就和喜欢一样，是一个人最正常的情绪，但摔东西的样子很难看。魏成启沉默。廖世杰是你最好的朋友吗？满心问。魏成启点了点头。虽然这资格没落在你头上，但也是在你最好的朋友那儿，总比落在别人头上好。刺激一下，满心看着他的反应。魏成启紧握住双拳，手背上青筋直爆。满心在心里笑了笑，确实，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明天下午我会和程佑一起去单城找院长，你也一起去吧，去拿一些卷子回来看看。这么多天过去，请院长查的事应该有眉目了。魏成启抿紧着唇，半晌才吐出一字：好。满心笑笑出去，明天去了书院就会知道书院到底有没有把这名额给廖世杰。这一起一落的情绪也算是对二儿子的磨练吧。第二天，满心很早就起来，想到他和三个儿子都出去的话，家里就只剩下方和、灵儿和小团团。今天方氏母子必然是要来的，他不想把灵儿留在家。小团团满月那天，灵儿看到方家母子可是极为害怕的。一听今天能和阿奶去单城，灵儿开心的不得了。先做一早上的生意，今天的铺子里有2个美少年在，路过的不少妇人和姑娘家多看了眼。一个早上的功夫，满心发现卖的东西比昨天多出了好几样来。果然，颜值不管在哪个时代，那都是吃得开的。第138章，心胸也算大。娘，珠花帕子，还有一些小玩具、碗筷之类都卖光了。魏成又点着东西，大件还有7、8件，就像娘说的价格高，买的人少。没了，几天就卖光了。满心将方才卖出去的东西记到账本上，都要入秋了。你看看单城有什么样的新鲜东西可以拿来卖的。好，我去问问。娘，魏成又走到满心身边，贴耳说了句话，然后一脸期待地问：您觉得怎么样？卖肚兜？魏成又赶紧捂住了娘的嘴，亏得铺子里没有人，要不然丢脸了。满心将他的手拿开，正想笑他一番小小年纪还懂这个，随即一想，可卖哦。魏成启打量着铺子里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外表都很华美，但他知道这种他们觉得的华美，比起越城真正贵族用的东西根本入不了眼，怕是连京都越城的寒门子弟用的东西比这些还要好。他一定要离开单城这种小县城，到大越最为繁华的之地。原本今年越城的科考能改变他的命运，想到这儿，魏成启握紧了双手。二叔。灵儿轻轻地走到了魏成启的身边，大眼睛怯怯地看着他。魏成启低头望着灵儿，他的侄女，语气平淡：有事？花环断了，灵儿不会修。灵儿将手中的花环递过去，小叔以前也不怎么理他，现在对他好好，他觉得二叔也应该是脸上冷冷的而已。魏成启愣了下，接过小侄女手中的花环，看着二叔很认真地帮自己弄花环，灵儿悄悄靠近了，直到小身子贴到了二叔的身边，看着他修花环。满心不经意望过来时，看到的就是小灵儿依偎在二儿子旁边，而二儿子很认真地摆弄着灵儿的那个小花环。吃过午饭，4人坐上了牛车。小灵儿第一次坐牛车，兴奋得很，看到什么就问，一会问阿奶，一会问小叔，一会又问二叔，最终他得出结论，阿爹说家里最有学问的人是二叔，原来是真的。这点满心大方承认。魏成佑就不是滋味了，他好不容易哄得灵儿和他亲密无间，二个不过就是回答了几个问题，
而且表情还那么的疏冷，怎么就获得灵儿的青睐了呢？这一路上有了灵儿不再无聊，满心的老幺有着小孙女脆滴滴的声音陪着，好像也不那么的难受了。魏成佑没有直接回铺子，一起去了书院。书院的学生知道魏成启来了，不少关系好的都过来看他。成启，廖世杰是第一个跑过来的，神情透着关心。你这么多天休息在家，也不跟大家说一声，什么时候回书院？不知道。既然你已经有了这样的机会，那就好好学习，别丢了书院的脸。不懂的地方可以找个时间来问我。魏成启冷淡说完，先一步朝院长的小楼走去。什么意思啊？廖世杰一脸茫然，满心看着二儿子那颀长又带着点失落的身影，欣慰一笑，能说出这句话，还让不懂的地方去问他，心胸也算大，这点上他还是满意的。第139章，那姨婆会不会是在替别人做事？书院的伙计带着满心他们来到了后山的小林子里，老院长和上次那样在钓鱼。几人行了礼后，满心让小灵儿一个人去林子里玩，但一定要在他视线之内。今天你若不上来，明天我就要让人送消息去东王村了。老院长悠闲地钓着他的鱼，我想着恩师应该也有消息了，正好孩子们都在家，就叫了过来。满心道。老院长捋着白须看着魏成启，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孩子还是有些变化的，在家有看书吗？院长，学生一日不敢懈怠，娘也每天督促着我好好看书。魏成启如实回答。老院长满意的点点头，又看了魏成佑一眼，笑对着满心道：你的这2个孩子都像他们的父亲。是啊，二儿子和小儿子都遗传了老秀才优良的基因，大儿子不像，魏成宽的眉眼与原主有着几分相似。你那姨娘陆氏现在在伯爵府上做主母的贴身嬷嬷，她原先在校尉府秦家做了10多年的婢子，后来秦家见她忠心耿耿，在女儿嫁入伯爵府后，让她做了女儿的陪嫁丫头，一直到现在。老院长拿起鱼竿，看到已被鱼吃掉的鱼饵，又沾上一些，抛出了池中。先在校尉府秦家又做了陪嫁丫头。满心搜寻记忆，原主对这些官职并不清楚，伯爵这种爵位还是知道的。校尉是个从6品的武官，没有多少的权势。秦家姑娘嫁入的这王氏伯爵府，在越城也不算多好，大约最不缺的就是伯子2爵，但一个从6品的武官女儿能嫁入伯爵府，那也是不容易的。老院长似知道满心在想什么，替他解了惑。你弟弟蒙子平做着生意，校尉府和伯爵府的采卖也是由他一手操办。你那妹妹蒙翠书嫁给了一名文吏，没有品级，不过家境殷实。恩师从中可查出什么来？满心最为关心的是这个。老院长捋了捋白须，没有。满心将老院长说的这些都想了一遍，这其中没有地方能牵扯到他，就连有关他母亲的也没有。魏成启和魏成佑互望了眼，俩人都在心里推测着，你姨娘要是讨厌你而排斥你，也是正常。如今他们做的这些太过反常，这其中必然有因。老院长道：我的那位学生去查一个老嬷嬷不是难事，你那位姨娘要是做过什么，但凡跟她有关的都能查得出来。不过你姨娘那儿并没有可以让人怀疑的事。老院长都这么说，想来原主的姨娘身上应该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满心就纳闷了，除了陆氏，他和蒙子平和蒙翠书之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换在现代，说不定还有财产风波，这个时代财产都是给儿子的。院长，如果问题不是出在姨婆那儿，那姨婆会不会是在替别人做事？魏成启问道。满心看了二儿子一眼，对，有这可能，又望向院长。这问题问得好。老院长笑笑说，你姨婆的几十年比较简单，少年时在校尉府，随后陪着秦家女儿嫁入了伯爵府，这一辈子都没有嫁过人。他与单城的联系就是这儿，还有一位他的姐姐。第140章，娘，我也在反省的。姐姐，也就是原主的娘。满心一时也找不出其中的问题来。恩师没再查到别的吗？没有了。老院长继续钓他的鱼，半晌又道：你可知道你这姨娘是怎么去的单城，又如何进了校尉府做事的？满心搜了下原主的记忆，我阿老阿公只是普通的猎户，不想2个女儿都在乡下这样的地方过一辈子，就托了关系带着姨娘去越城大户人家做婢女。老院长抚着白须若有所思，我会继续托在京都的老友查下去，你无需担心以后的事。成启去了越城，自然有人护着。多谢恩师。有老院长这话，满心松了口气。魏成启目光一动，他去越城，越级科考的资格都没了，去越城做什么？从后山出来时，魏成启的几个要好的同窗在外面等他，拉着他就到一旁说话去了。满心坐到了一旁的长棒上，将小玲儿也抱上来坐。娘，老院长这点信息，我那几个朋友也打听得到。魏成佑坐到娘的旁边说，他还以为老院长这么厉害，能打听出不一样的来。看来这事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满心是越发好奇这其中的原因了，连老院长的人都打听不出来，水很深啊。3人坐了一会，就见魏成启满脸疑云的走了过来，倒也没说什么。灵儿难得来单城一趟，
4人就去吃了单城最有名的小笼包和豆腐脑。灵儿别看年纪小，胃口是顶好的，一个人吃了2笼小笼包子，吃完又去买了一些小食品。吃完送魏成佑回了铺子后，看着时候不早，才坐牛车型的车回来。灵儿早已玩累，满心腰难受，就把睡着的灵儿丢到了二儿子的怀里。车上东西不多，可以把灵儿放在草堆上，让她自个睡。魏成启不喜欢小孩子，看到一旁空着的位置，对娘说：“两边放着的都是罐子，要是不小心碎了，容易搁着灵儿。你要是抱累了，待会给娘来抱。”满心现在多少了解这个儿子冷淡的性子，且不管这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他不强求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只要不出格，他不会说什么。实在是这腰颠簸的难受，要是再抱着小灵儿，估计几天好不了，只能交给他。我不累，我抱着好了。魏成启也看出了娘的不舒服。娘，书院并没有指定谁去越城科考。满心淡然地看了他一眼，轻嗯了一声。方才院长说我去了越城，自然有人护着。魏成启目光带着一丝期待看着娘。其实一直以来，书院并没有取消我去越城科考的资格，是不是？娘对上二儿子兴奋的漂亮黑眸，满心也没再隐瞒。对。魏成启的黑眸一点点有了光彩，想了想说：“娘是为了保护我，让舅舅在这2个月里不再针对我，便请院长假装取消我的资格。”这魏成启的脑子也太好使了吧！满心点点头，这是其一。其二是娘觉得你这性子得好好磨一磨。你眼中没有家人，只有你自己。你这样的性子，只顾自己的利益，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总有一天会吃亏，且还连累到家人。这些日子，魏成启已经习惯了娘动不动就在自己面前说他的缺点，完全不顾他的脸面。现在反正也没其他人，娘，我也在反省的。第141章，这么快就露馅了？那你反省出什么了吗？多顾及他人的感受。魏成启想了想说：“多体贴一下大哥、大嫂、小弟他们。”满心笑了笑：“不用让你怎么体贴，不过你确实也要多多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待问题。你这么聪明，相信明白娘在说什么。至于其他的，也不是说说就能转了性子的，急不来。好在老秀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这小子对原主还算言听计从。”魏成启今天心情是格外的轻松，嘴角难得的上扬起来。满心在心里把原主姨娘的关系又顺了一遍，顺到第5遍时，干脆就放置不理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是火烧云的晚霞，映得半边天都红灿灿的。阿爹，阿娘，小灵儿推开院子大门跑进去，阿奶买了好多吃的。魏成宽在井边洗菜，小灵儿跑进了灶房，没见到娘，就要跑进屋里，被魏成宽叫住：“灵儿，你娘在休息，不要去吵她。”阿爹，阿奶给我买了好多吃的，还有好多灵儿没吃过的糖。阿爹，您要吃吗？灵儿包给您吃。灵儿跑到阿爹面前，红扑扑的小脸高兴地说。看着女儿眼中对自己的亲近，魏成宽就会想起以前对女儿的种种不好来，甚至于娘说了一句不如卖了，他竟然还真想着把女儿卖掉。现在想起来，恨不得敲开脑瓜壳看看自己当初是怎么想的。阿爹，阿爹不喜欢吃糖，灵儿吃着就好。魏成宽道。灵儿点点头。成宽，阿和怎么了？满心看着紧闭着门的大儿子屋，以前每次回来都是大儿媳妇在灶房里忙进忙出的，今天特别安静，真有些不习惯。娘，您说的方家那些事都应验了，他们亲近阿和，一直问的都是您和成启的事，哪怕是点点滴滴，他们都不漏的问着阿和。魏成宽想到灵儿娘这几天的失落，他也难受。他们是怎么问阿和的？满心奇道。看到阿和对他们好一点了，就直接问您和成启的事。魏成宽苦笑了下，方虎还威胁阿和不要告诉我和娘，要不然他就不客气了。魏成启在旁听的脸色难看，满心翻了个白眼，这么快就露馅了。蒙子平要是知道了，估计得吐个几声血，找村子里任何一个人都比这对方是母子好。菜让你弟弟洗，你去陪着阿和，晚上我来做饭。满心说完就进灶房忙去了。大哥，我来。魏成启接过大哥手中的菜。二弟，你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吗？魏成宽见二弟神情比以往要温和几分。没有。大哥，快去吧。看着大哥和灵儿进了屋后，魏成启放下菜叶进了灶房，见娘正在点火，蹲到他身边道：“娘，跟您说个事，虽然我知道了能去科考这事，但别告诉大哥和小弟。你是担心你大哥告诉你大嫂后，你大嫂一时没忍住跟方家母子说了。”满心见到魏成启进来，就知道他要说什么。魏成启点点头，赶紧去洗菜吧，我心里有数。满心往灶火门里塞着木柴，这点就算魏成启不说，他也不会说，毕竟这事太重要了。第142章，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就在魏成启把洗好的菜拿到灶房里，方和匆匆进来：“娘，我来，怎么能让您做饭呢？”“没事，你的事成宽跟我说了，没什么事过不去。”满心温和的笑笑：“今天我来做晚饭。”“娘，我没事。”
方和神情有些难堪，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在婆婆面前难堪了。以前婆婆总是说些恶毒的话来伤她，现在不会，对她也温和，让她心里好过了点。我来吧。接过婆婆手中的葫芦瓢，干起活来。娘，我和阿和在灶房里忙就行，您去休息吧。魏承宽意道。满心只好出了灶房。娘，魏承启要走进屋时，喊住了满心，走过去轻声道：你为什么不让大嫂跟她娘家人尽快断了关系？这样的娘家人是咱们魏家的累赘，那是你大嫂的亲娘，你大嫂还指望着他们能变好呢。她心里比谁都渴望着亲情的关心。满心叹了口气说：这样的亲人不要也罢。三兄弟的声音中，魏承宽是温厚，魏承又脆亮，唯有魏承启的声音透着清冷，特别是说这样的话，听着很冷情冷心。娘，我说错了什么吗？娘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魏承启觉得自己说的并没有错。满心脑海里回想的是上世三兄弟的决裂，也是魏承启觉得大哥和小弟是累赘，说断就断了，不带一丝的感情，理是这个理。不过承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魏承启一怔，满心淡淡一笑，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是站在事不关己的角度，所以能理智冷静的分析，但你大嫂不能。其实他也和魏承启的想法一样，这样只会带来伤害的家人，宁可断了。可他们不是方和，又怎么知道方和的痛呢？我这是在帮大嫂，帮也应该是能让人承受的方式去帮，是断关系，还是像这样让自己闹心的活着，得让你大嫂自己拿主意。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她支持，让她知道她已经有另一个让她温暖和希望的家了。满心道：那要是大嫂断不了呢？满心看着灶房忙碌的夫妻，很想说一句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这话不现实，他是这个家的家长，脱不了身，老大没收入，还没到分家的时候，霸气的道：那就护着。魏承启和寻常一样，满心饭后就去散步，散步回屋时，小玲儿正在给他铺被子。现在每次玲儿回来都是跟他睡的，铺被叠被的活他都懒着做了，这是好习惯。满心笑看着大孙女做这做那，直到小玲儿钻进被窝里，指着旁边的位置，稚声的问：阿奶，您还不睡吗？睡了。满心正要上床，小玲儿突然爬了起来，小脸一脸紧张的要下床。怎么了？满心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阿奶，娘在哭。小玲儿急了。满心细细听了下，确实有哭声，要不仔细听还听不到，许是母女连心吧。小玲儿这么快就听到了。你睡着，阿奶去看看。第143章，有时候男人的立场很重要。阿奶，是爹娘吵架了吗？小玲儿关心的问。没有，要是他们吵架了，阿奶就狠狠骂你爹一顿，好不好？小玲儿笑了，便躺好盖上被子，看着阿奶走了出去。魏承启的屋子亮着灯，还在读书，自知道资格还在，吃完饭就认真看书去了。满心走到了大儿子大儿媳妇的屋外，估摸着是为方家母子的事吵，小两口的事他并不打算参与，只要吵得不是特别厉害就算了。静静听着，听得方和哽咽的声音道：灵儿爹，你说为什么婆婆能变好，我娘和大哥却不能？这个我也不知道，自爹给娘托了梦后，娘就变得这样了。魏承宽说：我爹他和娘一样，不待我好的。阿哥，你现在有我，有灵儿，还有小团团，娘待你也是好的，咱们别再去理你娘和大哥。魏承宽道：明天他们要是再来，你就去族长家里避着，他们毕竟是我娘和大哥。魏承宽沉默了片刻道：好，那咱们继续理他们，但不能让他们总是欺负你，他们若是欺负你了，你就告诉我，我去找他们理论。我这样你不生气吗？我是你丈夫，是灵儿和团团的父亲，我只想保护好你们。外面听着的满心对大儿子说出的这句话很是满意，只要让方和感觉到这儿就是他的家，让他知道不管做什么事，丈夫和他是一条心的，和方氏母子断关系是早晚的问题。有时候男人的立场能给女人巨大的勇敢。隔天，灵儿听到灶房有动静时，就爬起来穿戴好跑出去了。待满心起床时，她跑进来高兴地说：阿奶阿娘脸上都是笑容。果然，满心出去时，方和已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一大早为他们准备好了早饭。娘，这是你的午饭。方和笑着拿了一小篮子给满心。中午有兔肉呀，辛苦你了。满心在铺子里买了炉子，每天的午饭大儿媳妇准备好，她只要到炉子里热一下就能吃。不辛苦的。方和拉过女儿，在旁叮嘱着一些该注意的地方。娘，您放心，有我在，不会让别人欺负大嫂的。魏承启走了过来，在娘的旁边轻声说。满心有些意外的看着这个二儿子，不容易啊，这几天的说教总算还是有些用处的。有女儿在，魏承宽担心娘半路会累，就送着娘和女儿到了镇大门口才离开。满心将灵儿送到绣房后才开了铺子。今个他的心情也极好，本钱合力都给了小儿子，铺子内剩下的东西赚来的银子就都归了他，要是能全部卖出去的话，卖得好能卖个50-60两。
这段时间用的银子比较多，不过朝廷给秀才的补助很快就会下来了，还有秋收的粮食也能赚上一些。满心想想就觉得满意。干娘，方杏儿拎着包袱走进了铺子里。杏儿来了。满心正擦着架子上的货。干娘，我把那好的鞋子拿来了。方杏儿解开包袱，拿出里面的6双鞋，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满心。第144章，杏儿姑娘前生今世差的有点大。满心看着这6双漂亮又实用的鞋子，拿起来里面都翻了翻，夸赞道：杏儿，你这带鞋的手艺真不错，是你娘教你的吗？小时候娘教过我，长大后就自己琢磨着做。干娘，我来帮你干活。方杏儿说着就拿过满心放在桌上的抹布。不用，你做一回就好。满心看着已经干起活来的方杏儿，人都有两面，杏儿姑娘前生今世这两面差的有点大，生活这一面的方杏儿还是挺励志的。我闲不住，来了就帮干娘干点活。满心把这几双鞋放在门口的柜子上，让大家一进来就能看到。方杏儿一边干活，余光注意到鞋子被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时，心下欢喜，干活也就更卖力了。虽然她做不了魏家的儿媳妇，但目前这样感觉也不错。这几双鞋子好看。进来了几名妇人，一眼看到鞋子拿起来瞧着。这鞋子的款式那可是今年最为流行的。满心上前推荐，瞧瞧这针线，这绣活，还有这麻丝，用的都是极好的。干娘为自己的鞋子这般出力，方杏儿赶紧过来为自己的鞋子介绍起来。到中午之前，6双鞋子竟然卖出了4双。方杏儿看着剩下的2双，满满的不可思议。干娘，咱们方才夸的是不是有点过了呀？我的鞋子并没有那么好。想到自己方才和干娘的一唱一和，方杏儿现在有点心虚了。我瞧着挺好的，再说也承诺了7天之内出问题包修补，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满心笑着说，他这脚上穿的就是方杏儿送的那鞋子，质量好得很。做生意总是要适当的商业吹捧，你去别家买东西的时候，不也总是听他们的商业吹捧？方杏儿想了想，有道理。最重要的就是售后，也就是卖出去之后对东西的维护，这个呀是买家最关心的。满心道。方杏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干娘，先前我说过，您卖出1双鞋，我就给您20文钱。打住，这6双啊，我不跟你要这抽成，就当是做干娘的对你生意的支持。等下次的时候就不客气的收了。满心笑看着这个小姑娘，干娘2字自呼的也很顺溜。谢谢干娘。那干娘我先回去了，我要回去多带几双鞋子来卖。方杏儿开心的说。好，路上小心。我会的。看着杏儿姑娘那走几步又蹦跳几步的身影，倒有几分少女的天真烂漫。这是因她的干预，杏儿姑娘走的路是不同了。客观的说，上市的事情中，原主和2儿子本身就是极品，没有他们的纵容，方杏儿也折腾不出什么来。上市归上市，这一事没必要当个仇人似的，多累啊，但也不能走得太亲近。中午过后，这生意就清闲了。满心清点完账目，正打算去对面买点瓜子来嗑，就见到任媒婆扭着小臀朝这边过来，她身后跟着高小晴，两人边走边说着什么。我跟你说，那秀才娘眼光可高招，你待会得表现的。翠罗，高小晴先看到了满心，高兴的打招呼。第145章，不喜欢这旧时代的婚姻。小晴，任媒婆，你们怎么在一起？这任媒婆帮他找了这么一个满意的弟媳妇，满心心里挺高兴，想到小晴说要给他小女儿说亲，找的媒婆应该也是任媒婆了。你们认识？任媒婆指着高小晴和满心。何止认识啊？高小晴乐呵呵地说，我们是同村的，还是最好的朋友。任媒婆，你说的秀才娘不会就是翠罗吧？原来都是自己人啊，这就更好说了。任媒婆一拍腿，对着满心道，我正帮他家的小女儿说媒呢，你那个小儿子不正好？我小儿子才14岁，还小。满心没想这任媒婆给小晴女儿做媒做到魏成佑身上来了。小点没事，先定下有什么关系？秀才娘，这知根知底的多好啊。任媒婆高兴地说，那秀才的儿子是高攀了，这小儿子可不是秀才，谈不上高攀。翠罗，我知道你嫁给了秀才，没想到你2儿子也是个秀才。高小晴是听说过有一户人家父子都是秀才，但没想到竟然是翠罗的家，为朋友感到高兴。我小女儿就大你小儿子1岁，刚刚好。先进铺子里坐吧。满心进了铺子，他没打算把小儿子的婚事这么小就定下来，既然做了他们的娘，他要把这几个儿子都好好培养一下，增长眼界，开阔心胸。18岁以前不成亲是底线。高小晴进了铺子后就开始说他女儿怎么好，什么都会做之类的。任媒婆见秀才娘一直笑着听，以为这是有着落了，高兴的合不拢嘴。翠罗，我可是一点都没有夸张，我小女儿真的很好。高小晴生怕满心不相信。满心笑笑说，你教出来的女儿肯定好，这样吧，咱们找个时间先让他们见上一面。直接拒绝伤感情啊？好啊，10天之后我小儿子会回来，到时我就在铺子里等着你。秀才娘，见人家小姑娘哪有在铺子里的，
既然你们关系这么好，直接请回家吃顿饭不是挺好吗？任媒婆积极地说，巴不得一次就成。她下午才回来，隔天下午又要回单城，这中间的时间实在是紧。我们第一天就在这见个面，第二天中午去馆子里吃饭怎么样？满心加了馆子吃饭，一听就很有诚意。去家里吃饭太刻意，他不想村子里有什么话传出来。好，好。高小晴其实哪样都行，又不是外人。这一聊也到了铺子关门的时候，目送着任媒婆和高小晴离开，满心开始头疼。她实在是不喜欢这旧时代的婚姻，身体都还没发育好就嫁人，一嫁人就生了孩子，一生直接被毁了。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方和坐在院子里补着衣裳，时不时的看一眼旁边摇床里的小女儿小团团。满心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抱小孙女。娘，我给您去倒杯茶吧。方和放下针线，每次娘回来都要喝茶。不用了，不渴。今天什么事这般开心呢？满心见大儿媳妇嘴角一直噙着笑，昨晚大儿子的那些话乐了一天吗？娘，今天我娘和大哥来时，二叔出来帮了我。这是方和绝没有想到的。她本想照昨晚丈夫所说的那样去族长家避着，没想到二叔会出来。她原本是从来不管这些事的。第146章，亲情有度才能活得自在。看来你女儿的这个二叔也长大了。满心亲了亲小孙女，放回了摇床里。早上去铺子时，二儿子就说过会帮着方和的，不错，说到做到。方和心里是惊喜的。下午他正被娘和大哥说的不知所措，孩子二叔出来了，冷着一张俊脸，非常的有气势。他只说一句，若再闹就去见庭长。关你屁事。当时他大哥一脸凶巴巴的说。孩子二叔却不惧，说你气的人是我大嫂，是我至亲之人，你说关我事吗？若再对我大嫂不敬，魏家这门你们休想再踏进一步。他娘和大哥不敢闹得太僵，这才走了。虽然灵儿二叔一直在家里，但在与不在没什么不同。这一刻之后，方和心里踏实了许多，至少还有一个人在家里，且还会帮着他。小团团这眉眼和灵儿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满心逗弄着小孙女，这小团团爱笑，只要醒了就在那儿笑着，越大越喜人。娘，昨晚陈宽跟我说了很多话。方和感激地看着婆婆，她跟我说，是您跟她说一定要护着我，帮着我，哪怕我说您坏话了，也要和我站在同一个立场。这些她都跟你说啊？满心失笑，亏得她没到方和半点不好，说不定她也全说了。我现在才知道，您默默地为我做了很多事。如果不是丈夫的这些话，她心里对婆婆一直是有着隔阂的。就算婆婆变好了，她也没有归属感，觉得在魏家她不过是个外人。可在这件事中，婆婆一直把她放在最中心，一直在为她着想。你是我儿媳妇，我2个孙女的娘，我自然要护着你。满心说不出媳妇儿就是女儿这样的话来。就算她不是原主，她没有婆婆的观念，可在3个儿子和儿媳妇中，她脑海里优先考虑的确实是3个儿子，因为和儿子命运相连，更别说那些真正的婆婆了。方和眼眶微红。满心第一次见到方和时，相由心生，一脸的苦大仇深。再看现在，脸上的苦没有了，整个人清爽很多，挺好的。阿和，对你的娘和大哥，你忍着他们的同时，也必须要有自己的脾气，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不管什么人都不可以跨过这条底线，哪怕是你的婆婆我，你的丈夫，你的子女。方和一怔，脾气，底线，就算是亲情，也不是一味的包容的，亲情有度，才能活得自在。一味的去忍受别人，结果自己都保不住，那对自己是种折磨。满心相信大儿媳妇会懂，她是一个在泥泞里挣扎，渴望了太久幸福的人，自己都保不住。方和猛然醒悟，是啊，这么多年来娘和大哥一直折磨着自己，他的忍让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满心本想轻轻进入魏承启的屋子，看看他是否在好好读书，哪知道打开了门，发现他就站在门内，这模样应该是在听他和方和说话。娘，魏承启倒是没想到娘会突然过来，一时神情有些不自在。第147章，娘，我发月营了，看书看累的话就出去走走，别把眼睛看坏了。二儿子这双漂亮的眼睛看坏了，他是真会心疼。知道了娘，你大嫂跟我说了，今天做的不错。满心拍拍儿子的肩膀，该表扬的时候就表扬，这是我应该做的。魏承启以为说这句话会有些别扭，没想到说的极为自然。吃晚饭的时候，满心跟大家说了任媒婆给魏承佑说媒的事。魏承宽、方和、魏承启都没表露出一丝惊讶。娘，既然那人是您的娘家人，知根知底的，您是要给承佑定下婚事吗？魏承宽问。今天大儿媳妇这酱肉酱的不错，满心多吃了2颗，看着还剩下的半碗饭，将没吃过的那一面尽数分到了大儿子的碗里，管住嘴，要不然身上的膘减不下去啊。不管是承启还是承佑，我都没打算让他们18岁之前成家。满心看着魏承宽说，我以前做事糊涂，要以我现在的想法，也不会让你这么早的成亲。
不过你运气好，娶了阿和这么能干的媳妇儿。被婆婆说能干，方和脸红了下，心里很高兴。魏承宽傻笑了下，二弟和三弟18岁之后才成家，会不会太晚了？承启，你怎么说？满心问二儿子，他尽量尊重本人意见。我不想成亲。魏承启一脸厌恶和痛恨，想到方杏儿和那青楼女子的算计，这辈子他都不想成亲。满心，上一世在小树林里可是直接扑了就上的男人啊，竟然不想成亲了。你这是孩子气的话，男人都要娶妻生子的。魏承宽笑着说，是啊，让娘给二叔找一个温柔贤惠又会持家的姑娘。方和也道。魏承启低头吃着饭不语，女人对他而言是灾难。娘，那您同村的朋友那儿准备怎么说？不太好拒绝啊。魏承宽问道。这事我说不出口，让程佑去说，他脸皮比较厚。满心是把这难题甩给小儿子，反正这小子机灵着。魏承宽与方和互望了眼，这面对小姑娘，三弟脸皮怕也厚不起来吧。晚上的时候，满心盘算着上月城之后的开销，这边的铺子也需要有人接手，没有别人，只能交给大儿媳妇，最好再雇一个人帮忙，到时可以叫族长老婆，基本只要半天的时间而已，老嫂子应该可以。程宽和方和在2-3年内怕是去不了单城，要去也是在程宽陶艺学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去越城深造。至于小儿子做生意去了京都越城，对他只有好处。当然了，一开始还是他和程启先去京都，等一切尘埃落定了之后再说。还有，原主的姨娘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就在满心各种打算和猜测时，敲门声响起，魏承宽走了进来。娘，这么晚了，有事啊？满心都要睡下了。娘，我发月银了。给。魏承宽从钱袋里倒出碎银来，满脸高兴地递到娘的面前。看着大儿子这憨厚的模样，满心一时被感动到了。现在大儿子再陶窑不过是个打杂的而已，月银都不足半两，可当这点银子递到他手中时，他心里竟然比赚了个几十两都要开心。第148章，入戏太深，走心了。心塞，他入戏太深，走心了。娘，顾窑工说了，等我学了一些皮毛，能做一些指定的活了，月银就会变多。魏承宽见娘看着他的月银不语，知道自己赚的少，有些不好意思，拿去给你媳妇儿藏着，以后你赚的都归你媳妇儿，不用交到娘手里。满心把碎银放进钱袋里，交还给他。娘，魏承宽不解。满心习惯性的目露慈爱，我儿子有出息了，娘心里高兴。你们一家4口也该存点小钱，要是有个急用也拿得出来。当然了，等以后我大儿子会赚大钱了，每个月还是要拿出来孝顺娘的。看着手里的钱袋，魏承宽从不敢想娘会让他自己存钱，心中激动，话也讲得有些结巴。娘，您收着吧，家里的钱都是您在管的。我说让你媳妇去管，就让你媳妇管。越相处越会发现这大儿子的性格憨厚实诚，上一世估计是吃了不少的亏和苦才变成了那样。满心笑看着他，别乱用就好，娘要睡了，别的事明天再说。哦。魏承宽一脸欣喜地走了出来，他欣喜的不是自己有银子了，而是娘对自己的好。方和一直等在门外，里面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能听到，他的欣喜不比魏承宽的少。先前娘已经给了他一些银子让他持家，这回还不收丈夫的月银，在娘的心里，他方和不是外人，是家人，而且是能管钱的那种。人活着不都是为了银子吗？婆婆连银子都能放开，可见对他之亲近，方和这一刻才有了家的归属之感。满心当然不知道这对夫妻的所想，他脑海里想的是更远的未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满心每天准时起床，运动半个时辰，然后和大儿子一起出去。大儿子去陶窑，他去开铺子，2点一线，别提有多规律。这几天高小琴时不时的会来铺子里帮忙，看满心的目光，那已经是亲家的目光了。满心原本是想让小儿子来拒绝这门亲事，但见高小琴这热情的模样，他觉得拖得太久，反倒会伤了这个朋友的心。小琴，别擦了。满心拉过高小琴坐下，只要来铺子里清扫这活，小琴就是抢着干。我实话跟你说了吧，18岁之前我不会让孩子们成亲。高小琴愣了下，什么意思？我那小儿子才14岁，还是个孩子，变成大人也要在15、16岁，我不想他这么早就成亲，因此定了规矩，18岁之后才能找媳妇儿。满心坦诚的道：18岁？那我女儿都19了，这也太晚了吧？高小琴不解的道：别的孩子18岁都有孩子了，你怎么想的？男人当以事业为主，我这小儿子现在在学生意，日后我想让他去外面闯一闯，没打算让他一直在小乡小县待着。满心满是歉意的望着他，小琴，先前我不好意思直接这样跟你说，你该不会就像认媒婆说的那样看不起乡下人吧？高小琴有些急了，我自己也是个乡下人，又怎么会看不起乡下人？正因为如此，就想着孩子们能走出这里，日后有出息。满心道，
第149章，书院里有京都的人来，成亲了也一样可以有出息啊。高小晴不解，成了亲有了家，总归是不一样的。现在他只要管儿子，成了亲还得管儿媳妇，管得好那叫亲如母女，管不好那就是仇人了。你看我家的老秀才，娶了我之后学业就荒废了。小晴，别把时间花在我家小子身上，我家那小子心也不在善城，比我家小子优秀的人多了去了，认媒婆肯定能给你找个更好的。高小晴生着气，他这几天有多高兴啊？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我这不是怕你不高兴。高小晴帮过他，直接拒绝会伤了感情，所以满心想慢慢的来，谁想这一慢，他一副就像是事情已经成了的模样，让他很有压力。看来这种事慢不得呀。按现代来说，肯定是在家等的消息，哪会八字都没一撇就上别人家里做这做那献殷勤？我是不高兴，这是我都说出去了。高小晴气呼呼地说，满心连个眉目也没有，就说出去了。你这么说，让我怎么办？高小晴觉得这事能成，结果蒙翠罗这样说，等他儿子18岁，他女儿都19了，是个老姑娘了，哪等得起？要不你就说见过我小儿子了，你不喜欢？满心没想到高小晴这般的急性子，高小晴气得拎起自己的竹篮子就走。满心无奈，怎么在成亲这种事上大家都这么冲动？高小晴是这样，方杏儿父母也是这般。已近中午，街上的行人不多。这铺子虽在转角，但阳光能把半间铺子给照暖，采光很好。入秋的天气有些微凉，满心拿了椅子，打算沐浴一下阳光时，灵儿脆脆的声音传来：“阿奶。”话音刚落，小人儿已经扑进了满心的怀里。不是跟你说了，慢慢走。满心轻刮了刮小孙女的鼻子。灵儿想阿奶了吗？每天都能见到阿奶，你还想啊？满心娃儿。管事姑姑说，这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小灵儿一脸认真的说。满心听得心花怒放，将小孙女抱起坐在腿上。我家的小灵儿怎么这么可爱啊？她要是去了月城，想灵儿了怎么办？祖孙两人亲昵了一阵，就在满心送着小灵儿去绣房时，小灵儿高兴的朝前头喊：“小叔！”灵儿。魏成佑跑过来，一把抱起小侄女来。成佑，你怎么回来了？满心惊讶，5天后才是他长假的日子啊。娘，明天书院里有京都的人来，院长托人来告诉我，让你和二哥去一趟。这是他急匆匆回来的原因。有京都的人来吗？满心心中一喜，院长会把他和程启叫去，难不成这人会知道原主姨娘的事？母子俩人送小灵儿回了绣房，关了铺子，一路走回家。路上满心跟魏成佑说了今后的一些打算。你大哥只能先待在家，你得和娘二哥一起上京都，京都那么大，你找个铺子做事，学到的肯定比善成的多。这个问题魏成佑早已经想过了，他和娘的想法一样。第150章，给了你多少？都拿出来。不过这是二哥还能去月城科考的时候想的。等等，魏成佑狐疑的看着娘，娘，上京都？咱们为什么要上京都？二哥不是已经失去了月城科考的资格吗？满心这才想起小儿子是不知道假装取消月城科考这事的，瞧瞧他，一时高兴给说漏嘴了。娘，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魏成佑一脸狐疑。既然都这么说了，满心也不再隐瞒，将假的这事说来。魏成佑傻愣了好半天，激动的抓着娘的手道：“娘，您说的可是真的？二哥是能去月城科考的？”满心点点头。太好了，太好了！魏成佑高兴的围着亲娘转。娘，等我有了一定的能力时，咱们就在月城开铺子。我早就设想好了，以为不再有希望，原来是假的。好，当时是没办法，没想到小儿子兴奋成这样。不过满心更高兴的是，小儿子和王家总算能暂时的撇清。魏成佑一日在王家做事，总有做公公的危险。一路上，母子俩人有说有笑的，特别是魏成佑，讲起以后的事情眉飞色舞。就在母子俩人走到村口时，一名村人看到他们喊道：“程宽娘，你赶紧回去吧，你那亲家母又在你家吵了。”满心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对他说这句话了，毕竟方氏母子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献殷勤，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他和程佑平常做的事告诉岳城的蒙子平，还敢吵。家门口没像以前那样围着人，他们回来的早，这个时候大家不是在田里忙活着，就是在山上忙。隐隐约约尖锐声从里面传来，魏成佑气得就要冲进去，但被满心给拉住了。娘，先听一听。满心站在门口里面的人看不到，而他们又能看到里面的角度，这种事情总归要儿媳妇自己面对的。方和母亲双手叉腰，正一脸蛮横地说着女儿，方虎则死死瞪着魏成启。魏成启没有说话，身形挺直，尽管只有16岁，但身高已经与方虎差不多，面容削了回视着他。方和，你说你没银子，我们可不信。方才还看到你在村前买了鱼，那人家还找了你一些碎银，怎么的？我和你大哥这些天一直为魏家忙死忙活，让你给点银子买点补品，你都不肯。
方和母亲很是气愤的道。方和的身子一直僵着，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模样一如以往那样的害怕，唯一的区别是脸没有低着，而是微抬。魏家是请了短工来做事的，没有让娘和大哥来做事。还有，这银子是婆婆让我打理家中生计的钱，不能给你。魏老婆子给了你银子打理家中生计。方和母亲金氏眼睛都亮了，给了你多少？都拿出来。一旁的魏承启拧眉，萧冷的面庞带了点愤怒。有他在，这方家母子竟然也能说出这种话来，可见平常只有大嫂时，这两人有多么的猖狂。他想看看大嫂的反应。婆婆给了我多少？不关娘的事。方和只觉得这句话用了他半身的力气，他怕大哥突然打他，不过孩子二叔在旁边，大哥应该不敢的。你说什么？你金氏看了一旁的魏承启一眼，想了想道：短工做事给银子，我们做事就不用给银子了。我们可是你的娘和大哥，得给双倍。灵儿二叔，你说是吧？第151章，撸起袖子开打。听到娘这话，方和以前会难堪，现在他已经死心了。他自己受着这种娘和大哥的折磨，如今却把这份折磨也带给了魏家。婆婆和丈夫没有嫌弃他，也没有责怪他，反而一直包容他。他不想让他们失望，他已经没有一个家了，不想再失去另一个家。想到这里，方和学着孩子二叔那样挺直了背，只双手依然紧张地扣在一起。魏家从没想过请你们来做事，你们走吧，我1文钱也不会给你们的。眼前的方和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方母和方虎互望了一眼，方虎沉下脸走到方和面前，以身高压着他。你再说一句试试。她不能让丈夫失望，不能让婆婆失望，她要给2个女儿带来更好的生活，自己绝不可以懦弱了。方和深吸了口气，抬起头直视着大哥凶恶的眼神道：我1文钱也不会给你们，因为那不是你们的钱。你们也不要再从我口中打听孩子二叔和婆婆的事，我一字也不会告诉你们。你胡说什么？听到女儿把他们那点事给说出来了，方母急了。我们什么时候打听你婆婆他们的事了？方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方虎撸起袖子。魏承启正要护在大嫂面前时，方和突然朝着方虎尖叫起来：你要做什么？你还要打我吗？我已经不是方家的女儿，我现在是魏家妇，是魏方氏，我公公是秀才，我孩子二叔也是秀才，你再敢打我试试，我让你蹲牢房。方和这话说的又急又惊恐，声音里有着打从心里带出的害怕，也有着豁出一切的勇敢。方母和方虎都被吓了一大跳，他们哪见过方和这模样，以前这个女儿都懦弱得很，他们只要声音重点就吓得软在地上，今天竟然敢跟他们叫板了。反了，反了！方母不敢置信。程佑，拿起棒子给我狠狠地打，竟然又敢趁我不在家时欺负我儿媳妇。满心一把推开门，手里已经拿了一根手肘般粗的棒子，魏承佑手上也一根。满心和魏承佑的棒子毫不留情地朝着方虎身上挥，毕竟这个大块头的男人才是主要的，不给他任何一点反击的空间。方母尖叫声起来：别打我儿子，别打我儿子！承启，你愣着做什么？赶紧拿棒子赶人！满心这几个月下来每天运动，力气跟上次相比大了很多，那方虎要是敢挡，他就用脚踢。抬眼见二儿子傻眼的看着这一切，大喊道：让他打人！魏承启傻看着娘和小弟一副干架的模样，犹豫着，他可是读书人，见到金氏上前扯娘的衣裳，又见小弟一个人快打不过方虎，也就顾不得脸面，拿起柴房门前靠着的镰刀就挥上去。方和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混战，护着自己的婆婆小叔，现在连孩子二叔都上场了，一家子都是为了他，心里是说不出的动容。棒子还好说，被镰刀打到那可是要出人命的。方虎见状赶紧跑出了魏家，连自个娘也不顾了。方母见儿子跑了，也狼狈地逃离了魏家。第152章，这镰刀挺好用的。满心追到门口，看着那母子一前一后落荒而逃的模样，冷哼一声，这种人非要让他使出绝世武功来才知好歹。转身时见到小儿子和方和都看着魏承启和他手中的镰刀，满心看了眼柴房门口晒着的一排棒柴，再看着二儿子手中的镰刀，选的是不是危险了点？魏承启有些尴尬，他一个读书人今天动手实在是不雅，可若不动手，那方虎身强力壮的，娘和小弟不见得是对手。这镰刀挺好用的，娘，你可以多买几把备着。说着把手中的镰刀放回原处。挺好用。满心忽然发现自己这手段和二儿子一比，还是温和了点。余光见到大儿媳妇看着门口发呆，满心走到方和面前，温声说：阿和做得很好。娘，我知道你心里并不好受，但娘还是要说，做得很好。当亲情变成折磨你让你痛苦的存在时，当断则断。满心知道这对方和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方和是前者，他到此时为止20年的人生一直活在童年的不幸中，不过今天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娘，孩子二叔，
笑说：“我谢谢你们。”当吼出那句话来时，方和觉得心里一直被娘和大哥紧拽他脖子的那根绳断了，这一刻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婆婆说的对，当断则断。你是我们的大嫂，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魏成佑笑着道。方和觉得心里无比温暖。对了，阿和，明天你去帮我看一下铺子。满心对着方和说：“我和程启要去趟单城。”好。方和点点头。娘，为什么突然去单城？魏程启奇道。老院长让你弟弟特意回来叫我们去的，说是京都有人来。满心说完，进了灶房去倒开水。这次去单城，他还是满怀希望的，说不定这次能知道原主姨娘害原主和二儿子的动机。魏成宽回来时，知道下午发生的事，还没等小弟说完，就跑进灶房里，拉过妻子上下一顿检查，知道妻子没受伤，才松了口气。你傻站着做什么？满心从柴房拿柴出来时，见小儿子一脸惊讶地望着灶房。娘，大哥和大嫂之间好像和以前很不一样了。魏成又觉得以前大哥并不是那般在意大嫂的，夫妻就该如此。满心笑着进了灶房。第二天，一家人都出发去镇上。从家到镇上的铺子里，小团团不是满心抱，就是魏成宽和魏成佑抱。魏成启在数次他娘的目光注视下，也会伸手去抱一会，大家都抱着走，他不抱一下，好像怪怪的。满心将铺子里东西的价格交代了之后，才和两个儿子去了单城。今天能赶上老罗的牛车，而不用牛车行里的，满心的腰才好受了点。一到单城，三人赶紧往书院去。就在他们来到书院前的小林子时，发现入口站着两名年轻的男子，17、18岁的年纪，身形笔挺，整个人的气质干净而利索。他们严谨的目光审视了满心三人一眼，没多说什么。娘，这两人一定是京都来的。走远后，魏成又在满心身边道：“一看就不是单城的人。”第153章，这颜值，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多跳了几下。应该是。满心觉得这两人的气场很像当兵的。院长没说来的是什么人吗？魏成启问道。魏成佑摇摇头。不仅小树林入口有这两人，书院的入口还有去后山的入口也有人把守着。书院仆人这次带他们去的虽然是后山，但不是老院长那个钓鱼池，而是一处凉亭。老院长和一名年约30左右的男子正在下棋。满心带着儿子们上前行礼。看到他们来了，老院长放下了棋子，笑着对对面的男子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魏成启，去了越城后，还请殷将军多多关照。”执黑子的男子抬起头望向站着的魏成启，那是一张清冷俊逸的脸，神情沉静淡漠，目光微翕。他没说一句话，却能让人感觉到隐隐的威压。满心看清男子长相时，眼睛一亮，这颜值，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多跳了几下。自来这里后，他的心一直就是沉甸甸的，此刻活了。这位是京都越城的殷将军，成启，你去越城科考的这段时间，可以住在殷将军的府上。老院长笑呵呵地说道。魏成启没想到院长竟然连住的地方都帮他打点好了，忙朝着院长深深行了礼，又朝着这将军行礼。学生魏成启，谢过殷将军关照。满心带着小儿子也赶紧答谢。这点小事不必挂心上，老院长曾是我年少时的启蒙恩师，只是帮个小忙而已。不过恩师还是第一次为一名学生朝我开口，想来你定是有过人之处。殷将军看着魏成启，余光注意到这学生旁边的妇人在偷偷看他，还有另一边的那个孩子也时不时的抬眼打量他。那孩子的打量倒也正常，这妇人的目光有些难以言说啊。成启的父亲曾是我的得意门生，他比他父亲还要优秀。老院长说这话时有些感慨。殷将军点了点头，从怀中掏出了一块令牌，令身边的随侍送到了魏成启的手中。有了这块令牌，殷府你随时可进。这是一块上等玉石做的令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看价值不菲。魏成启又赶紧谢了礼。民妇谢过殷将军对成启的关照。满心难以形容此刻的开心。先前院长说过越城的事不用他操心，但也没想到关照魏成启的会是一位将军，还有这模样，太赏心悦目了。殷将军目光淡扫过满心，此时站于他身侧的程氏低手道：“将军，你已经2天未合眼，是否去休息一会？咱们这一盘下午可以再下。你虽年轻，但也要注意身体。”老院长招过下人，带将军去厢房休息一会。是，将军请随小人来。一袭墨衣，腰线笔直，步伐稳健，将军的威严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完全不用滤镜的男人啊！满心心里暗附着，好看归好看，心动归心动。满心不忘正事，走到院长身边道：“翠罗谢过恩师了，还一直在担心去了越城之后该怎么办。没想到恩师魏成启找了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做庇护。原本是托了另一位学生，刚好殷怀路过单城，我便托了他。你是不是想问你姨娘的事，能否托他查一查？”老院长捋着须子笑道。第154章，跳动的心又归于平静了。是，这事不查出来，我心里始终有些不安。
在老秀才恩师面前，满心也不客气。老院长爽朗地笑道：“你姨娘服侍的伯爵夫人，殷将军要唤她一声表姑，这种事不便托她去查。”满心一愣，表姑？程启去了越城，你作为母亲的，必然也是要陪伴左右吧？老院长问道。是，我正有此打算。老院长点点头，将军府戒备森严，程启住在那儿，你姨娘不能胡来。你安心陪着程启先科考，我托的人一直在查这事。院长，魏程启原本带着一丝欣喜的面庞，又恢复成了那冷淡模样。殷将军和那伯爵夫人是亲戚的话，会不会和他们站在一起，来对付他们？满心也有这层顾虑，长得再好看，也没有儿子来的重要。虽然是假儿子，可他们的未来是绑在一起的。哼，你倒是把自个看得重要，也不看看你姨婆是什么身份，殷将军又是什么身份。老院长好笑地看着这个学生，把堂堂一个将军想成什么人了？这点满心站在儿子这边，原主姨娘是伯爵夫人的陪嫁丫头，要是主仆感情好，很有可能来殷将军这边搞事，这殷将军也不知道会不会帮着。想到这，满心这颗为男人刚跳动的心好像也不是那么跳得厉害了。不过心里这想样，嘴上还是道：“恩师说的对，劳恩师费心了。”老院长起身走下亭子，殷将军会在这休息一晚，今晚程启就住在书院吧，也好彼此熟悉一下。刚好从越城拿了些卷子过来，你也可以看看。是，听到有卷子，就算院长不说，魏程启也想留下。我该去钓鱼了。老院长说着，就朝着后山的鱼池走去。直到老院长走后，满心坐到了亭子里，站了这么久，腿酸。魏程启和魏承佑也坐了下来。你们那姨婆，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住到殷将军府上。满心对着两个儿子说，既然老院长这么说，他觉得这殷将军也是可信的。娘，您方才一直在看着那位殷将军，太无礼了。魏程启注意到了娘看殷将军的眼神很亮，以为是第一次看到将军才这样。娘，您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这殷将军和大哥有着几分相像啊？魏承佑问道。满心还以为自己的小心思被二儿子发现，吓了一跳，听到小儿子这话，奇道：跟程宽相像？你哪里看出来的？眉眼，还有这身形，我觉得跟大哥很像啊。魏承佑想了想说：有吗？满心细细对比了下，要说像，也确实有点。突然间，跳动的心又归于平静了，很不爽地瞪了小儿子一眼。魏承佑，他说错了什么吗？魏承启则想着自己的事情，没想到院长连将军都认得。这一次，他一定要考入榜前几名，为书院争光，只有这样，院长对他才会倾囊相助。程启，一少年跑了过来，朝着满心一揖：魏大娘好，大家知道程启来了，让我来叫他一起过去看卷子。魏程启看向娘，满心便道：你去吧，我等会吃过午饭就回去了，明天你自个回来。第155章，颜狗属性被激活。看着二哥和那铜窗消失在小路上后，魏承又激动地对着满心道：娘，去了越城，咱们竟然能住到将军府。天哪，那可是将军府啊！这事你可别往外说，还有你二哥科考的事，绝不可以说出去。满心朝着来路出去，边走边说：我知道的，娘就放心吧。那是不是再过半个月咱们就要出发了？魏承又兴奋地问道。满心算了算时间，对，去越城有好几天的路，还要熟悉那边的环境，考场也要给点时间，让你二哥跟那儿的学子切磋一下，看看差距在哪，能恶补的也要恶补一番。竟然还有这么多事情。魏承又想了想，那我提早5天跟王老爷说吧，就说娘让我回家管铺子，这个可行？满心点点头。出了林子里，守在林子入口的那2名年轻人，应该叫侍卫，依然笔直站着，一如他们来时那般审视了一眼后不再看他们。走远了，满心又转身看了这2人一眼，想到那位将军的颜值是他来这里见过最好看的男人了，平静的心好像又跳动了，一看就知道比他小。他几岁了呢？呸，他想这个干什么？娘，我看这将军年纪也就30岁左右啊，您说他怎么这么厉害？将军这品阶那应该是1品了吧？魏承又一脸羡慕地说，不知道他30岁的时候会做什么。30左右啊，太年轻了呀。满心喃喃，他比他大了这么多。是啊，我以为大将军都是40左右的人。魏承又接道，这个年纪肯定成亲了。那还用说，他孩子肯定像我这样大了。母子俩对上眼。满心，糟了，颜狗属性被激活，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啊，皮囊而已。娘，您怎么了？魏承又奇怪地看着娘忽青忽白的脸，倒也没想别的。这是一个35岁就做奶奶的时代，她不是25岁，她有3个儿子，她有一条艰辛的大道要走，她要去完成教育大计。满心瞬间觉得压力山大，爱情是什么？有用吗？娘有你们3个儿子就够了。满心拍拍魏承佑的肩膀，很是沮丧的道。魏承佑看到路旁的馒头铺子，
在魏成佑给他娘点了2笼豆腐小笼包后，满心的郁气一扫而光。店家，再来1碗豆浆，多放点葱。满心朝着店家喊道：“好脸，1碗豆浆，多放葱。”这个葱字一落，店家已经把豆浆端过来了。魏成佑不喜欢吃豆腐包，他喜欢吃肉包，点了3个大肉包。母子俩快乐的填完肚子后，魏成佑送娘到了牛车行。老罗的车要下午才回镇上，只能坐牛车行的车。就在满心以为自己这老腰又有的受了，小儿子也不知是从哪拿来了2个软包，放在了牛车的后面。娘，这是我跟牛车行借的，您下车后放这里就行，他们会带回来了。魏成佑拍了拍软包，您坐坐看，舒服吗？满心试了试，舒服。没想到我小儿子这般贴心，心里暖暖的。谁让您是我娘呢？魏成佑嘿嘿笑着。第156章，毕竟这才是现实啊。有了2个软垫在，满心这一路上老腰没再受苦，心情也格外的轻松。原主姨娘服侍的那伯爵夫人是殷怀的表姑，院长还把程启托这位殷怀将军关照，而且还是住到将军府里。满心想着就有些发笑，原主姨娘怕是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转变吧，搞不定他这会还在想着怎么害他和魏承启呢。不知道蒙子平这蜜月期度得如何了？可如意。殷将军，满心想到那张清冷俊逸的脸，他一个从看脸的时代过来的人，实在有点心动啊。拍拍双颊，不，这把年纪了，庄重点。不管他内心多么的少女，30多岁的人也得要有30多岁的样子。一路上，满心就在少女、老妇、心动、庄重之间动摇着。到镇上时，还是庄重赢得了胜利，毕竟这才是现实啊。此时已经是半中午了。满心来到铺子时，看到大儿媳妇正背着小团团做着清扫，看到他回来，高兴的出来：“娘，您回来了，忙了一天，累了吧？”满心说着，把小孙女抱下来，让方和的背轻松一点。不累，中午陈宽也在这里帮忙。今天早上生意怎么样？今早卖出了3捆绣线，还有5个陶罐。对了，还卖出了1套被褥。方和高兴地说。满心也很高兴，这么多天来买被褥这种大件的人极少，但只要卖出1套就能赚不少的银子。做生意的感觉如何？只要能卖出去就很高兴，特别是收到银子时，那种成就感方和是从没有过的。看着小团团熟睡的可爱模样，满心在他额头上亲了亲后，才看着方和道：“那以后就把铺子给你打理吧。”方和一愣：“娘，您说什么？”“我说给你打理，从明天开始，你也每天随我来铺子里做生意，那些账册之类的也要能看得懂。”方和没读过书，满心觉得把自己能教的都教了，其余的就让他自个发挥。下午没什么生意，满心关了铺子，2人一还高兴的回村子。方和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婆婆会把铺子交给他打理，心里激动的翻腾着，整张脸是抑制不住高兴。一路上，满心将魏承启的事说了。方和没想到二叔取消去越城科考的资格竟然是假的，这比听到让他管铺子还要高兴。陈宽既然已经在这里学了陶艺，就一直学下去，等过个2、3年，到时咱们在越城有了一定的基础，就能接你们过来了。满心笑着说：“知道了，娘。”方和能管铺子这事已经足够让他激动，这又是去越城的，他整个人兴奋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里的感受。这个晚上，方和和魏承宽夫妻都激动的睡不着觉。接下来的几天，方和都会跟着满心去铺子做生意，魏承宽还做了个小床放到铺子里，给小团团睡觉用的。这期间最高兴的莫过于灵儿了，知道阿娘和妹妹会每天在铺子里后，漂亮的大眼睛每天都笑得弯弯的，只要休息的时间都会过来铺子里。魏承宽中间有空的时间也过来，陶窑离镇不远，来来回回也是方便的。第157章，阿和，小团团呢？魏承启现在住回了书院，那天回来时匆匆收拾了几件衣裳又走了。满心随他，在书院肯定比在家里有好处，现在事情都讲开了，在家里也没什么用，就算要磨二儿子的性子，仅仅这几天又有什么用？怎么说呢？满心想想，这个二儿子这些日子的表现还是可以的。方和的进步很快，满心对数字并不敏感，甚至常会算错，记个账都要核对好几次才能算清，方和却一次就能算清，说是这些年买菜时给练出来的。满心觉得大儿媳妇就这算账的能力来说，还是很合适做生意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家里铺子2点1线，村子里以及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家开了铺子，经常来光顾，这生意是越来越好。转眼离去越城没几天了。娘，您在看什么呢？见婆婆在铺子外打量着什么，方和喂完孩子奶，就让孩子睡下了，也走过去看。你发现没有，前头那一家杂货铺这些日子也进了不少新鲜东西，看样子应该是从越城来的。满心指着几10米外的那家铺子。我没去看过。娘，要是他们那儿也有越城来的东西，那我们铺子的生意就会少了。方和道。满心点点头，做生意的人都动着脑子，见我们赚钱，自然也会想办法去拿货。
这是迟早的事，但他开铺子都不到2个月，这些人脚步追得也太快了点。那我们该怎么办？方和担忧的道。不急，这生意咱们能撑到年底，不亏。那些杂货铺也就1、2样，且价格比他们这儿的贵，一切等魏成启的科考结束之后再说。满心说出来是让他心里有个数。方和点点头。现在已经是中午，街上没什么人。大糕蒸好了，娘去买点大糕来。满心见到不远处的大糕店里刚拿了一笼热气腾腾的大糕出来。镇上有好几家做大糕的铺子，有黄豆糕、艾草糕、绿豆糕，总之各种豆类的糕都有。满心最喜欢吃的大糕是艾草和绿豆的，里面包裹着细腻香甜的豆沙，一口咬进嘴里，哎呦，那糯甜的滋味哦。甜点再配个下午茶，满心想想也觉得惬意。好，方和不馋这些甜品，但她喜欢和婆婆边吃糕边喝茶时聊聊天。以前不知道，现在发现婆婆知道的东西可真多，听起来有趣极了。公公一个托梦就让婆婆变化这么大，公公要是早点托梦就好了。满心各挑了几块热乎乎刚出炉的大糕回来，正要叫上在里面收拾东西的方和一起边喝茶边吃大糕时，看着空空的小床道：阿和，小团团呢？方和从角落里出来，看着小床愣了下，孩子呢？满心脑海里第一个想法是人贩子趁着方和不注意的时候偷走了小团团，放下手中的大糕冲出了铺子。左边是街道，就算没有行人，两旁铺子的人都在，且他在买东西时余光多少也会注意到周围的情况，没有人走过。右边是巷子，满心抬脚就朝巷子里追，脚步一慢，他怕小团团是找不回来了。在现代有多少孩子被人贩子抓走，再也回不到亲人的身边，科技发达的现代如此，更别说古时代的寒门家族。第158章，太危险了，赶紧报官吧。哐当一声，伴随着一阵骂声从右边的弄堂里传来，带个孩子还跑这么快，我木盆被你撞破了，你赔我盆子，还敢跑？满心顺着声音跑过去，果然见到前头一名男子抱着什么跑着。抢孩子了，抢孩子了！满心边追边喊，他抢了我的孙女。两边屋里住的人家纷纷探出头来，听到满心的呼声，大家都帮着他追。前头抱着孩子的男人没想到会被发现，各个弄堂里使劲的窜，抢人孩子了，抓住那个男人！不少人都喊着，声音一浪盖过一浪的。听到声音的人都走出了屋子，看到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听到是抢孩子的都去抓人，直到那男人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哪有人还敢上去抓他？待满心追上来时，已经没有了那个男人的踪影。他往那边跑了，他手上有刀，太危险了，赶紧报官吧。一人好心的对满心道。满心苍白着脸，他很想朝这些人大吼一句，为什么不追了？但也知道他们不过是陌生人，能帮他追了这么长的路已经是很好。麻烦大家帮我报一下官，我孙女在他手上，就算有危险，我也要把我孙女带回来。满心说着朝人所指的地方追去，他怕报官这功夫，小孙女早不知道如何了。方和追来时，人群还在议论纷纷，他身体跑得不知，听到他们所说的方向后，擦去眼泪又追去。满心很幸运，凭着直觉只转了几个弯，就看到了人贩子的身影。站住，把我孙女还给我！人贩子转身时，怀里哪还有什么孩子？30左右的年纪，左眼有疤，半只眼都斜拉在脸颊上，一脸横肉，十分凶相，一步一步朝着满心走来。孩子呢？满心并不畏惧，厉声问道。在这种人面前，越是表现的畏惧，他便觉得你越好欺。送走了。人贩子双手抱于胸前，居高临下，凶狠地看着满心。这个人眼中丝毫没有善意，明显是做惯了恶事的人，这不是人贩子，而是歹徒。满心腿脚有些发软，双手使劲握紧，才不至于微颤，面上不惧，问道：为什么要偷我的孙女？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人钱财办事，是谁？满心脑海里闪过一些人，心里隐隐有了猜测。那人给了你多少银子？5两。5两。满心在心里标了一大圈的脏话后，冷笑几声，很好，是谁让你偷抱走我小孙女的？你觉得我会说吗？我给你5两，告诉我那个人是谁？银子给我。没带，我的铺子就在那儿，我还会耍赖吗？歹徒想想也是，5两就想让我出卖雇主。10两。歹徒眉头一动，方虎，果真是方虎。要是方虎就在眼前，满心会毫不留情的一刀了结了这种人渣。我再给你5两，把孩子带回来。歹徒想了想，20两，我一共给你20两，把孩子带回来给我，我在铺子里等着你。满心直视着歹徒，毫无善意，只有贪婪的眼睛。很好，方虎找的人很合他的意。第159章，他一定要保持思路的清晰。要是胆敢骗我，我就杀了你全家。歹徒说完这句话，嘴角扬起一个阴冷的笑弧，离开。娘娘！方和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大哭道：团团呢？团团呢？都怪我没看好他。团团没事，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满心强自镇定安慰他，他们两个都是女流之辈，这儿没有旁人可以依靠，只能靠自己，他一定要保持思路的清晰。真的？对，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听我说，你先回家里，拿出我床底下的木盒子，里面有张契约，把那契约拿来给我。满心从怀里掏出一个铜钥匙来交到方和手里，微颤的手指迅速捏紧成拳，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还有力气在。快去，我在铺子里等你。好。女儿没事让方和松了口气，拿着钥匙慌张地跑回家。看着方和走远，满心深吸一口气，双腿软软地朝着铺子走去。出了那条小弄堂，周围有不少的人都在看着他，一个个眼里都带着悲悯，也有眼中很是愧疚的。满心现在没空理他们，他心里只希望团团会没事。方虎想要拿团团做什么？威胁他或是方和吗？如果只是这样，会雇歹徒吗？这歹徒看起来像是亡命之徒，为什么要用5两银子雇这样的人？进到铺子里，满心身子瞬间软在了椅子上，他坐直身子，将颤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不时地握紧双拳。方氏母子要是走极端的话，团团就危险了。满心不敢想下去，现在时间一分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他追到那歹徒，以及歹徒把团团交给方虎，这中间连半盏茶的时间也没有，团团应该不会有事的。什么叫度日如年？满心现在是体会到了，不，那是度秒如年。一盏茶的时间过后，一道人影出现在铺子里，满心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店家，你干什么？吓我一大跳。是客人。客人奇怪地看着满心，你是不舒服吗？怎么脸色这么白啊？20两银子准备好了吗？歹徒的声音突然出现。和满心说着话的客人一看到歹徒的模样，瞬间闭了嘴，匆匆离开铺子。满心的目光落在歹徒怀中的小团团身上，孩子的娘已经去家里拿了，你稍等一下，把孩子给我。歹徒并没有拒绝满心来抱孩子，一个老妇人而已，玩不出什么花样。团团，满心见小孙女小脸没有方才那般的红润，反而极为苍白，如果不是还有气息，他真的以为这孩子已经……随即双眸猛瞪大，团团雪白的脖子上竟然有2道泛青的指痕，那是被人掐过留下的。满心赶紧将孩子放到小床上，想起前世学到的急救知识，一边轻轻按压胸口，一边捏住小鼻子给他渡气。歹徒冷眼看着这老妇人奇怪的举动，冷笑一声，这方虎跟你们是什么仇啊？说什么要让你们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当中，竟然对一个孩子这样下狠手。满心没理他，一直做着急救，直到团团哇的一声哭出声来。第160章，耍你是要胆量的，我没这胆量。满心这才松了口气，只觉全身的力气在这一刻是用光了。娘！方和气喘吁吁地跑着回铺子里，门口听到女儿的哭声时大喜，一进门就看到女儿睡在他的小床上，激动地抱女儿在怀里亲，这样的失而复得，喜悦至于他后怕不已。银子呢？歹徒不耐烦地踢了踢一旁的桌子，桌上放着的茶盏哐当一声倒在地上碎了。方和被吓了一跳，这才发现铺子里还有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阿哥，把那器具给我。满心对着方和道，那是他兄长欠下20两银子的器具。方和打开那个小木盒时，里面有100来两的银子，以及按了他兄长手印的器具。他还在月子里时，兄长过来为家闹，陈宽和娘用锄头逼着兄长立下这份欠条。为什么娘要他拿这份欠条来？娘，这是跟我大哥有关吗？方和将器具递给婆婆的手微微颤抖着，他怕有关。满心没说什么，只是将这份器具给了歹徒，冷声道：20两银子，分文不少。歹徒接过一看，怒了：我要的是现银，你竟然给我器具，你找死啊！现银！满心冷笑一声，指着架子上的这些东西道：这些东西加起来不止20两，你要吗？你耍我！歹徒从怀里掏出了匕首，一步一步欺近他们。方和哪里见过这场面的，吓得抱紧着小团团往后躲。耍你是要胆量的，我没这胆量。满心大声道，也借此声音来壮自己的胆。但我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在了这个铺子上，你想想也知道，一户普通的人家哪里一下子拿得出20两的银子来？但去拿这器具上的20两，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歹徒把玩着手中的匕首，眼中的恶意倒是收了不少。方虎拿5两银子让你来偷走我的孙女，他家里必定有钱，他是个无赖。这20两我们要不回来，你这么厉害，一定可以。一个贪钱的歹徒，就算他给了现银，这器具上的20两也绝不会放过的，这点满心有把握。我家的铺子反正就在这里，要是这20两银子你拿不回来，再来找我们不迟。歹徒看了眼这间铺子，又看着手中的器具，手中的匕首突然在满心和方和面前挥了挥，最好那方虎有银子，要不然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说完离开。是我大哥，竟然是我大哥！方和抱着女儿瘫软在地上喃喃，团团是他的亲外甥女啊，就算再怎么不喜欢我，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手？咱们要赶紧回村子找村长，让村长带我们去找亭长。
满心对着方河边说边简单的收拾。普通的歹徒，这么大的声响，周围的人早就来帮忙，但那个人带着刀，人都会害怕，都不想沾上麻烦，只能靠他们自己。方河起身时，见到女儿脖子上的淤青，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被掐的，腿一软瘫软在地，心疼的大哭。刚止了哭声的小团团被自个母亲的哭声一下，也大哭起来。看着小团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有脖子上那触目的青痕，满心也心疼的不行。小团团自生下来吃了睡，睡了吃，安逸得很。这次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心理上的阴影。这么小的孩子会有吗？第161章被拒了，那么直接。匆匆关了铺子，婆媳俩人一刻也不敢多耽搁，回了村子就来到了村长这里。村长正在砍柴，听了满心所说，气得脸色都青了，直骂方虎不是人。村长夫人更是抱着小团团抹泪，嘴里嘀咕着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村长直接带着满心他们来到了亭部，亭部不在镇上，而在镇外的交通要道上，亭部内建了几个亭舍，从外面看来还挺像样的。满心觉得亭部门口的2名守卫有些眼熟，走近了惊讶地发现这2人不就是那位殷将军的侍卫吗？上回书院的小林子外面站的也是这2人。那殷将军在哪里？没回越城吗？和那次一样，他们进亭舍时，这2侍卫将他们上上下下审视了番，倒也没说什么。今天亭舍里好像有些不一样啊。村长看着周围，觉得多了许多的生面孔。亭部内一个小院子里放着一些弓弩、戟盾、刀剑等武器，几名年轻男子笔直地站在院子两边。从他们进来后，严谨的目光就落在他们身上。就在满心猜测那位殷将军应该在这里时，殷怀和一名40左右的中年男子从亭舍里走了出来。亭长，族长上前打招呼：“老魏，你怎么来了？”亭长很魁梧，就算穿着深衣，那些肌肉也能隔着衣料清晰可见，应该是常年练武而成的。我们村秀才家出事了，这是秀才娘。村长赶紧让满心过来。殷将军。满心走到殷怀面前，随了个长礼，又跟亭长打个招呼：“亭长。”将军2个字让方和族长目光都落在殷怀身上。秀才娘跟殷将军认的？亭长一脸惊讶的道：“他这个亭长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殷家的这位将军。你是如何认得本将军的？”殷怀的目光落在满心身上，似有印象，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贵人多忘事啊，这才几天啊。作为颜狗，满心有些失落，不过现在也不是在意这些小心思的时候。将军，我是魏承启的娘，咱们在书院见过。殷怀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淡淡点点头，转身对亭长交代道：“粮草这事务必看紧。将军放心，小人一定不负将军所托。”亭长严肃的道。见殷怀要走了，想到那歹徒凶恶的模样，小小一个亭长，万一应付不了怎么办？仗着老院长的关系，满心厚着头皮上前道：“殷将军，我孙女中午被一名歹徒偷走了，虽然救了回来，可那歹徒手中有刀，还请将军派人将其抓回来，要不然那歹徒一定会对老百姓不利。更重要的是，抓不回来，他怕那歹徒报复啊。”殷怀深沉的目光扫过满心，淡淡道：“这是亭部的事。”说着越过满心离开。满心被拒了，那么直接。宋将军。亭长送着将军到了门口，回来时看着满心和族长：“秀才娘，老魏，什么歹徒啊？发生了什么事啊？”满心将事情说了一遍，又把小团团的衣领解开给他看。看到女儿脖子上的淤痕，方和再次心疼的哽咽。来人，把县城里送过来的海捕文书拿来。亭长对一小兵说。很快小兵拿了几张纸来，你们看看那歹徒的模样有没有在里面。第162章，他满心是一个只看颜值的人吗？满心翻到最后一章时，就看到了歹徒的肖像，是他，就是他。看清下面的一行小字上写着是江洋大盗，2年来背了3条命案，潜逃中。你方才说他去方虎家要银子了？方家村的那个无赖方虎吗？亭长问。镇上的无赖他都知道。对，就是他。满心点头。兄弟们，都抄上家伙，跟我去抓恶人。亭长一声令下，数名小兵拿起兵器就跟了出去。看着这阵仗，满心很庆幸这个亭长是个有作为的，要是搭上个懒得糊涂的亭长，那真要欲哭无泪了。方虎啊，你一定要挺住，多和歹徒周旋几下，你妹妹一家子以后的平静可都靠你了呀。满心在心里嘲讽的想。亭部外，殷怀还没有离去，他的手下正在装马鞍。将军，我们去抓官府通缉的恶人。亭长跟殷怀打了招呼，就快速带人离开。满心礼貌性的随礼离开，毕竟以后还要承蒙这位将军关照。至于他的少女心，在方才他的请求被拒后就傲娇的消失了，不就颜值吗？这世上好看的就他一个吗？他满心是一个只看颜值的人吗？错了，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那种乐于助人的男人才是让他喜欢的。将军，马鞍已备好。士兵把马牵过来，交到殷怀的手中。很快，10几个人消失在扬起灰尘的大道里。
另一边，满心没让方和再跟着，他带着孩子，他累孩子也累，因此叫他们和村长一块先回去了，路上有个照应。至于他要跟着庭长一起去，不亲眼看着庭长将歹徒和方虎抓住，他不放心。天边已开始落上了晚霞，庭长一行人到方虎家时，周围围满了村人，妇人的尖叫声、男人的求饶声以及屋里被打坏东西的声音时不时地传出来。庭长带人来了，村人喊了声。庭长来的正好，方虎这个无赖也不知道是得罪了谁，被揍得可惨了。打人的还在里面吗？庭长问道。在的，没见他出去。村人是早就习惯了无赖家里时不时的来人，谁也没想过去劝架，甚至报案，毕竟对方是个无赖啊。大门被庭长打开，小兵们都冲了进去。歹徒的声音恶狠狠地传来：妈的，谁报的官？老子要杀了他！看热闹的人突然狂喊了声，那人手中有刀，顿时很多人吓得都逃了开去。有胆大的还在门口看着，这歹徒会武功啊？会武功吗？满心朝里望去，果然见到庭长和小兵们与那歹徒对峙着，其中一名小兵手臂上受了伤，大家小心点，他是个练家子。庭长道。看到这么多人，那歹徒也不慌乱，是个见过大场面，提了匕首就朝着庭长刺去。院子里乱得很，满心的目光落在屋里，那里有点点的血迹，方虎应该就在这间屋里，不知道有没有被打死。此时方家村的村长带着不少的青壮年过来，见门外的那些看热闹的人道：都别愣着，庭长都来了，大家进去帮忙。率先冲开门进去，满心也趁乱走了进去，他没管歹徒，而是进了屋子。第163章，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果然，方虎躺在地上被揍得不轻，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一旁是散落着的一些碎银，而方母晕倒在角落里，抢银子抢得很激烈啊！你竟然敢算计我！见到满心，方虎恶狠狠地道：歹徒拿出器具就知道怎么一回事。小团团是你的亲外甥女，你也下得去手？满心看着方虎脸上的狰狞，我还是方和亲哥，瞧瞧他是怎么对我的，让他给点银子推三阻四的，不过就是说几件你们的事，他竟然也不肯，他让我不好过，我也让他这辈子不好过。方虎恶劣地说。满心只觉心里都是戾气，没说话，踢了踢他的手。方虎一阵痛喊，手应该被打断了，他的上半身动不了，肋骨应该也断了，很好。满心又踢了踢他的脚，方虎挣扎着想要起身对付他，下半身还是好的。那个歹徒身上背着命案，肯定要处斩，但方虎最多关个几年就出来了。满心看了看周围，拿起了旁边的一条凳子，举起对准了方虎的头。你要干什么？方虎挣扎起来，奈何胸口刺痛的厉害，根本动不了。满心将凳子从他的头上拿开到了双腿这边。喂老婆子，你敢？方虎猜到了满心要做什么，脸色煞白，害怕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老娘让你看看什么叫霸气侧漏。在方虎缓缓睁大的惊恐眼神下，满心用尽力气将手中的椅子摔在了方虎的双腿上，这一计是为了给团团报仇，要不然太便宜他了。当庭长一行人将歹徒制住时，听到屋内传来惨叫声，走进来时就见到秀才娘吃力的想把方虎扶到床上。我好像弄疼他了，他惨叫了声昏过去。满心一脸好心的道，移动一下身子，伤受的再重点。我儿。方母被惊醒，看到儿子这惨样时，爬过来就抱住方虎大哭。庭长看着这屋内的打架造成的破损，还有地上这散了架子的椅子，他听到了方虎的惨叫声，还有什么摔东西的声音，外面太乱，他顾着抓那个功夫不错的歹徒，应该听错了。看着方虎一身的血迹道：来人，去请个郎中来。满心走出屋时，那歹徒已经五花大绑，被打得鼻青脸肿，几乎快认不出原模样。歹徒见到满心，颞嘴要冲到他面前。是你把停步的人叫来的？一旁的小兵狠狠踢在了他腿上，他一个踉跄倒在地上，被小兵制住，安分点。歹徒瞪着满心的眼睛都快饿凸出来了，人人都怕他，他只要一亮匕首，没人胆敢报官，这个老婆子竟然敢。满心冷望他，这话问的可笑，这么大的事自然是要叫停步的人过来，要不然怎么制住他？他确实害怕这种人，但他并不懦弱。庭长出来时，一名郎中刚被小兵带进了屋里。庭长，这个人官府会怎么判？满心指着歹徒问道。秋后处斩。庭长对满心颇为温和，毕竟是秀才的娘啊。至于那个方虎吗，关个2-3年吧。我要没记错，这无赖好像跟你家有亲。你要是想要求情的话，满心赶紧一脸诚恳的道，还请多判个几年。庭长。第164章，两兄弟气得抄上家伙就朝方家村赶。满心从方家村出来时已经是傍晚，这个下午对他来说真是惊心动魄，从没玩过这么刺激的。那歹徒竟然还是个练家子，庭长和好几个小兵才将他给抓住。满心想起来还挺后怕，要是一个说不好，小命还真交代了。
不过对付这种恶人，绝不可以怯懦，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必须勇敢反抗。娘！魏承佑着急的声音响起，满心抬头就见大儿子拿着锄头，小儿子拿着镰刀朝他跑来。淡淡夜幕之下，两兄弟脸上都写着对他的担忧。娘，您没事吧？魏承宽赶紧对着娘上下打量，确定娘没受伤。我没事。满心笑呵呵的道，都解决了，庭长已经押着人回了庭部，那歹徒秋后问斩，方虎至少也要关个几年。方虎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来？团团是他的外甥女啊。魏承宽回家时，刚好魏承佑也回来，两兄弟原本说说笑笑的到了家，哪知道家里聚满了亲友，连族长也在。当知道了发生的事后，两兄弟气得抄上家伙就朝方家村赶。大哥，咱们以后必须和方家断了往来，有这种亲家在一天，咱们家一日不得安宁。魏承佑愤愤道，自大嫂嫁过来后，这方家总会来闹上一闹，这次团团差点出事。魏承宽点点头，抓着锄头的手又紧了紧。满心有些累了，只听两兄弟说，这方家是折腾不出什么花样了，至少近几年不会。以后嘛，他们一家子都去了越城，不可能再有什么往来的。到了家，除了族长夫妇，还有几位亲友一直陪着方和母女俩人。看到满心他们回来后，详细问了情况。大家对于方家都痛骂了一顿才离开。方和一直抱着团团，眼睛哭得红肿，对小女儿满脸的愧疚。满心看在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害女儿的是自个娘家人，方和这心里得有多痛苦啊！进了灶房，见大儿子在做饭了，满心接过他手中的活，去屋里陪陪阿和和团团。原生家庭的苦难，也只有温情才能让方和心里好过一些。娘，我来烧灶。魏承佑走到灶坑里添柴，看着大儿子进了他们夫妻的小屋，满心这才对小儿子道，在你大哥面前说说方家也没什么，在你大嫂面前可不能说。娘，方家都做出这种事了，难道大嫂还要顾念着亲情吗？魏承佑不解的道，那倒不是，你大嫂心里怕是比我们更恨方家的人，可毕竟那是她的亲娘和亲兄长，听了心里不好受。满心道，今天在家里的那些亲戚肯定说了不少方家的不是，家里人就不要再去多嘴了。知道了娘。你今天回来跟王家老爷辞跪了吗？满心看到院子里放了的大包袱，小儿子应该是离开王家了。魏承佑点点头，我跟王家老爷说了，回镇上管家里的铺子。回来时还去看了二哥。你二哥怎么样？满心放下菜梗开始炒，很快就炒出了香气。这些天来了不少越城的卷子，说都是这10年内科考的考题。二哥说他都做得出来，不会的就去请教院长，让娘放心。第165章，下次见面得好好刷一下印象分。这个二儿子对读书确实上心，满心活了2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学霸。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拿省的状元之类的，就不知道那些状元是不是也这般让爹娘操心的。满心突然问道，承佑，你也是读过几年书的，不考个童生吗？不，娘，您赶紧打消这个念头，我不喜欢读书，我就想做生意。魏承佑看到书上的字就头疼，这些年他都是为了爹娘读书的，那就好好做生意，以后做个大商人。满心边笑说边把菜盛盘。对了娘，我今天去书院的时候，看到上回那位殷将军身边的侍卫在，二哥说殷将军还在单城，晚上就住在书院里，很有可能是和咱们同一时间去越城，到时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殷将军一路。魏承佑激动地说，那倒是挺好。满心今天厚着脸皮请这位殷将军帮忙，人家直接拒绝了，虽说有点丢脸，客观的讲也正常，换成他也不可能去帮个陌生人，往后还要请这位殷将军多多关照的，下次见面得好好刷一下印象分。吃晚饭的时候族长来了，为着下午的事他又去了趟庭长那儿。那歹徒明天就会被庭长押送到单城里，秋后处斩，也没几天可活了。方虎被歹徒打得不轻，老郎中说断了的肋骨刺中了几个要害，这辈子只能靠药活着，还有这腿也骨碎了，不知道能不能接得好。族长看着又泛红了眼的方和，承宽媳妇这样的娘家人往后一定要断了关系。今天亏得有你婆婆在，要是不在的话，团团这条小命就没了。我知道，族长放心，我对方家只有恨，再无亲情。方和恨啊，恨自己的懦弱，没有早早与方家断了往来，才让小女儿受这样的难。族长点点头，族长谢谢您了，要是没有您，今天也不能这样顺利。满心对族长是打心里感激，我作为一村的族长，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族长随和的笑笑，我先走了，你们老大嫂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满心送着族长出门，回来时听到屋里传来团团的哭声，正要进去看看，就见方和从灶房里冲了出来跑进屋，紧接着魏承宽也走了出来。娘，阿和说下午团团哭了好几次了。魏承宽看到娘，担忧地说，我真担心团团是被吓着了，明天找个大夫来看看吧。满心也挺担心的，这个晚上大家都累了，满心是沾床就睡，跑了一下午，腿酸不说，身心都担惊受怕着，急需休息，一觉睡到天明。
接下来的2天，满心没让方和去铺子，让他在家里多抱抱团团。小家伙受到了惊吓，要是真的留下了后遗症，母亲的怀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镇上都在议论着歹徒偷小孩的事，后面弄堂里的人都帮着满心追过歹徒，因此这2天都会来满心的铺子里表示关心。这一来二去的，大家都知道出事的铺子在哪里，生意竟然好得出奇。不到3天的功夫，铺子里的东西都卖光了。第166章会共情了。就在满心和魏成佑准备去单城把所有的存货都拉回来时，魏成启回来了，还雇了一辆牛车回来，车上装满了他这几年在学院里的书籍和一些日用东西。去月城的时间定了。满心看着把牛车堆得像小山头一样的东西，应该是全部拿回来了。后天早上在单城城门口，咱们跟着殷将军的车马一起去月城。魏成启年少不怎么爱笑的面庞难得的展露出一丝喜悦来。真的？二哥，咱们真的是跟着殷将军一起去月城吗？魏成佑兴奋地问，他做梦都想着和将军一路。院长说的。魏成启当时也很意外，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满心原本就有这个打算的，院长竟然帮他都想好了。老秀才这个恩师实在是给力，这样的话路上就有保障了。方和正好给团团喂完奶出来，见到婆婆几人在搬东西，二叔回来了，过去帮忙。大嫂，后天我们就要去月城了。魏成启道。方和愣了一下，这么快？二哥，你知道这些日子咱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吗？魏成佑将小团团的事说来，虽然过去好些日子了，提起来还是气得很。那方虎该死！魏成启听完，黑眸里带了愤怒，只是判个几年太轻了，这种人就该一辈子关在牢里。事情都过去了，幸好小团团没事。看着二儿子眼中的怒火，满心心里挺安慰，不容易啊，这个性子清冷且不怎么会为他人着想的少年会共情了。方和神情隐隐难受，强颜欢笑道，我来帮忙搬。3年寒窗，魏成启的书多的是惊人，满心放到书架时随手翻了翻，古人的字能看懂的字很容易就变出来，看不懂的字不管你怎么猜就是猜不着，而且内容极为晦涩难懂。每一段里魏成启都是做了批注的，字很漂亮，挺劲有力。认真啊！满心嘴角扬起一个老母亲欣慰的笑容，他也当了回学霸的娘。魏成佑又搬了一些书进来时说，娘，我去单城把所有的存货拉回来，您就别去了，在家里收拾东西。你一个人行吗？满心问。没有问题的。魏成启把最后几本书放到书架上时，见母亲对小弟说了句路上当心些后，就有些期待地望着自己。他微想了想后，对着要走出屋的小弟淡淡道，路上小心。一脚刚迈出屋门的魏成佑转身看着二哥，惊喜的道，知道了，二哥。魏成启竟然有些体会，比如说他跟大嫂说一句谢谢，大嫂会很开心，像现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而已，小弟也挺开心的，那他以后多说说吧。有做哥的样子了。满心笑看着他，又指了指这些书，有哪些是要带去月城的？我下午就会收拾出来。娘，再过半个月，朝廷每年对秀才的贴补就会发下来，到时让大哥去县衙里领吗？魏成启问道。以后这个家由你大嫂来持家，这些事包括以后田里的收成也会交到他的手里。满心想着晚上就跟方和说说。魏成启点点头，这些向来是娘打理的，娘说交给大嫂打理就交给大嫂。第167章，顿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吃过午饭，满心去了族长家里，还送了一篮子的鸡蛋，将魏成启要去科考的事说了，不过请他们暂时保密。还有铺子的事，希望族长夫人早上有空时能去帮衬着一把。族长夫妇都很高兴，一口答应下来。魏成佑回来时已经入了夜，一家人都在等他吃饭。这一顿饭大家都在说着去月城之后的事，说得极为开心。二弟，大哥相信你一定可以进榜。魏成宽对他这个二弟很有信心，说不定今年的状元就是二哥了。魏成佑高兴地说。满心笑眯眯的点点头，老三这话说对了，状元可不就是魏成启吗？然后被当朝的相爷看中招为了女婿，从此是平步青云啊。说到这个，满心寻思着方杏儿的事是凉了，那二儿子娶了相爷的女儿后，应该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吧？他也不是原主，不存在婆媳关系，那相爷千金要是不喜欢他，大不了他搬出来住嘛。这样一想，顿觉得好日子就要来了。等大哥在陶艺这一块打个2-3年的基础，就可以来月城了。魏成佑开心地对着魏成宽道，娘说到时大哥可以跟着月城的窑工学，说不定以后就成为一代窑工大师。小弟这么一说，魏成宽脸上眼底都是笑意，他也想成为窑工大师。方和这几天心情一直不怎么好，听到这句话也是笑容满面，想到以后丈夫变成窑工能赚很多的银子，就觉得幸福。饭后，满心将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叫到了自己屋里。方和知道婆婆要交代自己一些事情，却没想到婆婆会把所有的家底都摊在她面前。魏成宽也是一愣，来，该是咱们交接的时候了。满心将原主放银子的小木盒打开，
这里面加上铺子里赚的银子，一共有230两。不过这些银子我是要带到岳城去的。方和点点头。魏承宽在旁看着，寻思着这些银子去岳城会不会够花啊？不够怎么办呢？阿和，再过些日子，朝廷发下来的秀才贴补，还有田里的稻谷的买卖，包括铺子都由你打理，每3个月交给我一次就行。毕竟还没有分家，老二老三也没有成家，他不能全部放手。满心道，铺子的抽屉里还有10两银子，你可以随意使用。娘，我从来没有管过家。虽然婆婆前些日子已经跟她打说，但方和心里更多的是慌张，怕是打理不好。做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娘相信你可以的。方和的性子可以说软弱，常年在他娘和兄长的欺压之下，早就被磨平了棱角。满心希望他在持家和开铺子的过程中一点点成长起来，毕竟这也是踏入社会了。娘相信我。满心点点头，理所当然的道：你是程宽的妻子，是灵儿和团团的娘，我和程启、程佑走后，这家里就只有你们4个人，你是唯一的女主人，我不信你信谁？婆婆如此相信自己，方和暗暗下决心，绝不可以让婆婆失望。比起以后要做的事，他突然发现先前困扰着自己的那些纠结都不算什么了。第168章，这位老爷的善良助长的是他们的懒惰和贪婪。见大儿媳妇神情自信了不少，满心心里松了口气。方和最缺的就是信心，这信心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培养出来的。看向大儿子道：程宽，你只要有空就要帮着阿和做事，知道吗？大儿子最听他的话，他也放心。娘，我知道的。魏承宽点点头，娘说什么他都会照做。满心将铺子的所有账册都交到了方和的手里，想了想后对大儿子道：承宽，你先出去，娘有些话要跟阿和讲。魏承宽离开。娘，你还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方和奇道：讲什么话还要把承宽给支开？怎么说呢？满心一时不知道这些话由身为婆婆的她来说出口合不合适，可就算今天不说，明天也是要说的。想了想，笑笑说：你公公在世时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我想讲给你听听。老秀才，不好意思，再用一下你的名号。方和愣了愣，好奇地问道：什么故事？100年前有一个心善的老爷，他的一生都在做好事，每个月都给乞丐和穷人施粥，还把不穿的旧衣服拿去给他们。他从15岁活到60多岁，一生都在行善。这位老爷真是个大好人。满心点点头。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已经没多少钱财可以再帮助这些乞丐和穷人了，就取消了每个月的施粥和捐旧衣。没想到那些习惯了被他帮助的乞丐和穷人竟然闯入了他家，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洗劫一空。那位老爷非常伤心和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帮助这么多年的人如此恶意地对待自己。想不通的他最终悬梁自尽了。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太过分了。方和气道。这个故事的原型是英国一位慈善家一生做好事的事迹，满心稍稍改编了一下，好让方和听得懂。这位老爷很善良，是不是？是。知道为什么那些受他帮助的人会变得如此的可恶吗？方和摇摇头。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索取，他们不懂感激。这位老爷的善良助长的是他们的懒惰和贪婪。方和想了想，娘说的是，那位老爷的善良很可贵，但娘觉得当我们连自保的能力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宁可放弃善良，选择独善其身。凝视着婆婆这双温和又慈爱的目光，方和觉得自己知道婆婆要跟她说什么了。阿和，你娘就像故事里那些只知道索取的人，那方虎也是这种人，毕竟是人家的亲娘，满心不好说的太多的。这个故事不能说有多贴切，但道理是同样的。仇恨随着日子的流逝很容易忘记，方母要是扮可怜，时间一长，方和极有可能心软，到时方母再来索取，那会是一个无底洞，没完没了，最终受困的是方和自己，也会累积到大儿子和2个孙女。娘，我不会成为那个老爷，我是魏方氏，我跟方家人之间会一刀两断。方和道。第169章，虽然有种吃软饭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可以忽略不计。一刀两断，他希望如此，但性子的养成要10几年，又怎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呢？不过还是可以期待的，毕竟方和的转变他是看在眼里的。满心拍拍他的手背，温和道：我说这个也是希望你心里有个衡量，当难以抉择时，想想娘说的这个故事。方和走出婆婆的屋时，丈夫正抱着小女儿在院子里等她。团团醒了。方和赶紧过去抱小女儿。醒了，好像饿了，我喂她吃奶。看着大儿子和大儿媳妇进了他们的小屋，满心这才关上窗户。他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这一家4口过日子只能靠他们自己。隔天，满心没去铺子，而是让小儿子和方和去。他在家里收拾收拾要带去京都的东西。当满心走进魏承启屋时，他正收拾着要带走的书，满满2箱子，衣物反倒是不多。都在这里了吗？满心指着地上的3个箱子。魏承启轻嗯了声：娘，您的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娘的东西不过就是几件衣物。见娘一脸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很开心的样子。娘，您会不会担心我考得不好？不担心，我家二娃这么努力，怎么可能考得不好？开什么玩笑，学霸呢？二娃，娘还是第一次这么称呼他。魏承启清俊的面庞有些不自然。我已经不是个娃了，就算你以后做了祖父，你还是娘的娃。满心说出这句话可是很自然啊。魏承启，也就是今年之内啊，二娃被相爷招为女婿后，相爷送了宅子、车马、婢女，还有各种这时代的奢侈品。满心想想也是开心的，虽然有种吃软饭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可以忽略不计。好好收拾。满心笑眯眯的出去。魏承启看着娘离去时那轻松的脚步，心里疑惑，入京都赶考，他心里挺有压力的。按理来说，娘应该比他更有压力才是，怎么觉得娘像是去享受一般？满心当然有压力，但和魏承启想的压力不一样，他担心3个儿子走弯路啊。虽这几个月改变了不少，那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他看着呢。况且这儿熟人多，有事了族长、老院长都能帮得上忙，甚至于庭长都很可靠。京都越城有原主的姨娘那些阻碍在，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2个儿子能不能扛得住？怎么扛？他还是很担心的。方和魏承佑中午就回来了，把灵儿也带了回来。阿奶，灵儿舍不得你走。小灵儿才跑进家里，就扑进满心怀里撒娇。阿奶也舍不得你啊。满心抱起大孙女，脸颊上左右各亲一个。小灵儿已经习惯阿奶这种亲昵的方式，也在阿奶脸上左右各亲了一下。阿奶，灵儿想你了怎么办？只要灵儿好好的学绣活，就很快能见到阿奶了。真的？当然了，阿奶什么时候骗过灵儿？满心笑道。小灵儿重重点点头，灵儿一定好好的学绣活。满心刮了刮灵儿的小鼻子，再等个2、3年吧，等大儿子学了点手艺，铺子赚点儿，到时再把他们叫去越城，让灵儿去更好的绣房学绣活。第170章，这辆马车是殷将军给咱们准备的。这一晚，满心一家子都在寅时起了床，一大早在单城城门口要出发的，因此得赶早。牛车行约好的牛车已经过来了，魏承宽将娘和2位弟弟的东西都搬上了车。方和把昨天下午烤好的肉干，还有摊出来的大饼一起放在包袱里面，再是盛水的竹筒都放上牛车。小灵儿在阿奶起床的时候就醒来，小身子挂在阿奶身上不愿下来，直到满心不得不走时才依依不舍地下来。一家人送着3人到了村口。此时的夜色还很深，牛车才走了半盏茶的时间，大儿子、大儿媳妇、灵儿团团的身影就看不见。满心眼眶湿湿的，怎么说相处了这几个月也有了感情，哪怕是短暂的分开也挺不舍的。娘，您睡一觉吧，还早呢。魏承佑道，大哥和他在装东西的时候特意留出一个空间来，好让娘休息。满心点点头，35岁的老奶奶能休息还是要休息的。二哥，你在想什么？见二哥望着渐渐看不到的镇子不语，魏承佑问道。没什么。魏承启轻轻靠到了后面的软垫上闭目，终于要走出这个小镇了，他一定要在越城扎根，这辈子都不想回这种穷乡僻壤。满心这一觉一会睡一会醒的，全身都被颠簸的难受，直到小儿子叫他，一睁眼天已经亮了。娘，快看，是马车！魏承佑激动地扯了扯满心的袖子。是马车，枣红大马比人都要高，一共2辆马车，还有几匹高大的黑马，几名20左右身着劲装的年轻人守在马旁。魏承启正和其中一辆马车的马夫在说话，不一会那马夫就走了过来帮他们拿东西。娘，这辆马车是殷将军给咱们准备的。魏承启指着最后一辆马车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呢。魏承佑激动地说，单城有马车的人都是数1数2的大人物，王老爷也有马车，但那马可不像这些马健壮，他小厮的身份只能看看。承启，一道声音传来，是廖世杰跑了过来。我来送你。满心知道廖世杰是二儿子唯一相交甚好的同窗间知己，别的人也没见他有多亲近，能让二儿子这种性子视为朋友的人，想来这廖世杰定有过人之处。前天不是送过了吗？不过我还真有事找你。魏承启道。什么事儿？帮我把这封信交给知县大人。是有什么事情吗？廖世杰接过信问道。跟知县大人提了几条用钱买凶偷小孩判刑的建议，原来的年限太低了。魏承启淡淡道。在旁边搬着东西的满心一怔，讶异地看着二儿子。娘，二哥，院长和殷将军来了。魏承又在旁边兴奋地喊。满心抬眸望去，果然见到了殷怀和老院长从城门口走出来，几人赶紧迎上去。代我向你父亲问好。老院长抚着白须，慈祥地对着殷怀道。是，院长，殷将军。魏承启过来行礼。满心和魏承佑、廖世杰跟着行礼。承启，去了越城后不可疏于学习，也不能给殷将军添麻烦。老院长看着眼前这张清俊至极的面容，仿佛看到了10多年前自己最钟爱的那个学生，
在看到后面的满星时，遗憾地叹了口气。满星，老院长这一眼他可是看懂了的，这梗是过不去了。第171章，稳住稳住，他已经是奶奶辈了。院长放心，学生一定好好学习，也不给将军添麻烦。魏承启道。殷怀倾诉的目光落在魏承启身上，至于身后的几人连个正眼也没给。母子三人坐上了最后一辆马车，前面的马车装了一些东西，没有坐人，而殷怀和他10几位侍卫则是骑马而行。牛车和马车的速度，那就是自行车和汽车的区别啊，这舒适度也是大大提高。魏承佑一路上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到后来直接坐到马夫旁边闲聊去了。魏承启坐得挺直，上了马车后就沉默着望着地板静静养神，少年心性颇为稳定。承启，方才你给廖世杰的信说的话指的是方虎吧？满心问出心中的疑惑。是。魏承启点点头，我让知县大人把方虎关个10年8年的。你跟知县大人认识？见过几面？那知县大人会卖你这个面子吗？魏承启奇怪地看着他娘，娘忘了我的秀才身份是可以向知县大人谏言的，且知县大人对我一直有着好感，这个要求他肯定会答应。是哦，他倒是忘了在大岳身为秀才是有很多的特权的，像免刑、见官不贵之类的。10年8年，满心很高兴。10年8年后，那方虎怕是出不来了。从单城去大岳京都有4、5天的路程，这一路上都是山山水水，就连官道都是在山上的。时不时的，满心会看一眼前面骑马的殷怀，好看的男人骑马也非常的赏心悦目，加上身为将军的气场，满心觉得自己的颜狗属性又被激发了。稳住稳住，他已经是奶奶辈了。放下小窗口的帘子，满心一脸微笑的坐好，没想对上二儿子疑惑的目光，心里倒是咯噔了下，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怎么了？娘在看什么？看风景。这小子不是一直安静的坐着吗？满心神情如常。魏承启觉得娘方才嘴角扬起的笑容不像是看风景的样子，不过也想不出别的来。此时前头传来车夫惊讶的声音：小子，你已经14岁了。看不出来啊，看着还是个孩子呢。我明年就可以成为大人了，我大哥和二哥都是在15岁的时候长大的。魏承佑的声音传来。看来你们家的男人都长得晚。我爹说长得晚好，长得晚娶媳妇也就晚。娶媳妇有什么好？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赚很多很多的银子。魏承佑开始讲他的抱负和理想。满心听着哭笑不得，不过原生的这3个儿子确实发育的比一般孩子要晚个1、2年，幸好魏承佑发育的晚，这要是早个1年，跟了王公子那样的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老伯，天快黑了，咱们能赶到下一个县城吗？魏承佑突然问道。起码还要2个时辰才能到下个县城，我看今晚要住在山里。车夫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在山里头过夜。魏承佑激动地说。魏承启掀起曼帘，看了眼外面的天色，已是傍晚了。要住山上吗？满心原本想到了下一个县城住客栈时好好休息一下，马车虽然比牛车好，但坐了1天也挺累的，再加上中午吃的是冷掉的大饼，晚上想喝个热汤什么的。不过他们只是跟随，殷怀怎么说他们自然跟着怎么做。第172章，眼光这么好，一瞄就瞄到了准头。就像车夫所说，今晚赶不到下一个县城，直接在山上驻扎了。那些身着劲装的侍卫们找了个空旷的地方，用布幔搭了几个简单的帐子。魏承启和魏承佑都去帮忙，满心捡着干柴。此时魏承佑惊喜的声音传来：哇，你们好厉害，天这么黑也能逮到兔子和野鸡。满心望去，就见2名侍卫抓着几只已经清理干净的兔子和野鸡过来烤着。这算什么？我们将军能3箭齐发，每一箭都能射到猎物。那侍卫骄傲的道。魏大娘，这几个篝火就让你照看了。满心身边的侍卫将捡到的火柴丢在一旁，我去帮忙烤肉。好，你去吧。满心守着篝火，保证每个篝火都不会熄灭。不一会，篝火上都烤上了兔肉和鸡肉，渐渐的香气四溢。3个火堆，每堆4、5个人，满心自然是和2个儿子在一堆。人家那么好意的给了鸡肉和兔肉，满心也将大儿媳妇烙的干饼大部分拿了出来分给众人分享，一张分2半。将军，仅是吃肉总少了点什么，这是大饼，合着肉吃比较能填饱肚子。满心走到殷怀面前，将饼子交给他。谢谢，魏大娘有心了。殷怀淡淡颔首。魏大娘3个字从这个男人嘴里出来，满心这心情实在是很微妙，坐回了自个位置上，狠狠咬着大饼吃。娘，我真觉得殷将军跟大哥很像。魏承佑对着满心笑嘻嘻的道，现在这样看更像了。满心抬眸看了那殷怀一眼，这个角度刚好看到他的侧轮廓，篝火的暖光将他分为了明暗2边，也因此那轮廓越发的有型。哪一点像？和眉眼部分。魏承启到了句。满心细细打量，这么一说还真的，大儿子和这殷怀是2种不同的人，只看正面气质根本不同，这侧面一看，
额头到眉眼部分确实有点相像。你们还有大哥呢？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侍卫问道。对，咱们大哥和你们殷将军一样高。魏成又道。一旁的老车夫随口搭上话，你们俩兄弟应该像你们的爹吧？别人都这么说，说舅大哥像我娘。魏成又点点头。村里人确实说过魏成宽像他，就连原主的那位妹妹蒙翠叔也说过成宽的眉眼和原主有些像，也就是说这殷怀和他也有点像。满心好笑的想着，难不成还沾着亲？就在大家一边说笑一边吃饭时，林子外突然响起了吵杂的脚步声，侍卫们都凝神地看着那声音来处。下一刻，一名15、16岁的少女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当见到这里的诸多人时愣了下，随即又惊恐地看了眼后面，直接跑到了殷怀面前跪下求道：“求您救救我，求您救救我！”满心看着这一幕，心里道一句：眼光这么好，一瞄就瞄到了准头。少女才求完，一群带着火把的男人跑了进来，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人。看到在殷怀身边的女子时，其中一人指着她道：“别让她跑了，大人，求您救救我，我是被卖到这里来的，他们都是坏人。”少女紧拉住殷怀的衣角，苦苦哀求。第173章，看起来是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做什么？侍卫直接亮了出刀，拦在这些人面前，不让他们接近将军一步。大人，这少女倒是有几分眼色。满心看着这些举着火把的男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也不知道和这少女是什么关系。那个女人是我们村里村长的儿媳妇，别跑出来了。其中一人说道：“我们来抓她回去。”“我不是，我是被卖到这里来的。”少女哭道：“他们一定要我嫁给那个村长的傻儿子，我趁乱跑了出来。大人，求你救救我，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娘，他好可怜。”魏成又轻声在满心耳边说：“看起来是个有故事的人。”满心也一轻声说。魏成启看着娘和小弟交头接耳，将目光收了回来，继续慢慢撕着鸡腿吃。这种女人一看就是麻烦。“这位壮士，我是村长，我花了50银向牙婆买下了她，她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壮士应该是在这里路过而已，还请别多管闲事。”一名40左右的男人走了出来，指着少女说：“那卖身契我是被逼着才按了手印。大人，我乃京都越城人士，是大户人家的好姑娘，遭了奸人暗算才沦落至此，求大人相救。小女子哪怕是做牛做马，也定当报答大人的恩德。”“娘，您说将军会救她吗？”魏成佑轻声问满心。这种戏码是个男人都会救的。满心边吃肉边看着前头剧情的发展。果然，殷怀掏出了一袋银子，交给侍卫拿过去，冷声道：“这里60两银子，那10两就算是你的损失，忍我带走。”正撕着肉，吃的满心和魏成佑眼睛瞬间瞪大，母子俩齐刷刷看着那银袋，60两啊，要不要这么大方啊？这村长看了眼这些年轻男子手中的刀，知道这些人不好对付，接过侍卫手中的银子，气呼呼地招呼着村民走人：“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少女跪在地上嘤嘤哭起来。殷怀看着哭泣中的少女，问道：“你为何叫我大人？”“大人这身衣着是京城最为出名的南丝绸庄出来的，那绸庄向来只接待达官贵人。”少女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道：“你可是任大人家失踪的三姑娘？”少女一愣：“大人认得家父？”“不认得，只是听我家中管家说过，任大人家的三姑娘失踪了。小女子任碧珠，家父任正红是大理寺属官，小女子半个月前遭人暗害，才沦落在此。”说完又低声抽泣。殷怀点点头：“你随我过来。”朝满心走过去。满心母子三人忙起身：“魏大娘，任三姑娘会与我们一同上京，这段时间就麻烦魏大娘照顾了。”殷怀道：“满心2个儿子是没办法必须照顾，他不要再照顾别人啊。”就算殷怀高颜值赏心悦目，他也不乐意。满心心里腹诽，脸上笑意满满。好。火光之下，任三姑娘面容清秀，不能说有多美，但肤白胜雪，身姿婀娜，特别是这眼泪脸上一挂，楚楚动人啊。侍卫们的目光都落在任三姑娘身上，除了殷怀，还有他的二儿子魏成启，只看了这位任三姑娘一眼，又坐下慢慢的举大饼。第174章，初恋果然成为了最难忘的。这一晚，任三姑娘就跟满心睡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当晚，满心了解了这姑娘是在上香的途中被歹人打晕，几经周转卖到了这里。至于为何一官家姑娘会被歹人打晕，她支支吾吾的没说。应着男女之别，第二天上路时，魏成启和魏成佑就去了另一辆放了东西的马车上，满心和任三姑娘坐一辆马车。接下来的2晚，马车很及时的在傍晚时分到了镇上或是县城，因此大家吃的睡的都挺好。还有1天的路程就能到京都越城。中午时分，一行人停在路边用饭。自从有了任碧珠在，就好像是一大片绿叶里突然长出了一朵娇艳的红花来，侍卫们都喜欢和这朵小红花亲近。再加上任碧珠小妹妹总是笑得眉眼弯弯，说话娇滴滴，声音又甜，很讨人喜欢。这一对比，她这个魏大娘就有点好吧，太正常了，大家都喜欢年轻姑娘。
满心唯一安慰的是，2个儿子对这个任小妹妹都没感兴趣，一个还是个孩子，另一个似乎不屑。满心正这么想着，看到任碧珠走到了魏承启的身边来，拿出了一小袋肉，娇声说：“承启哥哥，这是肉干，他们刚刚给我的，给你吃。我们同岁，你还是别叫我哥哥的好，说不定我月份比你小。”魏承启冷淡的道。满心伸出手从背后顶了顶二儿子，人家好心来打招呼，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任碧珠神情略有些难受，很快又扬起笑脸来。好，你要是想吃了我再给你，我先进马车了。说完进了马车休息。魏承佑正拿装了水的竹筒过来，给娘和二哥各递了一个。二哥，人家好心给你送肉吃呢。他都没有的，你就算不接，也别这样冷冰冰的。这任碧珠小姑娘活泼又可爱，满心从大娘的角度看还是挺不错的，叹口气，青春真是好啊。她跟方杏儿很像。魏承启想了想，哪里像？不管是长相还是性子，满心都没觉得像。感觉，满心，他这个儿子不会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吧？方杏儿可是这小子的初恋呢，这下倒是好了，初恋果然成为了最难忘的。任碧珠并没有受到魏承启的影响，满心坐上马车时，他还是笑意盈盈的唤了声魏大娘。我这个二儿子就是这性子，你别放心里去。满心得为自个儿子解释一下啊，这任姑娘的爹可是大理寺属官呢，属官不能说大，但也是办事人员，能让殷怀给记住的大人，估计管的事也挺重要。魏大娘，我听他们说，承启哥哥是书院保送京都越级科考的。小姑娘的眼睛亮晶晶的。是啊，我这二儿子没别的什么本事，就是读书好。满心说起这个挺自豪。任碧珠若有所思，这小姑娘会不会对承启有意思啊？满心倒没从小姑娘身上看出什么端倪来，不过他二儿子这张脸确实很容易让这年纪的小姑娘们心动。这一晚，为了尽早赶到越城，殷怀没叫大家再上一个镇休息，而是一直赶车。入夜时离下个镇还有点远，今晚只好再次休息在山上。不过明天一早就能到越城，大家心里都开心得很。第175章，笑得一脸岁月静好。满心捡了木柴到火堆旁时，任姑娘正和殷将军说着话，小姑娘娇羞羞的，漂亮的杏眸时不时的飘向将军一眼，小女儿姿态带着一股子的美好。殷怀依然是清清淡淡的模样，保持着距离。连看了几天，满心对殷怀的颜值已经没有当初那般的惊艳了，毕竟她是从小鲜肉横行的时代过来的，那个时代女人心里都装着无数个老公。魏承启在火堆旁认真的看着书，这些天他只要有时间就会看书。魏承佑正帮着侍卫们整架子，不一会就拿了串好的鸡肉和兔肉过来烤。这些不是打的，而是殷怀命人在上个集市买的。娘，侍卫们都在说任姑娘喜欢殷将军。魏承佑帮着娘一起烧火，说个话就叫喜欢了。满心看向不远处的两人，一个高大，一个娇小，一个刚劲，一个柔软，看起来倒是挺相配的。问题是殷怀这年纪怎么可能没媳妇儿？任小姑娘是官家小姐，这点分寸肯定是有的。以往任碧珠都是跟满心一块用饭的，今晚殷怀身边的侍卫将一只兔大腿给了他，他就留在殷怀那一堆篝火旁吃了。5、6个人说说笑笑的，连带着殷怀眼中也难得的有着笑容。不一会，其他篝火旁的侍卫也走了过去聊天，大家的目光都在任小姑娘身上，小姑娘的面庞在火光的映暖下添了不少的娇柔感。满心边吃着鸡肉边用手肘顶了顶二儿子，承启，我觉得你也可以过去说说话。少年人嘛，要有少年人的朝气，异性相吸那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以前的事而有心理阴影。魏承启看了那边一眼，边吃肉边看手中的书。娘，别打扰我看书。满心，娘，我过去吧。魏承佑很感兴趣，大家在聊什么，这么开心？你还小，小儿子这年纪，荷尔蒙还少得可怜呢，凑什么热闹？青春期才会达到最高峰，就魏承启这个年纪，听他们说什么，跟我年纪小有什么关系？魏承佑嘀咕着。满心只是想让二儿子也朝气一回，倒也没有别的意思。既然魏承启要看书，他就不多说什么，静静的吃着。吃完晚饭，魏承佑没憋住，加入到以任姑娘为中心的聊天队伍中去了。别人笑得高兴，他也笑得高兴。魏承启继续看着书，满心就坐在二儿子身边，看着天空中的星星。这儿是一片空地，对应着上面是一片广阔的星空。满心最中意这个时代的一点就是满天繁星，一如他的这个名字满心，后面还再加2个字，那就是满心璀璨。娘，加柴。魏承启觉得火光有些弱了，叫了声，视线依然在书上。满心赶紧丢了根柴火进去，亮堂了后继续看着星星。听着侍卫们说笑的殷怀无意间朝着这边看了眼，见到俊秀少年认真的看着书，少年的娘专注的欣赏着天空星光，目光在这魏大娘身上多停留了下，弯曲着双腿，手肘支撑在膝上，双手托起着下颚，笑得一脸岁月静好，仿佛这世间在他的眼中无比的美好。第176章，是啊，
在这里生活了。隔天一早，大家早早就起床，今天中午之前能到月城，大家都很高兴。满星和任碧珠同坐一车，他们没怎么说话，倒是前头马车内小儿子兴奋的说话声隐隐传来。这小子肯定是在跟他二哥说着去了月城之后要如何如何的话，都已经说了很多天。满星掀起小窗的布幔，看着外面渐渐热闹起来的马路，心里也很激动，终于要到月城了，大月的都城。前世魏家在这里团灭，再次洗牌，必然不会再走老路了。魏大娘，听程佑说，在科考之前的日子，你们都会住在阴府。任碧珠问道。是啊，这个不是秘密，侍卫们时不时的会说起。任碧珠轻咬了下唇，掀起布幔，看向前头不远处坐在高头大马上的男人，他已经为这个轩昂端然的男人花了不少的心思。侍卫只出示了令牌，守门人直接放行，没有人来检查2辆马车。满星撩起帘子，看着城门口拿着兵器的侍卫，左右各有10多名侍卫把守着，各司其职。他们在检查着来往行人的路影、户籍之类，有的在检查物品，有的在登记。10几双目光都落在这些行人身上，只要有可疑的就会叫出来问。大约现在是盛世，治安向来极严。满星喜欢这些士兵们负责的态度。马车驶入宽有10多米的城门，随后映入眼的就是繁盛天地。这是一条人群如潮的街道，茶楼、酒馆、当铺、作坊林立两旁，白墙素瓦之间，屋宇鳞次栉比，皆是楼阁飞檐，可见大约的底气。就在满星赞叹能亲眼所见古时的繁茂时，马车停了下来，殷怀骑马过来，他身后跟着一顶小轿以及一名管家模样的老者。任碧珠在见到那老者时面色一变。满星现在撩起布幔见着世面，也不知殷怀突然过来做什么。任姑娘，任府的管家来接你了。殷怀看着任碧珠淡淡道。三姑娘，您这样突然消失，可让家主和主母着急坏了。那管家看到任碧珠，对着轿子旁的婢女道，赶紧扶姑娘下车上轿。原来是来接任姑娘的。满星先下了马车，让任碧珠出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任碧珠神情有些不满地看着管家，才进城呢。昨天殷将军命人来告诉老爷的，让我等今早在这里等着。管家道。任碧珠看着坐在高马上的殷怀，想说点什么，但这毕竟不能像在野外那般没规矩，只得施了一礼后，多谢殷将军这一路的相护。随即又笑着问，殷将军，我很喜欢魏大娘，日后若有空，我能常去府上找魏大娘说说话吗？满心一愣，这小姑娘喜欢他，他怎么没感觉？这一路上他们也没说上几句话。殷怀淡淡看了满心一眼，点点头。任碧珠这才进了轿子。任碧珠一走，魏承佑就拉着二哥坐到了娘的马车上。娘，月城好繁华。魏承佑激动地拉着满心的胳膊说，以后咱们就要在这里生活了。小儿子只要高兴从不掩饰，现在连二儿子眼中也带着笑意。满心就算心里高兴，也不能在儿子们面前表现得像个小姑娘，稳重的道，是啊，在这里生活了。第177章，这儿只不过是他暂时住的地方而已。什么叫贵胄人家？满心母子3人看着头顶那比他们人都要长的牌匾，以及门前那要3人才能合抱过来的狮子时，知道了什么叫差距。将军回府，10几名下人迎了出来，迎接的老者约50左右，看到殷怀高兴的道，二公子可回来了，爵爷一直在念叨着你呢。我等会就去给爹娘请安，齐伯给他们安排下住处，是单城老院长的学生，来月城科考，暂住在府里。殷怀指了指满心3人，说着进了府。齐伯走到了满心的面前，笑着说，我姓齐，是殷府的管家，你们叫我齐伯就好。齐伯。满心带着2儿子朝着这位齐伯施了一礼。你们去马车里拿东西。齐伯吩咐下人，又对着满心3人道，请跟我来。劳烦齐伯了。满心客气地说。殷府很大，进去入眼便是个园子。齐伯带着他们穿过了3间门楼，走过4道垂花门，门楼连接着的是小花园，还有几间抱厦，石子甬路相衔，游廊贯穿，路上时不时的会有婢女走过，看到齐伯施礼相让。最后来到了个小合院，院子清幽，里面有着4、5间厢房，此时厢房门和窗都是开着的，通着风，透过这些窗能看到后面种着清幽翠竹。这是后院中最为清静的小院了，很适合你的孩子读书。魏大娘，你的这2个孩子生得很是俊俏啊。齐伯笑呵呵的道，一路上他也问了个大概的情况，指望着他们有些出息呢。满心亦笑着说，床被日用这些我会让下人拿过来，后门离这小院挺近，出去就是闹市，你们想要买点什么也挺方便的。齐伯道，1日3餐想吃什么，跟厨房里的婆子说一声就好。麻烦齐伯了，将军能让我们住在府上以示关照，1日3餐我们自己能解决，我看院子里也有小灶房。满心忙说，住人家的，吃人家的，他也没这么厚脸皮。殷府不会介意多出几个人吃饭，但满心这么说，齐伯心里还是挺有好感的，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跟我开口。对了，在府中叫将军、二公子就好。是。满心方才听到这齐伯说了爵爷，就不知道这殷怀的爹是个什么爵了。
下人将满心几人的东西拎回来放下后，和齐伯一起走了。人一走，魏承佑就开始在院子里左瞧右看的。娘，二哥，这不过就是将军家的一间小院子，竟比王老爷家的宅子还要好。还有方才走过的那些地方，可真是又大又漂亮。承佑，我们住在阴府，平常你可要注意言行举止。魏承启没像小弟这般跳脱，对周围的环境不见感兴趣，这儿只不过是他暂时住的地方而已。知道了，二哥。满心看了几间厢房，看中了其中最为满意的一间。这间的窗户外面种了好些翠竹，跟乡下的屋子有些相似，不过就算是翠竹，这品种也比乡下的好了不少。走出屋，招呼着二儿子承启，你就住这间吧，光线明亮，很适合你读书用。第178章浩俊的小后生。魏承启将几箱子东西搬了进去，屋子很干净，应该是时常有人在清扫，省了他们不少的时间。魏承启和魏承佑两兄弟紧挨着屋子住，满心的屋则在他们的对面，灶房紧贴着他的主屋。不一会，三名15、16岁的婢女拿着一些被褥和日常用品进了院子。见到长相俊俏的魏承启时，小姑娘们脸微微一红，离开时眼睛还一个劲地朝他飘去。满心看了魏承启一眼，他对这几个妙龄少女那是连个抬眼也没啊。想那会在小树林，这孩子还渣得很，人家湿个身，他就猴急得上了。娘，这被褥真舒服。魏承佑都摸了摸，抱起其中一床拿到自个屋里去。原本这些用品满心想着自个买的，不过齐伯说有，他想着能省点银子就省点。这儿没有书架，魏承启就将书都摆放在桌子和床角。娘，您去休息一下吧，被子我自个来铺就好。好。以前原身是什么都替二儿子做好了，满心也保留着这个习惯，一来是不想引起魏承启的怀疑，毕竟这少年过于聪明了；二来让彼此亲密一些好观察。结果做着做着还真成习惯了。来到小儿子屋里，满心见小儿子正趴在床上享受着被子的绵柔感，失笑：承佑，要娘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娘，我都差不多了。魏承佑翻了个面，继续趴着。满心失笑，见小儿子包袱还没有打开，就给打开，把衣裳拿了出来，一件一件折好放进箱子里。每个屋里都配了几个箱柜，用很方便。娘，我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就去找我合伙的2个朋友。魏承佑坐起来，双腿盘好，双眼晶亮地看着娘。好，明天娘和你一起去，娘也去见见你那2个合伙人。在京城的前几个月，2个儿子他都要不着痕迹地陪着，朋友之类的帮着看看。娘放心，我已经学会了记账算账，很容易在铺子里找到活干的。魏承佑对自己很有自信，我小儿子这么聪明能干，铺子的掌柜们都抢着要呢。他自个夸自个感觉不错，娘这么一夸，魏承佑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他更不能让娘失望。母子俩人正说着话，一名小厮在院外喊：魏大娘，齐伯让我带你们去用午饭。现在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候，满心原本打算去外面买点大饼来充一下饥，没想到齐伯给他们准备好了，不知道是齐伯细心还是殷怀吩咐的，心里挺感激的。饭是在伙房附近的偏房吃的，长长的桌子一共5排，这儿应该是殷府下人用饭的地方。婆子们看到魏承启和魏承佑俩人，都一个个笑着说：浩俊的小后生，魏大娘，你是个有福气的呀，2个儿子都生得这般俊。一婆子笑着说。满心笑笑，福气什么呀，可是操碎了心。要我有这样2个俊儿子，操碎了心也高兴。就是。这儿做事的都是粗使婆子和丫鬟，一个个有的是力气，说话底气都很足，性子也比较爽朗。满心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倒也很快融了进去。再加上魏承佑嘴甜，一口一个某大娘的叫着，熟得透。第179章，满心心里被暖到了。魏承启静静地吃着饭，听着娘和小弟与周围人的说笑。娘的性子向来是清高的，最近娘和村子里的人亲近了起来，现下又和这些婆子们说说笑笑。他知道那是因为爹没了，娘想成为他们兄弟3人的支柱，不得不和大家处好关系。他一定要榜上有名，才不会辜负娘的这份苦心。完全不知道魏承启所想的满心正一脸有兴趣的和婆子们说话。原来殷怀的父亲是魏的公爵，大家都叫其殷国公。殷怀上面还有位兄长，是大理寺少卿，大理寺也就是最高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婆子们很喜欢魏承佑，也喜欢满心的平易近人的样子。3人吃好饭时，又拿了不少的点心出来。下午时分，魏承启在家看书，满心和魏承佑去外面认路。他们的院子是设在殷府后院比较偏僻的一处，左右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府中的下人，走过一道垂花门就是后门，就像管家说的那样很近。后门外也是宅子，挺大挺华丽，和殷府一比又显得小了。满心一看就知道这是豪宅区，走出几10米是繁华的街道，店铺林立，车马零零，行人不息。善城来往的是牛车，而这里都是马车，根本看不到牛车的身影。这就是京都。母子俩人买了一些必备品，买的都不多，买多了拿不动，反正也近，只半个时辰就用去了2两银子。满心有些心疼。娘，
您说咱们等会要不要去殷将军父亲那儿道谢？出于礼节，那是应该的。不过人家国公的身份，应该不会在乎咱们去不去道谢。母子俩拎着东西回来，边走边说。魏成佑点点头，那咱们到底要不要去？这级别相差太大了，云泥之别，能蹭上殷怀已经是大运。他们这样的身份，应该是见不着国公爷的，去见反倒显得不自量力。要去，等你二哥中榜之日去。回到了殷府小院时，老管家齐伯在，满心看到二儿子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交给了齐伯。齐伯笑着收进了怀里，便离开。二哥，那不是殷将军给的殷府门牌吗？魏成佑颇为遗憾的道，怎么就收走了呢？齐伯说，凡是殷将军带着的门牌库房都是有记录的，既然我已经在殷府了，这门牌就要拿回去。魏承启淡淡道，看来这块玉牌很有分量啊，承启，待以后回了单城，咱们一家人都要好好感谢院长。满心说，这一切多亏了老院长。魏承启点点，我记着的。晚上，满心烧了2菜一汤，原主做的菜并不好吃，他也不是个会做饭的，不过2个儿子还是很给面子的，都吃完了，看得他很有成就感，寻思着日后得磨练磨练，好歹来自未来，弄几样特色菜还是会的。晚饭后，魏承启回屋看书，魏承佑主动洗碗，满心很讶异，大儿子是从小就做习惯了的，所以是贴身小棉袄，没想到小儿子也会这般的贴心。娘，以后这些活都我来做。魏承佑说道，您不用这么辛苦，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满心心里被暖到了。好，这2天你帮娘做着，等你找到了差事，这些还是由娘来做。在家时帮娘分担是应当的，一旦有了事业，她这个做娘的自然不会让他们还要操心家务活。第180章，大越的权贵人家都这样吃。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哪怕被褥温暖，满心也不太睡得着，脑海里飞快地运转着。和原身的姨娘迟早是要见面的，但满心希望这一天晚些来，最好等着魏承启中榜了之后，有了功名加身，他们也不敢怎么样。真要碰上了，他们现在住在国公府里，那些人的手就算想伸长，也不可能那般方便。小儿子去找事做，他也不能闲着，只靠着这点家底，迟早会用光。给大儿媳妇在管的铺子里，虽然赚的还不错，终究太单一了。满心寻思着赚钱之道，当然最重要的是半个月后的那场科考。第2天下起了雨，秋雨绵绵，有点冷了。魏承启和魏承佑起床时，满心已经把早饭做好，照着原主的记忆烧了粥和鸡蛋，又煎了几个饼。满心咬了口饼时蹙蹙眉，怎么会是硬的？明明大儿媳妇煎出来的饼又软又糯，见2个儿子什么也没说，好好吃着也是挺给脸的。心想着他得找个机会跟伙房的婆子们学做饭。娘，我来越城时，院长让我去找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他会带我去考生们常居的茶楼和熟悉贡院国子监几处。魏承启说，那我和程佑先送你过去。不用了，我与这位斐大哥一直有着书信往来，彼此熟稔得很。初来乍到，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至少他要知道老院长的这位学生住在哪里。好。魏承启想了想，点点头。3人出小院时，一旁的伙房室一片忙碌，不时地传来婢女的声音。大夫人早膳要吃的莲叶汤要用梅花的汤模子，万万别弄错了。放心吧，不会弄错的。这见连红枣汤炖的还不够时辰。2公子的茶泡饭呢？今天2公子还要进宫，得赶紧的。魏承佑和2个娘往小门走去，边走边道，娘，他们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没听过，不知道好不好吃。娘也没听说。满心笑笑道，要是看见新鲜的莲叶，娘去摘来给你煲汤喝。好啊。听到娘这么说，魏承启眉眼间带了一丝笑意道，莲叶汤只是带着莲叶清香的面疙瘩汤，那人说用梅花的汤模子，应该是把面疙瘩按成梅花模样的下汤，基本上用的都是鸡汤。满心和魏承佑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2哥，你怎么知道？魏承佑问。听同窗说起过，大越的权贵人家都这样吃。魏承启淡淡道，真是讲究。满心一听有些馋，听做法也不难，下次他来试试。母子3人照着信中的地址，很快就找到斐家。宅子的大门和单城王家差不多。魏承启敲门时，一名小厮出来领着他进去。直到斐家的门关上了，满心和小儿子才离开。大越分为4个城门，城西是商铺最多的闹市区，魏承佑的合伙人就在这里。满心终于看到了给他铺子供货的2名合伙人了，也就15、16岁，和魏承佑相差不了几岁。3人见了面很高兴，又是蹦又是跳的，交情很好。第181章，没想到2儿子已经开始着手。乔记杂货铺，就是这铺子的老板和单城的王老爷有着生意的往来。见3小子在聊天，满心就看看铺子里的这些东西，明明和拉给他们的货是同个模样的，但拿给他们的货品质却差了好多。而乔记杂货铺上放着的几套碗具和殷府伙房里的那些碗具相比，也显得粗糙无法入眼。品质越好，这价格也是越高，真拿这些好品质的放到单城，怕也没多少人买得起。
娘，咱们走吧。阿健他们现在带我去找差事。魏成又在边上说道。娘就不去了，这儿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娘在附近看看。小儿子的这两个朋友眉宇间还带着一些少年人的稚嫩，目光清澈，又是杂货铺的伙计，满心心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三个小伙子有说有笑的离开。这条街上的铺子都是生活用品之类的，在过去是菜市，一大早的非常热闹。满心又转了附近的几条街，整就是一个商业区，离阴府的后门不过半盏茶的时间。闹市后面是一大片的宅子，宅子都很大，也是国公府的府邸能在这儿，周围肯定也是富人区。往在后的宅子是四合院，规模小了不少，都是普通人家的，不过能住得起四合院，也是家底颇为殷实了。满心没再往下走，他的方向感不强，再走下去估计得迷路了，返回闹市继续逛街。魏成又是快中午的时候回来的，三个小伙子都有些灰头丧气。原来周围的铺子都只要有经验的，像魏成佑这样的经验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这儿这么多家铺子，总能找到一家要你的。满心拍拍儿子的肩膀鼓励，这才找了半天而已，别气馁。魏成佑确实有点气馁，该学的他都学了。俩朋友说过，只有这一带的铺子给的月银比较多，要是去别的地方，月银少了很多。回了阴府院子时，魏成启已经回来。娘，姨婆做差事的那伯爵府就在我们方才走过的那条闹街对面，伯爵府的小门与阴府的小门相隔不过2条街。魏成启对进了他屋的娘说道。而那位想害我的舅舅蒙子平住在城东，姨娘蒙翠书嫁的是城北的书香世家连家。你怎么知道？满心奇道。半个月前我便书信匪大哥，让他帮我查一下他们的地址。魏成启神情平静地说。这是满心本想慢慢来，当务之急是科考，没想到二儿子已经开始着手。魏成启将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娘，娘能不出阴府就尽量别出去，出去的话他们住的地方周围能避开就尽量避开，一切等我科考之后再做打算。满心讶异地看着二儿子，跟他想到一块去了。二儿子的成长让他惊讶。娘，二哥。魏成又走了进来，我打算午饭用过后去城东那边铺子里再问问，说不定能在那边的铺子里找到差事。成佑，你去城南找差事。魏成启道。城南？那里大多住着寒门子弟，铺子的月银和城东城北根本就比不来。我不想魏成佑声音一顿，二哥从不会来干涉他的事。奇道，二哥，为什么让我去城南找差事？第182章，这2个字实在是一语中的啊。魏成启将方才的话又道了遍。魏成佑还以为二哥开始关心他了呢，原来是为了那可恶的姨婆3人，这是确实马虎不得，点点头，知道了。接下来的几天，2个儿子经常出去，老院长的学生常带魏成启去学子聚会的茶楼，那儿经常会有学识上的切磋，还会有不少刁钻的考题，当然各种关于科考的消息也有很多。乔记杂货铺的2个小伙子一直帮着魏成佑找差事，小儿子说上次分抽成他就照他所说的多给了他们一点，这俩人就是他为兄弟一般，很尽心尽力。每天他们回来，满心就会问一问他们一天发生的事，好心里有数。转眼他们在阴府已经住了8、9天，天气是越来越凉，科考的日子也越来越近。这7、8天，满心时常跟伙房的婆子们待在一起，对于国公府的情况了解的很多。大越的天下是第1任国公府和太祖打下来的，随后太祖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第1任国公府，到殷怀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3代了，3代以来都深受帝王的信任，荣宠不减反增。这一任的国公生了2儿子，大儿子叫殷萧，大理寺少卿，与满心同岁，育有1子1女，妻子乃当今皇后的侄女。二儿子殷怀确实是30左右，不过还不到30， 28岁，未娶妻。原本二公子殷怀在20岁那年便要娶妻，没想被人寻仇，他中意的女子为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剑，听说至今受着情伤。所以殷将军是打算这辈子都不娶妻了吗？魏成又觉得殷将军这遭遇挺让人同情的。魏成启静静地吃着午饭，每回用饭时娘和小弟都会讲阴府的一些事，他不感兴趣，也从不搭话。有时他会看娘一眼，觉得娘说这些闲事时很是精神，从前娘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吧。听丁妈妈他们说，国公爷一直在为二公子的终身大事操心，不过二公子没个中意的，别的伙房的婆子们也不清楚。娘，您还记得上回跟咱们一道来的任姑娘吗？侍卫们都说她喜欢殷将军。魏成佑突然想起那任姑娘来。任碧珠吗？满心舀了几勺汤进碗里喝着，放下时看着2个儿子道，以后见着这个姑娘尽量远着。为什么？魏成佑奇道。魏成启也看着娘，不知道娘为什么突然说这句话，不过他本就不喜欢那个姑娘。怎么说呢，只要不碍着他和2个儿子，他就当个小姑娘，看着他周旋在那侍卫甚至是殷怀的身边也挺有趣的，别人的事嘛，他就看个热闹。不过那天分别时这小姑娘说的那句话，殷将军，我很喜欢魏大娘，日后若有空，我能常去府上找魏大娘说说话吗？满心嗅出点不同寻常。
是个会惹事的。满心结论。娘从哪里看出来的？魏成又来了兴致。感觉。满心想了想，如此说。那天二儿子说人姑娘像方杏儿，他问他哪里像，他也是这么说的。这2个字实在是一语中的啊。两兄弟。第183章，关系没那么好，装得太亲近会膈应的。吃好午饭，魏成又帮着娘洗碗，满心收拾着桌椅。魏成启看到门角有些脏，拿了扫把过来扫。大嫂向来将家里打扫得干净，特别是她的房间几乎一尘不染，她也习惯了干净。魏大娘，哟，2个儿子都这么孝顺，帮你做事呢。阴府的管家齐伯笑呵呵地走了进来。齐伯，满心赶紧请人进来。我不进来了，姑娘叫你过去摇园。齐伯是来传话的。阴府的姑娘只有一个，那就是阴府嫡长子殷萧的嫡女，国公爷的孙女。满心没有见过这位姑娘。齐伯，姑娘叫我过去做什么？好像是有人找你，我也不清楚。姑娘传话下来，我就来传个话。本是寒门子弟在这里借个住，不用他亲自传，不过毕竟是二公子恩师介绍来的，齐伯在这种事上也不怠慢。谁找他？不会是说曹操就到吧？后院离遥远有些路，满心除了第一次跟着殷怀从正门进来，就没再从这里走过。这一次走到遥远的路比先前看到的景致更胜一筹，毕竟在电视里见多识广了，满心倒也没惊讶太多。国公府就是国公府，规矩森严。齐伯带着他走到了垂花门外，就由一名婢女领着他进入遥园。以垂花门为界，门内是内宅，门外是外宅。远远的，满心就看到了2名少女坐在亭子内说笑着。当看到其中的一人时，满心嘴角一抽，真的是任碧珠。国公府的孙女，15、16岁的年纪，双颊带着些婴儿肥，眉目秀气，鼻梁秀挺，有着一双漂亮的眼睛，举手投足之间带着贵女的气韵。坐在旁边的任碧珠虽也是官家姑娘，与之一比，总归逊色了几分。姑娘，魏大娘到了。婢女屈膝礼后退至一旁。满心施了一礼，静候在旁，看着这人碧珠到底想做什么。殷香轩好奇地看着满心，我知道叔叔受恩师所托，带了人来府里小住，没想到任姑娘和叔叔还有这样的巧遇。他听爹娘说起过这事，知道是寒门子弟应考。任碧珠不愿多提那次巧遇，笑看着满心道：这一路上魏大娘对我多有关照，我便想来谢谢她。关照？她何时关照她了？满心淡淡道：这一路上都是托了殷将军的福，民妇对任姑娘并没有什么关照。我就喜欢魏大娘这性子，哪怕做的再多，也从不往自个身上揽。任碧珠一脸喜欢地说。这解释，任碧珠要是没有目的，满心还真就不相信了。殷香轩只觉这位大娘看起来挺年轻的，眉眼也很顺眼，听到任碧珠这么说，心里倒有些好感。任姑娘，我们年龄相仿，你就叫我碧珠吧。我知道国公府里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今日真是一见如故。任碧珠声音里都带着愉悦，像是遇见了知音似的。以后我能请你一起出去玩吗？殷香轩看了眼这位大娘神情中的疏离，再看着任碧珠面上的亲昵，含笑着说：既然任姑娘是来看魏大娘的，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说着起身要离开。任碧珠面色一急，张口想说点什么又止住了。今天她是第一次见到殷香轩，不能表现得太过着急。看着远去的国公府姑娘，再看任碧珠不若方才热情的脸庞，满心寻思着，先前这任姑娘跟国公府的姑娘不熟，今天见了一面就一见如故了，所以是利用她攀上了交情。任碧珠将目光落在了满心身上，又挂上了笑容。魏大娘，咱们好些天没见了，不知任姑娘今日找我有什么事？满心声音如往常那般的温和，开门见山的问，关系没那么好，装得太亲近会膈应的。第184章，魏大娘只要与我交好就行。我不是说了这一路上多亏有魏大娘的帮助，所以来谢谢魏大娘的吗？任碧珠亲昵的道：魏大娘坐下吧，咱们聊聊。民妇不过一介草民，还是站着好。满心神情淡淡然，知道了目的能站多远就多远。你虽是寒门妇人，我并不介怀，坐吧。任碧珠以为这位大娘是自觉身份低贱，不配坐。她介怀啊？看着任小姑娘一副主人家的姿态，满心看了眼亭子外面站着的婢女，笑笑说：我还是喜欢站着。任碧珠脸色一变，没有想到不过一介平民竟然这般不给她面子，压下心中的不悦，笑着说：程佑哥哥进来在做什么？任姑娘，你是官家千金，这声哥哥还是不要叫为好。满心声音温和，字里行间则是透着距离。这里又没有外人。任姑娘这话说的，就算没有外人，该有的礼仪还是要有的。任碧珠面色极为不好，她给足了这个老妇人面子，她却一再驳她的面。魏大娘可知我父亲是谁？任姑娘的父亲是大理寺属官，是殷大公子的下属。满心淡淡道：殷萧是大理寺少卿，大理寺的2把手，正3品官员。任姑娘的父亲就是个科员。下属2个让任碧珠心里不悦，道：我爹那也是从4品，今年的科举考，我父亲将会监考。
满心目光一动，这小姑娘突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见魏大娘神情若有所思，任弼书以为这话有效果了。这些日子很多考生都在巴结着我父亲，魏大娘要是有心，我也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说说话。满心讶异，这小姑娘拿着父亲是监考官的身份想做什么？这话是说要是和他关系好了，考场上他父亲就可以对程佑放水吗？可笑了，他儿子是学霸。满心顺着他的话道，不知姑娘所指的有心说的是哪方面？任弼珠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不过是寒门母子，他还拿捏不住他们吗？便道，也没别的事，我会常来看魏大娘的，魏大娘只要与我交好就行。还真的是要利用他结识殷家人。满心想不到自己一乡下老妇作用还挺大，也是，这不就是通过他结识了殷家姑娘吗？于他一个小小从四品的官家姑娘来说，要进国公府的门槛级别还是低了点，可他这跳板弹力也不怎么好啊。魏大娘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任弼珠有些不悦于这位大娘似笑非笑的目光。任姑娘要是想来国公府看我，就像今天这般差人叫我一声就好。满心温笑着说，她要来她是拦不住的，能拦住她的就只有殷国公府的人。魏大娘还是很识趣的。任弼珠以为满心是同意了。任姑娘要是没别的事，我先回后院了。满心替这位小姑娘的智商捉急，人家第一次来是客，好歹也是殷萧手底下办事人员的女儿，国公府姑娘待客也是礼待，结果你竟然只是来看一个在他们心中根本就不重要的老妇，呸，年轻妇人。第185章，只能学着他们一样做鹌鹑状。虽然他们母子仨有着老院长的光芒加身，这可是国公府啊，第一任国公娶了高祖妹妹长公主，现下一任国公的继承人娶了当今皇后的侄女，他们母子三人不过就是借个住的，在他们眼中跟普通的下人没什么区别。一个从四品官的女儿，就算要去感谢这样的寒门妇人，差个婢女送点东西到国公府的后院小门就行。满心不是自贬，事实放在眼下。任姑娘就算要选个跳板，好歹选块金丝楠木的，选了她这块普通木头的，等于是自降身份了。信不信她下次来，国公府的姑娘压根就不会理她，直接让下人把她领到后院婢女们住的地方跟她谈感情。满心一离开，任弼珠坐在了殷香轩坐过的位置上。如今已是入秋，景色逐渐萧条，也就只有殷府的花依然满园子的绽放着，争香斗艳。他日自己要是能嫁进这里，他要让殷香轩把瑶园让出来给他，反正也不过是个要出嫁的姑娘。想到这里，任弼珠眼中闪过势在必得的光芒。坐了片刻，他起身走向亭子外候着的婢女道，我和魏大娘说好话了，带我去见你家姑娘吧。婢女朝着他屈膝长礼，我家姑娘说她身体有些累，让婢子带着任姑娘出府。怎么会累呢？我与她说的话也不过才几句。这些日子她一直被爹关在家里，好不容易来了殷府，既然让她见到了国公府唯一的姑娘，她自然要紧着这样的机会，应该不至于累。带我去见你们家姑娘吧。我家姑娘说了，让奴婢带任姑娘出府。婢女指了指出去的路，我说了要见你家姑娘。任弼珠没想到一介婢子竟然敢无视她的话。任姑娘，这是国公府，我家姑娘既然说累了，那今日就不会再见客，请离开吧。婢女面色一沉，好无礼的人。任弼珠瞪着这个婢子半晌，嫣然一笑，那好，我改日再来找殷姑娘说说话。很好，他记下这个婢子了。另一边，满心觉得周围的景色和来时不太对，来时一路繁花，现在这一路很少见到花，倒有不少的石山和小桥流水。就在他出了一处月衙门，打算去找个人问问时，听得一道浑厚的声音怒喝一声胡闹。前头一名50、60岁半束华发的老者面色不愉地瞪着对面的男子。被瞪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殷怀。老者虽这把年纪，但身形伟岸，虽背对着看不清容貌，但那不怒自威的声音，不用猜就知道这人是国公爷了。父子俩正在下着棋，也不知道殷怀说了什么，惹怒了他父亲，俩人的面色都颇为不好。周围站着的5、6名随侍下人都低着头，不敢发出丁点的声响。满心正要悄悄后退离开，不想后面月衙门后也候着2名随侍，他们示意满心不可声响，满心一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学着他们一样做鹌鹑状。殷怀是正对着月衙门的，满心觉得他应该注意到了他，只是没看过来而已。第186章，为了让大越的未来得以生生不息。你28了，还不成亲想干什么？国公爷的这几年为小儿子的婚事是操碎了心，丢了不知多少老脸。父亲，我只是不想成亲而已。殷怀目光望着桌上的棋局，神情没什么波动，这也不是父亲第一次对他发火了。不管你想不想，你姑奶已经为你选了3位世家少女，明天画像就会送过来，你必须选一个。国公爷的语气很是强硬。父亲，她们既非我所喜欢的女子，我又为何要成亲？为何成亲？这种事还用得着问吗？随便一个人就能说出理由。国公爷气得差点想把棋局给砸了，看着周围的下人，余光见到满心站在月衙门门口，指着他道：“你过来，
告诉二公子为何要成亲。满心突然被点名有些懵，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成亲那是个人的事，冷暖自知，他怎么知道这殷怀为何要成亲，又为何不要成亲？禀国公爷，成亲是因为要传宗接代。满心使劲想出一句符合时下人所想的句子来。国公爷点点头，看着小儿子说：“就是这个理。我是次子，上有大哥，传宗接代轮不到我头上。”殷怀淡淡说：“且大哥已生出嫡子，怎么就轮不到你头上？”国公爷瞪了儿子一眼，又看向满心道：“还有哪些理由，都说给二公子听听。”他根本就从没想过这个问题。面对国公爷那严厉带着怒气的目光，满心知道自己一个说不好，怕得被殷怀牵累。绞尽脑汁，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人长大了，能做的事有很多，嫁娶不过是其中之一，并非必须这样做。殷怀平静的道：“还有呢？”国公爷催着满心，这实在为难他了。成不成亲，着实没这般重要。人活着过得舒适和自在最是好，但这些满心不能说啊。他说一句，这个殷怀驳一句的，还驳得挺有理。满心想了想道：“要是每个人都像二公子这样想，这世上便不再有人了。为了让大越的未来得以生生不息，像二公子这样的好郎，咱们大越是越多越好啊。搬出大越来，顺便再夸赞几句。”殷怀此时将目光落在了满心的身上。说得好！国公爷被小儿子气出的怒火消失了得一干二净。为了大越的未来得以生生不息，像我小儿子这般模样的儿郎，确实越多越好。哈哈哈！你是新来的下人？我好像没见过你。父亲，先前我从单城回来，受恩师所托在府里小住的考生，便是他的儿子，下人都叫他为大娘。殷怀道：“就是那个越级科考的孩子？”国公爷问道：“是，有这样的母亲，教出来的孩子自然也是好的。”国公爷被那句话取悦到了，笑看着满心：“我记得皇儿说过，你那孩子才16。”是。满心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规规矩矩，好形象，有出息啊。国公爷看着殷怀道：“16岁就能越级科考，等你那侄子从宫里回来，让他跟那孩子多多切磋。”殷怀点点头，大哥的儿子从小就选为了众皇子的陪读，一年到头宫里的日子远比住家里的日子要多，他这个做叔叔的也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他了。第187章，他无意间是不是把学生舞弊案给破了？正当满心想着离开时，一名小厮匆匆跑进了月衙门：“国公爷，二公子，宫里来人了，贤妃娘娘赐了好些东西给姑娘。”表姐3天2头的赐下东西，对香轩倒是有心。殷怀起身和父亲一起去正厅里接赏赐。国公爷神情不是喜，反倒有些为难。见国公爷和殷怀离开了，满心朝小厮问清了回小院的路，果然是方向反了，他是转了个圈左右没弄清楚。一路上，周围路过的婢女都在说着宫里赏赐的事。贤妃，殷怀还叫他表姐，国公府已经够威望的了，满心没想到竟然还有亲戚是后妃的。不用说，这贤妃肯定也是极为受宠的。回到后院，伙房的婆子和粗使丫头们也在讨论着宫里赏赐的事。贤妃娘娘一直想让七皇子娶咱们国公府的姑娘为皇妃，你们说这次国公爷会不会答应？一婆子一手拿着米胖，另一手不停地吃着。我看肯定会答应，亲上加亲，多好啊！我看不会答应，要答应早就答应了。承启娘回来了。那婆子看见满心从园门外进来，招手过来聊会天啊。满心听八卦听就听了，但没上心到让他和婆子们去讨论的地步。一般他都是听过后，在吃饭时讲给儿子们听，也算是一份日常趣事。便道：“不了，还有事呢，有空再聊。”说着进了小院。魏成又出去找差事了，这几天在城南寒门子弟群居处找的几份差事，这孩子都不满意，说要多找找，指不定还有更好的。满心进了二儿子的屋，以为二儿子也出去了，没想到他在认真看书。娘，听到声音，魏成奇转身见娘走进屋里，问道：“是谁找你？”“是人碧珠。”满心坐到儿子身边。魏成启拧拧眉：“他找你什么事？”满心将事情说了遍，想想觉得有些好笑，不禁轻笑出声音。“娘笑什么？”魏成启没想这人碧珠竟然想利用娘和国公府人牵上关系，眸色沉了几分，见娘嘴角眼中尽是笑意，奇问道：“坑爹啊？何意？”“就是挖了个坑让他跌掉。他自个说的，这些日子很多考生都在巴结着我父亲。魏大娘要是有心，我也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说说话。他爹怕是收了不少礼吧。”满心觉得能教出这样的女儿的爹，不可能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看着娘那好笑的样子，魏成启想想也确实好笑，年少清俊的面庞有了笑意。监考官一共16名，若连这样的礼也要送，那必定是要舞弊之人。大约对学生的舞弊行为惩罚极重，对包庇的官员是崇尚加重。他无意间是不是把学生舞弊案给破了？满心觉得那位任大人要是知道了被女儿这么坑，非得气吐血不可。晚上魏成佑回来时带了个好消息，他找到差事了，在城南的特产铺里。
这么说，以后咱们家里能经常吃到特产了。满心打趣，想来这特产铺让小儿子比较满意，瞧瞧这脸上，回来之后就一直挂着笑。第188章被呛了下，惭愧惭愧。娘，您怎么净想吃的？等儿子将特产铺子里的来源弄明白了，到时咱们也可以做特产生意。魏成佑有着自己的打算。特产生意，满心还真没有将小儿子找差事与做生意挂上钩。不过他这几天也一直想着做点什么小生意好。是啊，那铺子虽然开在城南，但生意挺好，城门的那些老百姓也肯花钱买吃的。魏成佑3天前就看中了这家铺子，这3天一直在注意着这铺子的生意。民以食为天，吃的东西就算贵点，老百姓也会忍痛买点尝尝。满心没想到小儿子想的这般远。晚饭时间，母子3人都会唠唠嗑，说说一天下来的事。魏成佑说的最多，他一天都是在外面过的，将越城的一些见闻都说来。魏成启一般上午会出去一会，和那位匪大哥去茶馆坐一会，听听科考的事以及学子们都在谈些什么。下午都是在家里看书。娘，最多3个月，我肯定能把特产铺子货品的来源都搞清楚。不过这生意上的人脉关系还是要有点时间的。魏成佑对自己很有自信。娘，到时咱们就像在家里那样去做个小点的铺子做生意，好不好？好。满心将饭篓里最后一些饭都盛进小儿子的碗里。你做什么娘都支持你。真的。魏成佑觉得娘进来可好说话了，他要学做生意娘不阻拦，还和他一起做了。二哥来科考还把他带来，说在京都能学到的肯定比善城多。现在他说的话，娘也听得认真，还支持他。真的。满心笑看着小儿子说，只要你把事情跟娘说清楚，让娘知道你想做事的那些经过，有什么风险，心里有个数就好。娘放心，不管做什么，我都会跟娘说的。魏成佑心里高兴得很，娘这样支持他，不管什么事他都愿意跟娘说。做了3个儿子的娘，满心才发现有些事情阻止孩子们去做，只不过是因为心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他担心魏成佑走了老路，因此想着办法阻止他去王家。可小儿子不是木偶，他一个劲的叛逆了，又有什么法子？官得了一时，官得了一世吗？与其如此，还不如去了解他心里所想，只要不是弄虚作假、好高骛远，甚至天方夜谭的，他都可以支持一下。年轻的时候就应该闯。满心慈爱的笑了笑，将最后2块肉分给2个儿子。成启，科考就要开始了，整整8天你都要待在贡院里，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娘去准备。他知道古时的科考要连考好几天，没想到这个时代科考有8天之久。娘准备一些日常的就好。魏成启在吃的这一块并不挑。二哥，你紧张吗？魏成又问道。他做自己的事不紧张，但二哥的科考让他为他紧张。我从小认真读书，从不懈怠，没什么好紧张的。魏成启淡淡说，那些虚度光阴的人才应该紧张。满心正在喝汤，猛地被呛了下，惭愧惭愧。他就是那种在考试前还在虚度光阴，考试时又后悔虚度光阴的人。第189章，姑奶奶今年都快70了，可是个吉祥人。魏成启见状，赶紧去拍娘的背。我没事。满心顺了顺气，说不定二哥会考个第1名。魏成又觉得很有可能，很少有人像二哥这般努力的。照以前科考的难度来说，前3名不成问题。魏成启想了想，不过茶馆的学子们在说，今年的考题将会是这几年以来最难的，照平常发挥就好。满心完全不担心。娘，我回来时，伙房的丁妈妈他们在说，殷将军的表姐是当今天子极为宠爱的贤妃娘娘。魏成佑回来时去伙房蹭了点吃的，也听了一嘴的唠嗑，宫里还赏下了很多好东西给国公府的姑娘。是啊。魏成佑一脸遗憾的道，早知道早点回来，说不定还能看到宫里的公公。满心奇了，那有什么好看的？他们都说那些公公男不男女不女的，还往脸上涂胭脂，我好奇。满心一脸复杂的看着上一世就成为了公公的小儿子，虽说还是有点差别的。娘，魏成启突然接道，这贤妃娘娘是殷将军表姑的女儿，殷怀的表姑就是原主姨娘陆氏服侍的那位伯爵夫人，也就是说这贤妃娘娘是伯爵夫人的女儿。满心没想到陆氏的背景还挺强。天气是越来越冷了，阳光倒是不错。一大早满心就开始围儿子准备去贡院的东西，虽说还有几天也能准备起来了。夹袄和厚披都带上，万一冷了可以用上。上回大儿媳妇给的肉干还有一些，全部给放在包袱里。就在满心准备着时，丁妈妈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成启娘，院子里晒些东西。好。满心应着。出去时看到丁妈妈带着粗使丫头摊开了几个木架，摆上笸箩，再把刚做出来的番薯粉倒在上面晒着，晒出来的就是淀粉了。丁妈妈，我来帮你们的忙。满心做好自己的事出来。成启娘，早上我们做了些玉饺，你过来拿，晚上可以烧汤吃。丁妈妈是伙房的管事，
近50的人，整个人胖乎乎的，讲话中气十足，性子爽朗，很好相处。好啊，满心也喜欢吃滑溜溜软糯糯的玉脚。丁妈妈，其他人呢？怎么只有一个粗使丫头帮忙？今天姑奶奶回来了，说是要给二公子选妻，带了好些闺秀的画像，那些丫头都想去看看。丁妈妈笑骂道，还不是找个名头去看二公子，就他们这粗胳膊粗腿的，就算是给二公子做妾也轮不上。这事昨天满心就知道了。姑奶奶今年都快70了，可是个吉祥人，向来是国公爷为儿子一般，对大公子和二公子宠得很，最为关心的就是二公子的婚事了。丁妈妈爱唠嗑，边干活边说，快70的老太太在这个时代也是长寿的了。满心问道，这姑奶奶以前也是国公府的姑娘吗？要不然两家人不会这般亲近。姑奶奶是现在国公爷的亲姑姑，当然是国公府的姑娘啊。不过啊，丁妈妈压低了声音说，其实以前的老国公爷和姑奶奶是断了父女关系的。为什么？满心原本并不好奇，这么一说倒是好奇起来。第190章，以娘这个年纪，眼神和笑容都会有岁月的沉淀才是。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说不是秘密，丁妈妈声音压得更低了。姑奶奶少女时看中了府里的一名士兵，然后和这名士兵私奔了。满心一脸惊讶，私奔？这年代能私奔，那可是得冒着生命危险啊！不用说，绝对是真的不能再真的真爱了。不过那会的国公夫人终是疼这个女儿的，默默的让那士兵一点点的坐上了校尉，还做主把姑奶奶的女儿许给了伯爵府。丁妈妈感叹，校尉，伯爵府。满心突然想起老院长对他所说的话，你那姨娘陆氏现在在伯爵府上做主母的贴身嬷嬷，她原先在校尉府秦家做了10多年的婢子，后来秦家见她忠心耿耿，在女儿嫁入伯爵府后，让她做了女儿的陪嫁丫头，一直到现在。丁妈妈，姑奶奶的夫家是不是姓秦？满心问道。是啊，你怎么知道？丁妈妈奇道，这是我在外面买早饭的时候听到过。满心笑笑说，几十年过去了，外面还有人说啊。丁妈妈点点头，确实，这种事茶余饭后大家都喜欢说。满心突然想到，原主姨娘一直针对她和程启，会不会跟这位姑奶奶的女儿，也就是伯爵夫人有关？能有什么关系呢？这伯爵夫人应该跟原主母亲差不多的年纪吧。中午时分，魏成又找到了差事，中午就不回来用饭，一来一去的太浪费时间。魏成启回来时，看到娘在后面砍了好些竹子出来，正在用镰刀劈掉多余的叉子。娘，你用这些竹子做什么？魏成启去帮忙。我给你做个书架，做个简单的书架并不难，现在只是应付一下，等以后有了银子再去木工那里买个好的。这种手工活满心还挺喜欢，见二儿子要来帮忙，道不用你帮，去读书吧。娘，这个给你。魏成启从怀里拿出1两银子。你哪来的？满心讶道，几个儿子中他给二儿子的零用银两最多，要买书买笔什么的，但也存不下这么多。茶馆早上有个试赛，我赢了，这是奖金。满心眼睛一亮，接过这1两银子，可以说是心花怒放。这可是你第一次赚银子。魏成启轻嗯一声，娘的笑胡都要咧到耳后根了，眼中的高兴应该说雀跃吧，他也很高兴能帮娘赚点银子。不过娘的笑容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娘这个年纪，眼神和笑容都会有岁月的沉淀才是。魏成启说不上来这种感觉。就在满心高兴的把1两银子放进怀里时，齐伯的声音传来，成启娘，哟，成启也在啊，太好了。齐伯，满心打招呼。齐伯时常会到丁妈妈这儿来蹭点吃的，这些日子大家都熟了，也就没有以前那般客气，笑着问，是丁妈妈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吗？我哪这么馋？是国公爷让我来救你们母子过去的。齐伯笑呵呵的道。满心和魏成启互望了眼。齐伯，是什么事儿啊？满心问。第191章，他在茶馆里赢走了我的1两银子。小公子回来了，说国子监推荐了小公子越级去这次科考，国公爷便说咱们府里也住着进京越级科考的考生，这不让我来叫成启和小公子去切磋切磋。国公府只有1位姑娘和小公子都是大公子殷萧所生的，满心没想国公爷突然有这兴致，要是平常成启能在国公爷面前露个脸倒是好，和小公子切磋的话，这是赢好还是输好？穿过几道门和走廊，齐伯带着他们来到了正厅，还没进去呢，就听到笑声从里面传来。这小子嘴里是吃了蜜吧？小小年纪说话倒是一套一套的。慈祥的声音笑得最为开心。好的不学，净学这些油腔滑调的东西。国公爷威严的声音中难言宠溺。你跟你爹小时候真是一点也不像。那我像阿爷小时候。少年清朗的声音皮皮的道。阿爷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要是这模样，你曾祖非得打断了我的腿不可。国公爷大笑起来。姑奶奶，国公爷，大公子，大夫人，二公子，魏家母子来了。齐伯带着满心和魏成启进正厅。
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满星和魏承启身上。满星带着儿子正要行礼时，一少年突然窜到了魏承启面前，瞪眼，一手指着他道：“竟然是你！”少年14、15岁的年纪，一身蜀锦袍子，贵气逼人，剑眉轻目，这会稚嫩的脸庞很生气地瞪着魏承启。魏承启清冷的面色也有些的变化，很快又稳定了下来。你们认识？国公爷是第一次看到魏承启，没想到魏家少年这般的挺拔清俊，多看了2眼。满心没时间去打量场中的人，只在小公子和儿子身上转。他在茶馆里赢走了我的1两银子。小公子殷景成恼怒地说：“景成啊，他就是打败了你的少年。”慈祥的声音带着爽笑：“是姑奶奶。”“什么打败了我？太姑奶奶，那是别人有眼无珠，竟然选了他的诗而没有选我的。”小公子一脸的不服气。满心瞬间觉得怀里的银子有些烫手了，但见到国公爷他们都是笑呵呵的，并没有生气，松了口气。景成，诗既是大家选的，那必然是魏家少年略胜一筹，愿赌服输，才是好男儿的气魄。说话的人身形颀长，五官与殷怀相像，又冷厉几分，应该就是大公子殷潇。他身边坐着的温婉贵气的女子，不用说就是他的妻子了。满心看向那位姑奶奶时，发现这位近70的姑奶奶正看着自己，眼眸慈祥。满心忙别过了脸，规规矩矩站在一旁，也不知道这姑奶奶为何这样看自己。14岁的殷景成不甘不愿，转念一想，这小子就住在自家府上，慢慢来，他有的是时间折腾他，坐到了叔叔殷怀的身边。殷怀的目光很是无语地落在一旁茶案的几幅图上，图上画的是姑奶奶中意的3位世家女儿，他觉得头疼。你叫魏承启？殷潇打量着魏承启。是。魏承启看了殷潇一眼，微垂着眸，清俊的面庞不卑不亢。殷潇觉得这少年的气质很让他喜欢，规矩且有礼数，不像自家儿子从小送进了宫里，无法亲自管教，这次科考可有把握？第192章，学霸就是学霸，不浪费一点时间。照以往的考卷来看，应该能入榜前3。这话一出，殷家所有人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但见这少年目光清冷中带着稳重，显然是经过一番思量说这话的，并没有少年人的轻狂之态。满心虽然知道二儿子能考第1，但好歹也谦虚点。他原本挺担心二儿子会犯浑去刻意讨好国公爷他们，毕竟这种事他不是没做过，但看他稳重的模样，松了口气。你敢在我太姑奶和祖父面前这般猖狂？殷景成蹭的弹跳了起来，觉得这个魏承启简直狂妄，小小地方来的人也敢说出这种目中无人的话来。余光见到那魏承启的老娘瞄了眼他，便瞪向了那老妇，谁知那老妇已经低下了头。满心觉得国公府的这个小公子性子颇为毛躁，咋咋呼呼的。单城的石鼓书院在大约各家书院中是佼佼者，我是被书院选中越级科考的学子，若是连这点自信也没有，也就没题做完。可以。殷景成傲然的道。麻烦齐伯去我屋里拿我桌上的那些卷子。魏承启对着齐伯道，都拿来。齐伯赶紧出去了。国公府的众人，你瞧我，我瞧你的，笔试做卷子，这倒是心意的，最多1炷香的时间也就做好了，到时也能知道他家的小子平常在宫里都学了些什么。齐伯回来时抱了满满一怀的卷子，下人赶紧拿了2张桌子过来，放上笔墨。满心看到这些卷子时，瞬间明白了二儿子的用意，嘴角抽了抽，学霸就是学霸，不浪费一点时间。怎么这么多？殷景成看到齐伯怀里的卷子时傻眼。魏承启分了小班的卷子到殷景成的桌上，淡淡道：我早上拿回了60份卷子，你比我小2岁，为了公平，我做35份，你做25份，日落西山时谁做的多且对谁赢。不是只做1张吗？殷景成傻眼。全部。如果不是有1两银子能赢，他可没时间去弄什么诗会。魏承启坐下来，拿起笔刷卷。殷景成恨得牙痒痒。25分。他长这么大从没做过什么卷子，早知道就不比了，笔也不让他选，气死他了。相公，殷潇妻子于是低手在丈夫耳旁笑说，我怎么感觉魏家那少年只是在应付咱们的儿子而已，其实他是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殷潇在大理寺任职少卿，常年与案子打交道，经久下来，人也变得严肃不苟言笑。这回眼底也带了丝笑意道，还有3天就是贡院开门的日子，认真的人确实不得浪费一点时间。第193章，儿子是个金的，这娘也是个金的。看着嫡孙子那铁青着脸一脸懊悔的模样，国公爷觉得这位家少年是故意的吧，随即哈哈一笑，也好，挫挫小子脾气。姑奶奶笑着摇摇头，这位家少年是将了景成义军啊。余光见到殷怀让下人收走了他精挑细选出来的画像，道了句别收走，你还没把媳妇挑出来呢。下人赶紧把画再拿上来，走，咱们去园子里好好挑挑，不要在这里打扰2个孩子做卷子。姑奶奶起身拉着殷怀就走，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身指了指满心，你也来，为了大月的未来得以生生不息，咱们一起盯着
二公子把婚事给定了。这话姑奶奶也知道了。满心听得哭笑不得，可这又跟他有什么关系？把他叫上做什么？姑奶奶，遇到了意中人，我自然会带回来。父亲说婚事，殷怀直接拒绝。姑奶奶这儿，他不想惹他不高兴。你这话有说了5、6年吧？姑奶奶虽近70，力气还是很大的，抓着殷怀的手就往外走。国公府的人赶紧跟着出去。满心看着二儿子正专注地做着卷子，知道他能做一个下午，就跟着出去了。此时，国公府的狄小姐正站在竹帘后，她刚从后院过来，正要出来给长辈们行礼，便见着那位大娘带着儿子进来，家里有外男，她是要回避的，因此没出去，厅内的事都看在眼里，不禁对这魏承启有些好奇。另一边，姑奶奶见这么多人跟着，指着国公爷、殷萧夫妇道：“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我就和环儿去园子里走走。”说着又指了指满心：“你跟着来就好。”姑姑，国公爷忙过去对着姑姑道：“魏家大娘可不是府里的下人，您这把人叫去不好。这孩子对我的眼缘，我喜欢他。”姑奶奶对着国公爷脸一绷，又慈祥的笑看着满心：“孩子，愿意跟着我这个老婆子吗？”来这里这么久，满心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孩子的，一时心里有些动容，笑道：“能跟着姑奶奶走走，是件叫人欢喜的事。你瞧瞧你，人家愿意跟着我这个老婆子。”姑奶奶朝着国公爷3人挥挥手：“你们走吧。”国公府的园子很多，姑奶奶挑了一个小桥流水的园子坐下来，将3副人像画摊在庭中的桌子上后，招手满心过来。二公子挑了一早上都没挑出来，你来看看哪家姑娘最合适二公子的。满心寻思着自己怎么就赶上这件事了。殷怀要娶媳妇，他自个挑就行，他要是指得不好，岂不是让殷怀恼他？心里这么想，满心还是挂上笑容，看起那3幅画。你挑一个能生出像二公子这般模样儿郎的姑娘来。姑奶奶笑呵呵地看着他。满心看了殷怀一眼，殷将军正喝着茶，一脸无奈。姑奶奶挑出来的姑娘，不管是身世、长相、品性，肯定是没话说的。满心打量着这3幅人物像，他见过的姑娘中，论倾国倾城的没有，基本都是五官端正、面容较好的，像任姑娘就是属这一类。国公府的姑娘长得漂亮，但胜更在气质，而画上的女子是男人看了就能心动的美人。姑奶奶轻嗯了声，这还用说？这3位姑娘要是能嫁给二公子，不管哪一位都能生下像二公子这般模样的儿郎来。最主要是看这3位姑娘中哪位的模样能讨二公子的欢喜。满心把球踢了回去。殷怀看了这位大娘一眼，儿子是个精的，这娘也是个精的。第194章，只有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这辈子才值得。不错，你倒是选个。姑奶奶将3幅画都推到孙直面前。姑奶奶若只是想要我生个漂亮的孩子出来，那这媳妇人选就由姑奶奶亲自定吧。殷怀又把画像推了回去。胡闹，当然是要找个你喜欢的。只有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这辈子才值得。就像他这样的，虽然老头子早几年去了，但这一路走来的甜蜜往事够撑到他去见他的那一刻。这话满心是赞同的。既然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仅仅看画又能看出什么喜欢？你身边总是没有女子出现，人家邀请你去点茶会、游玩，你也不去，我当然要花些心思送几个过来让你看看。姑奶奶叹了口气，总也要有那样的机会才能遇着喜欢的人啊。再过2年，你都30了，人家长个几年的都可以做爷爷了。满心听着额角一抽，可不就是他这年纪已经是奶奶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殷怀一眼。可能是缘分未到。殷怀道：“姑奶奶放心，一旦缘分到了，孙直马上成亲。”姑奶奶气得一瞪眼，想了想，突然看着满心笑呵呵的道：“你来说说，一个人要总是缘分不到，应该怎么办？”满心，姑奶奶，您就是这么对合着您眼缘的人的？殷怀似笑非笑地看着满心。这种事为什么要由他来说？跟他是半点关系也没有，好不？满心觉得头疼，面上依然挂着笑。缘分也是要机缘的，就像姑奶奶说的，别人邀请了二公子出去活动，二公子不去的话，机缘又怎么来呢？姑奶奶点点头，就是这个理。殷怀见这魏大娘学着他的模样，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要说什么？要不接下来的1年，姑奶奶给二公子多安排一些和世家姑娘们见面的机会。二公子也说缘分到了马上成亲，这人为的缘分也是缘分，切莫再推了。满心以多长几岁的语气温和的道：“呵呵，总归不是他的事，自个应付去。”说得好，人为的缘分也是缘分。姑奶奶很满意满心这话，看着孙直道：“就这么说定了，要是你再推开，姑奶奶可真要生气了。”殷怀见殷怀不再说什么，姑奶奶很是开心，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对着满心说：“站着累，坐下吧。”这个姑奶奶一看就是爽快人，满心也不扭捏，坐下了。你叫什么名字？姑奶奶可亲的看着满心。蒙翠罗。满心报出原主的名字。那我以后就叫你翠罗吧。姑奶奶慈祥的看着满心的眉眼，方才第一眼看到你就很有亲切感，
现在一看，你的眉眼啊，不像其他女人那样细细弯弯的，而是带着一股子的英气。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眉。殷怀目光落在这位大娘眉眼上，非女子常见的柳叶眉，而是英气又雅致，整体看起来很舒服，特别是那双眼睛，很是清亮。原主的长相是漂亮的，满心时常觉得，要是这双眉能再纤细点，那妥妥的符合时下人的审美。奈何眉骨下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细眉来，只好这样了。第195章，既是比试，自然是要比出一个结果来。现在老了，稀疏了，得用点带描出来。姑奶奶感叹道：“这样的眉眼长在男儿身上，那可好看了，就像萧华这样的，他们两个最像他们的曾祖父。姑奶奶现在这样也很好看。”满心真心的说道。姑奶奶笑了：“我死去的老伴也这么说。”看着说笑的两个人，殷怀很意外。姑奶奶虽然性子开朗，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入了她的眼。没想到就这点亲切感，让姑奶奶会拉着魏大娘说个不停。就在满心和姑奶奶说说笑笑回到正厅时，竟见到国公爷躲在正厅门边往里偷看着，眉眼都是笑意，也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这般好笑。满心和姑奶奶走了过去，就听见正厅里传来殷景成咬牙切齿的声音：“我不愿做卷子比试，换别的。”“不行。”魏承启平静的声音说：“反正本公子不做了。既是比试，自然是要比出一个结果来。”魏承启一直做着卷子，连个抬眼也没有。本公子要换别的比试。说茶馆的人有眼无珠的是你，愿赌不服输的是你，说比什么由我做主的也是你，这会耍赖的还是你。你这样实非君子所为。魏承启毛笔蘸了蘸墨，继续认真写。你要是承认自己是个无赖，那就换别的吧。你才是无赖。殷景成气呼呼的道：“他真是太讨厌做卷子了，特别是里面好多还都不会。不想做无赖，就继续做卷子。”殷景成拿起卷子就要揉成一团，魏承启的声音轻飘飘的传来：“无赖。”殷景成恨恨地坐下，深呼了口气，重新写卷子，好苦。国公爷在外面听得实在想笑，终于有人能治这小子了，不容易。转头一看姑姑来了，赶紧上前来：“姑姑，您过来了，他们还在做卷子呢。”满心听着这里面的情况，看着国公爷不像生气的，可那人毕竟是国公爷的宝贝孙子，忙说：“我把承启去叫出来。”“不用。”姑奶奶阻止了他。景成自小入了宫，大家都让着他，今天好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看着正厅里面自家小子咬牙切齿的样子，笑说：“他不是说要去科考吗？就应该这般认真才好。”姑姑说的是。国公爷脸上眼角皆是笑纹，哪有以往的威严样，连几张卷子都做不好，显然平常学的不够精啊。对了，那姑娘选的如何了？说着看向二儿子：“你自个问他，时候不早，我也要回去了。”姑奶奶说着朝大门口走去，一行人陪着。对了，阿石，香薰的事你要好好考虑，别总是想旁的利害关系，最主要是他过得幸福。姑奶奶看着国公爷语重心长的道：“咱们国公府只有这么一个姑娘，绝不可让她委屈了。”是。国公爷点点头。姑奶奶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你自个衡量着吧。”姑姑放心，我心里清楚着。国公爷也想把最好的给自个孙女。姑奶奶说要回去时，身边的婢女已经匆匆去叫了马车过来，说话的功夫，马车已经在外后着了。坐上马车时，姑奶奶笑看了眼跟着的满心，又对着国公爷道：“翠罗的儿子这般认真，让景成这几天别进宫了，多跟着他学学。”说完才进了马车。第196章，做错的事，我犯过一次就绝不会再犯第二次。目送着姑奶奶离开后，国公爷看着殷怀道：“谁是翠罗？”满心忙走上前：“微礼，国公爷，名副就是。”国公爷笑了：“你把你这个儿子教的确实不错。承启并没有这么好。”满心不想让大家对二儿子这般上心，过犹不及。不必谦虚，老夫要是有这么优秀的儿子，巴不得让岳城每个人都知道。国公爷想到那小孙子，要是有魏家少年一半的才学，他每天都能笑着醒来。他没谦虚啊，魏承启是学霸，纵观这几个月的表现，二儿子确实改了很多，但满心也不确定二儿子到底是怎么个变化了。这小子是个静水流深型的性子，面上给人看的不见得是真的。满心寻思着，他至少还得贴身跟着到二儿子做官2-3年后，等他性子稳一稳。日头西下时，这笔试终于是结束了。魏承启做了12张卷子，全对。殷景成做了8张卷子，错了一半。改卷的是大公子殷萧和二公子殷怀，殷萧改的是魏承启的卷子，边改边点头，看起来很是满意。殷怀则是眉头深蹙，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耷拉着脑袋的侄子。不用说，殷景成这脸被自个打的是啪啪啪的。母子俩人回小院，一路上看得出来，魏承启的心情不错，反观满心倒是有些沉默。看了眼儿子的好心情，满心问道：“承启，你让齐伯把那么多的卷子拿出来，故意的吧？”魏承启对上娘什么都明白的目光，轻嗯了一声：“既然小公子这般看不起我，我自然是要拿出些本事来。我指的不是这个，
你这一出，整个国公府的人对你都刮目相看。无疑的，这小子给人的印象太有前途了。大约的人对文化人都是高看一筹，贾商之流更是直接会送上银子来资助。娘，这样不好吗？好，挺好的。你是不是想让国公府成为你的助力？满心可不会觉得这仅仅是场普通的比试，这是场秀啊！娘，做错的事，我犯过一次就绝不会再犯第二次。魏承启道。好好的，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满心不解的道：什么意思？以前我觉得姨婆会帮我，就想一心讨好他们，结果他们却害我。毕竟是少年人，还隐藏不住喜怒。魏承启说起这事时，眼底闪过怒气。这事跟今天这事有什么关系？满心愣了愣。如果别人自己想来亲近我，来帮助我，不是比我去讨好他们来得更好？魏承启道。满心讶异，这小子展露才华，竟然还打着这个主意，不是吗？为此，娘也受到了国公爷一家子的喜爱，毕竟养出了我这般出色的儿子。魏承启反问道。一名婢女走过来，看到魏承启时，小脸一红一红的。等那婢女走了后，满心点头，话说的倒是没错。这话他反驳不出来，优秀的人大家都喜欢亲近，他这个做娘的也就水涨船高了，便道：不过很多事总归是要靠自己的。娘，这道理我懂，那你倒说说怎么懂啊？第197章，娘，你放心，我会走得很稳。辛苦读书，不仅是为了功名，也是为了让自己有这样的底气，站在像国公府这样的权贵家族面前不被人看轻。但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就算身后没有了像国公府这样的支撑，还能走下去，那才是我的本事。魏承启道。满心讶异地看着二儿子，你什么时候开始这般想的？魏承启冷哼一声，还真要感谢姨婆他们，是他们让我知道了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从原主姨娘做的事就能领悟到这么多？满心惊叹，是不是聪明人都这么会举一反三？娘，你放心，我会走得很稳，再也不会做出像以前那样被人轻视的事情了。魏承启肯定的道，受过的耻辱一次就够了。满心点点头，承启，娘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对上儿子清澈如泉有点凉的黑眸，满心笑笑，说得很对，怎么一下子就想透了呢？接下来的日子我不会出去了，会专心应考。魏承启道。应该如此。二儿子这明白懂事的样子，满心有点不太习惯。承启，你真这样想的？魏承启点点头。母子俩回到小院时，就听得从伙房里传来丁妈妈的大嗓门和小儿子的笑声。魏承启先回了屋，满心走进伙房时，听到丁妈妈道：承佑啊，我们只知道你二哥认真的在看书，没想到竟然这般厉害，太可惜了，我下午要是在就好了。魏承佑听到了二哥的事，一脸遗憾。承佑，你娘来了。丁妈妈看到了满心，热情的道：承启娘，等会回的时候拿几个窝窝头，刚做的。好，谢谢丁大娘。丁大娘一直会给他们一些吃的，满心也不拒绝，要是买了好东西了也会拿过来分享，有来有往，关系就好。承启娘，丁大娘拉过满心到一旁，一脸神秘的道：下午咱们国公府的嫡姑娘也在帘子后面看着你家承启做卷子，听说做了一个下午呢。满心倒是没瞧见，估计是为避嫌外男而没出来。丁妈妈用手肘顶了顶满心，捂着嘴笑得一脸微妙。丁妈妈笑什么呢？满心奇怪，让她加把劲，要是能考个状元出来，说不定就成了。成什么？哎呦，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丁妈妈俩大拇指勾勾，这怎么可能？丁妈妈竟然会这么想，满心失笑。丁妈妈，你可别乱说，被人听到了可不好。我懂的，我懂的，咱们国公爷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品性。丁妈妈还要说点什么，后面的婢子换她了，我先去忙了。你家承启要是真能中了状元，指不定成了。拿了几个窝窝头，魏承又走过来。娘，丁妈妈跟你说了啥？看着已经在一旁忙起来的丁妈妈，满心拿过小儿子怀中还热乎的窝窝头，边吃边出了伙房。没啥，希望你二哥能考个状元郎回来。说这句话，这还用搞得这般神秘？魏承又嘀咕。第198章，生活是没有多少诗和远方，狗血和更狗血的事倒是一大把。现在天气冷了，睡前满心都喜欢泡一泡脚，当热水泡至脚到小腿6分处，那种舒服感，满心闭上眼感叹了4个字：啊，真舒服。要是洗过，再来个人帮着按摩一下脚底就好了。想想而已。那不是啊，要是真能遇见一个像老秀才这样喜欢原主的，肯定能给做脚底按摩。打住，满心不让自个往下想，还是自个按摩靠谱一点。泡了约莫半炷香的时间，满心擦好脚睡觉，脑海里浮出下午姑奶奶教他孩子时的慈眉善目，那一刻他心里真被暖到了。没想到原主竟然会合了国公府姑奶奶的眼缘，满心笑笑，打了个哈欠睡觉。睡了片刻后又睁开眼，脑海里浮现姑奶奶的那话：方才第一眼看到你就很有亲切感，现在一看，
你的眉眼啊，不像其他女人那样细细弯弯的，而是带着一股子的英气。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美。换言之，是不是在说我跟她长得有点像呢？满心喃喃。小儿子在第一次见到殷怀时说过，这殷将军和程宽有些像。来越城的路上，某个瞬间看到殷怀的侧轮廓时，满心也确实这么觉得。满心坐了起来，抱着双膝想事情。生活是没有多少诗和远方的，狗血和更狗血的事倒是一大把。第二天是个阴天，一家人早早吃过早饭，各做各的事。满心将灶房清扫干净后，见小儿子要走了，忙把伞拿出去。今天看起来会下雨，别忘了带伞。魏成佑接过伞，娘，今晚晚饭不用等我，下午要卸货，我会晚点回来。铺子里还用得着你卸货吗？这得多辛苦啊，重力活对发育不好啊。我自己去帮忙的，刚去的这个月，我得打好关系，以后说话做事就会方便。魏成佑嘻嘻一笑，小儿子也很努力呢。满心点点头，别太累着了。知道了，娘。魏成佑已经走出院子，朝娘挥挥手。就在满心要回灶房给二儿子端杯水去时，齐伯的声音响起，承启娘。满心转身看到了齐伯，也看到了国公府的小公子殷景成。小公子怎么来了？满心赶紧上前随了个常礼，温和地看着他。殷景成嘴一撇，一副傲慢的模样，理都没理满心。齐伯忙笑着说，国公爷让小公子跟着程启做卷子，有不懂的地方让程启给解惑。谁稀罕他教？殷景成气道，想起一大早就被祖父从温暖的被窝里拉出来，心里一股子的气，竟然还向宫里给他请了3天假。小公子来得正好，卷子已经帮你准备好了。魏程启从屋里走了出来，年少的面庞不见多么的惊讶，好似早料到殷景成会来。一听到卷子，殷景成只觉腿一软，脸都白了3分，咬牙切齿地看着魏程启，你怎么知道我会来？你昨天输得太惨了。对方一脸痛恨地看着他，魏程启也眸带讥色。你，殷景成从小到大哪受过这样的委屈，想哭。小公子，赶紧进去做卷子吧。啊！齐伯好心劝着，我要回我院子做卷子。殷景成气道，这么简陋，他做卷子也做得不开心。第199章，小公子，时间宝贵啊。这个，齐伯看向魏程启，国公爷说了，魏程启想在哪做就在哪做，小公子听魏程启的。3张卷子，从现在开始算起，1个时辰之内没有做完，再加2张。魏程启说完，转身进了屋。你敢？殷景成气呼呼地瞪着已经没人的屋门口。齐伯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劝啊。小公子性子最不拘管，在宫里皇上和娘娘都喜欢他，可以说是横着走的。谁能想昨下午魏程启是一点也没给留情面。小公子，时间宝贵啊。满心在旁稍稍提醒了下。殷景成又气又没办法，只好恨恨地进屋去了。不一会，齐伯又带着几名婢女走了进来，婢女们手中都捧着一些茶水和果点，放到了魏程启的屋里后，悄悄地退了出来。满心拿出做了一半的书架子，看着竹子不够，又去后院里砍了几根来。原主的父亲是个木工，他记忆里有着好些木工技术活，做一个书架不要太简单。就在满心边看着地上画着的草图边做书架时，二儿子的屋里传来了殷景成气呼呼的声音：魏程启，你是不是故意把最难的试卷给我做了？你可以做我的。一会又传来殷景成的喊声：怎么越发的难了？魏程启，你确定这些考题都是前几年考过的？就算没有考过，这些也是出自夫子教过的书，要写的个人看法，就看你的理解能力了。魏程启的声音很平和。满心觉得这殷景成颇有几分自己高3时刷卷的状态，他也是每天喊着太难了呀。就在满心回忆往昔时，一名婢女走了进来：魏大娘，这位姑娘找你。满心转身看到了任碧珠。任碧珠今天一身的粉红如裙，施了脂粉，唇上抹了嫣红的口脂，衬得人比花娇，一看就知道是精心打扮过了的。与这身打扮不同寻常的是她羞愤至极的脸色。你竟然把我带到了下人住的后院来！任碧珠气恼地看着这婢女。任姑娘，不是您说要来见魏大娘吗？婢女躬身礼貌地道。那也应该是我见了你家姑娘或公子后，再让魏大娘过来相见。任碧珠气道，她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见什么魏大娘。任姑娘慎言，我家公子和姑娘非亲非故，又怎会来见你？满心眉头一动，哼，还真如他所想那般，国公府的姑娘不再理睬任碧珠，直接让婢女带她来到了后院。其实她也不想见啊。我父亲乃4品官员，你竟然把我带来了下人的院子，怎可这样辱我？任碧珠抬手就给了婢女一巴掌。任姑娘，满心出声制止。你谁啊？殷景成的声音传来，俩人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看到小公子也在这里，婢女赶紧行礼。小公子，眼泪扑腾扑腾的掉，但不敢表现出委屈来。竟敢打我阿姐的贴身婢女！殷景成抿紧唇，眉眼之间瞬间变得锋利，毕竟是国公府的嫡孙，气势已有些显露。第200章，用竹子把他打出去。
小公子，就是那个从小住在宫里做皇子们陪读，比国公府姑娘还金贵的小公子吗？任碧珠没想到能见着他，面上却委屈的道：我父亲乃是大理寺属员，今天我来见国公府的嫡姑娘，没想到这婢女却把我领到了下人们住的后院来，这不是辱我吗？大理寺属员的女儿就敢到国公府里来打国公府的婢女。殷景成还带着几分嫩气的面庞，瞬间怒气腾腾，今天真是诸事不顺，倒霉透顶。小小的属员之女也敢到他面前来猖狂，指着地上堆着的几根竹子，对着被打婢女道：用竹子把她打出去，以后别什么玩意都往国公府里带。任碧珠委屈的面色瞬间苍白，你说什么？愣着干什么？还要本公子亲自动手吗？殷景成瞪着婢女，跟个木头似的。小公子都这么说了。婢女拾起地上的竹子就往任碧珠身上打。院子里传来任碧珠的惨叫声，虽然是阴天，但也是个平静且美好的阴天啊，就这样被打破了。满心看着任碧珠吓得跑了出去，他心里其实挺有疑惑的，这时代不管任何事都是父母之命，像任碧珠这样的官家女子怎么会这般轻重不分，如此胡来。就在满心以为完事了时，外面齐伯的声音传来，拦住他，别让他往正厅那边跑。觉得心里舒坦了一些的殷景成一听齐伯这话，拧着眉走了出去，看到丁妈妈几人都在抓那任碧珠，冷哼了声，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好戏。此时任碧珠已经被丁妈妈几人抓住，头发凌乱，就连外衫也被扯破了，无比狼狈。她哭着大喊道：你们不能抓我，我从单城和二公子殷怀一路而来，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堵住他的嘴给我打。殷景成一听，好不容易消了小半的火又盛了，想跟我叔叔牵扯上一星半点的女人多了去，你算哪根葱？就在满心想着要不要劝一下，毕竟事情闹大了也不好时，大夫人于氏的声音传来：住手！大夫人！婢女们一见于氏，赶紧躬身让到了一旁，低眉垂眸。任碧珠完全没想到国公府的小公子竟敢这样对待她，身上被打了好几下，衣裳也扯破了，嘴里还被塞着一股子臭味的布，整个人都是傻的。大夫人于是看着任家姑娘这凄惨模样，再看自个儿子那一副颇为爽快的样子，头疼，对着贴身妈妈道：去把任姑娘扶起来。两老嬷嬷赶紧去把任碧珠扶起来，又将她嘴里的布条给拿下来，看看任姑娘有没有受伤。于是道：两嬷嬷检查了下，一人禀道：禀大夫人，任姑娘只有外衫破了，先带任姑娘下去梳洗一下，再去姚元姑娘那里拿一件没有穿过的外衫给任姑娘换上。于是吩咐。任碧珠听到大夫人这么说，突然走到于氏面前跪下，哽咽道：大夫人，我从单城开始就和二公子一路回至越城，我们一路上相谈甚欢，